掐住似的，火辣辣的疼啊！还有腿，似乎也被人压着。凤扶摇，你大婚夜刺杀本王未遂，便畏罪自杀，为野男人殉情。哼，果然是一个没有脑子的草包废物。本王，姑奶奶还玉皇大帝呢，你怕不是有大病吧？快放开我！掐着他脖颈的手使劲一甩，轻薄丝滑的袍子从男人腰间被扯成两截。我靠，什么情况？好有料啊！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男人呆住了，男人冰冷妖异的眸子对上慕瑶瑟瑟的目光，肺都快气炸了。他一把提起滑到膝盖的裤子，声音冷冽而愤怒：你这个恬不知耻的丑八怪，竟敢扒本王的裤子！你是见色起意，想要勾引本王是吗？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是什么鬼样子！凤扶摇，大龙国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厚颜无耻的女人？明日一早，本王便去禀告父皇，请求将你给贬为贱妾。说完一甩袖子，怒气冲冲地向门口走去。我操，哪儿来的神经病啊？你才见色起意呢，你全家都见色起意，长得好看了不起啊？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只什么鸟啊？他强撑着地面艰难起身，狐疑地环顾四周，眼前红艳艳的一片，处处透着喜庆之色。诡异的是，屋顶横梁上居然挂着一条断裂的白绫。他不是在历史博物馆参观古代大龙国留下的文物吗？他还记得他正透过橱窗玻璃欣赏离王穿过的一条红裤衩，突然地动山摇，博物馆崩塌，他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出现在这个鬼地方？还从1000年之后穿越到这古代大婚之夜？等等，那个神经病刚才说什么来着？凤扶摇，大龙国，新婚夜上吊自杀。就在这时，慕瑶脑海中响起了一个萌萌哒的声音：系统小瓜来向宿主报道了，恭喜宿主赶上穿越大军，来到1000多年前的大龙国，成了大龙国臭名昭著的炮灰女配凤扶摇。大龙国那个容貌丑陋，一心想嫁给太子的花痴草包，她不是嫁给大奸臣离王时刺杀未遂，最后上吊身亡了吗？我居然穿越到她的身上！刚才那个妖孽男人是不是他的夫君离王？我只是参观一条红裤衩，至于这么惩罚我吗？我不想待在这儿，我想回去。嘿嘿，宿主真聪明，你正是穿越到他身上。刚才那个男人正是你这个身份的新婚夫君沈君慈，你已经穿越过来，便再也回不去了，毕竟尸体都腐烂了。他喵的，这不是坑爹吗？宿主来了便是大龙人，我跟你说说大龙国的情况吧。大龙国此刻当政的皇帝乃是离王的父亲沈建德，此人昏庸无能，没啥建树，还是一个瘾君子。瘾君子嗑啥药啊？此人痴迷炼药，沉迷女色，不干正事，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如今的大龙国，百姓民不聊生，暴乱频发，摇摇欲坠。建德帝的5个儿子已在夺地大战中斗死了3个，如今只剩下太子沈君义和离王沈君慈。这3年后啊，建德帝便驾鹤归西，太子登基做了皇帝。同年，凤家族上下100多口人被圈禁于凤丞相府，亲亲活活饿死。叶国联合边境部落攻入京城长安，大龙国灭亡了。我记得离王在太子登基前1个月便不明原因横死，后来被暴民从棺材中捞出来抛了尸，死无葬身之地啊！大龙国灭亡，沈家断子绝孙。这我穿成他的王妃，岂不是也难逃一死啊？那我穿越过来干什么呀？当炮灰吗？天哪，我刚才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等会儿，这女人说她是从1000年以后穿越到大龙国，3年后当今皇帝驾崩，太子沈君义做了皇帝，凤家100多口人被圈在凤府进阶饿死啊！叶国攻破了长安城，大龙国亡了国，而他因为不明原因横死，还死无葬身之地。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怎么可能啊？他明明都没有在张嘴说话，难道说我可以听到他的心声？难道真正的凤扶摇已经上吊身亡了？
而眼前的凤扶摇，那是千年之后的孤魂野鬼，借尸还魂了。为了一探究竟，转身走回房间。慕瑶见他去而复返，瞅了瞅对方那8块性感的腹肌，脑海中浮现出被撑得鼓鼓囊囊的红裤衩儿。没错，博物馆中陈列的就是他穿的这条红裤衩。虽然博物馆的那条破破烂烂的，还褪了色，但牡丹花一模一样。沈君慈，我爹是副丞相，你不能弄死我的，我们大不了和离。一个大男人穿什么绣花红裤衩啊，口味真他妈重。据说这个狗奸臣黑历史一箩筐，性格残暴，不近女色，半边脸绝美，半边脸绝丑，还是一个喜欢男人的断袖。有个好基友名叫司空小宝。嘿，还别说啊，狗奸臣身材确实不错呀，堪比顶级超模，穿得这么花哨，定是胜负无疑了。就是不知道这功夫司空小宝长什么样子啊？什么？这女人竟然鄙视我穿红裤衩子？那是我因为大婚之夜我图个吉利才穿的好吗？谁平时没事穿什么红裤衩子？真是无知呢。还有，竟敢说我是个断袖，还说我是个什么兽夫，这兽夫又是个什么玩意儿？但是我用后脑勺想都可以想出来，这个兽夫绝对不是什么好话。不行，我要与他和离，赶紧离开这狗奸臣，说不定还能活命。让你为虎作伥，坏事做尽，老皇帝但凡有一个儿子争气，大龙国也不至于亡国了。哼，活该被暴民从棺材里捞出来。呸！短命的狗奸臣，毁了容也这么妖孽，真是白瞎了你那张盛世美颜了。本王的爹还是当今的皇上呢，弄死你不是像弄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你说你苦心积虑嫁给本王，便是为了帮助沈君逸那个王八蛋杀死本王。可惜啊，他今日也大婚，还娶了你的妹妹凤芙雪为太子妃。你这没脑子的蠢货，不过只是一个被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还自以为自己很高尚。切，你呀，乃是皇上指婚给本王的王妃，你想和离？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哎，看看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丑样子，本王多看你一眼都会想吐啊！回去以后好好沐浴洗干净吧，本王今晚就忍着恶心，勉为其难的跟你圆房吧。你很好看吗？敢不敢取下面具让我看看？圆你个大头鬼！我们现在就和离。把王妃盯紧了，若是让她跑了，你们所有人都得为她陪葬。是。我去你大爷的！谁要和你圆房啊？我要和你和离！哼，难道今晚真要与那死妖孽圆房？是奋力反抗呢，还是干脆两眼一闭，慢慢享受？哎呀，可是传说中的狗男人性格残暴、冷酷无情，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啊！搞不好还没有享受完，就被他给嘎了。哎，宿主，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原主对太子一见倾心，非他不嫁，却被太子恶意利用。太子说，只要她愿意嫁给离王并杀死他，便会娶她为太子妃。原主去当炮灰，太子却在同一天娶了比原主小1岁的妹妹凤芙雪，所以才会有原主刺杀离王未遂，上吊自杀一事。宿主，你以后就是凤芙瑶了，和离王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不能和他和离。小瓜，你是什么系统？我穿越到大龙国有什么任务？宿主，我的主系统是吃瓜系统，副系统是初级药材系统，附赠一个空间。啊！天哪，传说中的吃瓜系统，这不就是21世纪的八卦新闻报今日热点吗？太给力了！吃瓜系统当然不错，能让你轻而易举得到第一手情报，比如建德帝昨晚去了长安城第1青楼百花楼，宠幸了一个舞姬。还有姬皇后从小喜欢她的哥哥姬代，两人经常以兄妹之名厮混，而姬代不是姬国公的亲儿子，而是他老婆为他戴绿帽生的。新闻太多，3天都给你扒不完，留着慢慢扒吧。啊，哎，你说的瓜都是真的吗？听上去很有趣啊。对了，初级药材系统和附送空间是怎样的？我先看看。凤扶摇看了一番初级药材系统，丹药只有1种，而且只有1粒。小瓜，这生功丹有什么用啊？我能吃吗？咦，当然能啦，它能让你拥有中等高手的内力呢。凤扶摇闻言大喜，将生功丹取出来，扔进嘴巴里，丹田中迅速升起了一股热流，流向各处经脉。凤扶摇握紧拳头，随手一挥。今晚他再也不怕狗奸臣嘎他了。药品呢，有感冒药、止泻药、消炎药、减肥药、伟力丸等。小瓜，伟力丸又有何作用啊？我能吃吗？嘿嘿，
男人吃了快乐加倍，你说你能吃吗？这系统不错呀，跟聚宝盆似的，取走还能自动补齐，太好了。你每次完成任务，系统还会有奖励呢。嘿嘿，那我想要1000万两黄金，一夜暴富，系统能做到吗？我又不是许愿池的王八，哪能满足这么奢侈的愿望？哎，对了，小瓜，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呀？完不成会有什么后果啊？主任务：攻略离王沈君慈，让他爱上你，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实现3年。次任务嘛，消灭奸臣恶霸，培养良臣。每完成一项大任务，系统便有神秘奖励。如果3年后主任务失败，你我灰飞烟灭，被系统抹杀。哈，老天爷呀，多损呐！这任务也太艰巨了吧！史料记载，离王是断袖，让我去攻略一个不喜欢女人的断袖，还要拯救大龙国，这难度系数也太大了，还不如直接抹杀我算了。其实嘛，终极任务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艰巨。你攻略离王以后，可以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呀。别忘了，离王也是大龙国皇子，虽容貌有瑕，却并不影响他当皇帝。且离王此人机智过人，腹黑奸诈，比起刚愎自用、心胸狭隘的太子，更适合当皇帝呢。你让我攻略一个正常男人还说得过去，让我攻略一个性取向不正常的断袖，瞧他那损样吧，嘴巴有屎，喷谁谁死，一看就不是个好鸟。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比如推翻沈家王朝，自己当女皇行不行啊？不行，必须沈家人当皇帝才可以。或者你攻略离王，和他生个娃，让娃当皇帝也可以。攻略你大爷呀！若我3年后完成任务，能和苟奸臣合理走人吗？和女人抢男人已经够累了，还得和一群男人抢男人啊！还是当富婆更爽。等我有了钱，还要男人干什么？守着银子不香吗？只要你能完成任务，到时合不合理你自己看着办。哎，宿主，我有一个离王的大瓜，想不想听？离王啊，并非姬皇后的儿子，而是老皇帝南巡时临幸一位美貌歌姬所生。离王3岁才被带回皇宫，交给姬皇后抚养，对外宣称那姬皇后所出呢。狗皇帝真不是东西，这事儿离王知道吗？离王一直认为他的亲生母亲是姬皇后，可是姬皇后从未将他当亲生儿子。离王5岁那年，姬皇后教唆沈君印划伤他的脸，使他和皇位无缘。另外，离王年幼的时候被姬皇后下过寒毒呢，每年春夏之交，寒毒便会发作，这也是他3年后横死的主要原因。当务之急，你需尽快想办法帮他解毒，否则你的终极任务便无法完成。我攻略的对象不但是个断袖，还是个半死的废人。快来一道雷劈死我吧，我不想活了。王爷，皇上为太子指婚京城第一美人，却为您指婚京城第一丑八怪大草包，让您脸上蒙羞，沦为天下人的笑柄，实在令人气愤。整个京城也只有您的几位好友及不多的几位大臣前来为您道贺，那些人狗眼看人低，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属下明白您娶草包非您所愿，您受委屈了，属下已帮您将书房卧室收拾出来，您更衣后早些休息。本王今日大婚，需去新房睡。啊，王爷，您要去新房睡，和那个丑八怪一起睡？要不然呢？难道本王跟你一起睡吗？别忘了，母后派来的高嬷嬷还守在院中呢，她正盯着本王的一举一动。若是本王今天晚上不睡新房，还不知明日的时候，她将如何与我母后嚼舌根呢？母后既然逼迫本王迎娶丑八怪，本王便从了她的心，做做样子，又怎么样？王爷，万万不可！那草包大婚之日刺杀你，又寻死觅活上吊自杀，闹得鸡犬不宁，差点让您变官夫。您看在他外祖父花老将军对您有恩的份上，好心去救他，他却狠心家暴你，撕烂您的喜袍。万一他趁您睡着，再次对您下毒手怎么办？王爷，您千万不能为了这个草包以身涉险啊！属下这就去将高嬷嬷打晕。无妨，本王知道怎么做，你无需担心的。王爷，要不属下夜里贴身保护你，属下隐在暗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现身。本王新婚夜洞房，不需要你围观，乖乖守在外面就行了啊！别忘了，本王武功了得，不会有事的。好吧，王爷，您可一定要保重啊！小瓜，如果我霸王硬上弓，苟奸臣会不会杀了我呀？哎，可怜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连和男人接吻都没有过。他虽然长得不错，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陌生男人做那事儿。我还是想找一个两情相悦、一世一双人一辈子的男人。咦，他要杀你早杀了，还留着等过年啊？
你想攻略他，不说得到他的心，至少得先得到人吧。我跟你说，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只要你想办法把他睡了，他就会像哈巴狗一样听你话，快刀斩乱麻。今晚你先想办法把他给睡了吧。我承认，苟奸臣是我睡不起的男人，而且是随时要我命的那种。他真的是断袖吗？若是断袖，为何要娶我？难道是为了给皇室交代，迫不得已娶我这个大草包撑门面？和一个变态杀人恶魔同房，光是想一想都不寒而栗啊！就更不用说让我霸王硬上弓将他给睡了。我想嫁的男人是个盖世大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五彩祥云来娶我，而不是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黑心莲，喜欢男人的断袖。我真的很害怕，好吗？房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风华绝代的心长身影从外面踏着月光走了进来。听听，这个丑八怪又在说我坏话了，哼，还诋毁我是断袖，骂我是什么黑心莲，还想霸王硬上弓将我给睡了。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他配吗？还有，这蠢女人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大英雄，还会踩着五彩祥云来娶她，这个真是异想天开呀！我明白了，原来她想要嫁的是天上的神仙。还是继续做你的美梦吧，梦里什么都会有。救命！他来了，他真的来了！好可怕呀！还没有睡他，我就要吓死了，好吗？求求了，我这么丑，你别来霍霍我，求求你，去霍霍你的奸夫司空小宝吧，求求了！沈君慈挑了挑好看的剑眉，冷哼一声，抬起大长腿，大拉拉地爬上床，并面对他半躺下来，一襟半敞，露出精致的锁骨和性感结实的胸膛，修长的手撑着头，魅惑的狐狸眸盯着少女的后脑勺，阴恻恻的低笑。凤扶摇别装了，本王知道你没睡，你裹得这么的紧，是担心自己变成禽兽对本王图谋不轨吗？你放心好了，本王对你这种丑八怪提不起半点兴趣。凤扶摇决定不装了，慢慢转过身来。王爷，您终于来了。我还以为您嫌我长得丑，不来和我洞房呢。春宵一刻值千金，我这就帮您宽衣解带，您就从了我吧。他手一使劲，一把便扯开他上身的衣裳。苟奸臣，来呀，互相伤害呀！想调戏老娘，还不知谁调戏谁呢。老娘狗命不要了，今天先睡了你再说。你给我滚回去躺好，本王看见你便倒胃口，以后给我离本王远点，否则你就死。王爷嫌弃人家快伤心死了，那我只好回去躺好了。王爷，我睡相不好，夜里磨牙放屁打呼噜，担心吵到你，所以离你远一点。你想去和谁睡，我都不会干涉你的。我又乖又听话，还温柔得不得了，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原来这男人之前威胁要和我洞房都是骗人的，这人跟粪坑里的石头似的，岂是那么容易攻略的？小瓜，不是我不愿意睡他，而是他压根对女人没有兴趣。想要睡他，真的比登天还难呢。等会儿，小瓜是谁啊？哼，话说这蠢女人骂我是粪坑里的石头，还想着要睡我，切，果然是一个虚伪狡诈的女人呢。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鬼才和这个断袖同床共枕呢。我是有原则的人，绝不当第三者插足，更不会和男人抢男人。他呢，虽然长得美，可我喜欢真正的男人，而不是喜欢男人的男人。请给我一点时间去攻略他。好累啊，怎么这么困啊？这床真舒服。为了完成任务？什么任务呀？什么攻略我？难道这个女人打算趁我睡着以后对我下毒手？哼，蠢女人，本王对你一再的忍让，若是敢在夜里刺杀本王，本王绝不轻饶你。即便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听说这是穿越者的接头暗号。苟奸臣，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来自 G8 星球？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什么穿越者接头暗号？与谁接头？是沈君逸那个蠢货吗？切，蠢女人，果然是死性不改呢。什么虎狼之词，不知廉耻！
某处就像着了火一般变得滚烫起来。蠢女人，睡觉如此不安分，你是猪吗？好大一个鸡腿啊，还是穿着红裤衩的大鸡腿儿啊！这有个大西瓜，看上去似乎熟透了，一定很甜吧？我的刀呢？我的西瓜刀在哪儿？我要切开大西瓜，美美吃一顿。这是将本王当成大鸡腿、大西瓜了吗？还好你的手上没刀，否则本王非被你开瓢了不可。这觉是没法睡了。他伸手抬起少女的脸，想将她靠得过近的脑袋推开，哪知道对方却一把抓住他的手。我的大鸡腿儿，穿红裤衩的大鸡腿儿，闻起来真香啊！好饿，我想吃大鸡腿儿。沈君慈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正要将手收回来，便感觉手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丑八怪竟然对他手背狠狠地咬上了一口，沈君慈痛得差点跳起来，便伸出大长腿，一脚将他连人带被子踹下床去。凤扶摇正睡得香甜呢，突然感觉到身子一空，接着结结实实地跌落在地，腰臀处传来一阵闷痛。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呀？你眼睛是长后脑勺了是吗？本王是人是鬼，难道你看不清吗？吓死宝宝了！你大夜里不睡觉，披头散发坐床头干什么？我还以为是鬼呢。难道你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吗？喂，你的手怎么了？受伤了吗？有没有事啊？需要我帮忙吗？他将帕子扔到床尾。你看看你这丑不拉几的样子吧，你比本王更像鬼。本王的手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我睡觉睡得好好的，我怎么知道？从药材空间里取出一管跌打损伤的药膏，挤出一坨药膏，凑上前就为他涂抹手背上的伤口。我这里呢，刚好有跌打损伤的药膏，我帮你擦一擦，小心伤口感染化脓。这个蠢女人，竟可以凭空变出一管药来。这药膏怎么看上去这么的奇怪呢？不会是有毒的吧？不过鼻尖闻着有股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像是有毒之物啊。这伤口为何一圈牙印啊？你梦游将自己咬伤了？王爷，不是我说你，你对自己也太狠了。明明是被你这条疯狗给咬的，你不会贼心不死，还想着谋杀亲夫吧？什么？是我咬伤的？哎呀，怎么可能啊！我睡觉睡得好好的，我为何要谋杀你？杀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这药膏送你了，记得每日涂抹3次，2、3天就好了。大夜里被你吵醒，困死我了，赶紧睡吧，再不睡天要亮了。王爷晚安，祝你好梦哦。片刻之后，便传来均匀的呼吸声。沈君慈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他哪里还睡得着？索性就拿起药膏，对着烛火仔细的查看，表面印着一些文字，文字与大龙国繁复的字体不同，似乎每个字他都认识，可又不大认识的样子。但是字面的意思他又能看得懂。看来凤扶摇果然已经换了心思，可是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王爷，某事已到，该起床了。今日一早，您得和王妃进宫，为皇上皇后行奉茶礼。恭喜王爷，贺喜王爷！都起来吧，今日去找管家多领1个月的月礼。殷十七、萧颖，你们随本王来吧。高嬷嬷，你带着婢女进去伺候王妃更衣。是。云十七伺候沈君慈更换衣裳。王爷，昨夜恕伯母面人造访离王府，暗卫抓了几个不长眼的。属下逼问，对方什么也不肯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属下怀疑那些人都是太子派来的，是来看王爷您的笑话的。全都杀了吧，一个也别留下。哼，看笑话，那便看看是谁才能笑到最后吧。王爷，昨日姬国公的小公子姬旦在明月楼醉酒，口吐狂言，诋毁王爷您娶了个丑八怪大草包，是整个大龙国的笑话。还说什么您是捡来的野种，根本不是皇后亲生的儿子。他总是跟您过不去，三番五次在后面败坏您的名声。您看我们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姬国公的那个只知道吃喝嫖赌玩女人的废物嘛，他仗着有母后撑腰便为所欲为，还真把自己给当根葱了。他不是好赌吗？
那便找人设一场局，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对了，这局不必太过分，废掉他的一条腿就好，省得他闲得无聊。是，属下明白。王爷，你手受伤了有没有事啊？属下去给您拿药。不必了，王妃也为本王上过药了，不碍事的。这便是王妃送给本王的药膏，你们没有见过吧？王妃为您上了药？王妃真的为您上了药？王妃昨晚不是想杀您吗？怎么可能给您送药啊？王爷，黄鼠狼给姬拜年，他一定没安好心。万一他在药膏里下毒，可如何是好？是的，属下也这样认为，王爷还是小心为妙。哦，还有，这伤口看着像牙印，难道昨夜王妃真的对您下毒手了？黄蜂尾上针，最毒妇人心，你一定不能被她温柔的假象给迷惑呀。这个伤口是本王不小心碰到的，本王知道如何做，你们不必忧心的。属下严郎拜见王爷。云石七和萧影对严郎点点头，引门出去。严郎，你去江南可查到了什么？属下经过多方调查，确实查到一件事：当年圣上下江南时，暂住连州知府别院，连州知府曾为圣上献上数名美貌武妻，而那些被圣上临幸过的武妻，后来都秘密养在别院。其中一位名为婉娘的绝色武妻，后来怀了身孕，并产下一个男孩。15年前，连州府失火，连州知府上下10几口人全部丧生火海，一个不剩。而那群武妻也死在火海之中，只有那名小男孩却不知所踪。属下找过很多地方，都未能找到小男孩的线索，请王爷责罚。你下去吧，有消息再来告诉本王。坊间传言我并非姬皇后的亲生，那么我到底是不是姬皇后亲生的孩子呢？王爷都起床了，为何王妃还不起床啊？你们这些下人是怎么做事的？王妃不是应该早早起来伺候王爷洗漱更衣，然后和王爷一起进宫行奉茶礼的吗？两人不敢多言，春香迅速准备衣裳和洗漱用具，春燕呢则是到床边轻声喊凤扶摇起床。王妃，起床了，起床了，今日要进宫行奉茶礼。然而床上的人抱着暖烘烘的被子，依旧睡得香甜。王妃，该起床了，待会儿要进宫行奉茶礼，可不能去晚了，您还是快点起来吧。天都没亮呢，吵什么吵啊？让我再睡一会儿，我还没睡够呢。王妃，马上要进宫为帝后行奉茶礼，可不能去晚了，快起来吧。王妃，起床了，今日要进宫行奉茶礼，进宫晚了会受帝后责罚的。你谁啊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奴婢乃皇后身边的掌教高嬷嬷，受皇后娘娘的吩咐，特意来教导王妃礼仪规矩的。王妃乃离王妃，这一言一行均代表皇室的颜面。离王殿下已经起床多时了，今早还要去为帝后行奉茶礼。离王妃在夫君早已经起床的情况下，睡到现在还未起床，这成何体统啊？奴婢今日只是提醒王妃，若有下次，奴婢便要按照宫里的规矩执以刑罚了。还要请王妃体谅奴婢的难处。高嬷嬷怎么这么熟悉啊？呼的一耳刮子扇过去。你皇后娘娘都要给奴婢3分薄面，对奴婢客客气气的，你这个草包竟然敢打我！你这个毒妇，你根本就不配当离王殿下的王妃！我定会回去劝说皇后娘娘将你休了，让离王另娶。你就等着被离王休妻，一辈子嫁不出去，被人耻笑吧！哼，高嬷嬷是吧？你还知道自己只是个狗奴才啊？一个卑贱的狗奴才，在王妃面前没大没小，颐指气使，好大一张狗脸！你要不说你是奴才，我还以为你是我的婆婆皇后娘娘呢。真是恶狗跟在主子后面咬人，挺会狗仗人势的。皇后娘娘宽容大度，温柔善良，而你这个代表皇后娘娘颜面的狗奴才，竟敢在本王妃面前作威作福，你是想骑在皇后娘娘头顶拉屎呢，还是想败坏皇后娘娘的名声？昨晚你故意将太子成亲之事告诉我，且千方百计游说我刺杀离王殿下，我刺杀失败，又游说我为太子自杀殉情。你可真是个阴险恶毒的老巫婆呀！你想恶人先告状？行啊，我也正想让皇后娘娘知道你的恶行呢。你说，若是皇后娘娘知道你的恶行，会如何惩罚你呢？砍头、剁掉4肢，还是赏你一杯鸩酒，亦或是一条白绫？我真的蛮期待的。王妃饶命，是奴婢不懂规矩僭越了。奴婢昨天晚上只是怜悯王妃，并无恶意的呀，并无恶意。凤扶摇厌恶地瞅着他冷吃，也不喊他起身，看着春香递上前来的大红大紫的衣裳，蹙眉。花里胡哨的，你这是想让我变成鸡毛掸子吗？王妃，
您以前不是特喜欢大红大紫的衣裳吗？夫人说您穿这些衣裳漂亮，您便天天穿这些衣裳。二小姐说您化大浓妆漂亮，您便天天化大浓妆。有一天晚上，您在院子里撞着老爷，差点将老爷吓出病来，他把您当成了吊死鬼。王妃，您其实长得极好看，比二小姐还好看。以后啊，别再穿这些花里胡哨的衣裳或吓人的大浓妆了，去找一套素雅一点的衣裳来，将这些花里胡哨的衣裳都扔了。是。王妃，这3套宫廷礼服乃是皇宫内务府送来的，一套浅蓝色，一套粉色，一套鹅黄色。您看，要不要从这里面选一套？凤扶摇看了看，指着浅蓝色展颜一笑：“这套不错，就这套了，帮我换上。”王妃，您不化浓妆，不穿花哨衣服，美得像仙女似的，比二小姐好看多了。您以前听夫人建议，穿着打扮实在怪异，这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应该是您才对。王妃，请问原帕在何处啊？奴婢待会儿进宫要呈给皇后娘娘过目的。哼，听闻这个草包在婚前是个见到美男就流口水的花痴，更是对太子殿下死缠烂打，让皇后娘娘大为恼火，生怕他败坏太子的名声，这才说服皇上将他指婚给离王殿下，让他成为打击离王的一颗烂棋子。就这种花痴草包，婚前定是个失去贞洁的，那张原帕定是洁白如初的。若是皇后娘娘看见原帕未落红，定然会勃然大怒，强迫离王休妻的。这离王妃的下场可就惨喽。原帕？什么原帕？春燕和春香却是一脸懵的摇了摇头。启禀王妃，这原帕呀，乃是新婚之夜检验新娘是否是完璧之身的白色帕子。若是原帕染了红，那则是皆大欢喜；否则的话嘛，这新娘的下场会很惨的，或是被休妻，或是沦为贱妾，甚至被烧死、乱棍打死，或者是进猪笼。王妃所嫁之人乃是身份尊贵的离王殿下，王妃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大龙国皇室的颜面，所以王妃您定然是洁身自好，不会让皇室失望的，对吧？王妃，请问这原帕在何处啊？还请王妃告知奴婢，奴婢要赶紧收好了，待会儿呈给皇后娘娘过目。高嬷嬷忍着激动的心情，在喜床上四处翻找，突然发现床尾的锦被下压着一抹白色。王妃，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奴婢相信王妃定是洁身自好之人，这帕子嘛，肯定是染了红的。说着，当着凤扶摇的面慢慢展开白色帕子，流了这么多血啊！啊？难道狗奸臣为遮人耳目，所以自己咬伤自己，让原帕染上血迹？这家伙为了维护男人的尊严，可谓用心良苦啊。不过高嬷嬷为人太过下作，与皇后狼狈为奸，害得原主险些惨死，绝不能轻易放过她。高嬷嬷，你为了一张原帕，激动得差点脑溢血，真是尽心尽职。不过我劝你一句话，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心思太过恶毒，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小心亏心事做多了，不得好死。春燕、春香，领我去膳厅，用完早膳进宫奉茶。昨夜没有怎么睡好，我们早去早回，去完赶紧回来补觉。是，王妃。王妃起床时被高嬷嬷正式顶撞，王妃扇了高嬷嬷一耳光，高嬷嬷摔倒在地，半张脸肿胀吐血，老惨了。后来高嬷嬷在床上寻找那个……快讲！高嬷嬷在床上寻找原帕，还说什么不染红会有严重后果，不是被休妻，便是沦为贱妾，或被烧死，或被打死，或进猪笼。后来高嬷嬷找到了染红的原帕。王爷，您真的昨晚和王妃圆房了？说完一把捂住自己的嘴，恨不得抽自己两耳瓜子。王爷和王妃圆不圆房，是他这个侍卫能问的吗？可是王妃那么丑，王爷怎么下得去嘴呀？王爷，您知道王妃为何打高嬷嬷吗？不是因为高嬷嬷顶撞她吗？王妃说，高嬷嬷昨晚故意将太子成亲之事告诉她，还游说她对您下手。后来王妃刺杀失败，又游说王妃上吊自杀，为太子殉情。王爷，要不是您及时赶过去啊，王妃怕是早已香消玉殒。这个高嬷嬷心思歹毒，真不是个东西，确实该打。若不是那人撑腰，高嬷嬷一个卑贱的奴才，又岂敢做出此等阴损之事来？本王不明白的是，世方传言本王并非是他亲生，可是本王一向把他当成亲生母亲来看待，事事顺从。本王被太子毁了容貌，与那个位置再也无缘了。难道他对本王绝情至此，为了太子顺利登基，非要除之而后快吗？
这样的母子情不要也罢。山厅之中一时沉默下来，时间一点点的过去，这凤扶摇还未现身。再不出来便不用进宫奉茶了。一个丑八怪需要这么长时间打扮吗？癞蛤蟆穿花衣不还是癞蛤蟆？正在这时，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踏着晨曦从门外缓缓走进来。神仙姐姐，她是谁？蠢女人还真是鸡贼呢！昨夜竟敢化大浓妆来骗我，是担心我禽兽不如，霸王硬上弓吗？切，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虽说我并非什么正人君子。王爷早上好啊，你今日好帅啊！用过早膳了吗？不会在等我吧？你也太客气了。你再不来，本王还以为你睡死了呢。哇，好丰盛的早膳啊，都是我爱吃的。谢谢王爷。王爷，你怎么不吃呢？吃完赶紧上路啊！上什么路啊？去哪呀？啊，下黄泉是吗？要去你自个儿去啊，本王才不去。王爷，您误会了，我说的是出发去皇宫。哼，一个大男人那么斤斤计较干什么？小气巴拉的，这么小气，小心你的功夫不爱你了。我愿意陪你进宫奉茶，那是给你面子好吗？别给脸不要脸的。我这个王妃不过是你用来遮人耳目的挡箭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否则原主又丑陋又草包，你怎么可能娶她？又怎么可能故意咬伤自己的手，在原帕上抹上血迹，给自己撑面子啊？长得人模狗样，可惜是个断袖，真是浪费美男。也不知今日穿红裤衩了没？蠢女人，开口闭口就是什么断袖，你哪只眼睛看见本王是断袖了？为何总是跟红裤衩过不去啊？本王今日没穿红裤衩好吧？本王的手明明是你给咬伤的，竟然还装傻充愣，假装不知道，真想把这女人的脑袋给拧下来，看看里边到底装了些什么龌龊玩意儿。用过早膳，凤扶摇和沈君慈乘坐马车赶往大龙国皇宫。昨晚你和离王大婚，建德帝嗑完丹药，跑到百花楼去和美貌舞姬缠绵了一夜。哇，没想到用力过猛，今早回到皇宫昏厥了半个时辰。啊！昨晚建德帝流连花丛，姬皇后也没闲着，和他哥姬代幽会了一夜呢。老天爷呀，建德帝这么大年纪了还跑去逛青楼，也不怕闪了腰啊！哎，姬皇后真和他哥姬代乱伦啊？扎太子怕不是建德帝的儿子，而是姬皇后和他哥的儿子吧？哎呀，建德帝这顶绿帽子可够沉的，难怪史料记载姬代喜欢亲妹妹。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史料怎么会记录这种无聊的事情来？这么快就到了？离王府离皇宫这么近啊？在同一条街上。王爷、王妃，皇宫到了。沈君慈提着衣摆，迈开大长腿，踩着脚踏，率先下了马车。啊，脖子以下全是腿，真让人羡慕。马车这么高，我这小短腿怎么下得去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沈君慈瞅了瞅他，傲娇的向他伸出修长的手，凤扶摇大大方方的扶着他下了马车。这手长得可真好看啊，可以媲美钢琴家的手。如果不是断袖，就更完美了。一把甩开凤扶摇的手，转身便朝前走去。不愿意扶就别扶，至于吗？德行，长得人模狗样，脾气如此暴躁。哼，姑奶奶今天心情好，懒得和你计较。哎呀呀呀呀！扎太子真豪横，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似的，连马车都镶着金边儿。我勒个去，这昨晚洞房是有多猛啊！嘴被啃秃噜皮，连走路都不利索了。扎太子也太不懂怜香惜玉了吧！这草包不化妆的样子，没想到如此赏心悦目。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昨夜竟然自杀失败。不过本宫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这个花痴草包。哎，宿主，扎太子新鲜出炉的瓜是不是？扎太子的热瓜？什么瓜？快说！嘿嘿，扎太子有隐疾，基本上不能人道。什么？扎太子看着如此威猛，竟然不能人道啊？那昨晚新婚夜，他岂不是小寡妇看花轿，干着急啊？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呀！太子也不是不能人道，只是不能持久，前后大概有3秒吧。这家伙只有可怜的3秒，这不是空心萝卜绣花袍，中看不中用吗？瞧瞧那壮硕的身材，那发达的胸肌，连女人都自愧不如。原主眼瞎吧？如何看上这种货色的？难道被他雄伟的胸大肌给迷惑了？哎，这绣花枕头该不会是虐待狂吧？瞧把凤扶雪给折磨的，满身是伤，连路都不会走了。沈君逸的身体有着隐疾之事，十分的隐秘，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这等隐秘之事，这个女人是如何知道的？难道太子告诉过她？啊不，绝对不可能。这种事情代表着男人的尊严，沈君逸是不可能告诉她的。那么
就只有一个解释了，如今的凤扶摇能够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太子和太子妃亲密的携手走了过来，大肆秀着恩爱。秀恩爱死得快，绣花枕头真变态，他差点把你脖子啃断，你还在这里秀得欢？只有可怜的3秒，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唉，你们母女欺骗原主，机关算尽，你终于如愿以偿嫁给太子，成为太子妃。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炫耀下去，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哦。臣弟参见太子殿下，参见太子妃。参见太子殿下、太子妃，祝你们新婚快乐。起身吧，随本宫一起进去拜见父皇母后。走这么快，跟要赶去投胎似的。狗奸臣知不知道，恶毒的姬皇后并非他的亲娘啊！沈君慈脚步一顿，如遭雷击般呆住了。王爷，你为何不走了？我们还要走多久啊？我昨晚没有睡好，困得走不动，怎么办啊？别急，待会儿便会有软轿抬我们去凤福宫的。太好啦！我不太懂皇宫礼仪，待会儿你提醒我，免得我冒犯帝后惹他们不快，被咔嚓了。好，原来我果真不是姬皇后亲生的孩子。世风中关于我是野孩子的流言都是真的，难怪小舅舅每次见到我都骂我是个野种，难怪姬家对沈君100般的宠爱，而对我态度冷漠，100般的嫌弃。我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她在哪儿？她过得怎么样？她是否还活着？沈君慈现在迫切想知道真相，可凤扶摇现在的注意力放在去见皇帝皇后上面了。就算沈君慈想知道真相，也只能耐心等待时机。儿臣拜见父皇母后，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母后千岁千岁千千岁。随即上来一位美貌宫婢，领着高嬷嬷和另外一位嬷嬷，将各自染血的圆帕展开给姬皇后过目。姬皇后只瞅了一眼，两位嬷嬷便拿着圆帕退下。父皇请用茶，祝父皇福泽绵长，万岁万岁万万岁。好孩子，此后夫妻恩爱，相互扶持，互敬互爱，白头偕老。儿臣谨遵父皇教导，定当谨言慎行，克己克礼，以身作则，为天下表率。建德帝老怀大畏，威严的目光扫过太子意气风发的脸庞，继而又看向低垂琴手的凤福雪，眼底闪过一抹惊艳之色。她的容貌竟与他年轻时喜欢过的女子有5分相像，只可惜那女子最后嫁给了别人。母后请用茶，祝母后福泰安康，千岁千岁千千岁。好好好，我儿，本宫终于盼着你长大成人了。此后你们夫妻定要和和睦睦，互敬互爱，互相扶持，白头偕老，儿孙满堂。是，儿臣谨遵母后教导。哼，你儿子只能坚持3秒，你说能不能儿孙满堂？离王有你亲手养大，视你为亲生母亲，你却对他100般嫌憎，万般算计。为了不让他继承皇位，撺掇沈君毅怀上他的脸，果然黄蜂尾上针，最毒妇人心呢。沈君慈听着凤扶摇的心声，快告诉他亲生母亲之事啊！然而凤扶摇却停止了吐槽，轮到他们2人行奉茶礼了。他们先向老皇帝奉茶，老皇帝例行教导了一番，眼底全无之前看向太子夫妇时的欢喜和慈爱。随后向皇后奉茶，姬皇后在接凤扶摇的金杯时又开始作妖了，茶杯哐当一声跌落在地。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狗东西，竟连奉茶礼都不会。听完你昨夜居心叵测刺杀离王，凤扶摇，你好大的胆子啊！老妖婆故意不接茶杯，让茶杯跌落在地，果然是个毒妇。这是在责怪我昨夜没将离王给杀死吗？哼，到了我飙演技的时候了，看看谁更厉害。王妃昨夜并未刺杀儿臣，母后是从何处听来的消息？母妃当着儿臣的面辱骂儿臣的王妃上不得台面，这是在指责父皇为儿臣指婚的王妃不够好，是这意思吗？这个狗杂种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跟他顶嘴。母后，臣妾刚才为您奉茶，您为何故意不接呢？您是看不起臣妾，还是看不起离王呢？可是明明离王也是您的儿子啊！昨夜高嬷嬷受您嘱咐，极力说服臣妾刺杀离王，臣妾不忍下手，他又让臣妾上吊自杀，为太子殉情。臣妾愚昧无知，听信恶奴谗言，幸亏离王及时赶到救下臣妾，否则臣妾今日怕是连进宫奉茶的机会都没有了。母后，离王也是您的儿子，您为何要千方百计害死他呢？你这个大逆不道的草包，休要血口喷人！离王乃是本宫的孩子，本宫岂会加害于他？高嬷嬷何在？你昨晚在离王府
是如何教导黎王妃礼仪的？为何她今日进宫行奉茶礼，连丝毫规矩都不懂，还对本宫胡言乱语？回娘娘，奴婢受您和太子殿下的指示，前去黎王府教导黎王妃的礼仪。您和太子殿下还让奴婢教唆黎王妃杀了黎王，免得她抢夺太子殿下的皇位。您又教唆奴婢，若是黎王妃刺杀失败了，便劝她上吊自杀，灭她的口。奴婢办事不力，还请娘娘和太子殿下责罚。完了，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哎呦，我这不是厕所里面点灯笼找死吗？哼，高嬷嬷啊，高嬷嬷，让你和老巫婆狼狈为奸，残害我和黎王。我早晨趁你不注意，给你下了真心话大冒险。这种毒粉沾上身之后，皮肤会奇痒无比，只有说出真话，瘙痒才能停止。让我看看老巫婆怎么下得来台。这个傻姑娘看着傻乎乎的，却大智若愚，不错，很不错。皇后、太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能否给朕解释一下？朕就剩下这2个儿子，难道你们还要自相残杀吗？打算斗死后，让这大龙国江山后继无人？皇上，高嬷嬷前段时间得了失心疯，总爱胡言乱语，你怎么能相信这个疯子的话呢？黎王和太子都是臣妾的孩子，臣妾向来对他们一视同仁，就连大婚也是同日举行，娶的也是亲姐妹，臣妾从未厚此薄彼过。来人啊！高嬷嬷得了失心疯，差点害死黎王妃，将她拖下去，乱棍打死。霎时间，迅速将高嬷嬷拖了下去。外面传来高嬷嬷杀猪般的嚎叫和乱棍之下的响声。皇上，高嬷嬷乃臣妾奴婢，臣妾管教无方，差点铸成大错，还请皇上责罚。皇后啊，你身份尊贵，母仪天下，应宽仁敦厚，温恭淑慎，切不可恃宠而骄。朕而今只剩下这2个儿子，你更应让他们兄弟和睦，互相扶持，助我大龙国繁荣昌盛。朕今日便不罚你了，你好好自省，好自为之。是，臣妾记住了。建德帝拉着老脸起身拂袖而去。母后好好休息，儿臣告退了。说完，不等七皇后反应，牵起凤扶摇的手便退了出去。高嬷嬷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真是气死本宫了。母后喝点茶水消消气，不必和那草包计较，免得气坏身子。哼，还是雪儿懂事，不像那个草包，这一张嘴能气死人。没娘的孩子缺少管教，果然上不得台面。本宫被他气得头疼。哼，本宫好心的将她嫁给黎王，他不但不知感恩，还妄图陷害本宫，真是岂有此理。他一个草包，说话不经过大脑，母后何必放在心上？您做主将她嫁给黎王，对她恩重如山。这种不懂感恩之人，母后以后不必理会。她要死要活，随她去吧。母后，姐姐刚刚嫁给黎王，2人新婚燕尔，看上去倒是幸福。母后好心为她着想，她却丝毫不领情，确实令人生气。母后干脆眼不见心不烦，不必理会。难道她不明白，母后若要对付她，捏死她像捏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本宫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小贱蹄子。凤扶摇不是和黎王新婚燕尔，过得很幸福吗？本宫偏偏不让他们如愿。本宫想个什么法子才好呢？皇上，今日乃太子殿下和黎王殿下庆封茶礼的大喜之日，您好不容易盼着他们长大成人成亲，可千万不能生气。奴才相信不久后皇上便能抱上小皇孙，我大龙国必定福寿绵长，千秋万代。人逢喜事精神爽，皇上是越来越精神了，紫微星愈发明亮，大有重新勃发之势。3年后将达到旗帜，看来大龙国有蓬勃发展之势，陛下即将建立伟业，名留千古。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我大龙国必定千秋万代，经久不衰。岂不是说3年后我大龙国便会飞黄腾达，成为诸多国家中的翘楚？幸甚幸甚，我大龙国一直被叶国欺压，朕隐忍多年，终于能出一口恶气了。长安城中最有名的拍卖行万象楼某个豪华的房间内，启禀主人，昨晚大龙国太子和黎王同日大婚，太子沈君义迎娶的乃是凤丞相府有名的美人凤福雪，而黎王迎娶的
乃是凤丞相府有名的花枝草包凤扶摇。太子府宾客满堂，热闹非凡，而离王府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据可靠消息，草包凤扶摇昨晚刺杀离王未果，畏罪上吊自杀未遂。今日一早，太子太子妃、离王离王妃一起进宫为帝后行奉茶礼。姬皇后故意不接茶杯，当着狗皇帝的面辱骂草包凤扶摇，可热闹了。凤扶摇这个花痴草包啊，哭着喊着嫁给太子，却最终嫁给离王，自然会寻死觅活。女人呐，都是肤浅之人，哪个女子愿意嫁给一个毁容的男人？不过呢，这个毁容的离王可比太子强太多了。大龙国真正令本王忌惮之人，也只有离王还拿得出手，其他嘛，不是贪官污吏，便是目光短浅的宵小之辈。本王还记得当年离王被狗皇帝扔到叶国当人质的悲惨情形呢。哎呀，当年此人装出一副懦弱无能之样，没想到啊，如今却成了本王的心头大患。还好他娶了个没脑子的草包，若是娶个厉害的，岂不愈发如鱼得水？没准啊，能将这摇摇欲坠的大龙国变成他的囊中之物呢。凤丞相府的2位公子掌管着边境兵权，而凤丞相府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定会千方百计扶持小女儿家的太子。如此一来，我们便能轻轻松松挑起离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而凤丞相府的姬夫人有姬国公府撑腰，又向来不惜以孤花夫人生的孩子，所以离王和太子之间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只是不知最后灭掉凤府2位公子的是离王呢，还是姬夫人？木堂，继续关注离王府和太子府动向，适当的时候为他们添上一把火。大龙国必须灭亡，成为本王的踏脚石，否则的话，本王坐不上叶国那个位置。是，主人。两人在姬皇后和太子的嫌恶目光中，黏黏糊糊地退出了凤福宫。刚走出凤福宫的殿门，沈君慈便甩开凤扶摇的手。嘿，狗男人，用完就扔，提起裤子不认人，真是龌龊小人！亏得我刚才同情你非姬皇后所生，小时候被姬皇后虐待，配合你秀恩爱。你这种冷酷无情的狗男人，千万不能对你动情，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下次我再同情你，我就是王八蛋！真是气死我了！为何给我分配一个这么个玩意儿攻略啊？喂，我何时用完就扔提起裤子不认人了？我只是不习惯与陌生女人靠得太近好吗？我算是明白了，他心里装着司空小宝，肯定不习惯与女人靠得太近，定是担心传出去之后被司空小宝吃醋。这司空小宝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为何我记忆中对这个人没有一点印象呢？得，这死女人又在给我泼脏水了，又与司空小宝扯上关系，那个是我的好兄弟，懂不懂？很快到了宫殿门口，凤扶摇自动离沈君慈半米远的距离。沈君慈大马金刀的坐着，垂着眼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表面上生人勿近，内心激动的一批，暗暗的偷听凤扶摇的心声。他迫切的想知道他的生母到底是谁，是否还活着，人究竟在何处。狗男人不近女色，攻略他比登天还难，不知何时是个头啊！以后我总不能天天待在后院里守着1日3餐吧，否则出去逛逛街、购购物、吃美食、旅游，还得像乞丐似的伸手向他要银子，那也太丢脸了。唉，在现代生活习惯了，首先考虑的便是衣食住行和生计问题。3年后和他和离，得提前做好准备。这狗男人一看就是个穷鬼，我得想个赚钱的法子才行。记得原主出嫁时，凤丞相府为他准备了全套家具，陪嫁2000两银子，京城一间地段很差的铺子。可以拿来当本钱做点生意。原主一个不受宠的嫡女，嫁妆都如此丰厚，可想而知，凤福雪嫁给太子，嫁妆会多么惊人啊！蠢女人刚刚跟我成亲，便想着跟我和离，还计划到3年后。奇怪了，为什么会是3年后啊？还骂我是穷鬼，还想着法子去赚钱。虽然你嫁给本王并非是你的所愿，但是你乃是皇上金口玉言指婚与本王拜堂成亲的王妃，所以你必须慢慢的学会管理王府。待你熟悉之后，才能够接手管理王府的上下事务。本王白日要去宫中上朝，处理朝中之事，无暇管理府中的事务。如今离王府有一个管家来福，管理王府的外部事务，有个张嬷嬷负责管理王府中馈诸事。等我们回府以后，我会让管家与张嬷嬷带领下人过来见你。哟，
这是打算将王府大权交给我管理吗？哎，王爷，请问我接管王府后有收入吗？一个月大概多少银子啊？你有封地、庄子、商铺、矿产之类的吗？你一年大概多少收入啊？哎，我已是你王妃，以后你的收入是否都交给我来管理啊？哎呀，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我帮王爷管理王府也是应该的。你乃是本王的王妃，自然是有利银的，一年大概500两银子。本王的俸禄是一年1万两银子，除此之外还有封地、商铺、庄子的收入，大概还有7、8万两银子。凡是离王府明面上的收入，都会进王府账目。你乃是离王府的王妃，自然是有王府银子的支配权。不过，王府的每一笔花销，你都需要记账。天哪！我竟然一不小心抱了一条金大腿啊！我记得原主在凤丞相府时，月例只有3两银子，丫鬟的月例是2000银子。原主的丞相爹一年俸禄也只有1000多两银子。丞相府要不是有商铺、庄子等收入，那么多人得去喝西北风了。没想到一个不受宠的王爷，收入竟然这么高，我得紧紧抱紧这条金大腿。难怪那些世家贵族的女人们恨不得挤破脑袋嫁给皇族，嫁给他们便能实现阶层跨越、财富自由。这种好事，谁不想拥有呢？这女人见钱眼开的样子真可怕。哼，眼里只有那点银子，活脱脱的一个守财奴。片刻之后，马车在离王府大门口停了下来。宿主，有根搅屎棍来找你麻烦了。不会是司空小宝来抢寿夫了吧？我去，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根搅屎棍可是一根难缠的玩意儿。王府来了根搅屎棍，司空小宝来抢寿夫，这蠢女人脑子是不是有坑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沈君慈冷着脸，迈开大长腿，率先下了马车。这一次他很生气，根本不想扶凤扶摇下车。几个丫鬟离这边还有段距离，几个狗腿子侍卫跟着主子，狗眼看人低，对他不屑一顾。狗腿子，等着瞧，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对我服服帖帖的。撕拉一声，裙摆挂在马车门边的扶手上，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狗男人，走这么快要去投胎吗？提起裤子翻脸不认人，真是卑鄙小人！就这么着急去见你家公夫？是啊，昨晚要成亲，今日要奉茶。昨夜为了给皇帝皇后交代，不得不委曲求全，假装和我圆房。今日还得假装和我恩爱的死去活来的样子。呸！真是个虚伪的男人！2日不见呢，一定想你家公夫想得抓心挠肺的吧？他根本就没脱过裤子好吗？他觉得迟早有一天，他会被这个蠢女人给活活气死。王爷这是怎么了？为何跟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哎呀，男人娶个不爱的女人，天天看着闹心，又发不完的火。要是娶个喜欢的，何至于这样？哎呀，王爷心里苦啊。王爷，您在等我吗？您真是太体贴了。其实您不用等我的，我自己进去就好。你再不进去，你家公夫可要等急了。看看你那脸色，跟猪肝似的，还是煮熟的。哼。哎，这司空小宝到底长什么样啊？哎呀，好想看你和奸夫秀恩爱的大戏呀！凤扶摇，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啊，搅屎棍不是司空小宝那个男人吗？为何是个5颜6色的鸡毛掸子啊？长公主，你找我有事啊？哎呀，这个大姑子果然是一根恶毒的搅屎棍啊！沈君慈5岁时便将他五花大绑藏起来，害得他险些惨死。这具身体的原主上吊身亡之后，沈君慈一直为娶王妃不纳姬妾。这搅屎棍特意塞了几个女人到离王府，监视离王的行动。后来为了帮助沈君义坐上皇位，对沈君慈是各种诋毁、污蔑、陷害啊！狗奸臣之所以名声败坏、遗臭万年，和这根搅屎棍推波助澜脱不了关系。皇姐，不好好待在你的公主府，跑来这里做什么妖啊？沈君慈，你是怎么和皇姐说话的？真是不懂礼数。皇姐今日过来，乃听说这个贱人竟在昨晚大婚夜自杀你，自杀未遂还闹着上吊，我们大龙国皇室的脸都被她丢光了。君慈，这个女人不配做你王妃，只适合做贱妾。我要你将她贬为贱妾，再娶一个适合你的女人。凤扶摇嫁给本王，乃是父皇金口玉言指婚，本王娶她3媒6聘，名为正娶，她乃是本王名正言顺的王妃。皇姐这一开口，便让我将她给贬成贱妾，哼，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皇姐莫非是觉得你的话语比父皇的话还要管用？皇姐这是想谋权篡位当女皇了是吗？怕不是脑子烧糊涂了吧？皇姐，你若是脑子不清醒，那便去洗洗脸吧，免得会说出一些不该说出的话来。沈君慈，你别不识好歹！我一心为你着想，你竟好心当成驴肝肺，污蔑我谋权篡位！你果真和小时候一样，是条咬人不叫的野狗！你知不知道，凤扶摇昨夜刺杀你，外面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这个草包是只破鞋，大婚前便已给你戴了无数顶绿帽子，还有人说你不是男人，竟对刺杀你的女人百般纵容。沈君慈，你脑子清醒一点吧，这个草包根本不配当你王妃，你值得更好的。哎呀，这搅屎棍果然是搅屎棍啊，还真拿自己当根葱了。哼，姑奶奶常在江湖走，至今没对手，怕你？哎呀，我的傻王爷呀，这根搅屎棍哪是为你好啊，他不过是想让你娶个奸细监视你。你也蛮可怜的，从小被抱回皇宫，没人疼没人爱，挨打饿肚子乃家常便饭，还经常被姬皇后和恶毒姐弟虐待，连走高踩低的宫婢太监也敢欺负你，你能活下来还真是奇迹。以前我不管，可以后我会保护你。没想到他活了18年，最了解他之人竟然是来自1000年后的孤魂野鬼啊！皇姐觉得我更适合哪个女人呢？沈君贤见沈君慈语气松动，不禁大喜，拍了拍手，从屋内袅袅婷婷地走出来一个少女。玉柔见过表哥，表哥福泰安康，吉祥顺意。咦，哪里来的蛤蟆精啊？怎么跟得了饥渴症似的？真是癞蛤蟆长青蛙，长得丑玩得滑。宗主，她是姬皇后兄长姬代的女儿，今年15岁。这女人可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柔弱，她不是一个善茬，嫉妒性超级重。因为情谊比不过庶妹，曾设计将庶妹推下水淹死呢。因为沈君慈曾和那个庶妹说过话，并一心想嫁给她，成为她的王妃。奈何沈君慈压根看不上她，因为她厌恶所有姬家人。姬代曾经威胁沈君慈，如果敢勾引他女儿，就让他吃不了兜着回去。嘿，您猜怎么着？搞笑的是，上个月姬玉柔竟然相思成疾，订了桃花店，每日夜晚都幻想沈君慈前去和他幽会呢。此事将他爹姬代气得吐血，成了长安城一大笑话。昨日沈君慈和你大欢，姬玉柔大哭大闹，抗议绝食，没想到今日竟和搅屎棍上上门来，还不知道会如何针对你呢。宗主，你呀，自求多福吧。这蛤蟆精想吃天鹅肉，还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就因为嫉妒庶妹情谊比他好，便将庶妹推进水中淹死，难怪一副刻薄相。还好狗奸臣没有爱上这种女人，否则不得死得比武大郎还要惨啊！大郎喝药，然后嘎了。蛤蟆精还真有点形象。君慈，要说与你相配之人，非玉柔莫属。玉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知书达理，人美心善，容貌在长安城那也是数1数2的美人了，哪里像某些草包粗鄙不堪，上不得台面。玉柔听闻你昨日大婚，为了你茶饭不思，整个人受了一大拳。她说只要你能将凤扶摇贬为贱妾，便说服我大舅让她嫁给你当你的王妃。要我说呀，玉柔可比那个花痴大草包强多了。妈的，睁眼说瞎话，你是拉皮条的老鸨吗？表哥，若是柔儿嫁给你，一定舍不得刺杀你，伤害你的。柔儿定会真爱表哥，与表哥举案齐眉，对你一心一意。凤扶摇，你真的太狠心了，怎能如此对待表哥呢？他可是与你相守一生的夫君呢。你的心是蛇蝎做的吗？你根本就不配成为表哥的王妃，也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哎呀，蝙蝠身上插鸡毛，你当自己是只什么鸟呢？你家里没镜子，难道不会撒泡尿照照，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啊？一个未出阁的女人，竟恬不知耻跑到离王府来卖力推销自己，你是有多贱啊？我和夫君呢，床头打架床尾和，需要你这朵老绿茶来指手画脚？我看你们是吃多了盐水泡黄豆，闲出屁来了吧？哼，这个蠢女人，牙尖嘴利，出口成脏，关键时刻不忘她是我的王妃呀！我都要看看她打算如何应付这2个难缠的女人，她到底有没有资格做这离王府的女主人？小贱人，竟敢对本公主不敬！本宫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就连父皇也未曾如此待我，你算老几？今日本宫不打得你满地找牙，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玩意儿了是吧？想干架来啊！瞥见凤扶摇手心的一撮粉末，眼神缩了缩。难道那个毒粉便是让高嬷嬷说出真话的东西？这个女人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有点意思。哎呀，凤扶摇，你怎能如此对待长公主殿下？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心思如此歹毒，皇后娘娘是不会放过你的。打都打了，还顾忌那么多，那就连你一起吧。哎呀！随着2声尖叫，沈君贤和姬玉柔摔了个4仰8叉，丫鬟们吓得赶紧上前，手忙脚乱地将他们俩扶起来。凤扶摇，你个贱人，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殴打本宫！本宫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如此待我，就算你是离王妃也没资格！你们一起上，赶紧打死他，一切由本宫负责！凤扶摇，你就等着受死吧！
君子你放心，打死这个草包，皇姐帮你找个更好的。4、5个身手敏捷的丫鬟跃众而出，他们向着凤扶摇包抄过来，撸着袖子便要动手。妈的狗男人，这几根搅屎棍可是因你而来，姑奶奶在前面当炮灰，你竟然在后面当缩头乌龟，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啊？真是没用的孬种，不能因为你不喜欢我就不管你名义上老婆的死活吧？老娘好歹也帮你撑着门面呢，你不能袖手旁观啊！冷血的王八蛋，以后我再帮你，我就是猪！够了！太酷了，王爷加油，你好帅啊！沈君贤，你私闯本王的王府，对本王王妃横加指责，对本王指手画脚，如市井的泼妇一般，打滚撒泼，蛮横无理，真是不知廉耻！大龙国皇家的颜面都被你给丢光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本王指手画脚，干涉本王的婚事？难道你要爬在父皇的头上，作威作福，图谋不轨是吗？沈君子，你可知你在说什么鬼话？我好心为你着想，你不领情也就罢了，竟还诋毁我，你可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狗杂种！为本王着想，沈君贤啊，沈君贤，你到底算哪根葱啊？本王需要你为本王着想吗？你对本王除了百般算计，万般欺凌，有何时为本王着想过？沈君子，你竟敢打我！你辱骂本王是狗杂种，乃是对父皇的不敬。本王只是代表父皇来教训你。行了，赶紧滚吧！别再让我看见你的脸，否则本王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沈君贤咬了咬牙，气狠狠地带着姬玉柔灰溜溜地离去。公主殿下，发生了何事？为何如此生气？你还不是被沈君赐那个狗杂种给气的？本宫听闻凤扶摇那个草包竟在昨晚大婚夜刺杀他，本宫好心过去让他将草包贬为贱妾，帮他找个更好的女人当头王妃。没想到这狗杂种不但不领情，还和那草包一起殴打本宫，将本宫赶了出来。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真是气死本宫了！凤扶摇嫁给离王，乃皇上金口玉言指婚。殿下身为长公主，若横加阻拦，怕是会惹皇上不快。臣认为此事殿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你竟然说本宫多管闲事！凤扶摇这个草包，新婚夜刺杀李一王，闹得满城风雨，让大龙国皇室的脸都丢尽了，成为长安城最大的笑话。我怎么是多管闲事？柳宗贯，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你脑子才坏了，你全家脑子都坏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李王此人心机深沉，冷酷无情，岂是你这种蠢货能对付的？你想死，老子也不拦着你，早死早超生。公主想怎样就怎样吧，您高兴就好。臣还有事，先去忙了。柳宗贯，你先陪本宫去见母后，本宫一定要让凤扶摇那个贱人死。本宫堂堂金枝玉叶，这贱人竟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殴打本宫，羞辱本宫，真是气死本宫了，气死本宫了！臣见过父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臣见过母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贤儿，你的脸怎么了？可是谁打了你？告诉母后，自有母后帮你撑腰，母后都舍不得打你。这夫妻应该互相扶持，不该天天吵架，否则还如何过日子？你们已经成婚9年，早该生下一儿半女，何苦天天闹腾呢？是，谨遵娘娘教导。沈君贤此时无心回答七皇后的话，正忙着抓挠身上的瘙痒，仿佛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似的。宗贯，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我不该背着你在外面买宅子、养小官、养面首。6年前，我买了2个绝色的小官，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又买了许多面首养在外面。你不来公主府，我便去外宅与小官面首寻欢作乐。宗贯，只要你能像新婚时那般待我，我便依然对你一心一意。沈君贤终于说出心里话，整个人都舒坦了。然而柳宗贯这个被戴绿帽子的人却两眼一黑，差点晕死过去。这贱人做了不说，他还能当作不知道，可这贱人竟然当着帝后的面承认他荒淫无耻的行为。他一把推开沈君贤，气狠狠地拂袖而去。混账东西，你可知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混账话？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狗东西，这是要活活气死朕啊！姬燕，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啊！将祖宗的脸都丢尽了，这事要是传出去，沈家皇族的脸还往哪儿搁？往哪儿搁？即日起，撤去沈君贤长公主封号，不再享有长公主待遇。沈君贤吓得面色煞白，无力地瘫坐在地。姬皇后从极致震惊中回过神来，抬手对准沈君贤的脸，左右开弓，便是2耳光。孽障！本宫早就劝过你，性格不要太暴躁，行事不能太招摇。你哭着喊着非要嫁给驸马，却又对驸马非打即骂，还杀死他的青梅竹马。男人都要面子，哪个男人会喜欢你这种泼妇啊？驸马冷落你，你气不过，便偷偷出去找乐子。
找乐子也就罢了，你手脚干净点，一个长公主，驸马岂敢来找你麻烦？可你这蠢货做了丑事，竟当着驸马的面将这些丑事说出来，你以为你对驸马忏悔，他便会原谅你吗？你为他戴了那么多绿帽子，杀死他的青梅竹马，他怎么可能原谅你，和你和好如初？你这个蠢货，本宫怎么会生出你这种没脑子的东西？你这是要活活气死本宫啊！啊！母后，我也不知为何会说出那些话。刚才我身上痒的难受，说出那些话后才感觉舒服了一些。现在怎么办？我的长公主封号没有了，呀！今日发生之事，谁也不准往外传。若是让本宫知道此事被谁传出去，本宫定会将他剁了喂狗。记住了吗？是。长公主身体不适，高烧不退，胡言乱语，撤去长公主封号，已请太医医治。而姬玉柔呢，回到齐国公府，也犯了养入骨髓的瘙痒症。爹娘，当年我嫉妒庶妹姬玉婵轻易比我高潮，于是我骗她到府内的观景湖边，趁机将她推下水淹死。后来我骗大家说是她自己不小心滑入水中淹死的。爹娘，是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原谅我吧。你可知你刚才说了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我可怜的女儿，你死得好惨啊！老爷、老太爷，求你们为我主持公道啊！哎呦，老爷呀，这柔儿的桃花癫又犯了！哎呦，我这可怜的儿啊，你这桃花癫为何还没好啊？这病时不时的便发作一下，总是胡言乱语的，你说说，我苦命的儿啊，你若总是这样，你让娘以后可怎么活呀？快去传府医，快去传府医！玉柔又不好了，哎呦，我的儿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呐！撵走长公主和极品绿茶之后，离王府终于清静了。王爷，你家疯狗可真多，记得下次别放进来了，免得误伤好人。还有，我今日为你又受气又挨骂，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补偿？你想要什么补偿？哎，王爷你看啊，大姑姐威胁我，打骂我，我还帮你打架挡刀，蛤蟆精缠着你觊觎你美色，我也帮你背锅。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所以我的作用就是一个背锅侠。你放心，我愿意和你做形式夫妻，绝不干涉你和喜欢的人花前月下，我也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我谁也不告诉。哎，看在我对你尽心尽力的份上，你不如补偿我500两银子。500两？你咋不去抢啊？你爹1年也才几两银子的俸禄，你这样随随便便为本王挡一下刀，便要500两银子。若是你1年为本王挡了20次刀，那便是1万两银子，相当于本王1年的俸禄了。你怕不是钻进钱窟窿里了吧？想钱想疯了。哎，我的王爷呀，您天皇贵胄，身娇肉贵，比我爹可金贵多了。我爹怎能和王爷您相提并论呢？对不？你急什么？只要你乖乖听话，别说500两银子了，就连本王都是你的。小气鬼，不给就算了，何必找借口？下次别再指望我给你挡刀背锅了，自求多福吧。哼，狗奸臣，真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亏得我刚才像老母鸡护小鸡崽似的帮助你，以后别再指望我为你背锅挡刀了，自求多福吧。我奶奶不伺候了。沈君子已经坐在饭桌旁等着他，挺拔的身姿，笔直如松，俊美帅气的容颜分外养眼。哎呀，这家伙虽然只是坐在那儿，却身板笔直，风华无双，配上那张帅得掉渣、魅惑人心的脸，确实迷死个人啊！难怪蛤蟆精为了他得了桃花癫，司空小宝为了他心甘情愿将自己掰弯了，真是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啊！什么？司空小宝为了我心甘情愿的把自己掰弯？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这蠢女人，脑回路是不是有问题啊？还不坐下用膳，要让本王等你等到天荒地老是吗？哎，王爷，你先吃啊，让你等这么久多不好意思啊，下次别等了。你刚让人告诉我，我就过来了，你才等了多久啊？还天荒地老，怎么不说等到白发苍苍呢？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狗奸臣这么大火气，难道急着去和司空小宝约会？也是，今日定是要去向司空小宝赔礼道歉，好好安抚安抚他的。
赔礼道歉的话我都替你想好了。宝，人家娶她并非所愿，总有一天人家会嫁给你，与你双栖双飞的。宝，我想你了，想你的夜是最漫长的夜，你就原谅人家一次好吗？然后司空小宝转忧为喜，和你卿卿我我，爱得难解难分，疼你100遍呢，100遍。你们这对 CP 我磕定了。这女人实在太恶心了，这饭她不想吃了。啪的一声，沈君慈将筷子拍在桌上。王爷，这还没吃呢，你怎么就不吃了？来，多吃一点，别饿着，饿了会得胃病的。就这么急着去见你的宝啊？急得连饭都吃不下了？还是吃了再去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儿。沈君慈死死瞪着凤扶摇，那眼底的火苗差点窜出眼眶，恨不得将这个蠢女人烧成灰烬。凤扶摇气鼓鼓地回到卧房，将陪嫁的2000两银子收到了空间放好。小姐，银子怎么不见了？嘘，别声张。娘留给我一个神奇的口袋，不但能装银子装宝贝，还能隐匿起来不让人看见。以后我的银子就都放进神奇口袋里，想用可以随时取出来，既安全又方便。你家小姐我是不是超厉害的？这口袋也太神奇了，奴婢一定好好帮小姐守着秘密，谁也不告诉。小姐，您今日得罪长公主，她会不会打击报复您？听说长公主睚眦必报，十分记仇，您今日打了她一顿，还不知她会如何报复您。春燕，你觉得如果我不反抗，她就不会对付我吗？长公主那种人，只要看谁不顺眼，便会想方设法欺负对方。她认为小姐是草包，配不上离王，便一定会想方设法让离王休了您。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这不就是了？我反不反抗都一样，还不如先发制人再说。放心吧，他不会对我怎样的，就算有，我也不怕他。我毕竟是皇上金口玉言指婚给离王的，他明媒正娶的王妃。小姐，王爷请您去膳厅用午膳。王爷派来接小姐的是掌管王府后院的张嬷嬷。昨夜一夜没睡好，用完午膳我得好好补个觉。张嬷嬷约40来岁的年纪，一脸机敏能干的模样，此时就候在门外。奴婢张嬷嬷见过王妃，王妃福态安康。奴婢自王爷3岁时便一直尽心尽力照顾王爷，奴婢如今帮王爷掌管后院事宜，对这王府的内外事务都十分熟悉。王妃有事儿尽管吩咐奴婢。张嬷嬷劳苦功高，真乃王爷身边的得力帮手，以后王府后院之事还得仰仗张嬷嬷多多操劳。哟，这个草包没打算接管掌家大权吗？也是，就算想掌家也没那个能力。这些奴才在离王府管事管得久了，是不是以为自己便是这离王府的主人了？手脚干净吗？有没有中饱私囊？是不是姬皇后在离王府安插的眼线？他们若是老实本分也就罢了，如果品行不端中饱私囊，别怪我不客气。哎呀呀，这可是我穿越后的第一顿大餐呢，味道真不错。王府果然是王府，这个年代的食材纯天然无污染，鸡有鸡味，肉有肉味，哪像千年之后吃的都是科技与狠活，一不小心便吃出不治之症。这些饭菜真有这么好吃吗？我可是天天都吃，为何我从来未曾觉得它们有多好吃？抱歉啊，吃的有点饱，没控制住。以后若是有什么想吃的，便去告诉管家来福，让他来准备。另外，本王每日要去上朝，偶尔中午跟晚上会回来用膳。你饿了便先吃吧，不用等本王的。好嘞，王爷。奴才来福见过王妃，王妃若有什么想吃的，便告诉奴才，让奴才准备。多谢来福管家，我不会和你客气的。王爷，我昨晚没睡好，先去眯一会儿，赶紧去和你的宝约会吧，别让人家久等了。祝你们约会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不过呢，年轻人要懂得节制哦。你跑这么快是要赶着去投胎吗？行了，先别急着走，本王带你去见一见王府的下人，免得以后认错人丢本王的脸。大踏步走上前，一把拽住风扶摇的手腕，跟拖一条死狗似的，迈开大步就往前走。王爷，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啊？你拽疼我了。狗男人，你跑得那么快，才是要赶去投胎吧？仗着自己腿长了不起吗？脸拉得比驴还长，我欠你银子了。明明是你欠我银子，好不好？小肚鸡肠的男人。王府的下人们收到消息，早已经等候在主殿前。王爷、王妃，所有人都已到齐。
离王府的人真不少，得有100多人吧，开支肯定不小。难道苟奸臣今日打算让我接管王府的经济大权？7、8万两银子啊，发财了！哼，苟奸臣对我客气也就罢了，若对我不客气，我便干掉他，做个有钱寡妇，继承这万贯家财。等我有了这泼天的富贵，还愁没有男人吗？蠢女人竟然想干掉我，做个有钱寡妇，继承我的万贯家财，还想要用我的钱去找男人，哈，想的可真美啊！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话说回来，他有那个本事把我的万贯家财拿走吗？本王已与王妃拜堂成亲，以后她便是这王府的女主人。王妃若是有合理要求，大家需听从她的安排。以后见到王妃，如同见到本王，大家记住没有？记住了，记住了。行了，就这样，大家该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散了。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外面走去。我还以为狗男人会让我接管王府的经济大权呢，就这，连库房钥匙和账本都不交接给我，也太敷衍了吧！哼，我就知道，狗男人防我像防贼似的，实在太气人了。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哼，本来想给你管的，可本王怕你谋杀亲夫，更怕你拿着本王赚的银子去外面养野男人。能不能够接管经济大权，就看你的本事了。若是你连这些下人都搞不定，那你也不配做这离王府的女主人。这就完事了？王妃不管家了？难道王爷不打算将王府的经济大权交给王妃？哎呀，咱们王爷英明神武，肯定不信任这个大草包。我就知道王爷还是更信任我，不信任他。哼，什么狗屁王妃，他就是个笑话。他的话以后不必放在心上，咱们啊，该干嘛干嘛。可不就是嘛，嬷嬷是谁啊？从小照顾王爷长大，和王爷的娘差不多。凤扶摇这个一无是处的大草包，怎么能和嬷嬷您相比呢？就算他拍马，也赶不上您1/1000呀！要我说，您才是这离王府名副其实的女主人。狗男人，狗男人，谁稀罕你王府的经济大权？以后我再帮你背锅，我就是王八蛋！赶紧去找你的宝去吧！呸！书房中，乖徒儿啊，你说你昨日拜堂成亲，娶了王妃，娶的还是凤丞相府那个臭名昭著的大草包？我的个乖乖呀，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吗？我说的牛粪啊，是草包，不是你。我徒儿是那朵鲜花。哎呀，凤扶摇那个大草包，怎么配得上我这么优秀的徒儿？为师可是江湖上大名鼎鼎、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宗师贺连缺呀！你娶大草包为王妃之事，若是传出去，为师这张老脸这往哪儿搁呀？沈剑阁那个老逼灯，一定是故意将草包指婚给你，羞辱你的。不行，我要去找那个老东西，让你和草包和离。为师也就1个多月不在，便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就不吱一声呢？为师若是早知道，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场婚事的。这么精彩的剧情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瘾？红果短剧边刷剧还能边领金币，甜宠言情重生复仇热门爆款全覆盖，更多短剧一口气追到大结局。不行，徒儿啊，你一定要将这坨牛粪给休了，这坨牛粪定会成为你将来成事的绊脚石的。唉，死女人够让人操心的了，师傅又跑来折磨我，这1个2个的，怎么如此让人不舍心呢？唉，真是心累啊！师傅，你先不要冲动，这女人我留着还有用呢。臭小子，听师傅的话啊！这种拖后腿的女人要不得呀！一个大草包，难不成你还留着她当枕头用啊？这世上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女人不多的是啊！休掉这个大草包，下一个更乖、更听话、更配你。师傅，我留着她真的有用。徒儿啊，我们苦心布局这么久，不能因为一坨牛粪而功亏一篑呀！再说，你体内的寒毒之症又快发作了，在寒毒症彻底治好前，你千万要洁身自爱，万万不可破了童子之身，否则必定元气大伤，让你雪上加霜啊！师傅，他对徒儿真的有用。徒儿并非是个好色之人，也并非是贪图他的美色。徒儿之所以会留着他，是因为徒儿发现他并非是个草包。他不是草包？他怎么可能不是草包啊？那长安城盛传他既是草包又是花痴，这事怎么解释？而且我还听说他在新婚之夜刺杀你未遂。徒儿啊，此女子心狠手辣，不是善茬，真的留不得呀！万一是姬皇后和太子派来的奸细，你死1万次都不够死的。
师傅，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您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凤扶摇他不但不是草包，还拥有着某种预知的能力。他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对徒儿将来成就大事非常有用处，所以徒儿必须要留着他。这牛粪竟有预知能力，像江湖神棍那种？那他能预知将来你能否坐上那个位置吗？师傅，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他的预知能力时有时无的，并不能够预知太过遥远的事情，所以我把他给留在身边，不是比天道阁还要有用吗？也许有一天他真能预知大龙国的未来，也不一定呢。你这样一说，那你先留着那坨牛粪当枕头吧。为了早点回家捡饰品，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不过她既是你王妃，也是我徒儿的娘子，为师还是不太放心，要去试探试探她，看她到底是真傻假傻还是装傻。若这坨牛粪对你藏有祸心，为师绝不饶。哼！师傅，您别太过分了，她毕竟是我名义上的王妃，她若是有个3长2短的话，传出去是不太好听的。乖徒儿，你放心，为师知道分寸的，一定不会将她给弄死的。嘿嘿嘿，我徒儿精彩绝艳，举世无双，可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我徒儿的。为师只想看看这坨牛粪心地坏不坏，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为师悄悄告诉你啊，为师易容术又长进了，刚好拿那坨牛粪试一试。嘿嘿嘿。师傅，您出去忙了这么久了，还是好好休息下吧，别再调皮捣蛋了。知道，我还是住在明月阁。臭小子，你若见我试探他，可不许帮他呀，否则我会生气的。说完，推开窗，嗖的一声飘出去，不见了。凤扶摇回到琉璃轩，躺进温暖的被窝，美美的睡了个午觉。春燕见他睡醒，伺候他起床洗漱。王爷呢？他在哪儿？王爷午膳后便一直没来琉璃轩，想必忙去了。小姐，王爷并未将王府大权交给你，咱们怎么办？库房钥匙还在张嬷嬷手中，我们以后岂不是要看别人脸色行事？掌管王府之事不必着急。春香，昨日是几月几日？小姐，您不记得了？昨日是正月15，是您和王爷大婚之日啊。这几日天气晴朗，似乎没有那么寒冷，春天快来了呢。春香，你去找来府管家，让他安排一个熟悉离王府的丫鬟给我，我想在离王府四处走走，熟悉熟悉离王府的环境。是。春香出去，很快带着丫鬟翠花回来。奴婢翠花见过王妃，请听王妃吩咐。翠花是吧？你带我四处走走，我想熟悉熟悉离王府的环境。是。离王府自然比你们凤丞相府好多了，今日便让你开开眼界。为了早点回家捡饰品，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凤扶摇随着翠花在离王府到处逛了逛，服用深宫丹之后，精力充沛，健步如飞，一口气走了许多路，并不觉得疲惫。春燕和春香平时跟着他东奔西跑，也不觉得如何累。然而翠花可就惨了。哎呀，富贵人家的小姐，时不时躲在房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更何况还是个新婚王妃。你倒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跑了个遍，连马厩浴室都不放过，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让人瞧不起。哼！王妃还要再继续逛吗？后面是后花园了，现在刚到春天，草木凋零，没甚看头。自然一起看看，带路吧。翠花心里内搅一个气呀，却敢怒不敢言，只好忍着气带着他们来到后花园。凤扶摇提着裙摆，兴致勃勃地拾金而上，刚刚走到亭子下面，便听到亭中传来对话声。师兄，听说你昨晚差点被草包给宰了，真的假的？哎，那个大草包怎么跟夜叉似的呀？你说上没啊？哦，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在长安城传的是沸沸扬扬的，我听说了此事，便急急过来看你了，生怕你出事儿。还好你没事啊，否则我不得活活气死啊！哎，你手怎么了？哦，是那个大草包咬的对吧？这个大草包怎么如此过分呢？真是气死我了！无妨，你不用担心的，并无大碍。春闱快到了，你准备的怎么样了？这些日子不要到处乱跑，好好念书，准备考试，知道吗？我是谁呀？我可是玉树临风、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司空小宝，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高中武状元。到时候我还要做你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呢。我的个老天爷呀！我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司空小宝，传说中的功夫来了，好激动啊！这俩人为何躲在这么僻静的地方幽会啊？
这是怕被人撞见，奸情败露吗？这司空小宝到底长什么样子？好想见见他呀！可是我贸然出现，会不会被狗奸臣当成捉奸的给嘎掉灭口啊？这蠢女人不是在午睡的吗？她何时鬼鬼祟祟跑到这里来了？还说什么我与司空小宝在这里约会，是担心奸情败露？这蠢女人真是阴魂不散了，太阴魂不散了！噌的一下拔出腰间宝剑，随手一扬，王扶摇正鬼鬼祟祟的，突然瞥见一道雪白的剑光呼啸着擦着他的脑袋飙射过去。哎，慈兄，怎么了？难道有刺客呀？啊？哎，不可能啊！这儿不是黎王府吗？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黎王府撒野啊？啊！不要命了！抓住了，定要用天道阁18般酷刑，让他老实交代。什么人？还不滚出来！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了。哎呀，王爷，您怎么在这儿啊？真巧。哎，这位公子是谁啊？看上去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真乃人中龙凤也。在下凤扶摇，幸会。我操！这位油头粉面的铁憨憨，便是狗奸臣的功夫司空小宝。身高腿长，又黑又壮，五官俊朗，硬朗大气，男人味十足，果然是功夫的模样。和俊俏无双的狗奸臣站在一起，配一脸呢。不错，真不错，外形相当般配，我非常满意。这对 CP 要锁死，请原地成亲吧。哎呀，看来攻略是彻底没戏了。蠢女人又在瞎唧唧的乱点鸳鸯谱，不将我与司空小宝凑一段，她就浑身不舒服是不是？这蠢女人的脑子怕不是被驴给踢坏了吧？怎么总是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你就是凤扶摇啊？你真的是凤扶摇？等等，你真的是凤扶摇吗？不对吧？凤扶摇不是穿得像鸡毛掸子，喜欢化大浓妆，是个又丑又傻的大草包吗？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凤扶摇啊？我怎么有点糊涂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去年某次你在明月楼围着太子逼他娶你，结果被他泼了一脸汤汁，你一下子就成了长安城的名人，还是臭名昭著的那种。突然感到身旁传来2道杀人般的寒光。凤扶摇，我慈兄比太子强多了，你嫁给他不吃亏，以后你得对他好点，别动不动就作妖。这个司空小宝率真可爱，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啊！当面揭我短，让你少妇的脸往哪儿搁呀？这不是当面打他脸吗？哎呀，你看，他的脸都快变成紫茄子了。难道这蠢女人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我就是凤扶摇，凤扶摇就是我，如假包换。以前的鸡毛掸子丑八怪是我，现在的这个也是我，只不过我现在不再喜欢当鸡毛掸子，更不喜欢化大浓妆，而是决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兄弟，嫂子还是不错的，你就别挑三拣四了。哪像我呀，天天被我爹追着相亲，人都快烦死了。我司空小宝真是愿得一人心，免得老相亲呐。哎呀，我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会便宜哪个女人呢？我总觉得哪个女人都配不上，是吧，慈兄？这家伙怎么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啊？定是为了狗奸臣这个兽夫才不愿意相亲的吧？你都有了小兽夫了，还相什么亲啊？如果3年后我还活着，一定将他让给你，让你们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你不下山，还待在这里做什么？王爷既嫌我打扰，我下山便是了。我待会儿让人为你们送壶热茶，再送几碟点心过来，你们慢慢聊，我不打扰2位了。再见。死奸臣，这就嫌我碍眼了？行，我走还不行吗？这地方如此隐秘，还真是幽会的好地方。我勒个去，他们不会打算在这里表演18禁吧？天气这么冷，会不会冻成狗啊？要不要送床被子上来？像我这么温柔体贴、宽容大度的女人，你去哪里找啊？你不应该奖励我1000两银子当封口费吗？表演18禁，还送床被子来，还奖励你1000两银子？我说，奖励你2个大耳瓜子还差不多呢。蠢女人，你的脑袋里边究竟装着什么些乌七八糟的豆腐渣呀？不行，再听下去，我得吐血身亡了。王爷恕罪，都怪奴婢不好，是奴婢领着王妃来这后花园的。王爷您不要责怪王妃，要怪就怪奴婢吧，奴婢愿意受罚。既然如此，那便去找管家受罚，杖责15大板。王爷饶命！王妃想熟悉王府，于是找了管家来福。来福觉得奴婢在王府待的时间久，便派奴婢来给王妃带路。王妃将王府所有的地方都看了个遍，最后还想来观后花园。奴婢却是未果，王妃执意要逛后花园，奴婢也真没办法呀。
王爷为何要惩罚奴婢？奴婢冤枉啊！前后矛盾，私藏祸心，没有半点做奴婢的规矩，被逐出王府，或者杖责18大板，你自己选择，滚吧！凤飞瑶暗自冷笑，领着春燕和春香越过跪在台阶上的翠花，扬长而去。要不是你这个大草包，我怎会挨王爷处罚？真是气死我了！凤飞瑶下山，走了一身的热汗，感到浑身舒坦。春燕、春香，你俩去将浴室收拾一下，我要去享受一把舒舒服服的温泉浴。哪知春燕和春香去而复返，回来时一脸的委屈。小姐，管理浴室的张嬷嬷说，那浴室乃王爷专用之所，王爷有洁癖，不喜别人动他的东西，所以您不能用王爷的浴室。王爷都和我同床共枕了，我连王爷的浴室都不能用，这是哪门子规矩？张嬷嬷的话能代表王爷本人吗？还明摆着给我一个下马威，故意羞辱我呢。他是不是在王府待久了，真拿自己当棵葱了，拿着鸡毛当令箭是吧？去，将张嬷嬷和管家来福都给我请过来。夕阳西下，凤飞瑶端了一把椅子，翘着二郎腿，慵懒地坐在门口品茶。小瓜，帮我看看来福和张嬷嬷有没有做过中饱私囊之事。苟奸臣平日忙着上朝管理天道阁，将王府交给这两人打理，他们手脚干净吗？有没有做背信弃义之事？苟奸臣不是不打算将王府管家大权交给我吗？可我偏要将王府管家权拿过来，活活气死他。来福管家老实本分，倒是没什么事。但是啊，张嬷嬷有。宿主，我这里有一个张嬷嬷的卦。张嬷嬷呢，乃姬皇后的人，一直跟随服侍黎王。黎王8岁那年，被建德帝当成弃子，送往叶国当人质。那几年啊，一直是张嬷嬷照顾他，跟随他。黎王和张嬷嬷两人感情深厚，情同母子呢。后来黎王开府以后，张嬷嬷便随他来到黎王府，帮他管理后院征馈事宜。张嬷嬷有个儿子叫张大山，和黎王同岁，吃喝嫖赌不学无术。张嬷嬷将黎王府油水最多的采麦之事交给了张大山。张大山仗着张嬷嬷深得黎王信任，暗中弄走不少银子呢。这不，去年啊，张嬷嬷还偷偷为张大山在长安城买了一套宅子，打算给他娶媳妇。我觉得吧，你若顺藤摸瓜，好好查一查，肯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黎王那么不待见你，你若得罪张嬷嬷，会不会引得黎王不快呢？哼，我管他痛快不痛快呢，我自己痛快就行呗。我帮他清理门户，揪出蛀虫，他有什么不痛快的？若是连这点是非都分不清，那他便不配让我为他付出了。见过王妃。凤飞瑶对他们点点头，大辣辣地坐着喝茶，抬眼便感觉到眼前一亮，一个风华绝代、气宇非凡的绝色美男踏着夕阳从远处缓缓走了过来。见过王爷。嗨，王爷，这么快就完事儿了？容貌俊俏，身姿风流，看着确实让人赏心悦目。你和你的宝不是在山上表演18禁吗？这么快就结束了？那个憨憨该不会和绣花枕头扎太子一样，中看不中用，只有可怜的3秒吧？哼，蠢女人，你又皮痒痒的是吧？不气我是不是浑身都不舒服？哼，我倒要看看这个蠢女人又要作什么幺蛾子。哼，狗男人不是不想让我接管王府大权吗？我偏要接管管家大权。新官上任还3把火呢，何况我是你的挂牌王妃啊！我要让你睁大狗眼瞧瞧，你信任之人都是些什么垃圾货色，特别是这个张嬷嬷，一定会让你高兴的吐血3声。一想起你吃瘪的样子，我就亢奋的睡不着。想要王府的管家大权是吧？有本事你自己去拿呀！张嬷嬷，来府管家，我是这黎王府的王妃吗？王妃乃皇上金口玉言赐婚，经王爷明媒正娶，拜堂成亲的正妃，当然是黎王府名正言顺的王妃。王妃有何要求，尽管吩咐，奴才一定不遗余力，尽全力满足。王妃，自奴婢管理黎王府后院以来，所有账目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下人都遵从黎王府的规矩，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王妃您虽是黎王府的王妃，但也要遵守黎王府的规矩。比如王爷的专用浴室，您不可随便使用；王爷的书房要地，您不可随便进入；库房钥匙在奴婢这里，您不可随便索要。就算王妃您需要这些东西，也要过问王爷的意见，只有经过王爷同意之后，您才能去做，不可逾越了规矩。不知道这个草包今日能否帮我除去这个祸害，我还真是非常的期待呀。哼，狗奴才，还真将自己当成这王府的女主人了。你不是和我讲规矩吗？
我今日便让你心服口服。好一个遵守黎王府的规矩，希望张嬷嬷记住刚才说过的话。张嬷嬷一心为王爷着想，劳苦功高，功不可没。不过我有一事想问问张嬷嬷，王府的收入支出都记账了吧？王府采买之事由谁负责？收入支出又是谁在记账？可有所有收入支出的账册？启禀王妃，自然是有记账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会记账。记账之人乃张大山，也是负责采买之人。来福管家，麻烦你去通知张大山，让他现在带着近3年的账目来见我。王爷既说我是这王府的女主人，你们自然要将我当成主子来看待，配合我管理家务，而不是像某些狗眼看人低的狗奴才，连我想去浴室洗个澡也要找各种理由阻挠。奴才嘛，就要有奴才的样子，而不是爬到主人头上作威作福。张嬷嬷，你说是不是呢？王爷，现在天色已晚，差不多到了晚膳的时候，黑灯瞎火查账不方便，何不等到明日再查？万一因此而影响王爷您的休息，可就不好了。王妃乃是这个王府的女主人，她说查账那便查账。来福，还不快去把张大山给叫过来。云17，你陪着来福一起去，将近3年的账本都给搬过来。话说这蠢女人她会看账吗？不会只是虚张声势的做做样子吧？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王爷，待会儿我要查账，王爷若是忙的话便去忙吧，或者王爷先去用晚膳，我这边忙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王妃为王府鞠躬尽瘁，本王自然是要陪着的。等你忙完之后，本王与你一同共进晚膳，本王不着急。哼，怕不是等着看他出丑吧？奴才见过王爷，见过王妃，近3年的账本都拿了过来，还请王爷王妃过目。张大山是吧？这些都是近3年的账册，你告诉我哪些是收入账册，哪些是开支账册？启禀王妃，这筐账册比较少，做了蓝色标记的乃是收入账册，另一筐账册比较多，做了红色标记的乃是支出账册，这几本乃是前年做的账册，还请王妃过目。风扶摇坦然地打开账册，仔细查看，这一看便让他看出了端倪。这前年和去年的收入才5000多两银子啊！狗奸臣不是跟我炫耀年收入将近7、8万两银子吗？这家伙竟然如此奸诈，对这些奴才早已防了一手。大部分收入并未进入王府账目，而是进了他自己的小金库。看来他早已知道张嬷嬷乃姬皇后之人，所以防了一手。真是个阴险的家伙，难怪这家伙对张嬷嬷等人的行为诸多纵容，原来并不在意这点银子啊。可是你不在意，我在意呀！我爹1年才多少银子呀？凭什么这些银子要让这些蛀虫贪走啊？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罢了，现在我既已知道，便不能坐视不理，一定帮你将蛀虫清理出去。哼，大意了，他就不该将那部分收入告诉他。这一笔关于王府修缮费2000两银子支出，你能解释一下吗？2000两银子不是200两，也不是20两，这年头2000两银子能在这皇城置办一座豪华府邸了。你只是修缮王府，便花了这么多。哎，还有这笔为王爷置办衣裳，一次性花了1000两。什么衣裳这么贵啊？是用银子做的银布衫吗？买一次斧头竟然花了20两银子。你买的是金斧头呢，还是银斧头呢？难道是镶了宝石的斧头？几乎每一笔账目都存在虚高情况，你能给我解释一下都是怎么一回事吗？王妃，王爷府邸的修缮自然马虎不得，而为王爷置办的衣裳乃是镶有宝石的官服，自然和普通人穿的衣裳不同，而王府所用食材都是符合王爷身份的上等食材，所以支出的这些银子合情合理，没有任何问题。您平时并未接触过这些事儿，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也属正常。宿主，别听他胡说八道了，那些银子便是他为修缮王府为借口，为他儿子置办豪宅的花销。那套豪宅还带着几间旺铺呢，近800平方米，花了近2000两银子呢。他儿子的豪宅就在这王府大街的尽头，一起藏于他房间床下的木头匣子里面。你若不信，大可以让人去他房间搜一搜，当时他购买宅子的见证人叫王武，也能查出来。这个张嬷嬷可是一个黑心肝的白眼狼，这些年不知贪了多少银子，早就一夜暴富了。张嬷嬷，王爷一向信赖你，也从未查过你的账，但你不能仗着王爷对你的信任，便为所欲为，中饱私囊。前年修缮王府后，你在王府大街为你儿子购入一套豪宅，花了近2000两银子，你1个月才3两银子，你儿子1个月也才2两银子，这么一大笔银子，如果不从王府贪污，你是从何处得来的？奴婢看着王爷长大，为了照顾王爷，曾陪他在野国吃尽苦头，对王爷忠心耿耿，情同母子，从未曾想过要加害王爷。倒是你新婚之夜刺杀王爷，居心叵测，心如蛇蝎，现在对奴婢血口喷人，应是嫉妒奴婢和王爷关系亲厚，被王爷看中。王爷，
奴婢对您忠心耿耿，从未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这个草包刚刚嫁入王府，便各种看奴婢不顺眼，处处刁难。他根本就不配做您的王妃，您值得更好的。还请王爷明察秋毫，万万不能被小人蒙蔽了双眼呐！王爷，你若不信，大可让人去搜查他的房间，看看到底有没有那豪宅的地契，不就什么都明白了？说不定那地契便藏在床下某个雕花匣子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不用谢我，我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的。你这个毒妇，刚刚嫁进王府便挑事找茬，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新婚夜刺杀王爷，对王爷居心叵测，挑拨离间，你根本不配当离王府的女主人。王爷，奴婢求你赶紧将这个毒妇给休了吧，娶妻不贤，祸三代，她不是您的良配呀，王爷。迟早有一天，您会被她活活害死的。这个世上，只有奴婢对您才忠心可见呐。17，你们和来福去他的房间搜一搜，看看到底有没有那套房子的地契。是，属下遵命。王爷，您还记得您5岁时候的事儿吗？您被长公主绑起来，藏在废弃的房间，饿得奄奄一息。是奴婢第一个找到您，将您救出来。要不是奴婢找到您，您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还记得您8岁时被皇上派往叶国当人质吗？是奴婢对您不离不弃，一路跟随您，照顾您，跟着您吃尽苦头。有一次叶国公主放恶狗咬您，奴婢为了护您，被恶狗咬得遍体鳞伤。奴婢一直记得那年冬天，雪下的有半人高，我们又冷又饿。叶国的奴才欺负您，虐待您，不给您被子盖，是奴婢冒着大雪跑去哭求那几个奴才，从而被他们强暴。奴婢受尽欺辱，才为您讨来1碗稀粥和1床薄被。王爷，奴婢对您的忠心天地可见，天地可见，您千万不能被这个妖妇给蒙蔽了呀！你确实为离王做过不少事，但那是你这个奴才应尽的职责。小瓜刚才说帮助姬皇后给离王下寒毒之人，便是你这个毒妇。还有，离王那次被太子毁容，你也做了姬皇后的帮凶，在他的伤口故意加入溃烂之毒，害得他那半张脸烂得不成样子。你表面上对离王忠心耿耿，实际上却是姬皇后的一条恶犬。离王对你一向不薄，你对他怎么下得去手？你可真是一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呀！嬷嬷，别处的伤口10来日便能痊愈，为何脸上的伤口一直不愈？因为伤口切得太深，所以愈合困难。想殿下再忍一忍，再过几日便好了。王爷，地契找到了，地址就在王府大街。另外，张嬷嬷还藏了不少皇宫御赐的布匹，码得像山似的。来福管家和下人们跟在后面，哼哧哼哧的抬着几大箩筐东西走了进来，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求王爷看在奴婢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饶了奴婢和大山2条狗命吧！张嬷嬷，本王一向信任你，没想到我竟养了一条白眼狼了。如今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王爷，奴婢知错了，求您看在奴婢服侍您这么多年的份上，饶了奴婢和家人的狗命吧！王爷，求您了！来人，将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拉出去杖毙了，其所有财产都收归王府。处理完张嬷嬷母子，当日晚上后，沈君慈将离王府所有下人集中在一起。这是后院库房的钥匙，你收好。此后就辛苦你管理王府后院的事情了，采买记账等事宜也辛苦你来安排操劳。只要是这王府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知会本王。那我就不客气啦，谢谢王爷对我的信任。哼，我谢你全家！你将大部分收入放进了你的小金库，压根就没有拿回王府，只给王府这么一点花销，怎么好意思让我管账啊？打发叫花子呢？难道在外面有外事？和司空小宝另外建了一个爱巢？瞧着宽肩窄腰大长腿，看了让人流口水。就是可惜了，是我攻略不下来的男人。算了，先不想了，还有3年呢，急什么？蠢女人，没完没了的事吧？就不能对这蠢女人太客气？你不是哭着喊着要去浴室沐浴的吗？你到底是去还不去啊？那王爷你去忙吧，我先去沐浴了。哦，还有一件事，王爷，我睡相不大好，一个人睡习惯了，旁边有人会睡不着的。王爷，看在我今日帮你除掉张嬷嬷这个蛀虫的份上，你不如将琉璃轩让给我，你去别的房间睡，好不好？反正王府这么大，房间多的是，你不缺这一个，如此也方便你和司空小宝见面，对吧？你看我多大方，多通情达理，多温柔贤惠啊！
你俩的事儿我绝不会说出去的。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哈，我要去沐浴了。王爷晚安，祝您好梦哦。这个蠢女人是在用司空小宝威胁我吗？想甩开我自个儿睡，门都没有。小姐，您今日和张嬷嬷对着干，可吓死我了，我生怕您吃亏。您是第一个在新婚第2日便拿到掌家大权的新娘子，谁家新娘子会像您这么雷厉风行？小姐，您太厉害了。是啊，张嬷嬷看上去好凶，一副不好相处的模样。小姐，你有所不知，我今日去跟她说你想用御史之事，她横眉竖眼，飞扬跋扈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掌家主母呢。一个奴婢摆不清自己的位置，活该被杖毙。张嬷嬷若老实本分，王爷看在她对她有恩的份上，是绝不会亏待她的。只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她的胃口未免也太大了一些。对了，以后我掌管王府，你俩也要跟着我学会做账，我会将你俩培养成我的左膀右臂，不能只做普通的丫鬟。是，奴婢谨听小姐吩咐。凤扶摇回到卧房，盖着暖烘烘的被子。哎呀，被窝里真舒服，还是一个人睡更爽。哎，春燕，将另一床被子抱走吧。从今日起，王爷不来这边睡了。啊？哎，小姐，您和王爷这才刚刚大婚，王爷就不和您睡了，那怎么能行呢？昨夜王爷在这边不是睡得好好的吗？为何不过来睡了？他是不是生气您除掉了张嬷嬷？哪有新婚夫妻分床睡的？王爷不会是怪您和张嬷嬷对着干吧？您这是帮王爷管家，他怎能如此待您？哎呀，不是的，是我一个人睡习惯了，不喜欢和人一起睡。你俩先下去吧，我好困啊，先睡了。不知道睡了多久，恍恍惚惚，好像是回到了前世。一群学生来到某个打卡圣地旅游，围在一堆篝火旁，正在烤一头蜕了皮的羊。哎，太棒了，今晚有烤全羊大餐啊。这烤全羊怎么穿着红裤衩啊？为何看着有几分眼熟？我的妈呀，这是烤王爷呀！救命啊！我要那条烤羊腿，我要烤羊腿啊！不要烤王爷。等会儿，就挺突然的吧？这烤王爷，你敢烤本王是吗？还是火堆旁暖和，太舒服了。我不要烤王爷，我要烤羊腿。我的烤羊腿呢？怎么不见了？唉，如果攻略不下王爷，我会不会什么？后面没有说了。少女身上散发出甜美的香气，熏得沈君慈面红耳赤，心跳如雷。他还从未曾和哪个女子如此亲近过，感到浑身不自在，于是尽量的往后面让了让。然而他退后一段距离，少女就如春藤般缠了上来，拱进他的被窝里，小手在他的身上摸摸索索。找到烤羊腿了。沈君慈强忍着心头的臊意，一把抓住凤扶摇不老实的魔爪，一点一点掰开他的手指头，将自己的要害释放出来。蠢女人，睡个觉都如此不老实，真是欠揍啊！睡得跟个死猪似的，被人扛走扔进湖里也不知道。我的烤羊腿呢？我的烤羊腿不见了！我的烤羊腿啊！没完没了的是吧？我说你咋不上天呢？改天本王一定买头烤全羊撑死你！真是。所幸少女之后也未在梦中说话，而是陷入了深睡中。沈君慈支着耳朵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过了很久才迷迷糊糊睡着了。大色狼，你是谁啊？色狼，你是谁？你为何在我床上？啊，王爷，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我刚才做噩梦，被一个穿红裤衩的色狼追赶，醒来见身边躺着一个戴面具的男人，还以为是色狼呢，吓死我了！不好意思啊，王爷，我不是故意的。喂，大半夜你鬼叫什么呀？本王刚才差点被你吓死啊！看看你这披头散发的鬼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女鬼呢。行了，赶紧睡吧，别神神叨叨的了。不是和你说过，我们从今日起分床睡吗？你大夜里偷偷爬上我的床，我哪里知道是你啊？王府那么大，房间那么多，你非要和我挤着睡，又不是我的错。这里是离王府，本王想去哪睡就去哪睡。去。王爷，你我本是陌生人，为了皇上的旨意，无奈捆绑在一起。你怕被人耻笑，为遮人耳目，强迫自己和一个不爱的女人同床共枕。我懂的，我都懂的。放心吧，我会将你当成好姐妹看待，并且为你保守秘密。王爷，
祝你和你的宝有情人终成眷属，恩恩爱爱一辈子哦。3年之后，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主动退出，成全你们。不用谢，我做好事不留姓名的。喂，这个蠢女人，到底是哪只眼睛看见我与司空小宝是有情人的，还要成什么眷属？真是的，又是一个被差点气死的一夜。我今天晚上为何要来爬她的床，自己找气受啊？总有一天，我会被这个蠢女人给活活气死吧。小姐，起床了。今日是您和王爷新婚的第3日，是您归宁的日子。归宁？什么归宁啊？小姐，新婚第3日，新娘子和姑爷一起回门拜谒老爷夫人。今日老爷定会大办回门宴，盛情款待您和王爷。不过，今日也是太子和太子妃归宁的日子，你们定会碰上，所以奴婢要将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免得被二小姐比了下去。这套衣裳是王爷让人为您准备的归宁新衣。也就是说，今日我将和扎太子、凤福雪相悦，这俩阴险的家伙不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吧？小姐，王爷一早起来便让来福备了丰厚的归宁礼，说是今日与您回凤丞相府带回去的。王爷考虑的真周到，他对小姐您真是不错。要奴婢说，王爷可比太子对您上心多了。以前您是省吃俭用，送了那么多礼物给太子，他一见面便对您冷嘲热讽。凤扶摇苦笑，可谁又知道她嫁的男人不喜欢女人呢？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能说呀。老爷，他们为何还未到啊？也不知雪儿嫁入太子府是否过得习惯。她在家的时候被我们捧在手心，像宝贝一般娇养呵护。如今嫁为人妇，真希望她过得幸福美满，早日为太子生下一儿半女。老爷，瑶儿新婚夜刺杀李王且上吊未遂之事，在长安城传得沸沸扬扬，整个凤丞相府的脸都被他丢光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以前她还是女儿时，便行事疯疯癫癫，不着边际，如今嫁了人，还是如此。老爷，您今日可要和她好好说道说道，让她收敛收敛，不可再任性妄为。凤丞相被姬夫人念叨的头疼，皱了皱眉，板着脸没有说话。别人都羡慕他2个女儿嫁得好，也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建德帝这是将他这个左丞相置于多么尴尬的位置。老爷夫人，马车到了，马车到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到了吗？哎呀，终于到了呀！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2辆马车停到凤丞相府门前。一个身姿修长、戴着银色面具、风华绝代的妖孽男人率先从马车上下来。竟然是那个大草包，雪儿为何还未到？你闭嘴，跟我上去迎接王爷。离王容貌有瑕，天天戴着面具，看着阴森森的，让人浑身不舒服，岂能和尊贵的太子殿下相比？那个草包也只配嫁给这样的男人，以后还不知是个什么下场呢。凤丞相刚想迎上前，一辆镶嵌着宝石的豪华马车在凤丞相府门前停了下来。太子沈君义从马车上走了下来，2个小丫鬟走上前来，搀扶着凤福雪走下马车，面色却有些苍白憔悴，走路的姿势一瘸一拐的。凤福雪看着凤扶摇，立即挺直起背，跟打了胜仗的大公鸡似的，要多得意有多得意。哎呀，你家夫君只有可怜的3秒，你有什么好得意的？真是缺什么炫什么，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过得惨吗？走路跟螃蟹爬似的，一定被折腾得不轻吧？哼，你俩玩的可真够花的。当初你一边游说我对扎太子死缠烂打，一边和扎太子勾勾搭搭的，还和你恶毒的娘让我打扮得像鬼似的招摇过市。原来你和你娘才是顶级绿茶呀！哼！等会儿，什么只有3秒？玩的可真花呀！这是一个女人家该说的话吗？臣妇参见太子殿下、太子妃。凤丞相姬夫人请起，不必客气。此乃南阳火山湖，是本宫和太子妃精心准备的礼物。这也太贵重了，太子殿下有心了。被冷落在一旁的沈君慈挥了挥手，云诗琪和萧颖也抬着礼物下了车，有极品人参、高档燕窝、高档灵芝，有价无市的裘皮。这男人真讲义气，我帮他挡刀，他便帮我做足面子工程，真是好姐妹。你对我这么好，我也一定会对你好的。我们明明是夫妻，何时成了姐妹啊？这女人是不是脑子被门给夹住了，把我给当成女人？此乃本王与王妃备的礼物。姬夫人瞅了一眼他们的礼物，兴致缺缺。那些礼物虽然也不错，岂能和太子殿下的珊瑚相比呢？太子殿下和离王殿下太客气了，里面请。
这顿归宁宴备得十分丰盛。两位小女从小娇惯，没吃过什么苦头，还请太子殿下和离王殿下对他们多多包容。臣只盼他们能早日生下一儿半女，为殿下开枝散叶。吾儿既已嫁为人妇，定当温柔贤惠，恭敬谨慎，恪守妇道，孝敬公婆，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相夫教子乃是根本。以后切莫再任性了。吾儿都记住了吗？是，女儿谨记爹爹和母亲教导。去他娘的母女情深吧！我一个外人就不掺和了，那些恶心人的虚伪场面话，听得都快吐了好吗？姬夫人，要是你知道扎太子只是银枪蜡头加变态，会不会被活活气死啊？姬夫人见凤扶摇不顾太子在场，没大没小的吃得欢畅，心底满是鄙夷。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草包，一点规矩都没有。太子殿下，这些菜都是父亲特意为您准备的，您一定要多吃一点儿。丞相府比不得太子府，太子殿下可不能嫌弃呀。雪儿能嫁给太子殿下，乃是他3世修来的福气。看见你们恩恩爱爱，臣妇这个做母亲的也知足了。雪儿是个温柔贤惠的好女孩，岳母大人请放心，本宫一定会好好珍惜雪儿的。沈君慈微垂着眼眸，只是偶尔吃几口菜，全程未开口说话。凤扶摇瞅着那风华绝代的妖孽美男，只觉得食欲大开，对着满桌佳肴那是埋头苦干，吃得不亦乐乎。顿午膳终于吃完，凤扶摇撑得都快站不起来了。姬夫人嫌弃地看着他，自顾自地拉着凤扶雪的手回房间说些提起话。哼，那个上不得台面的狗东西，嫁了人也是狗改不了吃屎，真是丢人。两位殿下请到书房小坐，喝喝茶，聊聊天，休息一下。他们离去之后，凤扶摇吃饱喝足，昏昏欲睡，在花园中稍稍走走消消食。正走着，一个壮硕的身影从花园一角闪身而出，拦住了他的去路。遇见你，遇见屎，好狗不挡道，你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瑶儿，几日不见可想死我了，没想到你这样子竟如此漂亮。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我答应过你的话依然算数，只要你把我干掉的，我便让你做我的侧妃，等我以后做了皇帝，便封你为皇贵妃，绝不食言。哎我的妈呀，就你这3秒就倒的水货，还是算了吧啊！姐看不上。他突然瞥见假山处一闪而逝的衣袍，假装天真无邪地问道：殿下，真的吗？我真能做你的皇贵妃？听上去很诱人的样子啊。可是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何一直想干掉沈君慈呢？他已经被你毁了容，对你继承皇位构不成任何威胁，你何必对他赶尽杀绝呢？他好歹也是你的亲弟弟啊。哼，弟弟？就他？瑶儿，我不妨告诉你，他并非我的亲弟弟，而是父皇捡回来的野种。他娘是个下贱歌姬，还不知道他爹是不是父皇呢。我父皇可怜他，才将他捡回来。就他这种货色，你觉得我该对他客气吗？父皇还偏偏将天道阁交给他这个野种来管，你说气不气人？我必须要得到天道阁，不能让他有任何实权，所以他必须死。瑶儿，只要你帮我干掉他，我便娶你为侧妃。待到日后我登基为帝，定会封你为皇贵妃。我去，扎太子也太恶心了，竟敢当众勾引姑奶奶，这是拿姑奶奶当傻子吗？我若真杀了沈君慈，定会被老皇帝凌迟处死的，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当他侧妃嘛？扎太子这是一石双鸟，想要我和沈君慈2个人的命啊！原主真是瞎了眼睛，怎会看上这种货色的？姑奶奶都要吐了好吗？沈君慈站在假山后面，盯着沈君逸的后脑勺，眼底闪过浓浓的杀气。他真想剁了那只想摸凤扶摇脑袋的手。果然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畜生。这个畜生怕是连做梦都想不到，草包早已换了心思，不再是那个傻里傻气被他玩弄于股掌中的花痴，到最后还不知道是谁会干掉谁呢。切，瑶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这是我特意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前不是一直想让我送给你定情信物吗？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气我娶了凤扶雪，气我没有信守承诺。可你要知道，我娶凤扶雪乃是父皇母后的旨意，并非我所愿。我最喜欢的人其实是你，他怎么能跟你相比？只要你帮我杀死李王，我便娶你为侧妃，绝不食言。哎呀呀，狗渣男，你这么蠢这么龌龊，是如何当上太子的？正因为你当了大龙国皇帝，才加速大龙国灭亡的。要我说，沈君慈比你强1000倍10000倍，他才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他英俊潇洒，长得帅，有勇有谋，能隐忍。不但如此，还阴险狡诈，有谋略，哪是你这种货色能比的？哪像你这个狗渣男，蠢里蠢气，跟头狗熊似的。哼，还只有可怜的3秒，真是好可怜的一个大蠢货呀！这蠢女人对我的评价还蛮高的嘛，算她有眼光，不是眼瞎心瞎的大草包。我现在还不能杀太子，否则老皇帝、姬皇后、姬家人都不会放过我的。
必须徐徐图谋之，不能操之过急。我已经准备了这么久，绝对不能功亏一篑了。哎呀，当然呢，沈君慈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是个爱穿红裤衩的断袖啊。不过呢，他虽然是断袖，可功能齐全，不影响他要后代。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有不少断袖，一边娶妻生子，过着貌似正常人的生活，一边养外室，和公夫卿卿我我，外面彩旗飘飘。哎呀，大概率沈君慈以后也会过这样的生活吧。我若想要攻略他，难道要和司空小宝共侍一夫吗？哎呀，心塞啊！断袖你妹呀！你哪只眼睛看见本王和司空小宝断袖了？哼，狗渣男，你可真是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啊！以前你欺我年少无知，骗我嫁给黎王，帮你杀他，如今你还想骗我继续帮你卖命？你又恶毒又自以为是，你是从来不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狗玩意儿吗？你这么下贱，你父皇知道吗？哼！再见了，前夫哥，我会帮你多烧点纸钱的，赶紧去死吧！多看你一眼，我都会像吃了屎一样恶心。说着，转身向着花园的另一头走去。放扶摇，本宫送你礼物，许你侧妃之位，那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要知道，本宫以后才是未来的皇帝，沈君慈他什么都不是。等本宫上了位，一定会赐死他。你想活命，必须和本宫配合。沈君慈竟敢殴打本宫，好大的狗胆！你骚扰本王的王妃，诱骗她刺杀本王，本王没杀你，也是给足你面子。要是再有下次，本王定要你死！沈君慈，明明是他恬不知耻，拦住本宫去路，勾引本宫。以后你可得看好你心爱的王妃，免得她到处勾三搭四，给你戴绿帽子。凤扶摇，你个不要脸的贱人，竟敢趁我不在勾引太子陛下！你莫不是想要嫁给太子殿下，想疯了吧？你已经嫁给黎王，就该恪守妇德，不再勾三搭四。没想到你竟趁归宁之日偷偷勾引太子，你怎如此不要脸？你可真是一个厚脸皮的贱货！凤芙雪，你是真瞎还是装瞎呀？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这个狗渣男了？当初你百般算计我，劝我说什么爱太子就应该帮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帮他杀人放火。结果呢，我傻傻的去当炮灰送死，你却嫁给这个狗渣男，是个人都做不出这种事情吧？凤芙雪，你可真是死王八炖汤，憋着一肚子坏水啊！你放心吧，这种狗渣男姐压根就瞧不上。不过你俩倒是挺般配的，祝你俩婊子配狗，天长地久。你们一定要幸福哦！凤芙雪气得俏脸煞白，指着凤扶摇，嘴唇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好妹妹，我听说扎太子那方面不行，还是个变态狂。奉茶那日，我见你走路不太利索，脸怕红的像刚生完孩子似的。我是真的很好奇，你俩到底是怎么洞房的？方便透露一下，让我开开眼界吗？凤扶摇，你休要胡说八道！你这个贱货，我要让你死！凤芙雪，嘴巴放干净点，我都闻到你的口臭了。我是不是胡说？难道你自己心里没有点数吗？也是，夫君不能人道这种事情，换了是我也不会承认的，传出去多丢人啊！凤芙雪气得眼神血红，恶狠狠地瞪着凤扶摇，面色扭曲，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混账东西，你怎能背着雪儿勾引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是你妹妹的夫婿啊，做人怎能如此不要脸？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是人做的什么事儿吗？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再敢污蔑本王的王妃，死！老爷，您倒是管管他呀！这事要是传出去，您还如何做人？我的老天爷呀，这可让人怎么活呀！无知蠢妇，你给老子闭嘴！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啊！赶紧将那些丫鬟婆子撵走，此事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万万不可声张。还有，管好你的嘴，不要再胡说八道。戚夫人，不分青红皂白便血口喷人，给我泼脏水！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扎太子了？你这样做不但诋毁黎王名声，还诋毁了凤丞相府的名声。是因我走在半路被扎太子拦住去路，让我帮他杀死黎王吗？还是因为扎太子说他对我有情，想送我金钗，被我嗤之以鼻，言辞拒绝？我说凤芙雪，你不看好自己的狗，却责怪被狗咬伤之人，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扎太子对你而言是个宝，但在本小姐眼中狗屁都不是。我劝你多吃点猪脑子吧，正所谓缺啥补啥，你呀该好好补补脑子了。还有你，缺脑子的蠢夫人，你女儿是非不分，你也是个没脑子的蠢货。明明是扎太子拦住我和我说话，你却污蔑我勾引他，你是烧糊涂了吧？老爷，您刚才说的是什么胡话呀？太子殿下怎么可能让他刺杀黎王？又怎么可能送他金钗？他怕不是得了失心疯，在胡言乱语吧？太子殿下，下官这个女儿行事乖张，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和她一般见识。哎，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瑶儿，你够了，
不要再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你无辜污蔑太子殿下。好在太子殿下不和你一般见识。本宫知道他一向行事乖张，是不屑和一个草包计较的。你这个恶心的贱人，我今日非打死你不可！你嫉妒我嫁得比你好，便百般污蔑太子殿下。我和娘平时待你不薄，你心思怎能如此歹毒？哼，凤福雪，你还真是把妖精当菩萨，善恶不分呢。你明明一副人样，为何偏偏长了个猪脑子？让你失望了，我对你家贱狗没有半点兴趣。你可一定要看紧它，千万别再让它跑出来乱咬人了。你这么恶毒，那就让你说说真心话吧，也顺便让扎太子享受一把被人戳脊梁骨的快乐滋味。别谢我啊，我是活神仙。沈君子瞥见他向凤福雪脖梗的毒粉，眸子缩了缩。本王的王妃在花园等本王，何时去勾引阿猫阿狗了？本王的王妃温柔贤惠，对本王一心一意，并非是朝三暮四之人。下次若再去敢污蔑诋毁她，本王绝对不会轻饶。好姐妹好好看呢，她来为我撑腰了。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好姐妹，我给小绿查下了真心话大冒险，待会儿有好戏看哦。扎太子待会儿便会被爱妃当众揭短，以后怕是再也没有脸见人了。你呀，就等着看狗太子气得吐血身亡吧。嘿嘿嘿。哦，真该死，真想把这个女人给揍哭是怎么回事？本王明明是她的夫君，这蠢女人又说本王是什么好姐妹，是不是得狠狠地敲她一顿，才可以让她清醒过来？凤扶摇，我和太子殿下两情相悦，彼此深爱着对方，岂容你这个大草包挑拨离间？你得不到太子殿下，便对他百般诋毁侮辱，你居心叵测，挑拨离间，你还是个人吗？殿下，这草包又在挑拨臣妾和您的关系，臣妾爱殿下入骨，岂容他人随意侮辱殿下？殿下，您看他多嚣张啊！您倒是管管他呀！雪儿乖，不哭了不哭了啊！你我之间真心相爱，乃是这天底下最坚定的感情。那些跳梁小丑，让他们去吧，谁来挑拨离间都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的。凤扶摇，你别太嚣张太过分，她乃本宫太子妃，本宫爱她还来不及，岂容你欺负她？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本宫面前，本宫对你没有任何兴趣，别妄想再来勾引本宫。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恶心我了？隔夜饭都快呕出来了，今天的午膳算是白吃了。那么好的食材，吐了怪可惜的。你们俩可一定要锁死，千万不要出来祸害别人，我求你们了，真的！快快快，继续秀恩爱，不要停！待会儿一定让你们的脸打得啪啪作响。我很期待，当你的爱妃说出“女不能人道”时，你会是多么惊喜、多么意外的表情。恶毒的狗男人，明天你就闻名全城了，提前恭喜你哦！雪儿，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老爷，那个草包欺负雪儿，您一定要为他主持公道啊！这草包连太子殿下都不放在眼里，可怎么得了？你闭嘴，少说一句你会死吗？啊，误会，都是误会，一家人吵吵闹闹也就过去了，千万不要因为误会伤了和气啊！太子殿下、离王殿下，来，一起去厅堂喝点茶水，休息休息。下官为二位准备了精致的茶点，待用完了茶点，下官便恭送二位回府。一行人各怀心事，别别扭扭的来到厅堂，坐下喝茶吃点心。凤扶摇慵懒的坐在椅子上，自顾自的拿着茶点吃得欢畅。凤福许和姬夫人心里来气，对凤扶摇怒目而视，恨不得将他身上瞪出几个窟窿眼来。凤丞相忙着打圆场，绞尽脑汁的找话题。再过数日便是春闱了，又到了选拔人才的时候。大龙国有二位殿下兄弟同心，定会繁荣富强，千秋万代呀。然而两位殿下都冷哼一声，压根儿不接他的话。凤丞相将天聊死了，有些尴尬。正在此时，凤福雪突然感觉到身上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瘙痒，强忍着不去抓挠，然而浑身就像是有千百只虫子在爬似的，痒得他抓心挠肺的。更可怕的是，太子举起艰难之事，像块石头般压在他的心口，仿佛只有说出来才能缓解他浑身的瘙痒之症。爹娘，女儿心里苦啊！雪儿，我不是已经说过了，那件事情是误会吗？你又何必再提呢？一家人磕磕碰碰的，在所难免，这些小事不必放在心上。女儿嫁给太子殿下之后，过得并不幸福。太子殿下那方面不行，根本举不起来，而且他还是个虐待狂，明明不行，还特别喜欢同房，一同房便将女儿折磨得遍体鳞伤。女儿真的好命苦啊！说着挽起袖子，露出雪白娇嫩的手臂，那肌肤上大大小小的牙印，这个大瓜
太劲爆了，众人面面相觑。凤丞相和姬夫人满脸不可置信。我的妈呀！没想到真相如此劲爆，这太子也太变态了吧！这是疯狗吗？天哪，这纯元真是太坏了，太坏了！可是我好像还挺欣赏的。哎呦，这该咋办呢？这凤福雪的话让太子整个人都蒙圈了，噗的一声，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凤福雪，你刚才在说什么胡话？本宫何时不行了？啊！本宫何时不行了？明明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哭着喊着求着本宫这么做的。你说本宫咬得越重，你才越快乐。本宫咬轻了，你还不乐意？你怎么如此下贱？你自己欲求不满，竟敢当众诋毁本宫！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你不配当本宫的太子妃！本宫定会禀告父皇母后，将你这个贱人贬为贱妾！哎呦我的妈呀，这瓜够刺激的！3秒男实在太搞笑了，明明自己不行，是个虐待狂，还非要将过错推到自己女人身上。哼，你自己什么货色又不是不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有意思吗？你若真将凤福雪贬为贱妾，这才真正坐实了你不行的事实。哎，小瓜，没想到啊，没想到真心话大冒险竟然如此阴损，嘿，我太喜欢了。你不是嫌弃毒粉不能杀人吗？要知道，杀人诛心才是最厉害的软刀子。殿下，臣妾错了，臣妾不是那个意思，是臣妾欲求不满，求殿下那么做的。这不是殿下的错，是臣妾的错。臣妾爱殿下入骨，怎会嫌弃殿下那方面不行呢？不是的，臣妾不是那个意思。殿下威猛神勇，臣妾万分喜欢，刚才只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殿下，雪儿刚才定是气你和瑶儿说话，所以才胡说八道，故意气您的，还请殿下息怒。殿下息怒，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夫妻嘛，床头打架床尾和，哪有不吵吵闹闹的？凤扶摇，你不要再笑了，都是你的错。若不是你和太子吵架，哪会引起雪儿误会？啊，不是，爹，太子不行又不是我造成的，你骂我干什么？他们夫妻吵架关我何事啊？你怎么专捡软柿子捏呀？爹，你不是老糊涂了吧？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雪儿，赶紧向殿下认个错，以后切莫再要任性了。殿下，您和凤扶摇躲在花园说话，臣妾非常生气，所以才故意说气话气您的。雪儿对殿下一往情深，还请殿下不要生雪儿的气。雪儿，下次千万别再任性，信口开河气太子。你是太子妃，做人要宽容大度，万万不可拈酸吃醋。不要以为太子殿下宠你爱你，便肆无忌惮的气太子殿下，还不赶紧扶太子殿下回府？凤福雪慌忙爬起来去扶沈君逸，沈君逸却抬起脚狠狠地踹向凤福雪的胸口，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自顾自地坐上马车，头也不回地跑路了。殿下，您等等我呀！雪儿不是故意气您的，真的不是故意气您的。娘，太子殿下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女儿当众揭了他的短，他一定会将女儿给休了的。娘，女儿想要做太子妃，女儿不要被休。雪儿，你老实告诉爹娘，你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太子他是否真的不举，而且还有虐待的癖好？凤福雪俏脸羞得通红，难堪的说不出话来，只垂着琴手，微微的点了点头。我苦命的儿啊！早知道娘便不将你许配给他，你这是羊入虎口，这以后你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他连举都举不起来，你如何为他生儿子继承皇位？他看着威武雄壮，可为何偏偏举不起来呀？我的老天爷！无知蠢妇，你闭嘴！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太子殿下今日和雪儿回门闹得如此不快，如今之计只能马上将雪儿送回去，以息事宁人。今日我们已经给了他台阶下，只要他不蠢，便不会休掉雪儿，而是继续和他过日子。否则此事若是传扬出去，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可是他不能人道，还有虐待倾向，说他继续虐待雪儿怎么办？我可怜的儿，我这一想起来，心就揪揪的疼啊！当初皇后娘娘派人来为太子向雪儿提亲，我本欲拒绝，不想趟这趟浑水，奈何你们娘俩哭死哭活的，说什么太子和雪儿两情相悦，非要嫁给太子。这下好了，人已经嫁过去了，他是太子殿下，哪能说合理就合理？就算是火坑，雪儿也得往里跳。你有本事反抗太子殿下，还是有本事反抗整个皇室啊？难道你想拉着整个凤家为他陪葬吗？
雪儿已经嫁给他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这都是他的命。不，雪儿不要被休，雪儿要做太子妃，要当皇后。来人，背上马车，我和夫人亲自送太子妃回府。是。王爷，我们再待下去，怕是会被人嫌弃，该告辞回府了。走吧。两人会心一笑，并排来到外面，向凤丞相和戚夫人告辞。下官招待不周，还请殿下见谅。以后若有机会，殿下多陪瑶儿回来看看。凤府是他的娘家，没事多走动走动。凤丞相客气，以后有机会，本王定会多带瑶儿回来看看。瑶儿为人妻子，定当宽容大度，温柔贤惠，相夫教子，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切莫乱使性子，伤了夫妻感情。知道了，爹您去忙吧，我们就先回去了。哎呀，我的老爹呀，你见过2个女人睡在一起能生下一儿半女的吗？王爷他是断袖，哎，你说我能开枝散叶吗？我还头疼怎么攻略他呢。要我说呀，还是让凤福雪去为太子开枝散叶吧。真是的，这蠢女人又开始唧唧歪歪了，开口断袖，闭口断袖，还拿我当女人看，有完没完了？唉，狗奸臣真帅，坐在哪儿都是一道风景线，太养眼了。他若不是断袖，后宫爹也是人满为患，撕逼撕得死去活来吧。脸长得这么好看，不知毁容的那半张脸是什么样子。系统让我攻略他，到底如何才能攻略他呢？是让他爱上我吗？一个喜欢男人的断袖，到底该如何才能让他爱上我呢？唉，真是比登天还要难啊。他觉得他可以试一试。王爷，今日扎太子吃瘪，我非常高兴。要不您犒劳犒劳我，好不好嘛？你想让本王如何犒劳你？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本王都能接受。我怎么会狮子大开口呢？那种事情我可做不出来。你陪我去逛街好不好？我想享受一把无限购的乐趣。无限购发生的所有支出都由你来承担，如何？何为无限购？本王从未听说过。无限购就是不限制购买的种类、数量和金额，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比如金银首饰、胭脂水粉、衣裙布料、各种美食等等。不过你可以放1万个心，我绝对不会买宅子、商铺、酒楼、赌场这些大件的。怎么样，王爷，能满足我这个小小的心愿吗？太子对你那么恶毒，我让他身败名裂，帮你报仇雪恨，你看我对你多好啊！好不容易穿越到古代，真的很想到处看看，享受一把无限购的乐趣。你有所不知，1000年之后，到处高楼大厦，毫无地方建筑特色可言。古代留下来的城门、宫殿、建筑等等，都成了旅游景点，到处人满为患。随便看个景点就得排几个时辰的队，连上个厕所都成问题。有人为了排队，活活被尿憋死啊，老可怜了。都不说别的，为了看你穿过的红裤衩，我足足排了1个时辰的队呢，腿都站麻了。结果遇到地震嘎了，悲催穿越到这里，遇见了你。唉，我只有原主成长过程中的部分记忆，对其他事情基本上一无所知。好姐妹，做人不能太小气啊！你快答应我，快答应我吧，求你了！直接去长安城最繁华的王府大街，本王要陪王妃逛街购物吃美食。耶！王爷，你真是太好了，我爱死你了！这条街汇聚着长安城最有名的珠宝首饰铺，以及最高档的胭脂铺、顶级的绸缎铺、成衣铺等。最有名的珠宝首饰店有万宝阁、玲珑阁、流光阁等。长安城最好的酒楼明月楼便是在这条街上。另外还有着大龙国最有名的拍卖行万象楼，就在这条街的尽头。你从小在长安城里长大，应该知道这处繁华之地，不需我多加介绍了。好了，想买什么尽管挑吧，所有费用都由本王来承担，满足你无限购的要求。王爷，不管我选什么，你都会帮我买下来？当然，本王答应之事绝不反悔。哎，这家看着很不错，我们进去看看。太好了，终于能享受一把富人无限购的乐趣了。我要选最贵的首饰，买最好看的衣裳，吃最贵的美食。嘿嘿，反正好姐妹是我名义上的夫君，财产有我一半，不宰白不宰。哇，这女人竟然把我给当成了小肥羊，还不宰白不宰。王爷从不陪女人逛街，今日乃破天荒第一次，难道王爷终于铁树开花，知道怎么哄女人了？真是让人激动。民女欢迎王爷王妃大驾光临，
小店珠宝首饰啊，应有尽有，全是当前时兴的高档货。就算是皇宫各位贵人，也在小店定制首饰。突然，凤飞发现有只金钗看着十分眼熟，他强忍着激动的心情，让管事将金钗拿给自己看。就是这只金钗，我参观历史博物馆时，在大龙国宝藏区看见过。据说玲珑阁的首饰是大龙国末代皇后最喜欢的首饰，难道买着金钗之人以后便是大龙国的皇后？若是我将它买下来，岂不是将改写大龙国的历史啊？凤扶摇手上的这只金钗竟然可能改变大龙国的历史，那么是不是就说明3年后的沈君逸不会继承大龙国的皇位，而大龙国便不会灭亡？若是如此的话，不要说送给凤扶摇一只金钗了，就算把整个店铺都买下来送给他，那也是值得的。管事，麻烦将贵店所有新货主打款式全部帮我取过来，我要仔细挑选。是，贵客稍等。小瓜，我挑出的这些首饰都是我前世在博物馆见过的款式。博物馆介绍，这些首饰都是大龙国历代皇后用过的陪葬品。可是我明明现在才看到这些首饰，怎么会是大龙国历代皇后用过的陪葬品呢？难道记载有误？还是说我前世看见的和现在看见的不是一样的东西？如果我将这些首饰都买下来，会不会改变历史啊？既然是历史，那便有符合历史的和不符合历史的情况。皇后死去时临时定这些首饰陪葬也是有可能的。历史记载你上吊身亡，你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大概率现在的大龙国已经是衍生出另一个平行世界，有无限种结局可能。你呀，只需尽一切可能阻止大龙国3年后的灭亡，否则你我结局都会很惨的。为了阻止大龙国灭亡，那我将这些首饰都买下来。反正买单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大冤种，一头待宰的小肥羊。今日不让他大出血，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奇怪了，凤扶摇是在跟谁说话呀？小瓜是谁呀？难道说凤扶摇可以跟本王看不见的人说话，或者是能与未来世界的人沟通？这个蠢女人，本王就先忍着吧，这些账留着以后慢慢跟你算。王妃挑选出来的所有首饰全部打包。是，民女这就帮王爷王妃打包。哎呀，王爷一下子买这么多呀，会不会太多了？只买1-2件，意思一下就行啦，否则让你花这么多银子，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呀。无事，你喜欢就好，本王买得起。我就是一头大冤种，我就是一头待宰的小肥羊，这女人不让我大出血，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呢？哼，这个虚伪的女人。管事指挥店铺女士将装着首饰的箱子送上门前的马车，继而恭送2位财神爷出门。殊不知回廊尽头的某个房间，正有2双阴沉的眼睛注视走下楼梯的2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沈君慈这个卑贱的蛮奴，不是不近女色吗？如今娶了草包王妃，竟然和他成双入对，陪他购买首饰，真是气死我了！想当年，他被我放狗撕咬，死狗般躺在我的脚下，浑身是血，奄奄一息，何其卑贱！没想到他隐忍4年，如今竟成为天道阁的阁主，成了大龙国最让我们忌惮之人。哥哥，你不是说草包会成为对付离王的最好武器吗？你看看，草包如今成为你对付离王的武器了吗？哥哥，我不想看见他和草包在一起，我想让草包那个贱人死。来若，你看上去不对劲，是不是喜欢上那个混蛋了？他摘掉面具便是个令人恶心的丑八怪，你口味不会这么重吧？不过呢，你若真喜欢他，等为兄将来灭了大龙国，到时候将这个丑八怪送给你当男宠如何？为兄很期待看你狠狠虐待他的样子呢。至于凤扶摇那个草包，我们找个时间用毒药控制他不就行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此事不能操之过急。等找到机会，我俩去会会他。兰若，我们费尽心力推波助澜，让草包嫁给离王，不过是想借他之手除掉离王罢了。今日看来，离王似乎挺喜欢这个草包的，如此甚好。只要能控制那个草包，便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们干掉离王。希望我们的大计能早日成功。那好吧，兰若都听哥哥的。我并非喜欢沈君慈那个丑八怪，我只是觉得当初他在我们面前卑贱如泥，如今竟耀武扬威，还处处和叶国作对。我只是想将他抓住，用各种手段将他折磨得生不如死。你放心，肯定有这么一天的。这家是卖什么的？看上去很豪华的样子。我们进去看看。欢迎贵客光临小店。
哎呀，老爷陪夫人逛街，真乃温柔体贴，令人羡慕。本店呢，专售女子所用之物，手帕、肚兜、随身携带的镜子、抹额、胭脂水粉等等。小店所有物品款式新颖，质量上乘，童叟无欺，乃是长安城有着100年历史的老字号。夫人看中我家物品，眼光真是太好了。夫君，这个抹额好看吗？绣花看着是真精致，不过似乎宽了点，都快遮住眼睛了。款式怎么如此古怪？做抹额确实宽了点儿。那女子好搞笑，竟然将鬼水袋当抹额，笑死个人了。戴着银色面具的美男不是李王吗？原来他长得这么好看。好看什么呀？另外那半张脸毁了容，惨不忍睹。要不然为何要戴着面具呀？老爷夫人，这不是抹额，而是鬼水袋，抹额挂在那边。这个蠢女人居然连鬼水袋都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丢人啊，得快丢到姥姥家去了。鬼水袋啊？那不就是大姨妈巾吗？原来古代也有这个，为啥我没有原主这方面的记忆呢？哎呀，干了个大尬了，大意了。原来在7年之后，这个玩意儿叫做大姨妈巾。何为大姨妈呀？哎，搞不懂，实在是搞不懂。各样花色来一些，一共要50条，全部打包带走。这玩意儿可是消耗品，50条用不了几次。是啊，夫人，这就帮您包好。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想要的，待会儿一起结算。用布袋装好，交给凤扶摇。凤扶摇随手递给身旁的沈君慈。沈君慈犹如烫手山芋般，又递给了身后的云十七。云十七抱着布袋，如同抱着个火球般分外烫手。为什么是他拿着，而不是萧颖或者那2个站得远远的丫鬟呢？夫人，您看这肚兜布料，您看看这绣花，都是上等货色。布料采用最上等绸缎制作，绣花呢，则是南方最有名的南绣，一针一线啊，活灵活现。您到别的地方可找不到这么高档的肚兜了。夫君，这肚兜布料光滑如水，绣花精致漂亮，贴身穿一定舒服。你觉得我穿着会好看吗？若是你也觉得好，我便多买一些。嘿嘿，好姐妹，你也可以买来穿呢，配你的大红裤衩一起穿呢。你和宝那啥的时候穿给他看，他铁定喜欢。哎呀，我迫不及待想看你穿了怎么办啊？上面绣花大红肚兜，下面绣花大红裤衩。我的妈呀，画面太美，不敢想象。完了，我的鼻血要飙出来了。哼，蠢女人，又开始胡言乱语了。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这明明是猪脑子，迟早有一天我会被这个蠢货给活活气死的。啊，想买肚兜是吧？那本王便帮你多买些，砸死你！以后谁穿给谁看不一定了。不同的花色要100条，打包。夫君，你要买100条？你真的要买100条？这么多，我一个人怎么穿得完啊？啊，我懂了，原来你也想，哎，看看，我就知道，原来王爷您也喜欢，真不愧是好姐妹啊，咱俩眼光一样好，你50条，我50条，好姐妹一起穿嘛。哎呀，至于攻略什么的，慢慢来吧，我不着急的。哼，蠢女人，那都是买给你的好吗？本王才不会穿女人的东西呢。这么多的肚兜，以后让你天天穿。哎，夫人，100条肚兜已为您打包装好，请问夫人还有没有别的想要的呢？小店还有胭脂水粉、镜子抹额等，您都可以挑选挑选的。凤扶摇抱起装着肚兜的袋子，随手塞到了萧颖怀里。萧颖抱着满满一大袋子肚兜，脸红的飞起。抱着女人的东西怎么就那么别扭呢？云十七幸灾乐祸地瞅着他，嘴角差点咧到耳根子后面去了。要尴尬，大家一起尴尬。凤扶摇对着胭脂水粉不太感兴趣，表示不要。哎，夫人，您和老爷感情真好，只羡鸳鸯不羡仙，真是让人羡慕。我们这里还有好东西，不知夫人感不感兴趣？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啊？在哪儿啊？哎，好东西啊，在那个单独的贵宾室，很多夫妻都买去用的，价格好，质量优，包你满意。因是纯黄金打造，只是这价格嘛，有点小贵。夫君，要不我们进去瞅一眼？去看看吧。若是你喜欢的话，我为你买下来。女管事大喜过望，连忙屁颠的到前面带路。女士抱着一个精致的木匣子，郑重的放在凤扶摇和沈君慈的面前，缓缓将木匣子打开。刹车。
这是什么东西啊？金子做的大号毛毛虫，这是干什么用的？干嘛？哎，夫人、老爷，我还没来得及为你们详细介绍呢。这是……沈君慈黑着脸，狠狠瞪了女管事一眼，眼神森冷，眼底杀气一闪而逝，吓得女管事急急闭了嘴，背后冒出一层冷汗。我刚才还没有看清楚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是说要为我买的吗？为何要带我出来？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需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嘛？你就不能告诉我吗？不能，有些东西你不需要知道。好吧，那赶紧结账吧，我们出去继续逛，东西买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去买吃的。我要吃桂花糕、绿豆糕、龙须酥、冰糖葫芦，我还要吃烧鸡、烤肉串、大肉包子、灌汤馄饨、三鲜饺子，我还要吃烤全羊。哼，吃这么多，不怕活活撑死你？好香啊，王爷！我们去吃什么呢？前方拐个弯便是长安城有名的明月酒楼了，烤全羊乃是一绝。你若是想吃的话，本王便带你去吃好了。除了烤全羊，其他菜式也是很不错的。那好啊，我要去吃大餐，我要去吃烤全羊。王爷，无限购也包括请我吃大餐的，对吧？你答应过我的，无限购买什么都可以，说话要算数哦。本王说话自然算数了。你若是还有想要的，本王都可以买给你。哎呀，有财神爷跟着就是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大冤种不宰白不宰。哼，在他的眼中，原来我只是一个为他花钱的大冤种。凤丞相和戚夫人亲自将哭哭啼啼的凤福雪送回了太子府，太子心情不好，压根儿就没出面迎接凤丞相夫妇。雪儿，你既嫁给太子，便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一切都是你的命，不可再任性胡闹，好好向太子认个错，待他气消了，自然便好了。太子身体有疾，并非他的错，也并非绝症，好好治疗，定能治好的。你身为他的太子妃，一定要好好的对他，为人妻子要温柔贤惠，懂得忍让。以后你是要当皇后之人，万万不可任性妄为，口无遮拦。是，女儿知晓了，爹和娘请回吧，女儿知道如何做的。凤福雪送凤丞相和戚夫人离去后，慢慢回到寝殿。今日之事不可外传，若是让我知道你们私下乱传，定会要了你们狗命。是，奴婢记住了。凤福雪来到书房门口，却被吴坤挡住了。属下见过太子妃，太子殿下叮嘱不要进去打扰。书房中怎会有女子声音？太子殿下和谁在里面？启禀太子妃，萧良娣在里面和殿下说话。早知如此，他为何不让凤福瑶那个草包嫁给太子呢？该下地狱的是凤福瑶那个草包才是。哼，太子殿下今日为何将姐姐扔在娘家，自己气冲冲跑回来？听闻姐姐和太子殿下青梅竹马，感情也不过如此嘛。太子殿下很勇猛哦，姐姐要不要进去试一试？你们新婚燕尔，太子殿下一定会加倍疼惜你的。凤福雪盯着萧良娣又红又肿破了皮的唇瓣，娇躯瑟瑟发抖。凤福雪望着书房的门，如同望着18层地狱般恐怖，一咬牙推开书房门走了进去。沈君逸慵懒地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面色阴沉。凤福雪，你不是对本宫百般嫌弃吗？还回来干什么？就算没有你，以后有无数女子做梦都想成为本宫的女人。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竟敢随意败坏本宫的名声？滚回凤府，太子府不欢迎你。殿下，臣妾错了，请殿下原谅臣妾吧。臣妾见您和凤扶摇在花园偷偷说话，担心您被那个草包抢走，所以臣妾才会口无遮拦，故意说气话气您。臣妾从小仰慕陛下，做梦都想要嫁给陛下，成为陛下的女人。殿下是臣妾最爱的男人，也是臣妾青梅竹马的表哥，臣妾爱您都来不及，又怎会嫌弃您呢？殿下，您就原谅臣妾好不好？臣妾一定会乖乖听您的话，殿下要臣妾做什么，臣妾都愿意。沈君逸盯着凤福雪娇俏的容颜，突然抬起手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贱人，你以为是本宫想变成废人吗？本宫这一生最恨别人拿本宫的身体说事儿。身为本宫的太子妃，不但不维护本宫，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诋毁羞辱本宫。本宫光是想一想，便想宰了你，将你碎尸万段。殿下，臣妾知错，臣妾知错了，臣妾以后再也不敢了。今日臣妾浑身瘙痒，也不知为何要说出那件事，求求殿下饶了臣妾吧，臣妾再也不敢了。又是2巴掌落在凤福雪另外半张脸上。表哥，
求求你不要打了，雪儿知错了，以后雪儿都会乖乖听表哥的话，再也不敢了。贱人，你让本宫丢尽颜面，本宫要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本宫没杀你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你不是要听本宫的话吗？那就随本宫来，让本宫看看你的表现。沈君逸的手指差点戳进凤福雪的眼眶，用力抓着凤福雪的头发，像拖一条死狗般将她拖进与书房相连的房间。片刻后，房间内传出男人猖狂的笑声和女人凄惨的哭喊声。半个时辰后，凤福雪是被人抬出书房的。太子府的太医很快被宣了上来，为凤福雪处理伤口，照常开一些止血疗伤的药膏。烟柳嫣红按照太医的叮嘱，为凤福雪涂抹伤口。望着小姐凄惨的模样，一边小心地为她上药，一边哭红了眼。难道小姐费尽心思嫁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虐待狂吗？直到傍晚天黑，凤福雪才在针扎般的疼痛中悠悠醒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凤福雪，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别给脸不要脸！殿下，臣妾很爱你，待臣妾身体恢复之后，再好好侍候殿下。殿下先让臣妾好好休息，好吗？今晚好好休息，本宫去别处睡。沈君逸转怒为喜，缓和了脸色。刚刚走出房间，吴坤便来向他禀报：王爷，大事不好，长安城到处都在传，您那方面不行，还是虐待狂。华灯初上，长安城最有名的酒楼明月楼某个包间内，外酥里嫩，唇齿留香，太好吃了！王爷你也吃啊，真的蛮好吃的。小瓜，我前世是个穷学生，还没有吃过烤全羊呢，今日终于吃到了。前世的烤全羊近1000块钱一只呢。哎，原来烤全羊这么好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菜肴啦。哎，小瓜，你发现了没有？今日的李王看上去特别帅，特别是那双眼睛，仿佛藏着星辰大海一般，不灵不灵的。哎呀，那是我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眼睛。母后，皇姐和皇兄都骂儿臣是怪物，是从垃圾里捡来的野孩子。不但如此，他们还一起打儿臣，将儿臣的牙都打掉了。谁让你的性格如此古怪，皮肤白得跟鬼似的，看着真让人不舒服。以后啊，你少去惹你皇姐和皇兄。你皇兄以后是要当太子之人，你应该好好辅佐他，尊重他，而不是有一点小事便去责怪他。小瓜，你说黎王平时会不会和他的宝来这里吃烤全羊？黎王喂给他的宝吃，他的宝喂给他吃，郎情妾意，你侬我侬，那场面一定很刺激啊！我帮你搜索了一下系统，他们一共来了25次，每次都会点烤全羊食用的。竟然来了这么多次啊！说实话，黎王此人虽然腹黑狡诈，却十分优秀，我非常欣赏他。虽然攻略他比登月球还难，不过我会努力的。哼，这个蠢女人，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啊！又在诋毁本王的清誉，迟早有一天，你会对你今日所说过的话感到后悔。王爷，我吃得太饱了，好难受啊！下次再也不吃这么多了。这儿离王府远不远啊？要不咱们走回去消消食吧？不甚远，这条路的尽头拐个弯，再往前走片刻，便是离王府。两人顺着热闹的街道慢慢向前行走，街道两旁布满了各种夜市的摊贩，照明的灯笼一直蜿蜒向前，路上行人熙熙攘攘的。凤扶摇一边走一边在各个摊贩前挑挑选选，兴致盎然。哎呀，我的腿呀！哎呀，我的腿被你撞瘸了呀！哎呀，小姑娘，你走路不看路的吗？看我糟老头子好欺负，便使劲撞我是吧？我的腿好不容易好了，又被你给撞断了，你说怎么办吧？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想赖账门都没有！老头子对沈君慈使了一个眼色，得意的不得了。这老顽童闲得蛋疼吗？穿帮了可怎么办？这位老伯，我扶你起来吧。你说我撞到了你，还撞断了你的腿，你如何证明你的腿是我撞断的？你腿上绷带的血迹看着不像是很新鲜啊。哎呀，你真的撞到我了！
我这腿呀，一下子就被你给撞断了。若不是你撞的，你为何要扶我呀？哎呀哎呀，我这可怜的腿呀！哎呀，痛得老兄死去活来呀！哎呀哎呀，小姑娘，你撞断我的腿，你得赔我500两银子，否则别想走。小瓜，这糟老头子一看就是碰瓷的，这么宽的路他不走，偏偏要来撞我。哎，你说我要不要揭穿他的阴谋，让他当众出丑？嘿嘿，我觉得可行。宿主，赶紧行动啊！这糟老头子内功了得，你可得小心些。小姑娘，赶紧给大爷赔点银子，道歉呐！对，小姑娘，你衣衫华贵，一看便是非富即贵，赶紧给人老大爷赔点银子，你可不能欺负老弱病残呐！哼，老伯，你的腿是金子做的吗？一开口便有500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您干脆去抢得了。狮子大开口，这老头子是王爷的师尊，这是来试探王妃是不是草包的吧？有好戏看了。大家静一静，若是我真的将老大爷的腿撞断了，我定会负责到底。可若是没有撞断，老伯，你想要500两银子的赔偿是吧？必须500两，少1两都不行。小姑娘，你一看便是非富即贵，500两对你来说小菜一碟。若你不肯乖乖赔偿，我便到处宣扬，让你以后在长安城抬不起头来。好说好说，不就是500两银子吗？我赔得起。果然是个草包啊！不过呢，老伯，你打开绷带，让我看看你的伤势。如果伤势严重，我愿意赔你1000两银子。哎，小姑娘，不用看了，我怕污了你的眼，你直接给我银子就行，我不要1000两，500两就行了。你看我多善良。春燕春香，去把大爷腿上的绷带扯开，让我看看。不管有没有事，我总要看一眼才能放心。2个丫鬟心领神会，奔上前去扯老大爷腿上带血的绷带。老大爷是真的急了，坚决不让2个小丫鬟扯开。然而春燕眼疾手快，一把扯开老大爷腿上的绷带，绷带扯开，露出老大爷完好无损的腿。别说是撞断了，连皮儿都没破一块。哎，你的腿不是没事吗？你给人家小姑娘500两银子，你的心也太黑了吧！哎呦，我的天哪，这原来是老骗子呀！哎呦，你看演的跟真的一样。就你这老骗子，应该扭送官府报官去。大家一起上，抓住他送官。哎呀，老小受的乃是内伤，里面骨头断了，你们看得出来吧？哎呀，我不管啊，小姑娘，你必须赔偿我500两银子，否则我便将你撞倒老人，还虐待老人之事传遍长安城，把你名声搞臭，让你以后再也嫁不了人。凤扶摇见老头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弯腰从一旁的摊位上拾起一根扁担，对着老大爷的腿比划了几下。老伯，500两银子我一定赔给你。不过呢，想要我赔银子，我得先敲断你的腿，否则我的银子岂不是白花了？你个臭丫头，说好赔偿银子的，竟然玩阴的！我呸！哼，糟老头子坏得很，竟然敢讹诈本小姐。本小姐眼睛又不瞎，还看不出他是来碰瓷的。下次再让我碰到，一定要敲断他的腿，让他如愿以偿。就是，那人一看就不是好人。小姐今日没敲断他的腿，已经很仁慈了。17、萧颖，去追赶那个骗子，抓到以后送官府查办。是。王爷，我不想逛了，我们回去吧。那老头子看着虽然不像好人，不过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若是抓住，稍稍教训一下就好了，不必送入官府查办。也许他遇到了难处，也未可知。但凡有点办法，谁又会去当骗子骗人呢？这坨牛粪似乎还不错，为人还算蛮善良的，不像有些大家闺秀啊，表面贤良淑德，暗中恶毒不堪。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前面便是离王府了，我们回去吧。哎呀，这些珠宝一看就是高档货呀，我可得收入空间放好，自己逛街让别人掏钱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我要抱紧大冤种的金大腿，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他虽然不爱我，但是谁让他是我名义上的夫君呢？为我花银子是他应尽的责任嘛，也算是对我的补偿吧。以后呢，等他和他的宝正式在一起之后，我便再也沾不到他的光了。唉，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将他攻略下来。土了吧唧的蠢女人，你真该去好好治治你的脑子，竟将本王当成什么大冤种。你还知道本王是你的夫君呢，我还以为你脑子被人夹坏了，给忘了这茬。王爷，这50件肚兜留给你用，这肚兜配你的绣花红裤衩，乃是绝配呀。你不要不好意思哦，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爱男人还是爱女人，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会尊重你的选择的。等你以后和真爱在一起之后，我便自动退出，绝不打扰你们。只要银子到位，我是很善解人意的。那个，王爷。你怎么啦？你和司空小宝两情相悦，可不能做对不起他这事啊！你不是一直在诋毁本王是个断袖吗？本王到底是不是断袖？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俯下高大的身躯，恶作剧般吻向凤扶摇的唇瓣。凤扶摇感觉到脑袋嗡的一声，一股令人酥酥麻麻的电流从唇瓣迅速涌向全身，如腾云驾雾一般。什么情况？这家伙竟然亲我了！他竟然亲我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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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初吻没了！我的初吻被狗男人夺走了！这不只是他的初吻，也是他的初吻，好吗？沈君慈越想越气，重重的咬上一口。一个不小心，两人的牙齿狠狠地撞在一起。你是狗吗你？咬得这么重，你不会接吻逞什么能啊？撞死我了！门牙都快被你撞缺了！蠢女人，下次再唧唧歪歪，本王咬死你！说完，傲娇的一甩袖子，逃似的跑了出去，唇上还残留着少女香甜诱人的气息，脸颊滚烫的似乎要着了火一般，心跳的速度那快得不像话，脑中全是少女一喜一嗔的倩影。不是吧？我刚才竟然被沈君慈那个王八蛋给亲了！这可是我的初吻啊！就这样被他夺走了。这家伙接吻技术那么差，把我门牙都磕出血了，这体验也太差了吧？难道他和司空小宝平时不练习接吻，而是直奔主题来着？沈君慈一听，肺都快气炸了。接吻技术差，那是因为他是第一次，太紧张了，是意外好吗？没亲过女人，紧张也正常。反正他长那么帅，亲你一下又不掉块肉，你就当练车得了。反正你并不吃亏，迟早都是要攻略他的，慢慢的也就适应了。练车还开车呢？有这么比喻的吗？我一直拿她当好姐妹，现在她竟然亲了我，我还如何拿她当姐妹啊？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知道我带着攻略她的任务，可是她根本就不爱我，让我和她亲密，我接受不了。万一她睡到夜里兽性大发怎么办啊？小瓜，我今晚不敢和他同床了。七，你就矫情吧，他那么帅，睡你又不吃亏，不如趁热打铁，你今天将他给攻略了。如果生个儿子，大可以屈服刘子，扶持你儿子当皇帝，你当太后，而他呢，该上哪上哪。对，早挨刀是一刀，晚挨刀也是一刀。我决定了，今晚就动手。沈君慈，你等着，我今晚不会放过你的。早挨一刀是一刀，晚挨一刀也是一刀。这女人打算今晚对我动手，这女人隐藏这么久了，今晚终于要对我动手了。他倒是要看看这个蠢货今晚如何对他动手。徒儿，你今日又陪那坨牛粪逛街购物，又陪他吃大餐，还为了安抚他派人追赶你师父，你是不是要欺师灭祖啊？你要试探他，何不找个更好的理由啊？自己演技太拙劣，倒怪起我来了，真是的！别一天到晚吃饱了撑着没事做，歇几日不好吗？哎呀，臭小子，我辛辛苦苦还不是为了你啊！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爱上那坨牛粪了？徒儿啊，你体内的寒毒即将发作，一个不慎便会毒发身亡。要不是你一直保持童子身，怕是早就一命呜呼了。那坨牛粪虽然长得不错，但是你千万不能轻易糟践自己的身子。越漂亮的女人越是红颜祸水，你千万要洁身自爱呀！为师当年就差点被……知道了，师父，我知道该怎么做的。你早点休息去吧，明日我还要上朝。师父若是实在闲得慌，不妨为徒儿找一个师娘吧。臭小子，你又嘲笑你师父，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你体内寒毒即将发作，你千万不能对牛粪动情啊！王爷，您沐浴完啦？人家等你很久了。看看这女人果真是打算用美人计勾引他。王爷，人家嫁给你这么多天，你连碰都不碰人家一下，是嫌弃人家丑，还是嫌弃人家笨呢？王爷，不如我们今晚共度春宵好不好？沈君慈一脸警戒地看着他，身体因为戒备而紧绷着，眸底深邃冰冷，不语。王爷，我们先来喝一杯可好？今晚月色正好，适合花前月下。难道这个蠢女人是打算将我灌醉了以后再动手？
哼，为了杀我，他竟然做了这么多的准备，还真是处心积虑呀。王爷，这葡萄美酒是我从库房中找出来的，管家来福说是皇上赏赐给王爷的，我未问过你意思，便拿出来喝。王爷你不会生气吧？哼，王妃真是好兴致，真乃酒不醉人人自醉呀。本王早已说过，你掌家以后便有着决定权，库房中的东西随便使用，无需问过本王。哎，王爷，快端起来喝呀！来，让我们干一杯。沈君慈端起酒杯，凑近鼻下嗅了嗅，酒香浓郁，甘醇香甜，没有任何异味。王爷，干杯！认识你很高兴。王妃，干杯！认识你，我也很高兴。哇，这酒真好喝，清甜可口，还带着淡淡的花香。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葡萄酒。来，我们继续，先喝几杯壮壮胆，等胆子肥了再将他扑倒。哼，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将他拿下，免得夜长梦多。哎，这蠢女人真是贼心不死，是铁了心要对付我。好啊，那就试试吧，看看到底是谁将谁给拿下。这美酒确实不错，王妃喜欢喝，不妨就多喝几杯吧。听说葡萄酒有着美容养颜的功效，多喝对女人是有好处的。凤扶摇笑眯眯地端起酒杯，再次一饮而尽，一连3杯美酒。酒量不错，我们继续吧。真的能养颜美容吗？那我多喝一点，我的酒量很好的，是不会喝醉的。待会儿你喝醉了，可不许发酒疯啊！哎，你酒量这么好，你怎么会喝醉嘛？凤扶摇接连喝了几杯酒，眼神逐渐的变得迷离。滚滚，我好久没见你了，我好想你啊！我父母都不在了，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滚滚，我好像穿越了，我还嫁给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奸臣。如果他不爱上我，3年之后我就会死了。滚滚，我该怎么办呀？我攻略不下他，我快死了。滚滚，我不要死，我不能死。滚滚是谁？他是你什么人？滚滚，你是我养的大狗狗啊，你怎么连你家小主人都忘记了？臭滚滚，滚滚，你不会又在家里随地大小便吧？我要攻略王爷，让他爱上我。他如果不爱上我，我就会死。赶紧睡吧，再不睡的话，明日起来得头疼了。滚滚，你一直守着家，没让人进去偷东西吧？没有。滚滚，你没有去偷隔壁王大伯家的鸡吧？没有。滚滚，你的毛毛真暖和，我喜欢搂着你睡。滚滚，我嫁给大奸臣，可能他永远都不会爱上我，我3年之后就会死，再也回不来了。我不在，你要记得自己跑出去找吃的。你死不了的。一夜好眠，醒来已经是清晨。蠢女人，竟敢鄙视本王的亲吻！说着，鬼使神差般凑上前，轻轻附上那娇嫩诱人的唇瓣，唇与唇相触，酥酥麻麻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蠢女人，你不是说本王不会亲吻吗？本王偷偷的多练习练习不就会了？下一次我一定让你刮目相看。原来亲吻的感觉竟如此的妙不可言，不知俩人互相亲吻是个什么滋味。沈君慈心砰砰乱跳着，做贼般小心地望着怀中的少女，继而帮她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王爷，我昨日已将太子身体有疾的消息散播出去，听说太子气得差点吐血，让人严查是谁透露出去的。此事我们做的隐秘，他查不到我们头上。另外，过些时便是春闱，这几日京城人多嘈杂，昨晚有人在醉花楼售卖春闱考题，被天道阁的兄弟抓了起来，不知那泄露的考题是不是真的，今日会严加审问。
想办法将泄露考题之人与太子扯上关系。本王就还不信了，如此上面还会去包庇的。待会儿本王就亲自审问那些泄露考题之人。是，早膳已备好，王爷用过早膳再进宫。我昨晚不是想攻略王爷的吗？后来他一直劝我喝酒，我到底将他攻略下来没有啊？我不会将攻略的正事给忘了吧？哎呀，大好时机就这么白白错过了。哎呀，美色果然误事啊！小姐，您嘴唇破了皮，是不是不小心磕着了？昨天死奸臣强吻他，居然将他的唇咬得这么重，他是属狗的吗？迟早有一天他会咬回来的。凤扶摇用过早膳，在离王府转了转。这个世界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不能上网，很是无聊。禀告王妃，花将军府嫡孙小姐来看望您了，正在前厅等您。凤扶摇在脑海中搜索片刻，这才想起来，花将军府是原主亲生母亲的娘家。凤扶摇来到前厅，便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等在那里。表姐，听说你嫁了人，我代表祖父来看你。你嫁给那个怪物，他没有虐待你吧？表妹花不落，你长得真可爱，吃点点心吧。你放心，离王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怎么会虐待我呢？对了，外祖父的身体怎样了？我很久没有去看望过他老人家了。哎，表姐，自从我爹娘去年出事后，他老人家身体一直不好，昨日还咳血晕倒了一次，哥哥不眠不休照料他呢。表姐说祖父也不在了，我和哥哥变成了孤儿。外祖父不到花甲之年，怎么会不在呢？表妹，中午在这边用过午膳之后，我和你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小瓜，花沧海花老将军得的什么病啊？我能从系统中获得对症的药物吗？花沧海，抗敌名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不如你过去看看他，我用系统扫描过后才能知道。你还能用系统扫描？你这功能挺齐全的呀。哎，我天天带着你，不会有辐射吧？万一哪天我得了癌症，岂不是要死翘翘了？我又不是实体，我只是你脑中带的一个系统，能有多少辐射啊？还没阳光的辐射大呢。有本事你不晒太阳，当做头乌龟啊！表姐，印象中我只见过你一次，就是去年爹娘不在了，我从边疆回来那次。那次之后，我便再也未曾见过你，祖父还经常念叨你呢。洛洛，你表哥、外祖父都是我血浓于水的亲人，以后我会经常去看望你们的。祖父曾和我说，你在凤长相府，不受待见，被人厌弃，以后若是嫁不出去，便嫁给我哥，当我哥的娘子，如此你便不用嫁给别家受苦，受人歧视。没想到你这么快便嫁给了离王。祖父听说你在新婚夜刺杀离王，还闹着上吊寻死，十分担心你。祖父让我转告你，说有一天实在过不下去了，便来花将军府，祖父会养着你的。谢谢外祖父挂念我，我嫁给离王过得挺好的，让他老人家不必担心。市井上那些传言不必相信，表哥值得更好的，他定会娶一个和他两情相悦之人。他若真的娶我这个大草包，也太委屈他了。洛洛，待会儿用完午膳，我们一起去看望祖父吧。太久没有去看望他老人家，我挺挂念他的，也顺便过去让小瓜看看老人家到底得了什么病。凤扶摇带着花不落参观了离王府，一路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的为凤扶摇讲述他在边疆的一闻趣事。西江城条件十分艰苦，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黄沙，吃的也特别差，要么是馕饼，要么是窝头，但是纵马奔驰的感觉真的很不错呢。哎呀，我特别喜欢在草原上打猎，有时还会被野狼包围，野狼可聪明了，会袭击马群、袭击羊群呢。去年冬天天气极寒，大雪纷飞，西蛮部落突袭西江城，爹和娘带兵抗敌，却不知西江城中有内奸，也不知西蛮部落和叶国勾结，后面有叶国撑腰。那次爹和娘带领的军队被部落骗入绝境，和敌人厮杀了3日3夜，最后我方2万大军尽皆战死，血流成河。表姐，就是那一次我没了爹和娘。表姐，我爹娘做事一向谨慎，绝不会冒进冒险。那次战事，我分明听爹娘再三和副将军确认，那次只是部落来犯，并无他敌。然而，待我爹娘带兵迎敌，却被突然冒出的大军逼上绝境。最后，那副将军因退敌有功，
被太子推荐为西江城将军，而我爹娘却成了白白牺牲的千古罪人。罗罗，坏人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定会受到惩罚。这件事情你和外祖父说过吗？我和祖父说过此事，可祖父只是告诫我，让我对此事不要声张，否则华将军府将会面临灭顶之灾。他说，如今华将军府只剩下我和哥哥，他只想看我和哥哥平安长大，不想节外生枝。如今祖父逼着我哥哥参加春闱考试，不想再让我哥走武将之路了。小瓜，你知道花将军府和太子之间有什么仇怨吗？多年前，花老将军和齐国公曾为辅佐哪位皇子上位而生过嫌隙，后来建德帝在齐国公扶持下上位，便对花老将军十分冷落，将其贬斥到西江城驻守边疆。花老将军年事已高才调回来，接着呢，又让他儿子戍守边疆，后来儿媳进阶战死。多年来，西江城战事频繁，多次遭到叶国侵袭。花老将军建议大龙国朝廷在西江城增派重兵把守，然而齐国公提议让大龙国派皇子当人质求和，皇帝采纳了齐国公的意见，便派了8岁的黎王前去当人质。4年后，黎王才回到长安城。官场如战场，尔虞我诈，岂是一件事2件事说得明白的？凤飞要暗暗叹息，也是无可奈何。他带着花不落去库房，找了一些滋补的人参、灵芝等补品，打算午膳后去花将军府看望花将军。表姐，黎王府的库房装得好满，不像花将军府的库房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祖父打了一辈子仗，家里都打空了，别人做官，家里奴仆成群，金银堆成山，我们家倒好，家徒四壁，连件好衣服都捞不着。凤扶摇听花不落如此说，于是又让管家来福取来几个大口袋，什么腊肉、鱿鱼干、鹿腐肉干、米面、猪油等杂七杂八的，满满装了几大袋子。瞅着堆积成山的布料，又装了2大袋各色的布料。表姐，会不会太多了？下人不会说3到4吧？多吗？哪里多了？我是王府女主人，我说了算。这些东西放置久了也会发霉变质，还不如物尽所用。来福，午膳之后我去花将军府看望外祖父。是王妃。王妃，若是王爷问起，奴才该如何回答？还能怎么回答呀？你就说我将东西送到花将军府看望花老将军啊。花老将军保家卫国，戎马一生，战功无数，送点东西怎么了？怎么，你有意见？你不会和张嬷嬷一样想留着自己用吧？哪里，王妃乃王府女主人，想怎么拿就怎么拿，小的怎敢有意见呢？想必王爷也和奴才是一样的想法，就算打死奴才也不敢学张嬷嬷中饱私囊啊。那就赶紧搬上去啊，站着像跟呆瓜似的，愣着干什么？是。来福，为何搬走这么多东西啊？难道王妃要离家出走？沈兄，你家娘子要离家出走了，你打算怎么办呀？他昨日只是恶作剧吻了她而已，有必要离家出走吗？小的见过王爷，见过司空公子。王爷是这样的，今日花将军府嫡孙女来看望王妃。王妃听说花老将军身子不舒服，便备了些礼物，打算午膳后去看望花他老人家，并非王妃离家出走。花将军的嫡孙女听着似乎有几分熟悉啊！不会是那个打败长安城无敌手，俗称男人婆的花不落吧？好可怕！谁若娶了她，肯定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你跟你娘腔，骂谁男人婆呢？茅房里打灯笼照使是吧？你才是男人婆，你全家都是男人婆，嘴这么气，老娘今日便收拾收拾你，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多嘴了。哎呀，老弟，这是哪来的无夜叉呀？好男不跟女斗，本公子可不想跟你打架啊！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啊！哎呀，救命啊！这是哪来的疯婆子？姑奶奶，你别追了，别追了，你别追了！你再追我发飙了啊！你别追了！你不是骂我男人婆吗？来啊，打呀，让姑奶奶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男人！哎呦喂，哎呦，要打死人了，要打死人了！救命啊！洛洛，别打了，快别打了！你今日要去看望花老将军？今日表妹过来看我，说我外祖父病得有些重，所以我过去看看他。那个，我从库房中拿了些东西送过去，你不会有意见吧？你可别忘了，我也是这黎王府的主人，财产有我一半的。你是男人，做男人不能太小气，男人太小气，以后是不会有出息的。来福，王爷，奴才在。按照王妃准备的礼物，另外再准备一份一样的，一起送往花将军府，就说是本王与王妃一起送的。啊！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准备。哦，好的，好的，好的，奴才这就去准备，这就去准备。王爷，你太客气了，如此我便代外祖父谢谢你啦。你我之间何须如此的客气呢？你的外祖父便是本王的外祖父。这样的离王态度温和，人情味十足，真是不错，不像其他男人那般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我是真没想到他会让人再准备一份礼物，毕竟我拿了这么多东西，还真有点心虚呢。史料记载他是冷酷无情的大奸臣，我怎么觉得他并不像历史记载的那么坏呢？哎呀，姑奶奶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洛洛，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你把司空公子的眼睛都打肿了。让你屎壳郎打哈欠，一张臭嘴臭死人！下次再嘴气，我便卸掉你的脑袋，让你变成残废！司空小宝灰头土脸，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凤扶摇本以为这家伙会愤怒地打回去，然而他却从怀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自己的脸左照照右照照，还吐了一口唾沫，将散落的头发仔细地往后抹平。咦，你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恋狂啊！进棺材前都不忘整理一下仪容呢，这是怕死了吓着阎王爷他老人家吗？洛洛，你的嘴太损了，不过真的好形象啊。哼，好男不跟女斗，小爷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并未还手，但是下次小爷不会再这么仁慈了。小爷为你打破了相，若是找不着媳妇儿，你得负责。你这种自恋狂干脆嫁给自己得了，每天起床照照镜子都会被自己活活美死，谁瞎了眼会嫁给你这种娘腔啊？全天下男人都死绝了，姑奶奶也不会嫁给你的。说的好像小爷愿意娶你似的，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司空娘娘腔，又想死了是吧？慈兄救命，有人要谋杀亲夫了！你个王八蛋，你闭嘴，再胡言乱语我抽死你！然而沈君慈懒得理会他们，抬起大长腿走到凤扶摇身边。他们愿意闹腾，便让他们闹腾去吧。你陪本王去用武山。这奸臣为何会牵我的手？昨夜喝醉之后，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呀？天哪，我昨夜不会喝醉酒真将他给睡了吧？可为何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看看他的宝多委屈啊，眼睛都快翻到天上去了。我不会怀孕生孩子吧？如果他非要选司空小宝，我便去父留子，自己带着孩子过日子。喂，将我给睡了，蠢女人胳膊上的手工纱都还在，自己有没有被人睡都不知道吗？天下有这么蠢的女人吗？去父留子，竟想赶走父亲留下孩子，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呢，真是。洛洛的父母是被扎太子和如今的西江城将军，曾经的副将李相峰勾结合谋害死的。可怜我两位大哥也在他手下办事，3年之后，正是他诬陷我两位大哥的。不知狗奸臣知不知道此事？西江城乃大龙国和叶国之间的要塞，若不铲除这颗毒瘤，3年之后，叶国便会通过西江城攻入大龙国。如今正是拔除这颗毒瘤的好时机。他一定会想办法拔出西江城这颗毒瘤的。膳厅的桌面上早已摆满了美味佳肴，凤扶摇甩开沈君慈的手，想坐到花不落的身边。就坐在这儿，陪本王一起坐，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本王不知你爱吃什么菜，所以让来福多准备了些。下次想吃什么菜，你自己告诉来福，让他准备。知道了，谢谢王爷。王爷，你也吃。好吃，真好吃，还是表姐家的饭菜好吃。我以前在西江城的时候，经常是南饼和窝头就着咸菜，连个像样的菜都没有。表姐，以后我要天天来你家蹭饭，喜欢蹭饭就天天过来，保证让你吃饱吃好。真不愧是新婚的夫妻啊，恩恩爱爱，真叫人羡慕。师兄，你我也相识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你为我做好吃的呀。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你也太偏心了吧？你连碗里的饭菜都不看了。看吧，司空小宝都吃醋了，他俩果然不对劲儿。我就说他俩有奸情吧，狗男人是如何做到在相好的人面前为别人夹菜的？不吃就滚啊，哪来那么多废话？吃饭也堵不住你那张嘴是吧？就是尿桶里面进酸梅，又酸又臭，吃饭也堵不住那张醋嘴，不吃就滚，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你不是也跟我一样是个蹭饭的吗？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看看你，左一碗右一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以后谁娶了你啊？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娘腔，你说谁饭桶呢？我吃你家大米了，刚才没把你收拾好是吧？要不要再来几下？
哎呀，好了，你俩都别吵了，先好好吃饭吧。有什么话等吃完饭再说。待会儿我们还要去花将军府看望外祖父，王爷和司空公子下午还要去上朝，都好好吃饭吧。瑶儿，你终于肯来看望外祖父了。你嫁给离王过得可好？外祖父，瑶儿来看您了。以前是瑶儿不懂事，一直不来看您，也不和花将军府走动。以后瑶儿不会不懂事了。瑶儿现在长大了。好，以后若是受了委屈呀，便来此处找外祖父，外祖父定会为你撑腰。有外祖父一口饭吃，便不会饿着你。不管何时啊，都不能委屈自己。瑶儿知道了，外祖父。祖父，我将表姐请了过来，是不是很厉害？表姐和王爷还为您带了很多礼物呢。将东西卸下来，收进祖父屋里去。那些补品都是王妃和王爷孝敬祖父的。哎呦，瑶儿，使不得呀！赶紧送回去，这些礼物太贵重了，传出去，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你外祖父，名声都不好听。外祖父不要什么礼物，只要你和离王过得幸福就好。赶紧送回去吧！外祖父不要你任何东西。祖父，东西送都送来了，怎么能退回去呢？我们家都多久没有吃过肉了？这些都是表姐和表姐夫孝敬您老人家的，您为何不要啊？奴才离王府管家来福，特奉离王之命，将礼物送到花将军府。离王吩咐，礼物乃是他和王妃精心准备，是孝敬花老将军这位横刀立马、战功赫赫的外祖父的，更是晚辈的一点心意，还请老将军不要嫌弃。王爷还说，他以后会和您的外孙女多多孝敬您，让您安享晚年。礼物已经送到，奴才先带着马车回去了。哎呀，还请来福管家代老朽谢过离王殿下，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花将军府虽穷，但还不至于饿死。只要殿下和老朽的外孙女过得幸福，老朽便知足了。是。小瓜，查到了吗？我外祖父得的什么病啊？为何看上去如此虚弱？花老将军得的乃是消渴症，也就是后世的糖尿病。这种病在这个时代乃是绝症，除非你能获得胰岛素，否则病人只有等死的份儿。这么严重？我如何才能获得胰岛素？我想救他老人家，只要能救老人家，我一定会努力去做的。经过系统得知，只要他完成任务，便有获得奖励的机会。凤府要让花不落拿来纸和笔，将禁忌食物详细的列了出来。咦，瑶瑶，你写的都是些什么字啊？我为何一个都不认识？大家都说你是大字不识的草包，你果然不会写字呢。嘿，小鹿，你是怎么和王妃说话的？以后说话注意点，不要对她不敬，你这是以下犯上，知道不？哎呀，没事啦，外祖父，洛洛是我表妹，我们之间不许客气。我以前恰好接触过你这种病症的病人，所以知道一些饮食禁忌。我的字写的确实不怎么样，歪歪扭扭，跟狗爬似的。洛洛，不如我来说，你来写。花不落拿起笔，凤府要一边说，他一边记录。写完之后，看了看纸上的禁忌和偏方。祖父最喜欢的事便是早晚一杯酒，这是他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你若不让他喝酒，这不是要他老命吗？还有这个灰多巴，真的能帮祖父治病吗？是啊，我老头子唯一的嗜好便是饮酒。瑶儿啊，外祖父以后真的不能饮酒了吗？若是不能饮酒，这人生少了一半乐趣呀。外祖父，以后您不能再饮酒了。您得的病乃是消渴症，这种病不好治疗，且有许多禁忌。您若不严格按照禁忌饮食，将会越来越严重的。您先按照偏方治疗试试，后续我会帮您想办法弄一些药物进一步治疗。外祖父，洛洛和表哥只有您一个亲人，他们都还未成家呢。就算是为了他们，您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姚姐，你放心，以后我会盯着我祖父，坚决不让他饮酒。哎，哥哥，快进来，快看看谁来了。她是刚刚嫁给离王的凤扶瑶表姐，难道你不记得了？祖父曾经想你娶她来着，可惜那时候凤丞相不同意，所以你俩没有成，嘿嘿。哎呀，这个口无遮拦的小丫头，我不要面子的嘛。满城见过王妃，王妃安康吉祥。满城表哥好，见到您很高兴。听外祖父说你博学多才，学习很是不错，且将参加今年的春闱考试。表哥准备的怎么样了？祝表哥心想事成，高中状元。托王妃的福，至于学的怎样，只有考过才能得知了。王妃难得回来看望祖父，不如晚上留下来用膳吧。我们乃是至亲，表哥不必一口一个王妃来称呼我，以后表哥像外祖父一样唤我瑶儿就好。哎呀，瑶儿啊，
外祖父身体困倦，先躺一会儿。满城和部落带你在华将军府转转，晚上留在这儿用过晚膳再走。生儿，记得晚膳后送瑶儿回李王府。是，祖父。姚姐，花将军府的母狗下了小崽子，刚刚满月呢，我带你去看看，帮你挑一只，老可爱了。大皇宫，听闻有人泄露春闱的考题，黎王正派人调查此事。此事是真是假？为何朕并未听慈儿说起？春闱还有半个月便要举行，还未开始便有人泄露考题，天道阁是干什么吃的？为何无人来向朕禀告？陛下，黎王定是尚未查出结果，待有了结果自会向您禀报。黎王一向办事稳妥，没有把握之事是不会轻易下定论的，陛下只需耐心等待即可。另外，臣还有一事，前2日太子与王爷分别陪太子妃和黎王妃回凤丞相府归宁，凤丞相举办了隆重的宴会，只是你吞吞吐吐干什么？归宁宴难道还有别的事发生不成？归宁后，太子妃和太子因为太子与黎王妃说了句话，便吵了起来。太子妃向丞相哭诉，指责太子那方面不行，还有虐待倾向。太子和太子妃吵得不可开交，太子气得扔下了太子妃，自己回了太子府。此事在长安城传得沸沸扬扬，如今到处都在议论太子不行之事。太子身体一向很好，屋内并不缺姬妾美人，怎么会不行？再说皇后从未向朕提过此事，若太子身体真有问题，她定会告知朕一声。莫不是太子妃心胸狭窄，嫉妒太子与黎王妃说话，所以才口不择言？若是如此，她如何配得上那太子妃之位？哎呦，皇上啊，夫妻吵架嘛，床头打架床尾和，吵吵闹闹也就过去了。何况太子和太子妃还是新婚夫妻呢，吵吵闹闹啊，肯定是有的。这不正是感情好的表现吗？听闻凤丞相和姬夫人亲自送太子妃回府，太子和太子妃又和好如初。皇上啊，您就等着抱大胖孙子吧，那些谣言传一传也就过去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皇上不必介怀。再说皇上还能再活100年，说不定还能生出几位小皇子呢。小顺子，去将苍玄天师请过来陪朕炼丹。宋卫，你现在陪朕去炼丹房，朕希望能再活100年，好好守护这大龙国江山。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日子还得靠他们自己过呀。建德帝自去炼丹房炼丹不提，然而姬皇后那边听到这个消息，可就没那么淡定了。凤福雪这个成事不足、办事有余的废物，本宫见太子喜欢他，才答应将他许配给太子。没想到这个贱人如此无脑，竟敢当众诋毁太子圣谕。要不是凤丞相2个儿子手里握有兵权，本宫定会让太子休了这个贱人。一儿房中美人不断，若真有此事，需抓紧时间治疗，否则此事迟早有一天会泄露出去。若到了继承大统之时，恐被有些人拿来做文章。本宫一想起当年的事儿，便气得要死。他这毛病时好时坏，连御医也束手无策，不知暗中找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那些从民间请来的大夫，为了一儿的声誉，都暗中做掉了。这些年来，你我都未曾查出当年之事到底是谁所为。若是让本宫查出蛛丝马迹，定会将之碎尸万段。哥哥，你说当年之事会不会是花沧海那个老东西所为？不可能是他，当年他还在西江城，他的手伸不了那么长。我一直怀疑乃是大皇子之母钟贵妃所为，毕竟当年大皇子乃是争夺太子之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哼，当年你我好不容易让3个皇子互相斗死，为一儿铺好路。大皇子死后，萧贵妃一直在冷宫疯疯癫癫的。哥哥，老东西一直不将那个位置让出来，你说怎么办？一儿已经年满20岁，也该到继承大统的时候了。老东西一直让黎王管理天道阁，天道阁眼线遍布大龙国各处，只有将天道阁抓在手中，才能逼上面让位。只是这天道阁如今在黎王手中，甚为棘手。黎王此人阴险狡诈，喜怒无常，且手段极其残忍。身后虽无家族支撑，却有一帮寒门子弟支持他。想要动他，除非我们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次春闱，我定会将暗中支持他的礼部尚书司空爵拉下马。礼部尚书那个老滑头一直不愿公开支持我们，着实可恶。幸亏本宫在野种小时候给他下过寒毒，便让一儿破了他的相，否则还不知他将如何欺负一儿。这次春闱，你务必想办法将支持他的司空爵干掉。花老将军本不想收礼物，后来奴才转告了您的话，他才勉强收下。
花老将军还说，让您以后不要再送那么多礼物过去。您和王妃恩恩爱爱的，比什么都强。王妃人呢？难道去花将军府还未回来？是的，王妃让人回来传话，说是在花将军府用过晚膳再回来。看天色，现在也是幼时末了，早已过了晚膳时间，为何凤扶摇还未回来呢？最近的长安城可不太平，这蠢女人该不会是在半路被人给拐走了吧？备马，本王去一趟花将军府，将那蠢女人给接回来。王爷，您忙了一天，这时才用晚膳，何不用过晚膳再去接王妃？否则等您回来，饭菜都凉透了。有些女人就是麻烦。王爷以前哪会去关注一个女人啊？也不知道那个草包有什么魅力，让王爷如此牵肠挂肚。王妃，离王府到了，我扶你下来吧。一位美丽的少女伸出纤纤玉手搭在少年手上，从马车上跨下来。表哥，谢谢你送我回来，以后不要叫我王妃，叫我瑶儿就行。另外，外祖父的禁忌食物你要盯紧一些，千万不能让他吃啊，特别是酒，一定不能再喝了。辛苦你和洛洛照顾外祖父了，祝你春闱高中，榜上有名。多谢王妃关心，赶紧回去吧，满城告辞了。表哥一表人才，玉树临风，性情温柔，多好的男人啊！可惜原主有眼无珠，竟然喜欢太子那个没用的渣男。大好一段姻缘，就这么错过了，可惜，太可惜了。这蠢女人不会是看上了他表哥了吧？这女人果然是个花心大萝卜，见一个爱一个。王爷，你们这是刚刚从皇宫回来吗？好巧啊！哎，快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滚滚，快叫爹，以后他就是你的爹爹啦。滚滚，叫我爹？那坨黑色是什么玩意儿？总不会是蠢女人在外面与野男人的私生子吧？他定睛一瞧，便对上一双乌溜溜的惊恐眼睛。沈君子感到脑袋嗡的一声，想都没想，便将手里的那坨肉甩了出去。你干什么呀？怎能将滚滚给扔了呢？他那么可爱，你怎么忍心将他给扔了？万一将他砸死怎么办啊？你这人怎能如此没有爱心？可怜他才1个月大呀！哼，本王这辈子最讨厌狗了，以后别让他出现在本王面前，否则本王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出来，说不定将他给宰了，让人做成烤狗肉端上桌。这么可爱的小狗，你竟然要将它做成烤狗肉还端上桌？王爷，我郑重告诉你，它是我收养的小宠物，是外祖家的护院狗下的小崽子，我叫它滚滚。你若敢伤害它，我和你没完！没爱心的狗男人，不愧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奸臣，你这种人真是没救了，不懂爱，不懂爱护小动物，不知爱为何物。要不是为了活命，鬼才愿意和你这种没有感情的家伙待在一起。今晚别来蹭我的床，我可不想看见你穿上你的红裤衩去找你的公服睡吧。蠢女人，居然为了一只狗辱骂我，到底是狗重要还是我更重要？今天晚上我偏要和你一起睡，听一听你又在骂我什么坏话。整个离王府都是我的，我说了算。哼！来福，他叫滚滚，是我养的小宠物。王府又添新成员啦，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个狗窝，送到我住的琉璃轩。用木头搭一个小一点的木头房子，底部也垫上木头，木头上面垫一层软垫子。另外再准备一只食盆，一只水盆，方便滚滚休息饮食和睡觉。这2个月能否每日帮我准备一点牛乳？滚滚还小，还没断奶呢。是，奴才这就去准备小房子，牛乳能买到。不过王妃，王爷一向不喜欢狗，所以王府一直未曾养过狗。您看滚滚要不要养在别的院子里？来福，王爷为何不喜欢小狗啊？难道他小时候被狗咬过？哎呦，具体奴才也不知道。奴才先去为滚滚准备小房子和牛乳吧。小瓜，你知道离王为何会讨厌狗吗？他刚才差点摔死滚滚，气死我了。滚滚的眼睛长得特别像我以前养过一只名叫滚滚的狗，我很喜欢。离王小时候被狗咬过，至今背上还留疤痕呢。他8岁那年被建德帝当成弃子，送往叶国当人质，在叶国期间因脸部毁了容而被叶国当成怪物看待。叶国有个公主喜欢养大狼狗，曾逼着离王学狗爬，否则便不给饭吃。离王宁愿饿死也不愿学狗爬，那公主便让大狼狗将离王咬得遍体鳞伤。也许因为这个，离王才会讨厌狗吧。他12岁那年，要不是花老将军打败叶国，出面将他领回来，可能至今他还在叶国做人质呢。小瓜，当年欺负离王的公主叫什么名字啊？耶，宿主，难道你打算为离王报仇雪恨？对方可是叶国公主，大龙国的事情你都没搞定，你就别想着搞定叶国了。叶国皇室姓宇文，那个公主名叫宇文兰若。这叶国和大龙国呀，乃是宿敌，两国之间一向不对付。叶国对大龙国一向虎视眈眈，又加上大龙国皇帝不作为，所以
离王想拯救大龙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宇文来若是吧？我记下了，若有机会，我定会让他生不如死，让他也尝一尝被恶狗撕咬的滋味。离王小时候受过那么多苦，还能如此坚强，真让人佩服。不管拯救大龙有多么艰难，我定会全力帮助他，绝不让叶国灭掉大龙国。凤扶摇竟然知晓我小时候发生的事情，真是的，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呢？这个被异界灵魂附体的女孩，真是谜一样的存在呀。夜晚，凤扶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小小男孩被恶狗撕咬的凄惨情形。过了很久，沈君慈才爬上床，在一侧安静的躺下。凤扶摇抱着被子一动不动，假装睡着了。过了片刻，听到身边之人好像已经睡着了，便偷偷睁开眼睛看他。王爷，愿你经历苦难，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克服一切困难，成为拯救大龙国的勇士，而不是遗臭万年的大奸臣。若大龙国灭亡，你我都会死，所以我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一定要齐心协力啊！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才会匍匐在你的脚下，尊敬你，仰视你。我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走上巅峰的那一刻。还有，我会尽全力得到去疤痕的药膏，帮你去除脸上的疤痕，让你取下面具，也会想办法帮你得到清除你体内寒毒的解药。我们一起努力吧，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加油！次日一大早，大龙国皇宫，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众爱卿平身，这2日可有什么大事发生啊？马上便是春闱，长安城来了不少参加考试的学子，长安城务必加强守卫，让春闱顺利进行。微臣已加强长安城守卫，保证万无一失。听说离王抓到泄露考题之人，不知天道阁审问结果如何？为何迟迟不公布审问结果，而是藏着掖着？若因此而耽误春闱考试，离王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姬右丞相如此心急，何不亲自去审问？就算抓到人，也要给点时间审问不是？本王审问过了，那人交代泄露考题之事乃是受人指使。姬右丞相如此的着急，那人该不会是与姬右丞相有干系吧？你休要血口喷人，那人怎么可能与本官有关系？为何本官听说那泄露考题之人说考题乃从礼部尚书处泄露出来的？离王殿下，你怕不是想包庇某人吧？姬大人，你可以污蔑本王，但是别污蔑司空大人了。天道阁讲的是证据，本王审问过那人，那人也确实交代了幕后之人。那人说了，是姬大人指使他这么做的。敢问姬大人，那人既然是你指示，你为何要陷害司空大人？司空大人为人刚正不阿，为大龙国鞠躬尽瘁，勤勤恳恳，大家有目共睹。姬大人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便将屎盆子往司空大人的头上扣呢？不如你全都扣在本王头上算了，本王不嫌多。沈君慈，你莫要血口喷人！姬大人怎么会指使别人做这等龌龊之事？你若是不能胜任天道阁首领一职，干脆早点让出来，省得尸位素餐，身在其位不谋其事。离王殿下，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乱说。醉酒之人的话岂能相信？那人一定是胡乱攀附啊！原来姬大人也知话不可乱说呀。太子妃还哭诉太子殿下不能人道呢，你是信还是不信啊？哈，反正当时本王看见太子妃哭的那是死去活来，差点就信了。沈君慈，你休要血口喷人！本宫何时不能人道了？昨日本宫刚刚纳了美人，倒是你一个姬妾都没有，不能人道的是你才对吧？皇兄，这事可不是我说的，不是太子妃说的吗？难道你忘了归宁那日太子妃为此事哭得死去活来呢？这事凤所丞相还可以作证。你俩都给朕住嘴！此事以后不可再提。太子不能人道，怎会娶那么多妃子？太子以后定当谨言慎行，免得被人抓住把柄大肆宣扬。皇上，您还是将臣头上这顶乌纱帽给收走，让老臣回家养猪去吧。这有些人呐，红口白牙，污蔑老臣行事不端，这礼部尚书啊，真是做不下去了。哎呀，臣做不下去了呀！哎，姬爱卿，以后说话注意点，不可再开这种玩笑。司空爱卿，快快起身，朕是不会收走你那乌纱帽的。这礼部尚书一职，非你莫属。大家有事议事，无事退朝。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禀告父皇。天道阁通过调查，发现西江城大将军李向峰犯有通敌叛国之罪。沈君慈，李向峰戍守西江城，一向兢兢业业，战功赫赫，怎么可能是通敌叛国之人？说话要讲证据，不能红口白牙，平白无故诬陷好人。
李王殿下，西江城一向不稳定，这好不容易平定下来，那李相峰乃千经百战的大将军，怎么可能通敌叛国呢？你又来挑事，莫不是又想让西江城乱成一锅粥吧？子儿，此事可有证据？天道阁已查出证据，请父皇稍等。说罢，走到金銮殿外，将李相峰与副将周子通都带上来。片刻之后，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被天道阁将士五花大绑的押送上来。皇上啊，臣没有通敌叛国呢，臣冤枉啊！臣守西江城守得好好的，结果被李王派人偷偷抓了来。臣一向兢兢业业，怎么会通敌叛国呢？皇上，臣没有通敌叛国，臣也是冤枉的呀！皇上啊，一定是有人陷害我们，还请皇上明察。你们不是要证据吗？这些往来的信件便是证据。去年，李相峰与叶国以及西蛮部落勾结，他让西蛮部落攻打西江城，游说当时的花将军应战。西蛮部落将花将军夫妇带领的3万人马给引诱到了郊外。潜伏在远处的叶国军突然冒了出来，对花将军夫妇进行了围剿。可怜的花将军夫妻与我军3万人马尽皆惨死在那冰天雪地之中。此后，李相峰带领3000人马假装攻打叶国军，让叶国军撤退。李相峰因此而立的大功，被提拔为了西江城将军。皇上，臣真的冤枉啊！臣和花将军夫妇无冤无仇，怎么会陷害他们呢？你郑如山，你还敢狡辩？你设计加害花将军夫妇，乃是因为他们查到了你与叶国偷偷交易铁矿的证据。我大龙国的铁矿只能由大龙国的朝廷出面交易，你一个西江城的将军，哪来的权利交易铁矿了？还有周子通，你多次代表李相峰与叶国之人接触，你曾与叶国皇子宇文无极见面，完成交易之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做过的事情自己还不清楚吗？你们到底是受何人指示啊？若是不老实交代的话，定会让尔等株连9族。李相峰、周子通，你们好大的狗胆！本丞相好不容易将你们培养出来，你们竟敢做出此等丧尽天良之事！朝廷将你们培养出来容易吗？你们怎能如此忘恩负义？难道你们不知通敌叛国乃是株连9族的死罪吗？皇上，这2人通敌叛国，罪无可赦，恳请皇上严加惩罚，以儆效尤。皇上，他们的背后定有幕后指使之人，否则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这么做。何不严刑拷打，让他们老实交代呢？将他们立刻拖下去斩了，9族之内尽皆斩杀，罪无可赦。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岁！皇上，花将军夫妇既是被冤枉的，何不为烈士证明？他们为了保护西江，保护大龙国，被叛国贼陷害惨死，英勇牺牲。恳请皇上为他们证明，以安慰忠烈之魂，安抚百姓之心呐！花将军夫妇为大龙国牺牲，留下2个孤儿，由年迈的花老将军抚养，过得甚是艰难。恳请皇上为花将军夫妇证明，给予他们应得的赏赐，以安慰忠烈之魂，安抚百姓之心。恳请皇上为花将军夫妇证明，给予他们应得的赏赐，以安慰忠烈之魂，安抚百姓之心。追加花将军、忠勇大将军封号，花夫人一品诰命封号。这2人的俸禄由其后人领取享用。赏赐花将军府抚恤白银5000两，另赐加坟安葬2人。吾皇英明神武，万岁万岁万岁！皇上，如今西江城缺少戍守的大将军，儿臣倒是有一建议，不知可不可行。凤所丞相有2个儿子，凤福苏还有凤福景，在西江城当副将。他们2人品行端正，英勇善战，且在此次揪出叛国贼中立下了大功。不如就将凤福苏提拔为西江城大将军，凤福景为副将军。准，任命凤福苏为西域城大将军，凤福景为西域城副将军。爱卿们若是没事，便散了吧。太子和黎王留下，散朝。西江城之事到此为止，你俩都已娶了正妻，到了立业之时，兄弟之间要同心同德，才能让大龙国兴盛发达。以后有事互相商量，不可再吵来吵去。父皇老了，不知还能帮你们多久，以后这大龙国的江山是你们的。沈君毅和沈君慈对视一眼，两人眼底都带着深深的敌意。中午时分，凤扶摇给滚滚喂了牛乳，滚滚吃完牛乳之后，在院子的草地上上蹿下跳。嘿嘿，我夫君真好看，若治好脸上的疤痕，取下面具，会不会将我迷死啊？戴着面具都这么帅，好想扑倒他呀！王爷今日回来的这么早，可是有事？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一声。天道阁经过调查，
发现西江城大将军李向风有通敌叛国之罪。去年他与叶国勾结，设计害死了花老将军的儿子还有儿媳。因为花将军夫妇掌握了他通敌叛国以及贩卖铁矿的证据。后来在你兄长凤福苏还有凤福景的帮助下，我们取得了证据，并且抓住了他。李向风与副将周子通如今已被斩首。皇上下令追封花将军忠勇大将军封号，花夫人一品诰命封号。他们的俸禄由其后人领取享用，赏赐花将军府抚恤白银5000两，另赐家坟安葬2人。赏赐明日便会到达花将军府。花老将军与我有恩，我也算是给他了一个交代了。另外，在我的建议之下，你兄长凤福苏任命为西江城大将军，凤福景则任命为西江城的副将军。大概过段时日便会回长安城述职，到时你便能见到他们了。你2位兄长如今戍守西江城，你无需担心。王爷，谢谢你啊，考虑的真周到。我代外祖父和舅舅舅妈谢谢王爷。舅舅和舅母在天之灵终于能得到安慰了，外祖父悲伤的心也能稍稍好过一点。父皇跟母后让我中午带你进宫用膳，你去收拾一下，我在这里等你。遵命，我的王爷殿下。正说着头呢，系统空间中突然响起了滴的一声，竟然多了一大堆药品。仔细一看，原来是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和针管这些东西。哎，小瓜，为何我会突然得到奖励啊？我好像没有做任务啊，为何没有离王治疗伤疤的祛疤膏和治疗寒毒的药呢？那些奖励到底何时才能发给我？会不会是离王除掉西江城叛徒，帮花将军夫妇平反之事？按道理说，这件事你未曾参与，你应该不会得到奖励呀。难道是因为你和他是夫妻，你们俩心连心，所以嘛，他除掉奸臣，你也会有奖励？也只能这么解释啦。至于你想得到的祛疤痕药和治疗寒毒的药，估计下次才能有吧。你腿短，我帮你上去。我腿哪里短了？你腿长，你腿真长，像长臂猿，你满意了吧？你怎么如此小气啊？我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嘛，看把你气的，都快气成皮球了都。我没有生气，我倒是觉得这样的你挺可爱的。以前的你动不动便对我，还浑身散发出冷飕飕的凉气，像个刺猬似的，见人就扎，看着很可怕。还是现在的你更接地气。王爷，那个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就是自从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醉酒，你对我的态度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是不是我把你给睡了？那天你喝醉了，抱着我叫我滚滚，说我是你养了一条狗。你呢还跟我说了一夜的胡话，让我不要随地大小便。我们俩总之什么都没有发生。老天爷呀，原来我并未将它攻略下来啊！难怪我第二天醒过来身体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到底何时才能将它攻略下来呢？也不知他对我态度转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难道这傻丫头所说的攻略便是将我给睡了啊？这就尴尬了。行了，皇宫到了，我们下去吧。今日的午膳乃是家宴，你、我、太子、太子妃、皇上、皇后等参加，你不必紧张啊。就算这次没睡成，下次还有机会，别泄气。这家伙哪怕脸上戴着半张面具，也好看得不得了。希望能在你寒毒发作前帮你弄到解药。姬皇后心如蛇蝎，在你很小的时候曾经给你下过寒毒，所以一到春夏之交，你体内的寒毒便会发作。这么多年，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今日我得到救治外祖父的药，下一次一定能得到治疗伤疤和寒毒的药。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这寒毒就是姬皇后在她小时候给她下的。你这寒毒是你从胎里带来的毒，乃是不治之症。王爷，你怎么了？额头这么多冷汗，可是哪里不舒服？我没事，我只是突然觉得有些闷热。天气不热呀，我还觉得有些冷呢。你若不舒服便不要强撑，咱们不去参加家宴就是了。无妨，我没事的。乾宁宫中此时其乐融融，十分热闹。咦，凤福雪的脸色真吓人，那么厚的脂粉也挡不住虚弱感，不会是扎太子玩的太花，让他失血过多吧？哎呀，当初你背着我偷偷勾搭扎太子，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哼！我只能送你一句活该。儿臣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儿臣参见皇后和贵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四儿，人都到齐了，你们二人赶紧坐下用膳。
小顺子，开始上菜吧。是，先菜了。一位小太监领着凤扶摇和沈君慈走向太子和太子妃的右手边，经过扎太子身侧时，凤扶摇屈指一弹，将一坨含笑半步颠弹入他的衣领间。你们为何不早点过来？父皇母后早已等候多时，为人子女应该孝顺父母，而不是摆架子让父母等你。皇帝下不为例，以后可要记住了。来，这皇宫饭菜虽好，却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赶紧趁热多吃一点啊。皇兄，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下不为例？要记住什么呀？抱歉，这乐声太大了，臣弟没有听清，请麻烦你再说一遍。沈君逸一口闷气噎在喉咙里，上不去也下不来，直气得额头青筋暴跳。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家伙性格如此有趣，简直气死人不偿命啊！要我说，干脆将扎太子气死得了，省得他跑出来乱咬人。哎呀，可惜啊，刚才给这扎用的含笑半步颠有点少，不知何时才能发作。沈君慈，你不要太过分。太子说的对，你应该多向他学习，不要总是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不将他的话放在眼中。娶妻娶贤，你娶了个草包，应该教教他礼仪，而不是无缘无故拖着你，让你迟到这么久。皇姐说的对，皇帝要是可以娶一个像皇姐这样的女人就好了，左一个面首，右一个门客，头上绿帽子戴多了，肯定能活到99。老天爷呀，来一道天雷劈死他吧！我做错了什么，让我堂堂一个大男人承受这么多？我勒个去！真的不要啊，我还没活够啊！沈君慈，你不要太过分！今日乃是家宴，父皇母后都在，你休要胡言乱语。皇姐，我说错什么了呀？这些话不是你自个儿说的吗？又不是我瞎编的。当时父皇母后驸马可都在场。皇上，您看，慈儿又在胡言乱语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怎能如此让人不省心？他皇兄皇姐不过和他讲讲道理，他便出口伤人，这性格也太古怪了。还好他不是太子，若是太子，以后怎么管理一个国家？唉，真是让臣妾这个当娘的操碎了心。慈儿，你皇兄和皇姐也都是为你好，你何必出口伤人？母后经常教育你，做人要宽容大度，不能斤斤计较，你总是不听，你这样的性格以后是要吃亏的。因为他不是你生的，所以你不心疼他，所以你偏心亲生的几个人渣。到底是谁出口伤人啊？哼，你还真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扎太子才是最不应该继承皇位之人，因为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最重要的是他不能人道，还是个变态。哼，傻丫头，这些话千万不能说出来，你会掉脑袋的。母后教训的是，儿臣记住了。希望皇兄与皇姐也能记住母后的话，不能斤斤计较，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后别人打你的左脸，一定要把右脸送过去让他打，这打着打着也就习惯了，千万不可以斤斤计较哦。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野种是几个意思啊？竟敢当众嘲讽我，让我下不来台。母后，儿臣还那么小，皇兄比儿臣还要大2岁，为何不送皇兄去燕国当人质，偏偏送儿臣去？儿臣不想去，母后还是让皇兄去吧。你这个恶毒的狗东西，你容貌缺陷，又有寒毒，既与皇位无缘，又不知何时会毒发身亡。你是男子汉，为大龙国做贡献，乃天经地义之事，怎能如此胆小怕事，畏畏缩缩？既然母后让儿臣去，就算赴汤蹈火，儿臣也要去的。儿臣走了，母后保重身体，儿臣不知能否活着回来，孝敬母后。若是回不来，还请母后不要生儿臣的气。哎呦，这家伙简直就是外交官的口才啊，嘴巴跟淬了毒似的，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喷谁谁死。哼，这口才，这颜值，这沉稳的气势，简直就是天生的帝王啊！哎，看你把那个毒妇给气的，咋不气死他呢？太爽了！加油加油啊！我挺你啊！离王殿下真乃妙人也，不愧是皇上的儿子，妙语如珠，口才一流，让人忍俊不禁。你们母子几人真有趣，好让人羡慕呢。姐姐为何一直责怪离王殿下，好像他不是你亲生的似的？慈儿在叶国待了几年，口才练得不错。哎呀，你们3人乃是亲兄妹，不要一见面便像斗鸡似的斗来斗去。慈儿，你该对你母后客气些，不要动不动便气她。哎，饭菜都快凉了，大家都好好用膳，别吵了。哼，天下有这么恶毒的母后吗？毁容下毒虐待无所不用其极，要不是你儿子福大命大，
怕是早已死在叶国了。狗皇帝将儿子派到叶国当人质，是不是还挺自豪的？俗话说得好，有了后娘就有后爹，果然至理名言。王爷，你别怕，我会一直支持你的。皇上，慈儿和叶儿都已经长大成亲，臣妾感到十分欣慰。臣妾希望他们能尽快让臣妾和皇上抱上孙儿，让皇室儿孙满堂。您看，叶儿还娶了几个侧妃，纳了几个美人，而慈儿呢，如今只有一个王妃，看上去还傻乎乎的。臣妾每每想起，便彻夜不能眠，总觉得对她照顾不周。皇上，您看，不如这样，将下面跳舞的8个舞姬都赏给慈儿如何？让他们侍奉慈儿，这样离王府也能热闹一些，也能多为慈儿开枝散叶。慈儿当初才8岁年纪，便肩负使命前往叶国当人质，臣妾每每想起，便夜不能寐，心疼如刀绞。我呸！恶毒老太婆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要不是我知道真相，差点就信了这个毒妇。这些舞姬都是伺候过皇上的人，肯定有人被老皇帝睡过。你将这些女人塞给离王，到底是对离王好，还是千方百计想羞辱他？此事若是被那些八卦官员知道了，唾沫星子都能将离王给活活淹死了。一定会有言官骂离王不知廉耻，连父亲的女人都睡。我的王爷呀，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这些女人不能要，不能要啊！赶紧拒绝！姐姐考虑的太周到了，妹妹都快被姐姐感动哭了。皇上，赶紧将这些美人赏给离王殿下吧，让这些美人多为离王开枝散叶，让皇上早点抱上孙儿。好，那就将这些美人都赏给慈儿吧。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父皇，求您将儿臣贬为庶民，让儿臣去边疆放羊吧。你说什么？你让朕将你贬为庶民，去边疆牧羊？吾儿何出此言？哼，得了便宜还卖乖，得了这么多美人你还不满足，还哭着喊着要去边疆放羊，真是不要脸。就是，一下子收了这么多美人，高兴还来不及。你有什么好委屈的？本公主最讨厌看见你那张虚伪的脸。母后一心为你好，别给脸不要脸。难道你还想要更多？我去，这家伙眼界炸裂啊！奥斯卡缺你一个小奸人呢，硬刚绝对不行，所以不如婉拒。还真是个机灵鬼。哎呀，怎么办呢？越来越喜欢你了。不过你会如何拒绝昏庸的老皇帝，而又不得罪他呢？父皇，这些美人都是伺候过您的女人，父皇的女人，儿臣怎能收入房中嘛？这要是传出去了，这言官将如何看待儿臣？如何看待父皇？如何看待我大龙国皇室呢？这不是让父皇还有皇室的脸上蒙羞吗？这样大逆不道之事，儿臣万万做不出来，所以还请父皇收回成命。父皇若是不收回成命，那还是把儿臣贬为庶民，让儿臣去边疆放羊吧。你们看，慈儿竟然能考虑到这一层，真不愧是朕的儿子，着实让朕感到欣慰。吾儿说的极是啊，这些舞姬确实不能送给慈儿，若是传出去，朕还不得被那帮老东西弹劾死？回去好好用膳，朕不会逼迫你的。哎呀，此事乃是本宫考虑不周了。慈儿，本宫另外再帮你选几个美人送过去吧。离王府冷冷清清，多几个人伺候着，本宫更能安心。妈的，这毒妇不塞几个美人过去，是不是浑身难受啊？嘿嘿，苏哲，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离王体内有寒毒，不能近女色，否则寒毒便会加重，让他一命呜呼的。姬皇后千方百计让他成亲娶你，又想塞美人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早死呢。我明白了，难怪他只近男色不近女色，做断袖还只能做寿服，因为近女色会让他一命呜呼。这家伙真是放屁扭了腰，倒霉透顶啊！什么只近男色不近女色？放屁扭了腰，倒霉透顶？他脑袋里装着的都是豆腐脑吗？这母后不必费心另选美人，儿臣消受不起。儿臣一到春夏之交，便会寒毒发作，生不如死。御医告诫儿臣需静养，忌操劳，否则病症会加重的。母后不如多选几个美人送给皇兄，让皇兄早日的为父皇母后诞下小皇孙。本宫就不需要皇帝你操心了，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母后千方百计为你着想，只可惜有些人偏偏不识抬举，非要伤母后的心，做个不孝逆子。皇帝啊，皇兄说的不是你，真的不是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知道皇兄说的是臣弟，臣弟感激不尽，臣弟定会向皇兄学习，争取早日治好身体，多纳一些姬妾美人。不过美人太多也烦恼，皇兄需多保重身体，万万不可操劳过度。
免得街坊邻居又传出皇兄不能人道的流言蜚语，为皇室蒙羞啊！你沈君慈，你什么意思？本宫何时不能人道了？何时不能人道了？皇兄何时不能人道？这个只有皇兄自己最清楚，臣弟怎会知道呢？你这个混蛋！哎呀，我的肚子，我快笑死了好吗？这渣太子笨嘴笨舌的，哪里是苟奸臣的对手啊？我就喜欢苟奸臣对死人不偿命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哎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关键是吧，这苟奸臣长得好看，灵魂也有趣的要命，这不就是我偶像吗？加油冲，我会和你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不过渣太子身上的含笑半步癫为何还不发作呢？难道是用的药量不够？下次一定要用多一点。小二，吃饱了吗？来，多吃一点。慈儿，你是怎么和你皇兄说话的？太子为皇室蒙羞，难道你就很光荣吗？本宫恨不得将心都掏出来给你，你为何如此冷血冷情？儿臣不需要母后把心掏出来给儿臣。再说了，母后也从未把心掏出来给过儿臣。皇兄会不会为皇室蒙羞，那不是儿臣可以控制的。你这个逆子，本宫拿你没办法了是吧？哎呀，小贵妃啊，朕吃得太饱，你陪朕走一走消消食儿。是。有趣，太有趣了。含笑半步癫终于发作了，死渣男，让你欺负我偶像，你就等着出丑吧。哦，这蠢女人的含笑半步癫到底有何作用？哎呦嘿，我的仙女姐姐下凡来，下凡来！美人们，来来来，跟着我唱，跟着我跳，我们一起找快乐。你就是天边的云彩，我天天追着你想要爱，爱你爱你，我的小乖乖。皇上，臣妾好怕！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为何突然发癫？不会是喝酒喝多了，当众耍酒疯吧？就算耍酒疯，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自己脱光光啊！这也太伤风败俗了！不会是得了失心疯吧？殿下，您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您不要吓臣妾啊！美人们，快快过来，举起你们的小手摆一摆，向前摆，向后摆，我们一起躺下来哟，躺下来！我的妈呀，这含笑半步癫原来是这样的效果呀！不错不错，真不错，虽然不能让渣太子死，却能让他丢尽颜面。真是丢死个人了，渣太子以后估计都没有脸出去见人了。我的王爷殿下呀，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我的儿，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中了邪？皇上，叶儿他一定是中邪了，他中邪了呀！神仙姐姐，你终于来找我了，可想死我了！来呀，快活呀，我们一起快活呀！皇上，叶儿他真的中邪了，他连臣妾都认不出来了，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若是叶儿有个三长两短，臣妾也不活了。宣太医，快快宣太医！是，奴才这就去请太医。片刻后，领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太医宋思邈哼哧哼哧地跑了进来。爱妃，你可算来了，本宫想死你了。太子殿下，是下官宋思邈啊，您哪里不舒服？爱妃，你不要走，本宫不要你走。皇上，叶儿病得这么重，这可怎么办呢？小顺子，去将苍天玄师请来，让他看看是怎么回事。苍玄天师很快赶了过来。太子殿下，臣得罪了，将太子殿下抬到床上去，我想为他仔细检查检查。他不会看出我是从异世穿越来的孤魂野鬼吧？会不会查出我空间中的那些东西啊？若是查出来，会不会让人将我烧死啊？完犊子了，有点害怕，怎么办啊？不怕，有我在。父皇，皇兄身体不适，请太医为他好好医治，儿臣先行告退。你们先回去吧，此事不必对外宣扬。发生何事了？你们都怎么了？本宫刚才不是在饮酒吗？吾儿，你刚才忽然犯病，不受控制唱歌跳舞，就连母后也认不出来了。你刚才到底怎么了？可否身体不适？快让宋太医帮你检查检查。殿下，您刚才不知怎么了，连臣妾和母后也认不出了。您身体可是哪里不舒服？是不是饮酒的缘故？母后，儿臣没有哪里不适啊。宋太医上前仔细为沈君逸把脉。哎呦，这奇怪呀，
太奇怪了，刚才殿下脉象稳落，现在却平稳如初，貌似已无大碍，想必乃饮酒所致。下官为殿下开服药方，殿下仔细调理几日，便会恢复如初。别急，本天师来为殿下看看。风扶摇和沈君慈在一旁看着，并未离去。风扶摇就想看看这个天师到底能检查出来什么东西。本天师查看，太子殿下似是被孤魂野鬼缠上。今晚本天师会做法将那孤魂野鬼给驱走，还请皇上和娘娘不必担心。啊，妈呀！狗天师不会真能查出来我是意识来的孤魂野鬼吧？万一他做法将我驱离这具身体怎么办啊？那我岂不是真的成了孤魂野鬼？哎呦，完犊子了，完犊子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如此，便劳烦苍玄天师帮伊儿好好看看。伊儿今晚就留在皇宫，免得回去后再次犯病。是。伊儿一向好好的，怎么会被孤魂野鬼所害？定是有人用巫蛊残害伊儿。此事能查出来吗？若让本宫查出是谁所为，定会将他碎尸万段。沈君慈，老实交代，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否则太子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得失心疯？这事一定是你干的，就算不是你，也和你脱不了干系。父皇，求你赶紧将这个残害兄长的家伙给废了！天道阁不能交给他来管，应该交给太子管理。哼，本王又不是孤魂野鬼，如何加害皇兄啊？哎，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你们大可请苍玄天师查清楚再说话。你们这动不动的便把屎盆子往皇帝的身上扣，居心何在呀？父皇，儿臣被人冤枉，还请父皇明察。若连父皇也认为是儿臣所为，那便让儿臣去边疆放羊吧。都不要吵了，不要一点点的事便相互指责。慈儿管理天道阁，朕很放心。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苍玄天师今晚自会查出结果。太子和太子妃留下，好好陪陪你们的母妃，其他人就都散了吧。今日之事不可外传，若让朕发现有人传了出去，定会饶不了他。朕罚了，萧贵妃陪朕回上清宫休息。是皇上。本宫用后脑勺都知道，此事定是沈君慈那个狗杂种所为。他用巫蛊之术让伊儿出丑丢脸，真是气死本宫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亏得本宫从小将他抚养长大。他不但不懂得感恩，还处处和伊儿作对，如今更是不将本宫放在眼里，言语不敬，毫不知礼。本宫咽不下这口气，不行，得想个法子教训教训他才好。母后打算如何对付他？父皇如今对他处处偏袒，儿臣总不能当着父皇的面把他给宰了吧？这个王八蛋处处与儿臣作对，总有一天儿臣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母后不必因这些小事气坏了身子。其实母后若是想要教训他们，臣妾倒是有个法子。雪儿有什么好建议，不妨说来听听。你是太子妃，也是伊儿的表妹，和伊儿夫妻一体，理应多帮他出谋划策，多为他想想办法。太子被人欺负，你的脸上也无光彩。离王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且对太子殿下极不客气，根本未将太子殿下放在眼中。臣妾看在眼中，亦是十分气愤。今日他让太子殿下突发风症，丢尽颜面，有苦难言。离王对母后亦并无半分尊重之意，并无身为儿臣的孝心啊！母后的目的无非就是打压离王，我让他好过。臣妾以为离王身边尚无任何姬妾，这与理不合。既然离王不愿接受母后为他挑选的美人，母后不如选些美人送给离王妃，就说乃是母后体谅离王妃持家辛苦，帮他找的帮手。离王妃乃母后的儿媳，理应尊重母后安排。他胆敢赶走这些美人，便是不孝。如此一来，这些美人便能顺利留在离王府，也能帮助母后监视离王和离王妃的一举一动。不知母后觉得臣妾这个建议如何？凤扶摇，不要以为离王对你好，你便得意忘形。等离王身边美人成群，看他还对你这个草包好不好？妙啊！送美人给离王妃，这个主意相当不错。母后一定要好好挑选，安插几个得力眼线进去。没想到本宫的雪儿如此冰雪聪明，善解人意，懂大局识大体，不愧是本宫的太子妃。母后，儿臣觉得雪儿的建议十分可行。这个主意确实不错，本宫定会好好挑选几个美人送过去。伊儿，你不是暗中训练过一些美人杀手吗？不如趁机送2个进去。本宫相信，以本宫名义送给离王妃，她是一定不敢拒绝的。这个贱人，本宫派去的张嬷嬷，她都敢找茬将其处死。这些美人，本宫倒是要看看她还敢不敢找茬处死。今日他被姬皇后母子3人轮番攻击下套，恨不得将他置于死地方才罢休。阴谋诡计一环扣一环，他一不小心便会陷入万劫不复。这种事搁在谁的身上都不会好受的。唉，自古皇宫无亲情，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真的蛮心疼他的。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容易，可惜了，那含笑半步癫药效太差，发作太晚，持续时间太短，没有让恶毒渣太子掉一层皮，我很不甘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乃是苍玄天师会不会做法让我嘎掉啊？苏卓，你不会爱上他了吧？
可是他没爱上你，你还是攻略失败啊。不过爱上他也没关系，你可以和司空小宝共侍一夫。苍玄天师只是怀疑有孤魂存在，还查不到你头上来，对你应该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什么和司空小宝共侍一夫啊？这是人说的话吗？我只是觉得他和史料中写的完全不一样，并非十恶不赦之徒。他从小颠沛流离，过得那般凄苦，却越挫越勇，向阳而生。我只是佩服他而已。小瓜，我心里忐忑不安，可有没有什么法子别让苍玄天师给我嘎了？我想一直陪着他，亲眼看他成为大龙国的帝王。我是系统，又不是什么得道高僧，我怎么知道什么法子？为了保险起见，要不你去寺庙中躲一躲？去寺庙中躲一躲，这个主意似乎不错呀。可是去哪个寺庙中躲避呢？我谁也不认识啊。我们先不回去，你陪我去趟玉龙寺，去为太子祈福。那座千年古寺玉龙寺，在玉龙山上的那座。玉龙山在城外，我们现在赶过去，怕是天黑才能到达。那我们今晚还能赶回来吗？无妨，我们今晚不回来，住在山上。嘿，老天爷呀，他笑起来真好看，让人如沐春风。我太喜欢他的笑容了，真的好治愈啊！如果能这样看他一辈子，一定是这世上最幸福之事。唉，可惜啊，攻略了这么久，我都没能将它攻略下来，我真的很没用哎。到底要怎样才能将它攻略下来呢？真让人头疼。如果这次能平安回去，我一定要再次向他表白，争取将他攻略下来，而不是这样天天看着他流口水。沈君慈悄咪咪竖起耳朵，原来被人夸在心上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妙。可是如果他摘下面具，让他看到受伤的另一张脸，还会想要攻略他，向他再次表白吗？马车很快驶出长安城，向玉龙山的方向赶去。其实本王不是你说的对。然而少女的小脑袋靠在车窗上，一点点的睡得酣然，伸手轻轻的将她的脑袋搁在自己的肩膀上，如此一来，少女便舒舒服服的窝在他的怀里睡大觉了。嘿，王爷，等你打败太子，坐上我皇位，我一定亲自送你出嫁，祝你和司空小宝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王爷，有人偷袭，大家结队保护王爷。几十个蒙面黑衣人从山路两侧的树林鱼贯而出，向他们围拢过来。离王殿下，我们盯你很久了，今日终于逮着机会和你单独见面。兄弟们，一起上！只要杀了离王，我们便能得到1万两黄金。这可真是3年不开张，开张迟3年呐！离王殿下，您乃是我们的财神爷呀！侍卫们拔剑快速迎了上去，与蒙面人厮杀在一起。务必看好王妃。我的天哪，这家伙也太帅了吧！这么妖孽俊美的男人，还是个绝世高手，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男神本身。哎，我不是有内功吗？我也去帮忙。王妃，王爷叮嘱让您待在马车中别出来，这乃是和敌人厮杀，搞不好会送命的。还请王妃不要为难属下，免得王爷怪罪。求你了，你一个女人家的就别出来拖后腿了好吗？这是和敌人互相残杀，又捂着小孩子过家家。没看见王爷在奋力杀敌，有几个兄弟受伤了吗？求你赶紧进去躲起来吧。这个狗腿子，这瞧不起谁呢？快上马车，别在这里添乱了，快呀！拾起一把敌人丢弃的砍刀，脚步一错，身体宛如离弦的箭一般飞跃而起。他深藏不露，竟然是个比侍卫还要厉害的高手。风扶摇提起内力，对着一个蒙面人就是一通乱砍。几个呼吸之间，便将一个蒙面人砍得浑身是血，身受重伤。剩下的2个蒙面人吓得打了个哆嗦，撒开腿没命的向远处逃去。哼，就这也太不经打了吧！我还没打过瘾呢。王妃，原来您武功如此了得。哎呀，马马虎虎吧，只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王妃小心，后面有人偷袭。然而他还未奔上前，一道闪电般的身影一把揽住风扶摇的纤腰，向一侧疾驰。王爷，你好帅好帅好帅啊！我崇拜死你了！我宣布，以后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男神本身。瑶儿，有没有受伤？王爷，我很厉害的，怎么会受伤呢？看见那棵树下躺着的人了吗？他是被我杀死的，我能自保，没有拖你们后腿哦。我是不是很厉害？留个活口问个话，其他全杀了。问一下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此时打斗已经接近尾声，除了一个蒙面人被扭送上前，其他人都被杀了。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是个叫张老虎的男人让我们来杀您的，至于背后的指使，小人也不知啊。杀了，给他一个痛快。是。
瑶儿，上车吧，我们继续前往玉龙寺。大龙国13、14岁少女的血液果然比叶国的好喝。主人，我们派去刺杀离王的杀手全军覆没了。离王近日不知为何带着离王妃前去玉龙寺，杀手首领见他带的侍卫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决定半路截杀。万万没想到离王寒毒快发作了，武功还是如此了得。不但如此，那个离王妃也就是凤扶摇那个大草包，武功似乎也不俗，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目前离王已经下令天道阁全城搜查可疑之人，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会不会殃及万象楼和百花楼？无妨，死的反正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们便不便付给他们报酬。至于万象楼和百花楼，这么多年你见他们查出过什么吗？大龙国如今内忧外患，早已成了空架子，迟早会成为我叶国的囊中之物。至于那个花痴大草包，除了放花痴，不是什么都不会吗？本王本计划控制他，利用他去对付离王，他何时会不俗内功的？这也太奇怪了。属下也不知这其中缘故，难道他曾有过我们不知道的奇遇？你上次放狗咬他时，他还什么都不会呢。要不等他们从玉龙寺回来，属下去探一探他。那个可恨的花痴草包，怎么可能有内功？怕不是嗑药了吧？几个月前，他还被本王的狗追得哭爹喊娘，脓包的要死要活呢。等他们从玉龙寺回来，本王亲自去探一探，看看那个脓包到底是真有内功，还是假有内功。可恨的女人，竟敢到处诋毁本王，本王是一定不会放过她的。另外，马上就要春闱了，吩咐夜来香开始行动，为长安城添把火。是。阿弥陀佛，离王殿下连夜赶来，有失远迎。侍卫们身体有伤，殿下这是在路上遭到了埋伏吗？大师，本王带王妃途经此处，遇到刺客刺杀，特来此处借宿。烦请大师安排本王还有王妃住在以前的院子即可。另外，劳烦请备一些斋饭素食。殿下里面请，王妃里面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寒毒每年春夏之交都会发作，每次发作我便会生不如死。每年发作之时，父皇便会把我送到此处来静养。空尘大师为了帮助我排出体内的寒毒，想尽了各种办法，却都无济于事。他是第一个教我武功的人，于我而言亦师亦友。他虽身份尊贵，却从小受尽各种苦难和折磨，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苦难。然而他却从来未曾放弃过活下去的希望。也许这便是系统派我来拯救他，拯救大龙国的目的吧。神君慈，以前你经历的苦难，我从来未曾参与过。以后你经历任何苦难，我都会站在你身边陪着你。我一定会想办法得到去除你体内寒毒的药物，帮你去除寒毒，直到你实现梦想，走上高位的那一刻。轻轻的，我会走，正如我轻轻的来。等你坐上那个位置，你便能和司空小宝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个时候谁也管不住你，你可以封司空小宝为南皇后。从此以后，你们便能过上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哼，蠢女人，不气死我誓不罢休是吧？赶紧醒醒吧，我哪是断袖了？沈君慈巨脸阴沉，突然一把抓住凤扶摇的手。王爷，你怎么了？你想拧断我的手吗？我不过是多吃了几口菜，你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哎呀，行了行了，我不吃了，都让你吃，你满意了吧？才不是呢，本王刚才看见有蚊子在咬你的手，本王在帮助你打蚊子。这山上人都快冻死了，哪有蚊子啊？你刚才明明就是生气了。你不生气的时候，眼睛像滚滚一样黑黝黝的；你生气的时候，眼睛是黑棕色的，很好分辨。你骗不了我，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我又不是变色龙，眼睛还能变色？本王真的没有生气，本王只是想要告诉你，待会儿用完晚膳，我们一起去见空尘大师。今日苍玄天师不是说了，他今晚要做法帮太子驱赶鬼魂的吗？本王是有些担心，有人会利用此事对付你我二人。空尘大师乃是得道高僧，他应该会有办法来保护你我。哦，原来王爷考虑得如此周到。嘿，是我错怪你了，我吃饱了。王爷，你吃饱了吗？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找空尘大师？本王也吃饱了，我们现在便过去吧。哪知凤扶摇刚刚站起身，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眼前一黑，便直直的往后倒去。沈君慈大惊失色，一把将他抱在怀里，提起内力，便往空尘大师的禅房发力狂奔。王妃好好的，这是怎么了？大师，王妃近日总是梦见前世之事，今日本王带她前来，便是想请大师帮她驱逐身上的邪祟。最近王妃是否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让王爷感到困惑？王爷想让她留住哪一世魂魄，
这一世的还是前一世的？大师，最近王妃确实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两世魂魄到底有何影响？王妃为何昏迷不醒？还请大师明示。王妃体内似乎住着两世魂魄，前世魂魄极强，而本世魂魄极弱，且有融合之势。而今似有人做法，刻意将那抹意识魂魄从这具身体中强行剥离。若强行剥离，恐会伤及王妃根本，令王妃变成痴傻之人。而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加快两世魂魄融合，让其安稳下来。以后若有人想伤害王妃，其中一世的魂魄便再不会对王妃造成实际性的伤害和影响。而两世魂魄融合之后，王妃将偏重意识魂魄，拥有更多意识魂魄的性格特征，而本世魂魄的性格特征基本上不会显示出来，而只会拥有少许记忆。那就照大师说的办，尽快的令两世魂魄融合。此时有人欲夺走王妃意识魂魄，我将与之斗法。你守在一旁即可，待会儿无论发生何事，你都不必惊慌。切记，切记。本王记住了，劳烦大师了。空尘大师从手腕上取下一串褐色的珠串，放在凤扶摇的头边，接着在凤扶摇周围点上一圈白色的蜡烛，最后拿着木鱼，一边有节奏感的轻轻敲击木鱼，一边缓缓地绕着凤扶摇不疾不徐地走着，口中念着古老而又繁复的经文。那经文如流水般将凤扶摇包围起来。无尽黑暗中，疾风在帐室门口卷起了一个小小的龙卷风，随着龙卷风越卷越快，越卷越大，空尘大师念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走路的步伐也似乎越来越艰难，然而口中念的经文速度也越来越快。凤扶摇，你已经嫁给了我，那你便是我的王妃，你不能随便离开我。你不是说过你会一直陪着我，直到我登上那个位置的吗？我还有很多话来不及对你说，只要你能醒过来，我便告诉你。你是第一个与我同床共枕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愿意走进我内心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欣赏我、给我温暖的女人。凤扶摇，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段萧，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一直不敢告诉你实话，是担心你知道了真相以后再也不愿与我同床共枕。我从小到大过得太苦太难，脸上毁容，身中寒毒，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只是私心的、自私的想让你永远的留在我身边陪着我。你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为何不回到你该回的地方？来吧，我送你走，一定不会让你成为孤魂野鬼的。你若不肯走，我便强行将你从那具身体上剥离出来，让你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我并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你凭什么赶我走？我只是碰巧来到一个刚死之人身上，侥幸复活罢了。我还有事情未完成，是不会走的，也不许你多管闲事。他没命地向前奔跑，跑得气喘吁吁，男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沉重的脚步声如同一座山压在他的心口，让他喘不过气来。凤扶摇越过高山，淌过小河，穿过森林，越过草原，他一直在跑，一直在不要命似的逃跑。无论他跑到何处，这苍玄天师都如影随形，怎么都甩不掉。也不知跑了多久，凤扶摇跑得筋疲力尽，双腿发软，最后来到一座山头，再也没有了去路。难道他真的要被苍玄天师从这个世界赶走，沦为孤魂野鬼，或者灰飞烟灭吗？瑶儿，是我，你的夫君沈君慈，我一直在这等着你，赶紧跳过来吧，我来接住你，再不跳便没有时间了。瑶儿，快点跳过来，以后我会把我的所有财产统统交由你来保管，让你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凤扶摇望着身后越追越近的苍玄天师，又看向悬崖对岸对他张开双臂的俊美男人，于是凤扶摇一咬牙，不管不顾的向悬崖对面跳了过去。直到下半夜，空尘大师终于停止了做法。辛苦大师了，请问结果如何？王妃能否顺利醒过来呢？意识的他与你尘缘未了，纠缠颇深，主动留了下来。你将他抱回去，守着他，到了时候他自然就会醒来。他将凤扶摇抱回他住的院子，放在床上为他盖好被子，等着他醒过来。一直等到下半夜，正等得心焦的时候，忽然听到凤扶摇的心声：王爷，你真的打算将你所有财产都交给我来管吗？你一年的俸禄为1万两白银，其他收入是7、8万两白银，总收入加起来便是近10万两白银。古代10万两白银相当于现代华夏币6、7千万元。我的老天爷呀，6、7千万！我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富婆了。
这女人都昏迷不醒了，还在算计着我的财产，做梦都把银子给算得那么的清楚。难道这就是传说之中的守财奴吗？这蠢女人，怕不是掉进了钱窟窿里了吗？本王答应你，所有财产都交由你来保管，让你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前提条件是你别再装死了，赶紧给本王醒过来吧！你若再不醒来，本王连根毛也不会给你的。凤扶摇的眼睫毛轻轻颤了颤，睁开一双迷离的美眸。王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将所有财产都交给我来管，让我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真的还是假的？说话算数吗？本王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了。回去以后，我便让云17把账目拿给你过目。这些银子除了不能养野男人之外，你想干什么都行。嘿嘿，王爷，您想什么呢？我没事养什么野男人啊？哎，对了，昨晚我不是和你一起用晚膳吗？为何我会睡过去啊？外面天色都亮了，我竟然睡了这么久。无事啊，或许是你坐车太累所致的。怎么样，身体现在还难受吗？还有哪里不适啊？这不是空尘大师带的佛珠吗？为何在我这里？我没有哪里难受，就是头晕乎乎的。这个是空尘大师送给你的，说是可以保你平安的，以后你就带着吧。本王让云17送水进来给你洗漱。小瓜，昨晚我到底怎么了？为何我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不会是苍玄天师为扎太子驱鬼，要将我这个孤魂野鬼驱走吧？我在梦中一直在被苍玄天师追赶，可吓死我了。我后来跑到悬崖边上，发现离王在悬崖另一边喊我，说是只要我跳过去，他便将所有财产都交给我来管，让我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我刚才醒来时果然听见他在对我说这样的话。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宿主，昨夜确实发生了大事，你差点没了，你知道吗？昨夜苍玄天师为扎太子驱邪，殃及到了你这个孤魂野鬼，所以你才昏死过去。后来离王求空尘大师为你做法，让你不被苍玄天师伤害。空尘大师为你做了一夜法事，离王啊也一夜未睡，一直守你到天明呢。啊，我差点没了，这么严重？难怪我做了一夜的噩梦，一直被苍玄天师追赶。小瓜，你说我会不会哪天真被苍玄天师从这具身体上赶走，变成孤魂野鬼啊？还好离王带我来为扎太子祈福，否则我真的要挂了。他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我要好好待他。傻丫头，知道就好，不要动不动便气我。要不是我让空尘大师救了你这傻丫头，你早就死了。宿主，你已和原主魂魄融合，不会再被苍玄天师伤害了。宿主，你好好想一想，原主记忆的东西是不是变多了，变清晰了？啊，我脑中果然多了不少原主的记忆。2岁半尿床，被姬夫人狠狠打了一顿；3岁我不小心推倒凤福雪，再次被姬夫人殴打；4岁发高烧尿床，姬夫人将大夫给我开的药偷偷倒了，我差点病死；5岁姬夫人让我去偷隔壁家的腊肠，我爹将我打得半死。这个男人守护我一夜未睡，真的很令我感动。不知我到底有没有将他攻略下来，让他爱上我呢？沈君慈，在你爱上我之前，我一定好好做你的挡箭牌，让你和司空小宝相好，这样别人便不会笑话你了。你看我多贤惠，多大度，我为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你将财产交给我管理也是应该的。王爷，好好的怎么生气啦？是白粥不合胃口，还是夜里没睡好觉呢？更年期似的，不会是吃错药了吧？你这动不动发疯的臭脾气，哪个女人受得了啊？也就只有司空小宝这种傻男人才会喜欢你。哼！女人，本王郑重告诉你，本王不是段秀，而是一个正常不过的男人。你给本王记住，以后再拿段秀出来说事，本王饶不了你。小瓜，他说他不是段秀，他竟然说他不是段秀，那他到底是段秀还是不是段秀啊？我怎么有点糊涂啊？史料明明记载他是段秀，不近女色，只爱司空小宝那个男色，难道史料在胡诌八扯？这不是坑爹吗？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呵呵，请问哪个段秀敢于承认自己是段秀啊？你会承认吗？现代人都不敢随随便便承认，更何况在封建古代，如果他不是段秀，为何不近女色？就算他有寒毒，也不影响对女人感兴趣吧？你俩同床共枕这么久，他为何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摸你了吗？亲你了吗？抱你了吗？他堂堂王爷，为何一个妻妾都没有呢？你总不会告诉我，他和扎太子一样，那方面不行吧？扎太子不行，都找了一堆妻妾充门面，他呢，连充门面的都没有。哎呀，离王会不会和扎太子一样，那方面不行啊？嘿嘿。小瓜，我要是将他攻略不下来怎么办啊？难道我只能等死吗？我还年轻，真的不想死啊！上次勾引他我喝醉了，等回去之后我再勾引他。唉，我太难了。早膳过后，凤扶摇和沈君慈乘坐马车赶回长安城。沈君慈一路上都沉着俊脸，一副生人勿近的架势。这么好看的男人，那方面怎么会不行呢？我第一次见他穿红裤衩时，明明很有料啊，总不可能是假的吧？
不管他是断袖也罢，那方面不行也罢，我都不会嫌弃他的。这女人是不是个傻子呀？我不是告诉她自己不是断袖了吗？这蠢女人怎么又说我那方面不行啊？哎呀，真是的，这女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我那方面正常的很，哪里不行了？第一次见面她不是看见了吗？要不是我那时寒疾即将发作，真想把这个女人给办了，堵住她的嘴。沈君慈越想越气，突然一把拽住凤扶摇的手，他拉着凤扶摇的手猛地一拽，将她拽进自己的怀里。王爷，您更年期又要发作了？女人，本王再说一遍，本王不是断袖，本王喜欢女人，喜欢你这个蠢的要死的蠢女人，明白了吗？啊，妈呀，他说喜欢我这个蠢的要死的女人，他竟然说喜欢我这个蠢的要死的女人，难道我竟然将她攻略下来了？可是我还没有将她给睡了呀。沈君慈挑了挑好看的剑眉，冰冷的唇大刀的压在她娇嫩的唇瓣上，接个吻就跟赌气似的，用力压住她的唇，辗转流连。凤扶摇被他堵住唇，眼前星星乱颤，脑袋中一片空白，芳心激烈的跳动着，差点跳出了嗓子眼儿。这家伙接吻技术烂的一批，根本就不给他呼吸的机会。凤扶摇又急又气又害羞，亢奋、紧张、幸福，各种滋味涌上心头。被这个家伙猪拱白菜似的亲吻，吻的那是晕头转向，呼吸越来越困难。突然两眼一黑，竟失去了知觉。瑶儿，你怎么了？你刚才是怎么回事？本王只是想要告诉你，本王不是断袖，本王并不喜欢司空小宝那个男人，本王那方面是没问题的，本王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男人。本王之所以不近女色，那是因为本王寒毒即将发作，若是沉迷于女色，会要了本王的命的，懂了吗？王爷，你真的不是断袖，那方面也没有问题，只是体内有寒毒，所以才不和我圆房。你喜欢我？瑶儿，我心悦你，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待你，待我撑过了寒毒，才能跟你圆房。你会等我吗？你不会着急吧？人家哪里着急了？这有什么好着急的 ？Yes， 我终于将他攻略下来了，我不会死了，好开心呐！剩下的就是搞事业了。宗主，不好啦！姬皇后又搞事了，她派了一群美女到王府，说是帮你做事，其实就是为了勾引王爷。你好自为之吧，这事我可帮不了你。你放心吧，我有办法对付他们，你等着看戏就行。王爷，我很喜欢你，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王爷，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这样处理。你说如何做，那便如何做嘛，我都听娘子的。需要为夫如何配合，娘子尽管吩咐。走，我们去见见这些美人，你顺便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乖乖听我的话，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8个美人被来福安排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住着，她们都是姬皇后精挑细选出来的清秀美人，容貌都生得极为好看。奴婢拜见王爷，拜见王妃娘娘。王爷，救命！不要脸的贱货，刚来就勾引王爷。众人只听见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抽搐了几下，便再没了动静。我夫君太棒了，一出手就是王炸呀！不愧是杀人不眨眼的黑心莲，真的好喜欢呢。这招杀鸡儆猴做得极好，夫君，我真的好崇拜你呀！看那些美人还敢不敢勾引你，定会逃得比兔子还快。凤扶摇只当不知姬皇后往离王府塞女人，和沈君慈当日下午回到长安城，他让马车先去了一趟花将军府，将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交给了花老将军。两人辞别花老将军，刚刚走进离王府的院子，启禀王爷，启禀王妃，皇后娘娘派了8个宫婢过来，说是离王府人少事儿多，又没有姬妾，担心王妃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挑选了8个宫婢前来帮助王妃管理离王府事务。皇后娘娘还让太监传话，说她这么做是为了儿子儿媳好，还说做人儿媳必须孝顺公婆，不可忤逆公婆好意，否则便是不孝。沈君慈脸色一沉，转身便要去皇宫找姬皇后理论。王爷，万万不可！你若进宫找皇后娘娘，她定会说我这个做儿媳的忤逆她这个婆婆的意思，给我扣个大不孝的帽子。皇后娘娘既然是为我配的婢女，我便有办法收拾她们。请王爷给我一点时间，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你不用担心。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处理好这个事情？你不会觉得委屈吗？我有什么好委屈的？我只是担心他们会伤害你。将这个胆敢行刺本王的贱人拖出去，扔到乱坟岗。
以后有谁敢对本王图谋不轨，本王绝对不会轻饶。你们是乃母后派过来帮助王妃之人，以后便听王妃的安排，凡是不听从王妃指令者，杀无赦。是。皇后娘娘既然体谅我，将你们分配给我使唤，我便不能辜负皇后娘娘的美意，让你们整日闲着。从明日起，你们必须按照我规定的时间起床劳动。今晚我将安排一个管事对你们统一管理，此人的命令将代表本王妃和王爷的命令，凡有不听从安排者，杖责50或自行滚出离王府。今日先这样吧，本王妃累了。是。来福，府内可有身强力壮、品行良好的粗使丫鬟？启禀王妃，府内有这样的丫鬟，名叫彩玲，她乃厨子的女儿，今年14岁，也是厨房的粗使丫鬟，力气极大，平时负责帮厨子摘菜、淘米、打下手，搬运重物，为人老实可靠。你将彩玲找来，让我看看。片刻后，奴婢彩玲拜见王妃。我打算将后花园翻一遍，种上花草果蔬。目前劳动的人有了，缺一个监管之人，我欲让你提拔为管理后花园的监工，你可愿意？不过呢，这监工有些辛苦，每日天不亮就得起床召集劳动之人，白日要监督他们挖地种菜、挑水、浇水、施肥等事。你若是觉得能胜任，我便让你来当这监工。你原来的利银是2吊钱，你若当了这监工，此后便涨到4吊钱。奴婢但听王妃吩咐，定当尽心尽力。行，那这事就这么说定了。那几个劳动之人住在绿竹轩，从明日起，你需在卯时初叫他们起床去后花园劳动，9时末才能结束。除了用膳的半个时辰，其他时间不得偷懒。彩玲，我另派护院的王二帮你盯着，早膳和午膳我会让人送去后花园，免得耽误他们劳动。一切按照来福说的办。另外3餐均按下人标准准备即可，不必例外。化粪池的东西乃是施肥的绝佳肥料，可不能浪费了。上午让他们在后花园挖地种菜种花，下午嘛，让他们担着粪水为后山的树木花草施肥吧。春天来了，又到了花草树木发芽的季节，可不能少了肥料，这浇水施肥是少不了的。他竟打算让那几个娇滴滴的美人去挑粪，哎呦，这种馊主意为何我就没想出来？哼，有趣，实在是太有趣了。是，奴才明白，请王妃放1万个心，奴才也会好好监督的。事情安排好之后，凤扶摇便让众人退下。哎呀，没有想到本王的王妃这么调皮啊！不过本王确实喜欢得很。那几个女人定是带着使命而来的，还不知将要如何对待你，你对她们不必客气。凤扶摇趁机一把抢过沈君慈怀里的滚滚。你都抱了这么久了，该让我抱一会儿了。这小东西太招人喜欢了，肉滚滚暖乎乎的，撸撸毛手感超好，真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拿来当抱枕正好。哎呦，本王才抱了多大一会儿，你就来抢？一个抱着滚滚拼命躲避，一个左冲右突去抢夺，两人像孩子般玩得不亦乐乎。沈君慈最后将凤扶摇堵在墙角，盯着那张灿若娇花的俏脸，目光炙热缠绵。滚滚不乐意了，对沈君慈示威般呲了呲牙。沈君慈嫉妒地瞪了一眼窝在少女怀中的滚滚，一把揪着她背上的皮毛，将这碍眼的狗东西给扔了出去。炙热的唇刚压在少女的唇上。王爷，皇上宣您进宫议事。但反应过来之后，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沈君慈进宫之后，当晚却没有回来，只让萧颖回来传了个话：王爷今晚住在天道阁处理事情，过2日才能回来。王爷叮嘱，请王妃一个人注意安全，晚上不要出门。原来长安城发生了采花贼的事件，皇上责令天道阁尽快抓捕归案。半夜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耳边响起系统小瓜咋咋呼呼的声音：宿主，有大瓜，归来是热乎乎的大瓜啦！哎呀，这大夜里的吃什么瓜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哎呀，这瓜你非吃不可！你房间的窗户下躲着一个男人，哦不，是一男一女，武功高强，不知是采花大盗还是离王的仇人。总之你要小心啊！这2人躲在那里干什么？不会是谋财害命吧？他妈呀！采花大盗，离王的仇人，你可别吓我！离王府不是有侍卫守着吗？那2人是如何躲过侍卫，躲到窗户下面的？对于武功高强之人，那些侍卫如同摆设。宿主，你打算如何对付他们？他们武功比你高，你肯定打不过，只能想办法智取。你确定就在窗户下面吗？不是在别的地方？当然啦，我怎么会判断错误呢？离王仇人多，想害他的人也多，你赶紧想想把那人赶走吧。嘿，没问题，看我的！恶贼想害我，门儿都没有！哼！哎呀，口好渴呀，肚子也憋得慌。不行，我得起来喝点水，再放水。哎呀，今日的天气为何如此闷热呀？不是要下雨吧？王爷不在家，我一个女人要武功没武功，要内功没内功。如果有刺客来，我只有挨宰的份儿啊！
一个人睡觉实在有些害怕，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不如站在窗前吟诗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窗外河边爬乌龟。哎呀，这诗还挺难做的，脑袋都快想秃了。下一句该怎么接好呢？我得好好想一想。要问乌龟在何处，让你变成臭乌龟。无耻贱人，竟敢暗算我们！贱人，我想让你死！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瞧瞧你们，真够恶心人的。所谓兵不厌诈，自己技不如人，还唧唧歪歪的干什么？来人呐，抓刺客呀！这里有刺客，快来人啊！话音刚落，四处便响起了踢踏的脚步声。贱人，算你狠，下次再找你算账。说完，两人一边呕得头晕目眩，一边疯狂地往外逃窜，速度快得惊人。王妃啊，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我没事，刺客跑了，以后离王府要加强防卫啊。是，奴才记住了。小姐，发生何事了？刺客在哪儿？没伤着您吧？刺客刚才躲在这儿，被我发现了，不过已经被我赶走了。你们俩弄点水，好好将窗户洗一洗，否则今晚没法睡了。凤飞瑶起来时，已经日上三竿了。小姐，彩铃带着那7个美人去后花园开垦荒地去了。奴婢刚才特意去看了看，这几日还没让他们去浇灌后山果树呢。那7个娇滴滴的美人握着锄头刨地，还挺有趣的。待会儿您要不要也过去看看？瑶瑶，你快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可是花将军府刘嬷嬷做的桂花糕呢。我跟你说，她做的桂花糕比街上那家老字号卖的还好吃呢。我让她多做了一些，带过来给你尝尝。入口软糯香甜，果然好吃。外祖父这几日身体怎么样了？有没有按照我教的方法治疗？哥哥逼着祖父按照你给的药治疗，也在按照你给的偏方服药呢。你还别说，祖父这几日身体好多了，夜尿没有那么频繁，睡眠也好了不少呢。让外祖父继续坚持吧，无论是食疗方子还是用药，坚持治疗才有效。你呀，来得正好，中午我来做个烧烤，我俩一起吃。太好了，我今天就是来蹭饭的。花将军府没啥好吃的，不是萝卜就是白菜，嘴巴都淡出鸟来了。要吃烤羊排、烤鱼、烤鸡、烤鸭子。你放心，我今日一定将你喂得饱饱的。我现在可是王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来福，麻烦你帮我准备这些东西。今日中午我要准备烧烤大餐，招待我表妹。是王妃，奴才这就去准备。走，我们去后花园看看那些做事儿的有没有偷懒。两人来到后花园，站在树荫下看热闹。7个娇滴滴的美人儿正拿着铁锹、锄头奋力地刨土。他们今日一大早天刚亮就被强行叫起来劳动改造，连着干了几日苦力，原本娇嫩白皙的手都磨出茧子了，有些茧子磨破皮，流着血水，一使劲便钻心的痛。你怎么回事？偷什么懒啊？快点干活！若有人偷懒，今日午饭便免了。我的天，这哪找来的苦力呀？这地貌似刨得不太干净啊。皇后娘娘体谅我这个儿媳没有帮手，特意帮我配了这些个奴婢帮我做事。我见后花园不少地方荒废着很可惜，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呀，不如物尽其用呗。不过你还真别说，人多力量大，这后花园经过他们一收拾，利落多了。看见后花园后面那座山没有？山上有一大片果园。今日下午，他们开始挑些大粪去给果树施肥。春夏之时，那些果树便能多结一些果子。7个美人听到凤扶摇的话，吓得腿脚一哆嗦，差点晕死过去。一个美人突然捂着心口，缓缓地倒了下去。另一个美人见状，也捂着心口倒了下去。接着，又有一个美人捂着心口倒了下去。不好了，不好了，有人晕过去了！赶紧起来做事，别偷奸耍滑啊！奈何3个美人一动不动的，都躺在地上装死。王妃，不好了！有3个人昏倒了，这才干了不到半日的活就装晕，一看就是偷懒耍滑呢。装的还挺像啊，连倒下的姿势都一模一样。凡是装晕之人，取消下一顿饭食。另外，凡是装晕偷懒之人，从明日起不再挖土种菜，必须整日担着粪水去山上浇灌果树。其他未曾装晕之人，只需要下午担着粪水去浇灌果树即可。现在不晕了，又能干活了。不晕了就好，那就继续干活吧。希望你们大家都摆正自己的位置。皇后娘娘将你们交给我，是让你们来帮我干活的，而不是让你们来王府享福当大小姐的。若再有人偷奸耍滑，本王妃绝不轻饶。
当然，你们若是待不下去，大可自行离去。至于皇后娘娘会如何对待你们，那就不是我能管的事儿了。哎呀，今日黎王府可真热闹啊！黎王不在家吗？诶，男人婆，哎，你怎么又来黎王府蹭饭了？哎，黎王府今日为何来了这么多娇滴滴的美人啊？不会是黎王新纳的小妾吧？啊，她不是不近女色吗？还有，这美人们一来，怎么就让他们刨土种地担份水啊？小瑶儿，不是我说你啊，你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司空公子，你为何坐在墙头上啊？你是来找黎王的，还是来偷菜的？这该不会是来和黎王幽会的吧？可惜黎王不在啊。偷什么菜啊？这堵墙是我家建的，我为何不能坐呢？没看见墙那边是我们家后花园吗？小瑶儿，我和黎王可是邻居，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关系好着呢。我经常从这堵墙上爬过来找他，比走前门方便多了。娘娘腔，你刚骂谁是男人婆呢？几天没收拾你，又皮痒了是吧？穿得跟戏台上的戏子似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娘娘腔吗？女人呐，本公子劝你做人要善良，不要动不动便张牙舞爪、喊打喊杀的。像你这么凶的母夜叉，将来会嫁不出去的。嘿，哪像本公子啊？想嫁给本公子的女人，从长安城的东门排到长安城的西门，本公子眼睛都挑花了。好啊，你可真是光屁股拉磨，转着溜不要脸。愿意嫁给你的女人，一定是眼瞎看不见，嫁不嫁得出去，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吗？死娘娘腔，老娘今日便好好收拾你一顿，看你还嘴碎不嘴碎。你来打我呀？可惜你抓不到我。哎呦，哎呦，我的屁股都快摔成两半了。死娘娘腔，摔是你丫的，看你下次还嘴碎不嘴碎了，活该摔死你。你个男人婆母夜叉，我才没死呢，气死你！娘娘腔，没老婆，躲在被窝里哭唧唧。你才是娘娘腔呢，你们全家都是娘娘腔，你个嫁不出去的男人婆。如果正如沈君慈所说，她不是段秀，和司空小宝之间没有什么，那么能否将司空小宝和花不落撮合成一对呢？这个主意似乎可行。哎呦我的脑袋！哎呀，你想砸死我呀？你个毒妇！你要是把我砸傻了，你别给我当媳妇儿，照顾我一辈子。你放心，如果你没被砸死，我会再补一刀，让你死翘翘。我让你这个娘娘腔去阴间娶媳妇儿。哼！司空小宝捂着脑袋上的包，骂骂咧咧的走远了。洛洛，你这么彪悍，小心将夫婿吓跑啦！也不知司空小宝那家伙定了亲没有？改天我帮你问问王爷，若是没有定亲，要不我帮你和他撮合撮合？咦，老天爷，他这种又骚又贱的娘娘腔，那就算了吧。就算天下男人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他的。天天拿镜子照来照去的，也活得撒尿似的，骚气冲天。哎呦我的天哪，洛洛，你太会骂人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嘴替。哎呀，走吧，我们去做烧烤去吧。待会儿啊，咱们搬到院墙边吃，馋死司空小宝那只骚狐狸。所有东西摆放好之后，一顿烧烤大餐的雏形便形成了。接下来只等食材烧烤好，便能美美的饱餐一顿了。滚滚乐颠颠的从远处跑了过来，在凤扶摇面前摇着尾巴上蹿下跳的。看把你急的，还没烤熟呢，别急啊。厨子用盘子将烤好的大虾送了过来，摆在桌面上。凤扶摇尝了一口烤大虾，清甜可口，好吃的不要不要的。王妃，鱼烤好了，您和表小姐赶紧趁热吃。老天爷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好吃，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烤鱼呢。嘿，小姚啊，原来是你们躲在这里独享美食啊，太不够意思了。我就住隔壁，你们也不叫我一声啊。凤扶摇和花不落抬头，便见到司空小宝从院墙上跳了下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白衣少年。福玉参见大小姐，大小姐安康吉祥。苏可，此人智商超群，乃是一个天才人物，后世有不少关于他的诗文记录呢。还记得那首脍炙人口的《明月楼记》吗？便出自他的手笔。我这位不受宠的弟弟竟是个天才，他和司空小宝交好，那么和黎王的关系一定也不错。不如我和他搞好关系，让他以后成为黎王的一大助力。我们是一家人，何须如此客气啊？赶紧坐下来用午膳，这都是我准备的烧烤哦。大小姐，您直呼我的姓名就好。福玉只是一介庶子，不值得大小姐如此相待。玉儿，无论庶子还是嫡子，只要努力都会有出息的。你我姐弟之间何须如此客气啊？以后不必大小姐大小姐的叫我，听着太生分了。以后叫我姐姐，否则我要生气了。还有啊，若是遇到困难，别来黎王府找我，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谢谢姐姐，玉儿以后记住了。玉儿祝姐姐和姐夫生活幸福美满。玉儿，赶紧吃，吃完我的烤鱼，今年参加春闱肯定高中。等你高中状元，可别忘了姐姐的烤鱼啊。托姐姐吉言，玉儿会努力的。哎，你们俩就别结弟情深了，能不能好好吃饭了？黏黏糊糊的，看着就有点闹心。这美食怎么能少了美酒呢？瞧，本公子特意为你们送来了美酒，这酒啊可是西域葡萄酒，平时花钱都买不到呢。这哪来的蹭饭乞丐啊？还不快
滚出去！想想你油头粉面的样子，看来让人没有食欲。哎呦，这烤鱼做的也太好吃了吧，一条根本不够吃啊！对，我是蹭饭的乞丐，你不是和本公子一样也是个蹭饭的吗？都是蹭饭的，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喂，想不想尝尝我拿的美酒啊？这酒清甜可口，可好喝了。我爹平时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的。我是趁我爹不在家偷偷拿的。哎，来，我给你倒上啊！哎，司空小宝，你将你爹珍藏的美酒偷出来，若是被你爹发现了，会不会打断你的狗腿啊？你还是拿回去吧。想喝酒，我让人去库房拿一些过来啊。打断了才好呢，最好连胳膊一起打折，免得爬墙过来蹭吃蹭喝。司空小宝端了美酒，一一摆在凤扶摇他们三人面前。哎呀，你不说我不说，我爹怎么知道是我偷的呀？放心吧，他老人家最近忙春闱的事儿，发现不了。你们赶紧尝尝，真的很好喝，骗你们是条狗。凤扶摇陶醉的品尝一番，味道果然不错哎，确实很好喝。来福，你去将王爷珍藏的美酒抱2坛过来。是。来福跑到库房，抱了2坛低烈度的桃花酿出来招待客人。玉儿，烤大虾也超级好吃，不信你尝尝。好甜，真的很好吃。姐姐这边什么都好吃。这不就对了，以后欢迎你常来蹭饭。你姐姐我厨艺很不错的，一定让你吃得扶墙而出。厨子们将烤好的烤羊排端了上来。口感鲜嫩多汁，外酥里嫩，肥而不腻，味道好极了。羊排配葡萄美酒，乃是绝配啊！大家赶紧吃啊！哎呀，好烫好烫！哎呦，好吃好吃！当饿死鬼投胎似的，也不怕烫死你啊？谁家被你这么蹭饭，还不得蹭穷了？来啊，干！今宵有酒今宵醉，我们不醉不归。我说你们俩是饿死鬼投胎嘛？这么大一盘烤羊排，我和玉儿才每人吃了1块，你们好歹给我俩留2块啊！谁让你吃得慢呀？怪我呀？怪我吗？哼，你俩之前不是打得死去活来的吗？现在为了几口吃的，啥时候穿进1条裤子啦？啊，我们何时打到死去活来了？是不是洛洛？来，咱们接着喝，别理他。这盘烤羊排也烤好了，大家赶紧趁热吃。接着红薯、土豆片、茄子这些都烤好了送上来。凤扶摇勉强吃了1根烤鸡腿和半个烤红薯，便再也吃不下了。他内急去了一趟茅房，等他回来一看，花不落和司空小宝这俩家伙喝的连椅子都快坐不住了。哎，洛洛，喝呀，我还没醉呢，我还能喝1坛呢。喝，谁不喝谁是怂蛋。司空小宝，你喝醉了，我让玉儿扶你回去休息吧。万一被你爹发现你偷他酒还喝成这样，怕是要将你胖揍一顿了。我没醉，我哪儿醉了啊？花不落，你这个男人婆真是个怂货，酒量真差劲。得像本公子这样喝才算喝酒呢。本公子可是千杯不倒，你喝不过我。来喝，今宵有酒今宵醉，你这个娘香，我要把你喝趴下。很快将2坛美酒都喝了个精光，去弄点醒酒汤来，为司空公子灌下去。这家伙喝大了，回去怕是要挨打了。是。滚滚围着司空小宝上蹿下跳的汪汪直叫。啊，爹，您怎么来了啊？爹，这是我找的媳妇儿，她特别可爱。你不是一直催我找媳妇儿呢吗？啊，要不我俩现在就拜堂成亲？你爹为何长得如此奇怪？我看着怎么像狗呢？洛洛，这真是我爹，我亲爹。你胆子不是很大吗？啊，敢不敢现在和我拜堂成亲啊？拜就拜，谁怕谁啊？以后你是我夫君，我是你娘子。这家伙一喝醉就发酒疯，这下有好戏看了。上次喝醉酒抱着桌子叫爹，这次竟然将小狗当成爹，还要对着狗拜堂成亲，笑死人了！司空小宝，快拜堂，赶紧拜堂！司空小宝，使不得，那是滚滚，不是你爹。你们俩还没有说媒定亲呢，现在还不能拜堂成亲。如果你真喜欢洛洛，改日你请个媒婆去花将军府向我外祖父提亲可好？爹啊，他说您不是我爹，您可别生气啊，您坐好，我们现在就拜堂成亲。爹，我们向您磕头了，我们拜堂成亲了。娘子啊，我们去洞房嘛啊！司空小宝拉着花不落站起身，亲亲密密的拉着手，便踉踉跄跄的要往最近的房间走去。小姐，醒酒汤熬好了，还给他们喝吗？
凤扶摇将花不落从司空小宝的手中抢过来。哎呀，春香，你给表小姐灌点醒酒汤，扶她去客房休息。月儿，你过来帮我为司空小宝灌点醒酒汤，灌完之后你扶她回府休息，千万记得要避开他爹，免得他爹揍他。春香为花不落灌下一碗醒酒汤，扶着他去客房躺下休息。司空小宝死活不喝醒酒汤。娘子，我娘子不要我了，我们都拜堂成亲了呀！娘子，你快回来，你快回来呀！在来福的帮助下，终于为司空小宝灌下一碗醒酒汤。娘子，我将我的娘子丢了。凤扶摇被这两货一顿折腾，差点没给累死。他饮了一点葡萄酒，也觉得头晕目眩的，便由春燕扶着回卧房休息。娘子，这些都是我的财产，以后全交由你来管了。你想买什么便买什么，我的人是你的，我的钱也是你的。嘿嘿，啊，发财了！我终于成了富婆了。我要买商铺，买地皮，买海岛，我要成为世界首富。啊，陈毅，你刚刚说什么？我喝醉酒和司空小宝那个娘腔拜堂成亲了，还跪在滚滚面前叫他爹！我的老天爷，这也太丢脸了吧！快来一道闪电劈死我得了！我要去砍死司空小宝那个娘腔，都是他害的！哎呀，洛洛，你别冲动。当时你和司空小宝都喝醉了，你俩非要对着滚滚拜堂成亲，我和福玉如何也制止不住。不但如此，你俩还拉着手要去洞房，要不是我阻止你，估计连孩子都生出来了。完了，这完了，我的脸都被司空小宝那个混蛋给丢光了。瑶姐，怎么办啊？我这么丢脸，岂不是会被人耻笑吗？都怪司空小宝那个娘腔，非要拉着我拼酒，喝酒误事，以后我没脸见人了。洛洛，你先别急，你们只是玩闹，又不是真的。要不我让司空小宝找个媒婆来花将军府向你提亲？我觉得吧，你俩性格相投，看着蛮相配的。就算天下男人死绝了，我也不会嫁给他的。天天打扮的油头粉面，拿着镜子眉来眼去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公主上的王八似的。我说你的嘴啊，怎么这么损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男人爱美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总比那些不爱洗澡一身臭味的男人强吧。说了，司空小宝长得又高又帅，看着还蛮顺眼的，你真的不考虑考虑他，我可以帮你的。谁会考虑他呀？瑶姐，天色不早了，我先回去了。说着往外走去，凤扶摇只好跟着他，送他去门口骑马。哎呦，爹，我错了，我真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不敢了，求您别打了，再打你儿子的屁股就被你打开花了。儿子不该偷您珍藏的美酒，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个兔崽子，那坛酒可是皇上御赐，你听我都舍不得喝，将它珍藏起来。即使我将李王请来用晚膳，结果连酒坛的影子都没见着。我刚才问你，你还不承认？你自己问问，你这一身酒气能熏死个人了？不是你偷喝的，难道是他自己跑出来让你喝的？那么大一坛酒，你竟然一个人将它喝光了，不要命了吗你？哎，我老来得子，我好不容易生了你这么一个宠儿子，难道你想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活活伤心死呀？哎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愚蠢的逆子呢？这。嗨，王爷，您也在呀？还真巧，真巧！我操，好不容易爬个墙，竟然遇到老熟人，真他妈刺激！几日未回府，却过家门而不入。中午做的烧烤大餐你也不回家吃，老婆放在家里就是个摆设。哼！这女人满腹怨气，原来是怪她没有回家用午膳。这被人惦记牵挂的感觉还真好。爹，我没有全喝啊，我只喝了一小半。今日黎王妃在那边吃烧烤，香气都飘到这边来了。我闻着诱人的香味儿，爬墙一看，我勒个去！您猜怎么着？黎王妃做了烤羊排、烤羊肉串、烤大虾、烤鱼、烤鸡，一大堆好吃的，把我的口水都给馋出来了。您想啊，我若是空着手去蹭饭，多丢您脸呀！所以我才偷了您的酒，过去蹭了一顿饭。您说你爬墙去黎王府蹭饭？你真的爬墙去黎王府蹭饭？是啊，以前我不是经常爬墙过去蹭饭吗？有何不对啊？你这兔崽子，王爷人都不在家，你怎能随便过去找王妃见面蹭饭呢？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道你不知男女有别吗？哎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话儿子呀？马上就要春闱，你不好好在家学习，怎能做出这等糊涂事啊？你给我站住！我今日非抽死你不可！
爹，不是我一个人去的，我也没有单独见李王妃啊。当时李王妃的弟弟凤福爵也在，我和他一起翻墙过去的呀。除了我们，还有华将军的嫡孙女华不洛也在呀。哎呀，爹，你别跑了，跑多了，小心晚上腿肚子疼。司空尚书追得正欢，突然拐了个弯，跑到沈君慈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王爷，是个下官教子无方，做出忤逆王妃之事，您用这树杈处死下官吧，快处死下官吧！司空尚书，以前我不是经常爬墙来你家蹭饭的吗？本王王妃请小宝还有他弟弟过去用膳，没有什么不好的。司空尚书不必多虑，本王也不会放在心上。王妃，你让管家来福准备几坛好酒送过来。下官拜见王妃，王妃吉祥安康，感谢王妃热情款待下官那个蠢儿子，叨扰您了。下次这蠢货再敢死皮赖脸去您那儿蹭饭，您直接将他撵出去就行了，千万不要客气，否则他蹬鼻子上脸，养成习惯就不好了。司空大人不必客气，司空公子为人豪爽大气，不拘小节，不但是王爷的好朋友，也是我弟弟福玉的好友。欢迎他和我弟弟经常过来蹭饭。哎，我说你们两个怎么也来爬墙踢壁脚了？看见我爹打我，你们俩一定很开心是吧？我好心偷了我爹的酒给你们喝，你们竟然跑来看我的笑话，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给我闭嘴！怎么对王妃说话的？再没大没小，口不择言，看我不打死你！爹，您这么暴躁干什么呀？我是跟他们开玩笑呢，您激动什么呀？您再这样打下去，我非被您揍傻了不可！尚书大人，王爷，你们继续聊，我让来福送几坛好酒，再送点好菜过来。说着，迅速拉着花不落溜下了院墙。凤扶摇送走花不落之后，让来福去库房挑了几坛好酒，又挑了一些今日买的生羊排，一起给隔壁的司空尚书府送了过去。顺道去看了看那7个小美人，正吃力的担着大粪去后山浇灌果树，一个个忙的那是汗流浃背，衣裙上也沾满了臭气熏天的粪水。这样的日子，也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几天才能自行离去。小姐，奴婢刚才听下人说，这几日长安城发生了采花大盗之事，皇上派了天道阁调查此事，但是一直未抓到案犯。今日凌晨，长安城又出事了，有户人家的小姐被凌辱之后杀死，扔在长安城的城门口。此事在长安城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小姐们都不敢出门。小姐，这几日您千万别出门了。嘿，王爷，您这就回来啦？在隔壁用过晚饭了吗？若是没用，待会儿我们一起用。说好将你的财产都交给我的呢，一回来就借故跑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说话跟放屁似的。若是相信男人，母猪都能上树了。亏得我在家帮你管理那群妖艳贱货，可累死我了。靠山山倒，靠男人跑，果然谁都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呸！好像谁指望你的财产似的。你放心吧，银子我自己赚。本王几日不在，无人与你抢床，你不是很开心吗？本王去隔壁只是与司空尚书商量点事情，并未用晚膳。这家伙吃火药了吗？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不想回来便不回来，搞得谁欢迎你回来似的。你天天去隔壁睡，我也没有意见啊。原来王爷还未曾用晚膳啊？那我让来福多准备一点菜，晚上我们一起吃。看您挺疲惫的，要不要我让人帮你备好热水，你去泡个热水澡？本王确实几日未曾沐浴，是该泡个热水澡了。王妃关心体贴，温柔贤惠，令本王分外的感动。去将浴室收拾干净，为王爷备好沐浴之物和干净衣裳。是，王爷。那几个美人这几日在后花园开垦荒地呢，今日开始我让他们担着粪水去浇后山的果树，看他们不情不愿的样子，不知他们能坚持几日。无事，此事你处理就好，本王相信你。听侍卫说昨夜王府有刺客，后来被你赶走了，是吗？昨日我发现那两人躲在我们卧房窗户下，我便假装起来看月亮，用夜壶里的东西偷袭他们。那两人被淋了满头满脸的屎尿，呕得惊天动地的，别提多搞笑了。不过后来王府的侍卫并未追到他们，让他们给跑了。后来我才听说这几日长安城出现了采花贼。王爷，那两人似乎是一男一女，不会是你的仇人吧？刺客竟是一男一女。本王听侍卫说那俩人轻功了得，身材不高，也许对方是冲着本王来的，也许是冲你来的。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躲过王府侍卫，可见武功并不弱。为了安全起见，此后本王派个侍卫暗中保护你。说着拍了拍手，片刻后，一个容貌甚是清秀的青年从外面走了进来。属下567拜见王爷，拜见王妃。567，此后将由你负责保护王妃的安危，你只需躲在暗处，暗中保护她即可，平时无需现身。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需将王妃的安危摆在第一位，记住了吗？是，567记住了。记住就好。此后见王妃如见本王，万万不可懈怠。王妃出了任何事情，你拿命来见本王。567委委屈屈地退了出去，那郁闷的表情，弱小、可怜又无助。哼，让你保护我，有那么痛苦吗？这都是一些什么侍卫啊？
一个个看着跟大爷似的。若是不听话，我便扣你银子。王妃，浴室已准备好，王爷可去沐浴了。走，去帮本王搓澡洗头。王爷，你让我去帮你搓澡洗头？你真的让我去帮你搓澡洗头？这不太好吧？以前不都是袁17帮你洗澡洗头的吗？小瓜，这个大美男让我去帮他搓澡洗头，那我岂不是又能看见他性感的8块腹肌了？不知今日他穿了大红裤衩没有？妈呀，我觉得我血压飙升，马上要流鼻血了。我还想着哪天趁他喝醉将他扑倒，没有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万一我忍不住将他扑倒了怎么办啊？上次去玉龙寺时，他告诉我他不是断袖，喜欢我这个蠢女人。我想他肯定爱上我了，他好帅啊，正好长在我的心巴上。今天晚上我要趁机吃几口热乎乎的豆腐。姐，瞧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口水都快流到肚脐眼了。加把劲儿，主动点，今晚把他给睡了。以前本王还没娶你的时候，自然是云17帮我沐浴洗头。如今本王已经娶了你，自然是由你来为本王沐浴洗头了。怎么，王妃这是不愿意啊？伺候夫君不是妻子该做的事吗？看美人沐浴的机会，他100个1000个愿意啊！我还是恋爱的菜鸟，从来没有看过男人脱光光呢。待会看见他脱得光溜溜的，会不会流鼻血啊？完了，我好像没法呼吸了。老天爷，他不会是在撩我吧？他真的好帅，好性感，好正点啊！瞧瞧那完美的倒三角身材，那线条流畅的肌肉，那性感而发达的腹肌。这是我以前睡不起的天价男人呢。他脱的只剩下一条裤衩了，不会连裤衩也要脱吧？脸好烫，心跳好快，我好像要昏倒了。完犊子了，我真的要流鼻血了，怎么办啊？瞧你一副花痴样，会擦擦你肚脐上的口水吧？丢不丢人？欣赏美男有错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还是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王爷，您不脱了吗？难道你希望本王继续脱？瑶儿，本王好看吗？好看，太完美了。抬眼对上沈君慈戏谑的目光，你到底还洗不洗澡啊？不洗我可要出去了。沈君慈轻声闷笑，缓缓走进浴池。要不是看在你长得帅的份上，鬼才给你洗澡呢。当我面脱成这样，差点连大裤衩都脱了。我怀疑你在勾引我，可是我又没有证据。好激动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今晚趁机叫他攻略了。瑶儿，过来，为本王搓澡洗发。王爷，你背上为何有如此多的疤痕啊？本王8岁的时候曾被送往叶国当人质，叶国公主让我像狗一样的跪下向她求饶，否则便不给我饭吃。本王宁死不跪，他便放恶狗来撕咬本王。有一次咬得非常的重，撕掉了一大块的皮肉，本王昏迷了1天1夜，才逐渐的苏醒过来。后来便留下这些疤痕了。王爷，你是好样的，我很佩服，很崇拜你。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得到去疤痕的药膏，帮你去掉这些曾经带给你苦难的疤痕，包括你的脸。不知为何，我越是了解你，便越是心疼你，好想一直陪你走下去啊！如果他取下面具，让他看见脸上狰狞可怖的疤痕，他还会觉得他长得帅吗？王爷，我帮你将头发洗干净。好。洗完头发之后，便轻轻地替他按摩起头皮来，手法虽不是那么专业，却轻柔舒服。沈君慈合上眼，享受着这不轻不重、舒服至极的按摩。王爷，我刚才将你按痛了吗？那我按轻一点。不，你按得非常好，我喜欢你为我按摩。长到这么大，还从未有人为我做这样的按摩。姬皇后不喜欢我，父皇嫌憎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人。我因寒毒即将发作，不能与你圆房。瑶儿，你会不会着急啊？人家哪里着急了？姬皇后不是你的亲娘，她当然不喜欢你。你亲娘是一位舞姬，当年被你爹宠幸生下你。至于你娘是否还活着，我现在也不知道。不过只要她还在人世，我便有办法帮你找到她。每一次寒疾发作，我都会生不如死。每一次我都担心，那一次将成为我生命中最后的记忆。这一次这种担心更甚了。瑶儿，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永远都看不见你了。王爷，这一次你也一定能挺过去。你优秀、睿智、坚强、勇敢，百折不挠。只要你努力，你一定能达成目标的。有句话我想送给王爷：得民心者得天下。任何时候都要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只有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统治者才能坐拥天下疆土。这世上朝代更迭虽是常事，但任何国家走向衰亡都有其衰亡的理由。若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大兴土木，会导致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若不思进取，国家弱小，则会被别国伺机消灭。无论是人也好，还是国家也罢，其实也是遵从丛林法则的。何为丛林法则呀？
丛林法则乃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解释出来就是在各种竞争中，适应力强大者才能生存下来，而适应力差的则会被淘汰出局。也只有强者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决定别人的命运。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真乃是金玉良言，妙，实在是妙啊！瑶儿，你可真令我刮目相看呐，真令我佩服。大龙国即将春闱，瑶儿，你觉得我能做些什么呢？顺势而为，为民请命，公正、公平、正义，如此而已。王爷，我认为支持太子的大臣比较多，支持你的大臣少之又少，而参加科举考试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寒门学子，适当的时候站出来，为寒门学子提供一些帮助，如此你便能获得这波新生力量的支持。娘子聪明伶俐，博学多才，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王爷，你坐好，我来帮你搓背。那个，我从未帮人搓过背，如果搓得不好，你别介意啊。无妨，我皮糙肉厚的，随便你搓。凤扶摇用干净的棉布帮沈君慈将3000青丝包裹起来，堆叠在头顶。她的背部线条流畅，宽阔有力，手感好到爆，让人爱不释手。这背都让我搓红了，前面搓不搓呀？搓前面，他会不会觉得我是色狼啊？我从未与男人如此坦诚相见过，有点害羞怎么办啊？不行，为了诱人的8块腹肌，我豁出去了。啊，这家伙闭着眼睛在享受，难道睡着了？那就连前面一起搓。胸肌宽厚结实，线条流畅完美，配上绝世神颜，好像漫画中走出来的男主角呀。我的个乖乖呀，这胸肌摸上去手感好到爆啊，就算坐在水中也能看见雕刻般的8块腹肌。这身材太完美了，简直是勾人的小妖精好吗？女人，你在玩火你知道吗？等到本王寒症过去，我非得好好的惩罚你不可。突然他感觉到鼻孔中涌出2股热流。王爷，你流鼻血了，是不是寒症发作了？没事的，估计只是上火了。你帮我把浴布拿过来吧，我起来更衣。王爷，你换好衣裳之后，我来帮你擦干头发。小乖啊，他刚才流鼻血，不会是寒症发作了吧？万一他寒症发作，我还没有得到解药怎么办啊？他会不会死啊？只要一想到这么帅的男人会死，我心里就难受的要命。我想看着他健健康康的活着。宗主，你不会爱上他了吧？今天的你很不对劲儿，你可以攻略他，让他爱上你，但是你千万不能爱上他。要知道，以后他当了皇帝，肯定不会只有你一个女人的。你愿意和3000佳丽分享一个男人吗？如果能接受，你就放心大胆去爱；如果不能接受，我劝你及时止损，不要投入太多感情，免得为情所困。如果我是古代女人，便会接受一夫多妻制度。可我是1000多年后的独立女性，我们那里都是一夫一妻制啊！我真的无法接受和一群女人分享一个男人。爱情是自私的，一世一双人才是最美好、最纯粹的爱情。他长得再帅，也只是一个拥有封建思想的古代男人。这里的男人3妻4妾，又有几个男人不纳姬妾的？比如建德帝，比如扎太子，比如我爹，就连我外祖父花老将军，也有几房姬妾。唉，在这种地方寻找爱情，如同十里淘金一般困难。说实话，面对这么优秀的男人，不动心是假的。或者先和他谈恋爱，等帮他坐上那个位置，然后我再选择悄悄离开。瑶儿，过来，帮我烘干头发。凤扶摇刚将他发丝烘干，收好溜金球，沈君慈突然伸出长臂，一把将他揽入怀中。那个王爷要用晚膳了，我们出去吧。娘子，你饿吗？我饿了。想不想让我来喂你？啊，你喂我在这里？王爷，你别激动啊，你体内的寒毒即将发作，我们现在不能那啥的。我们现在不能哪个啥呀？我们不可以圆房，小心你流鼻血。谁说本王现在想要跟你圆房了？原来娘子是如此的迫不及待呀，真是令我意外。你不是抱怨本王的接吻技巧差，让你感受很不好吗？本王就多和你练习练习，练得熟练一些，免得被娘子嘲笑了。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用完晚膳，沈君慈让一个少女上来面见凤扶摇。小鱼儿见过王妃姐姐，王妃姐姐安康吉祥，以后
阿静姐姐多多关照。不客气。看着少女打扮不像下人，倒像机器，不会是苟奸臣偷偷养在外面的妾室吧？苟奸臣不是自我标榜自己不近女色吗？刚才还和我卿卿我我，一转眼竟让我见你的外室，难道这家伙的人设都是假的？这也太虚伪了。傻丫头是吃醋了吗？哼，她吃醋的样子还真可爱。她是我的师弟白小鱼，平时并不住在王府，她做女子装扮是为了掩人耳目，帮我打理王府的生意。对外，她是我唯一的姬妾虞姬。小鱼，本王的所有收入此后都将交由王妃来管，你以后见王妃如见本王，记住了吗？啊，他是男的。哎呦，师兄，你真偏心，有了王妃便不要师弟了。哼，小心我告诉师傅他老人家，让他好好教训你。师傅跟你说的话，你全当成耳旁风了。女人是老虎，不能随便惹的，更何况你寒毒即将发作。小鱼儿笑得人畜无害，却用传音入密询问沈君慈：“师兄，你和这草包才成亲几日，就这样开始信任他了？你成亲那日，这草包不是还拿着刀子想一刀捅死你吗？我们准备那么久，你可不能被他的美色迷惑了，让我们功亏一篑。万一他是姬皇后和太子派来的奸细，想用美色害死你，我们可都要玩完。或者你将收入都告诉他，万一他去姬皇后那里告你的状，我们准备那么长时间，岂不是功亏一篑了？哎呦，师兄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师傅劝你不要相信草包，你偏不听。小心我告诉师傅他老人家，让他打你屁股蛋。我劝你赶紧将他的秘密处死，免得夜长梦多。你若下不去手，我来帮你搞死他。我仔细观察过，他值得本王的信任。师父那边我会亲自向他老人家解释。好了，别废话了，明日把账本交给他，以后本王的所有收入都需交由他来管。喂，沈君慈，你个大坏蛋，再这样偏心，你师弟我可撂挑子不干了。苏哲，这俩人呐都不是好鸟，竟然背着你传音入密说你坏话呢。死鱼儿说你是姬太后和太子派来的奸细，还要离王弄死你，还说如果离王下不去手，他来搞死你。哎呀，还好离王信任你，否则你不得玩完了。这条死鱼良心坏得很，你以后对他别太客气。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本系统有扫描功能，嘿嘿。啥？我掏心掏肺为这苟奸臣着想，他师弟竟想搞死我，去他大爷的！还好苟奸臣信任我，否则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条臭鱼，姑奶奶非得让你变成一条死鱼不可，太欺负人了。小鱼，她是本王的王妃，也是这王府的女主人。本王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对她有任何的隐瞒。从明日开始，你陆陆续续把账目拿给王妃过目吧，所有的收入都必须让她知道。账目有点多，我会陆陆续续拿给王妃过目的。不过有句话我必须告诉王妃啊，我师兄这些收入可都是拿命换来的，留着还有大用处呢。你可千万别去那些败家子拿去霍霍光了。天色不早了，鱼儿先行告辞，明日便派人送账目过来。鱼儿师弟说的对，这些银子留着有大用处。我和夫君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一个人又能蹦跶到哪里去呢？放心吧，我不会拿去吃喝嫖赌的。白小鱼嘴角抽了抽，对凤扶摇扶了扶身，告辞离去。瑶儿，过来，今天晚上我俩一个被窝睡。我还是各盖各的被子吧，我不习惯和人一个被窝睡觉。再说了，你寒毒快发作了，不能太激动。沈君慈长胳膊一捞，将他捞进了自己怀里。以后不准自己裹着睡，必须跟我一个被窝睡，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寒毒不会发作的，相信我。你的胸是石头做的吗？撞得我好痛啊！两世为人，第一次被男人搂着睡，还是被一个容貌绝世、超级大美男搂着睡。这么暧昧的姿势，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不过他怀里好温暖啊，身上的味道好好闻，真像一个暖宝宝。好喜欢这种被人宠爱的感觉呀，是怎么回事？这个腹黑的家伙不会想要色诱我吧？不行，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我绝不能被美色所迷。可是我快被他撩疯了。别胡思乱想，乖乖睡觉吧。我答应你，等我寒毒发作了以后，便跟你圆房。你可不能太着急，知道吗？凤扶摇又羞又窘，对着他的胸口嗷咬了一口。谁着急啊？谁着急谁是猪。我在这里盖了章，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不许勾三搭四。本王本就是你的人，也只会是你的人。小东西，我也要咬回来，我也要盖章。说着，炙热的唇瓣霸道的都在他的香唇上。这晚上，凤扶摇窝在沈君慈的怀里，睡得很香很甜。当他醒来的时候，沈君慈已经上朝去了。上午，一身女装的白小鱼过来给他过目。我靠，这
这家伙也太会搞钱了吧！竟然偷偷搞了这么多产业，放在1000年后的现代，妥妥的霸道总裁比尔盖茨啊！王妃姐姐，这些账本乃是这2年收入的主要账本。我师兄如今主要有如下产业和收入：明月楼年收入大概是10万两白银，位于西凉的2座铁矿年收入大概是50万两白银。除此之外呢，还有1座钱庄、数件商铺、几座庄园等等，这部分的收入大概是30万两白银。师兄所有收入加在一起，1年大概是100万两白银。这些银子分别存放在钱庄以及秘密所在的地方。师兄交代，先放200万两银票在你那里，你记得收好。这些可都是离王将来起事的屏障，不能让皇帝、皇后还有太子姬家人知道。师兄信任姐姐，执意将这些秘密告诉姐姐，姐姐是一定不会背叛师兄的，对吧？更不会卷着这些银子逃跑的，对吧？姐姐将来若是背叛我师兄，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将你给宰了。请放心，我和离王为夫妻一体，怎么可能背叛他？现在不会，以后更不会。不过我真的蛮好奇的，他今年才18岁，其中8岁至12岁都在叶国当人质，过着阶下囚的生活。他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创下这么大的基业的？这家伙真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让人佩服都不行。切，他比你想象的强太多了。你捡到宝了，你知道吗？别拿无价之宝当成草芥。你喜欢的狗太子连给我师兄提鞋都不配，你可真是瞎！怎么会喜欢太子那种龌龊的玩意儿？他呀，除了空有个太子的封号，其他的简直一无是处。要不是有姬家做靠山，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你竟然还甘愿当他的狗，刺杀我师兄！你个脑袋空空的大草包，根本就配不上我师兄。本不该跟你说这些话，但是我师兄从小到大承受太多，我们都不希望他受到任何伤害，特别是来自女人的伤害。方扶摇听着白小鱼的话，丝毫不生气，还对沈君慈充满了佩服之情，还有一丝丝的心疼。送走白小鱼之后，凤扶摇将200万两银票收入空间放好。宿主，皇宫又有大瓜了！昨晚啊，建德帝宠幸一个美人，结果用力过猛晕了过去。姬皇后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因为建德帝夸过那美人的唇好看。姬皇后啊，便让人将那美人的唇和舌头生生的割了下来。建德帝醒来后，发现美人变成了丑八怪，大发雷霆，和姬皇后吵了一架，两人差点动手啦。姬皇后真够恶毒的，那美人也是可怜。建德帝为何不将姬皇后给废了呢？建德帝不敢，因为啊，他是依靠姬国公才上位的，后宫美人多得很，算是一个美人，还废不了姬皇后。不过生气也是真的，他觉得姬皇后不尊重人。皇宫太可怕了，尔虞我诈，打死我也不愿意待在后宫里。特别是没有家族撑腰的女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太可怜了。等离王上了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去留。他照例去看了看几个小美人，美人们正在彩铃的监督下奋力担着粪水灌溉山上的果树。有个小美人脚下一个趔趄，被自己绊倒，粪水浇了一身。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我不干了，我现在便要离开离王府，再也不回来了。就算是皇后娘娘让我死，我也不回来了。我也不想干了。还有我也不想干了。皇后娘娘是让我们来伺候王爷的，不是让我们来担粪水的。哪怕我们出去给大户人家当婢女呢，也比在离王府当苦力强吧？哎，我们一起去见王妃，求她让我们离开离王府。对，就算回去被皇后娘娘责罚，也比在这里做这些阿杂事儿强100倍。你们可得想清楚，若不好好干活，待会儿是没有饭吃的。你们乃是皇后娘娘派来协助我做事的，而不是让你们来离王府享福的。本王妃早已经说过了，你们若是想留在离王府，需听从本王妃的安排；若不听从本王妃的安排，可自行离去。离去后，不可再踏入离王府半步。去还是留，你们现在便能做出选择。奴婢叫绿珠，奴婢不想干了，求王妃让奴婢离去。其他几人本来还在犹豫着，见绿珠带了头，也壮着胆子要求离去。迟燕，带他们去见来福管家，让来福管家安排他们换一身干净衣裳，然后送出离王府。至于他们要去何处，去干什么，由他们自己决定就好。是。怎么浑身臭烘烘的，还变得如此丑陋？你们不好好待在离王府盯着离王，跑回来做什么？这些美人原本多好看呀，为何去了一趟离王府，偏变得如此憔悴了？不会是被凤扶摇虐待了吧？凤扶摇乃是王妃，怎能如此善妒？这也太过分了，她根本就不配做王妃呀！本宫不是让你们想办法待在离王府吗？盯着离王和离王妃吗？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还有一个人呢，为何不见踪影？启禀娘娘和太子殿下，我等受娘娘和殿下之命前往离王府，哪知离王第一次见我们便踹死一个姐姐，命令我等听从离王妃安排。离王妃那个毒妇说我们是您安排过去给她当帮手的，于是她便安排我等去后花园做苦力，开垦荒地种菜。种菜也就罢了，
这个毒妇竟然让我们担着粪水去后山浇灌果树，我们每天担着臭乎乎的粪水，要走很远的路，还要爬山。若是我们不做，他便不给我们饭吃。娘娘，太子殿下，凤扶摇嫉妒成性，对我等非打击吗？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这才商量着离开离王府，面见娘娘和太子殿下。娘娘，太子殿下，求你们给我们做主啊！凤扶摇这个贱人，竟敢阳奉阴违，将本宫的话当耳旁风，真是岂有此理！沈君慈那个王八蛋，竟将本宫派去之人都给杀了。这个混蛋一定是故意的，一定是刻意针对本宫的。这个王八蛋越来越不将本宫放在眼里了。母后，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得想点办法，好好教训他一下才行。接皇后挥了挥手，令7个美人退下，并暗中对一旁的嬷嬷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沈君慈这个畜生，哪里是不将你放在眼里，怕是连本宫也不放在眼里了吧？想他小时候在本宫面前对本宫唯唯诺诺，百般讨好，如今长大了，翅膀硬了，便处处和本宫作对。本宫处处为他着想，好心为他挑选8个美人伺候，他不但不领情，还一而再再而三践踏本宫的尊严。这样的贱种，本宫还留着他做什么？为自己添堵吗？母后，儿臣记得每年上巳节后，他体内寒症便会发作呀，又快到了发作的季节了。光是想一想他痛得生不如死的样子，儿臣便觉得爽得不得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弄到点与寒毒相克的药材，把药材混入药中，或者混入食物中，让他寒毒发作时症状加重？父皇如今身体每况愈下，儿臣担心这狗杂种会使坏呀。最好今年便能让他一命呜呼，如此儿臣才能顺利坐上那个位置。母后，殿下，待母后找到那种药，不如由臣妾出面处理此事。若由臣妾出面，他们便不会那么警惕。臣妾可以将药物做成食物送给凤扶摇，借他之手除掉离王。凤扶摇是个没有主见的草包，而且一向信任臣妾这个妹妹，若能达成目的，岂不是事半功倍？雪儿真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等母后找到药，便让雪儿去帮咱们完成。母后，您看您儿媳妇多贤惠呀！昨日儿臣只是夸赞跳舞的舞姬长得不错，雪儿便将那舞姬送入儿臣房间内侍候儿臣。雪儿宽容大度，贤惠又聪慧，真是个不错的女人。殿下，人家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嘛？你都快将雪儿夸成一朵花了。雪儿，太子身边虽不缺女人，却至今没有一子半女。你身为太子妃，要多加努力，尽早为太子开枝散叶，让本宫和皇上抱上小皇孙。你该吃药需吃药，该调理身体需调理身体，争取早日怀上小皇孙，以后这大龙国的大好江山才能后继有人。玩乐归玩乐，还是要将此事提上日程，切不可懈怠。是，臣妾明白，臣妾和太子府的姐妹们一定会好好努力。明日便是探春宴，届时雪儿和凤扶摇都会参加，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到时如何做，你们好好商量一下。若能通过此次探春宴除去凤扶摇那个贱人，便再好不过。母后放心，这次的探春宴，儿臣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沈君慈前一段时间不是利用西江之事获得一片喝彩吗？这次儿臣定会让他身败名裂，再无翻身的机会。宿主又来大瓜了，关于太子的大瓜。你知道太子有个爱妾萧良娣吗？因为太子不能人道，这女人给太子戴了好大一顶绿帽子。就在前几日，她和姬皇后的堂兄弟姬山滚了床单呢。这次探春宴，那萧良娣和姬山八成也要去，到时候怎么让渣太子出丑，就看你的啦。我去，萧良娣竟然和姬皇后的堂兄弟勾结，渣太子被戴绿帽子了。这顶绿帽子这么绿，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哼哼，渣太子，你就等着姐锤死你吧。哼哼哼哼哼。什么事这么开心啊？来，送给你的，看看喜不喜欢。送给我的？哇，好美的镯子啊，这也太好看了吧！小乖小乖，这不是博物馆那个镇馆之宝吗？这外观一模一样，外圈也是8颗宝石。这只镯子现在竟然到了我手上，这到底预示着什么意思啊？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镯子啊。至于镯子为何到你手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沈君慈听着凤扶摇的心声，心头巨震，扶着凤扶摇的皓腕为他套了进去。王爷，这镯子真好看，我很喜欢，谢谢王爷。
第一次给你送礼，不知道要选什么，所以就给你定制了这只镯子。卖家说这种宝石代表着平安、幸福还有安康，所以我让他们在镯子上面都镶嵌了一圈。你喜欢真是太好了，下一次我再送些别的。我不得不承认，王爷的品味是真的很好。你让小鱼儿将200万两银子放在我这儿，就不怕我卷款跑路了？这些都是你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你我都已经成亲了，你还能跑到哪去吗？我将银子放在你这里，心里更踏实，否则娘子总会觉得为父不重视你。娘子，你要答应我，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许离开我。好，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离开你。王爷，那7个美人不愿待在王府，已经请求离开了。他们肯定会去向皇后娘娘告状的，皇后娘娘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你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对了，听闻昨晚皇后和皇上闹得很不愉快，今日上朝没事吧？他们在王府无法针对你我行事，离开是迟早的事情。此事你处理得很好，很令我佩服。皇后若是找你麻烦，我自会处理，你不用担心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王爷在，我不担心。今日中午我为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这道菜可是我教厨子做的，是我的独门秘籍，保证你爱吃。当然，若是不喜欢吃也没有关系，下次我再为你做别的。娘子做的美食一定是这世上最好吃的美食，这么多年我还从未吃过家人亲手做的饭菜。王爷对我这么好，我自然也要对王爷好的，咱俩礼尚往来。赶紧尝一尝，看看好不好吃啊？肉质酥软，香气四溢，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乃是人间之美味啊！真是没有想到，娘子上得厅堂，还能下得厨房呢。为夫这是不是捡到宝了呀？这顿饭他用的是红烧肉汤汁拌饭，一口气献了3大碗。明日便是探春宴了，你我都要参加。今日你好好准备一下，明日上午我们一同前往皇家园林。霎时浮现出去年探春宴他丢人的傻事。殿下，我是真的喜欢你，想要嫁给你。这是我亲手做的绢花，送给殿下。放扶摇，你不是想嫁给本宫吗？只要你从这山上跳下去，本宫便娶你为太子妃。哎，快跳快跳啊！你要是跳了，便能成为太子妃了。看看你，丑得像鬼似的，你配嫁给太子吗？赶紧跳崖吧，不跳啊，便不配得到太子的爱。姐姐，换作是我是一定会跳的。毕竟爱一个人就要为他献出全部，包括生命。你若真爱太子殿下，便赶紧跳下去，向殿下表明心迹。这山崖并不高，只有3米左右，你跳下去摔不死的。本来还在犹犹豫豫的凤扶摇奔上前，便从悬崖上跳了下来。那次跳崖的结果便是凤扶摇摔断了腿，他拄着拐将扎太子堵在明月楼，让他兑现承诺娶她。扎太子随手将一碗热汤泼在他的脸上。凤扶摇，你想嫁给本宫？瞧你长得人不人鬼不鬼，穿得像鸡毛掸子似的，你觉得你配嫁给本宫吗？还想成为本宫的太子妃？赶紧回去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吧。王爷，那个探春宴我能不出去吗？去年那次探春宴我实在是太丢脸了，这次我若再丢脸，岂不是连你的脸也要一起丢光了？要不你帮我请个病假，就说我发高烧了。还知道自己丢尽颜面，还可以再强调一下。这场宴会，你身为本王的王妃是一定要参加的。你总不能因为丢过脸，便一直当着缩头乌龟吧？我相信这次你是不会让本王失望的。不就是唱歌跳舞吟诗作对比试才艺吗？这一次本王妃定会大放异彩，将丢光的脸重新捡回来。小姐，您去年参加探春宴，为太子殿下跳崖摔断腿，沦为长安城的笑话。您今年再去参加，岂不是会被人戳脊梁骨？不但如此，还会为王爷脸上蒙羞。是啊，小姐，你已经嫁给王爷，成为离王妃，您今年不如在家待着，不去参加。姬玉柔一直看您不顺眼，奴婢担心她会算计您。还有长公主，她以前便对您冷嘲热讽，这次肯定又会针对您。再说了，她上次来离王府闹过，要王爷将您贬为贱妾。这次探春宴又不知会整出什么幺蛾子。在哪里跌倒的，便在哪里爬起来。放心吧，你家小姐我不会再犯傻的，更不会给王爷丢脸。你们帮我准备一下明日的穿戴之物吧，另外挑选一套首饰为表小姐送过去，她明日也要参加。探春宴乃是大龙国皇宫举办的盛大宴会，参与者多为官宦或者富豪家未出阁的女儿，以及尚未婚配的男子，有踏青游玩、骑马射箭、吟诗作对、琴棋书画、猜谜手工，甚至是厨艺女工等等等等，各种比试。哎呀，你怎么才来呀？那边正比赛投壶呢，走，咱们赶紧过去。小瑶瑶，我们去找男人玩，你去找女人吧。啊，
凤飞要对他们挥挥手，慢慢走向女子聚集处。他正好奇地打量着各处堆积的东西。你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竟敢踩桑本小姐的鞋子！你这个穷鬼，知道这鞋子多少银子一双吗？乃是玲珑阁定制款，镶嵌着宝石和东珠，一双都要20两银子呢。你爹不过是穷得响叮当的大理寺少卿，你这穷鬼赔得起吗？啊，姬小姐，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被人撞了一下，不小心踩到你，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哼，一句对不起就行了。想要本小姐饶了你也不是不行，除非你拿得出20两银子赔偿本小姐，或者你跪在本小姐的面前磕3个头，并将本小姐的鞋子舔干净，否则本小姐便让人将你撵出谭春燕。姬小姐，我把这只银簪赔给你吧，这银簪也是玲珑阁的首饰，镶嵌了珍珠，虽然比不上你的鞋子贵重，但也是镶嵌着宝石的首饰。就你这破烂玩意儿，还想用来赔偿本小姐的鞋子？祝婉容，你是不是穷疯了？本小姐不接受你的赔偿，你跪下磕头，将鞋子舔干净吧。赶紧跪下，磕头舔干净鞋子。对，把鞋子舔干净就饶了你。你不是自诩才女一向清高的吗？哼，一个穷鬼有什么好清高的？哼，听说啊，你爹自诩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倒是要看看今日你是跪还是不跪。请不要侮辱我爹，我是不会下跪磕头，更不会舔鞋子的。你若不愿下跪，便将你打一顿，撵出谭春燕。周婉容，你去年不是很嚣张吗？去年本小姐为黎王做了一首诗送给他，你偏要和几个人比赛作诗，故意将本小姐给比下去。本小姐看你不顺眼很久了，大家一起上，揍他一顿，将他撵出去。几个丫鬟凶神恶煞的扑上前，就要对祝婉容下手。谁敢过来打他？本王妃将他4肢献了喂狗。祝婉容乃本王妃从小玩到大的闺中好友，谁若敢欺负她，便是与本王妃作对。凤扶摇，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祝婉容弄脏了我的鞋子，让她赔偿不是应该的吗？别人怕你，我姬玉柔可不怕你。你这个大草包根本就不配当黎王的王妃。瑶瑶，谢谢你来帮我，我真的很感动。可是姬玉柔一向飞扬跋扈惯了，我们是斗不过她的。不如我回家向娘要些银子赔偿给她。相信我，不会有事的。姬玉柔，你口口声声说我这个大草包不配当黎王妃，那请问你这个桃花癫配不配当黎王妃呢？听说你每天晚上都会做白日梦，梦见与男人私会啊。不但如此，还对着空气发嗲发骚，自言自语说情话。夜里睡觉，床上明明没有人，却做白日梦，与男人恩爱，仿佛夫妻一样，真是笑死个人了。你这么恶心，怕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吧？你胡说，我没有，我大街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我怎么会胡说呢？听闻你亲口向你爹承认，将庶妹姬玉婵推下河中淹死。你可真是后背长疮，起眼流脓，坏透了。你这么恶毒的婆娘，还妄想嫁给黎王，能嫁人就不错了。谁若娶了你这个毒妇，说不定哪天便被你一碗药给药死，化为一缕孤魂野鬼。姬玉柔，我劝你回去照照镜子，再出来丢人现眼。你家要是没有镜子，可以撒泡尿啊，赶紧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柔柔，我们走，别理这个神经病。傅扶摇，你这个贱人！祝婉容，你不能走，你弄脏了我的鞋子，必须赔偿后才能走。瑶瑶，谁欺负你？干我抽不死他！洛洛，等等我！哎呀，你等等啊，洛洛，你要打架也算我一个嘛！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看我不咬死他！姬玉柔，这是20两银子，我替蓉蓉赔给你，但是你拿了我的银子，鞋子必须脱下来给我，否则你拿着银子还穿着鞋子，便宜岂不是都被你占了？拿去吧，本小姐穿过的鞋子赏你了。堂堂黎王妃，原来是个喜欢穿破鞋的垃圾货子。黎王爷怎么会娶你这种破烂货？真是给黎王爷丢脸哟！这不是去年哭着喊着要为太子跳崖的大草包吗？今年怎么又跑出来丢人现眼了？凤扶摇，你今年打算跳什么呀？不会要去跳茅坑吧？呵呵，瘸子放屁，哪来的一股邪气呀？熏得人差点吐了。你说说你四肢不全，智力低下，还跑出来丢人现眼，这不是给人添堵吗？赶紧的，屎壳郎搬家，滚蛋回家吧！你这个大草包，几日不见，嘴巴倒是变利索了。玉柔，赶紧告诉小叔叔，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放心，只要你小叔叔在，没人敢欺负你。小叔叔，太子表哥，吉山叔叔，你们可来了！祝婉容弄脏了我的定制鞋子，他赔不起，凤扶摇便帮他赔了我20两银子，于是我便将穿过的破鞋扔给了他。
这女人竟然还要我穿过的破鞋，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哦，我说你是个大草包吧，你还不承认？你何时喜欢捡别人的破鞋穿了啊？哦，本公子想起来了，你不是嫁入穷的叮当响的黎王府了吗？哈哈哈，不会穷的连鞋子都不给你买吧？哎呀，黎王府是怎么混的呀？竟然连双鞋子都不给你买，这也太磕碜了吧！鸡蛋，你嘴巴放干净点。哎，沈君村，我可是你舅舅，你别乱来呀！鸡蛋，你可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呀！你才买不起鞋呢，你们全家都买不起鞋。哼，婉容只不过踩脏了他的鞋，他便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20两银子，他才不要脸呢好吗？凤扶摇已经赔过银子了，凭什么还要把鞋留给他呀？赔了银子拿走鞋，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难道你去市场买东西，付了银子不要东西直接走人呐？啊？除非你是个大傻子。听说前几日你赌博赌输了，偷了不少家当去抵债啊。哎呀，早就听说你人傻钱多，没想到你傻得不可救药啊！哈哈哈！四姑小宝，本公子做事何时轮到你说三道四了？我又不是你爹，我才懒得管你做什么傻事呢。就算你将你家国公府卖了，也轮不到我管你啊！要管呐，也得是你亲爹管。哎，不过我听说姬国公差点让你给气死啊！你可真孝顺。鸡蛋被四公小宝对得哑口无言，气得直发抖。凤福雪瞅着凤扶摇，目光阴沉算计。过了今日，凤扶摇将彻底身败名裂。姬玉柔，这鞋子不是你送给我的，而是我花钱买的。你既是卖主，便要保证送我一双干净的鞋子。但是20两银子买的鞋子，却被你弄得脏兮兮的。所以请你帮我将鞋子上面的脏污清理干净之后，再交给我。你还不赶紧将鞋子弄干净后交给他？哎呀，别人穿过的臭鞋子多恶心呐！搞不好有脚气呢，白送给本王妃，本王妃也不会要。我今日不过见有人仗势欺人，打抱不平罢了。我没有脚气，这鞋子是新的。春燕，将这双臭烘烘的鞋子提到那条河边扔了。本王妃既然掏钱买下来，处理权自然在本王妃手中。是。春燕提着鞋子，配合的掩着鼻子，仿佛那鞋子多臭似的，一溜烟跑到河边，将鞋子扔进了河里。姬玉柔看着扔进河里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穿着袜子的脚，感到心里憋屈极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洛洛、蓉蓉，这边太多人了，我们去其他地方瞧瞧吧。凤扶摇，去年探春宴你发疯，今年探春日你又发什么疯？你将姬玉柔欺负成这般模样，心里是不是很得意？探春宴乃是比试才艺之处，可你这草包什么都不会，何必要过来滥竽充数呢？本宫劝你啊，还是早点离开吧，免得待会儿比试时丢人现眼，将黎王府的脸丢光。殿下，你这个不要脸的都来了，我凭什么不能来啊？上次回门时，凤福雪当着全家人的面指责你不能人道，还是个虐待狂。你将皇室的脸都丢光了，也没有见你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啊。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你啊是我的偶像，呕吐的对象。李王妃，刚才你说太子殿下长得这么壮实，竟然不能人道啊！我勒个去啊！那以后他坐上那个位置，大龙国岂不是后继无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太子这个病多久了啊？皇上他老人家知道吗？小丫头语不惊人死不休，伶牙俐齿，实在是太可爱了。不知道今日她还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凤扶摇，你休要血口喷人，玷污本宫声誉。那次只是本宫和太子妃吵架，他口不择言而已。本宫何时不能人道了？你不就是想嫁给本宫，而本宫没娶你这个蠢货吗？你至于因爱生恨，百般诋毁本宫名声吗？你可真够恶毒的。那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你的太子妃凤福雪说的。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搬运工，你怎么能对我乱发脾气呢？再说了，我压根就没有喜欢过你，怎么会对你因爱生恨呢？你要是脑子烧坏了，就赶紧去治一治，趁现在还能抢救。太子殿下息怒，不要和这个草包一般见识。那次我和殿下吵架，赌气口不择言，我和太子殿下幸福着呢。凤扶摇，你休要因嫉妒生恨，万般诋毁我和太子殿下，在中间作梗，你的阴谋诡计是不会得逞的。你还真是扯起眉毛红眼睛，自己哄自己啊！你喜欢无能的男人，还喜欢被虐？没事，你喜欢就好。凤扶摇，谁是无能的男人？你休要胡说八道！我又没说你，你自己承认你自己无能干什么呀？哎，殿下，你不要生气，更不要和傻子一般见识。别忘了，我们有要做的事。姐姐，妹妹从小和你一起长大，对你十分了解。你除了会偷鸡摸狗、缠着男人犯花痴，什么都不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针线女工、烹饪美食，没有一样拿得出手。母亲多次教育你好好学习，免得嫁人后为夫家丢脸。你不但不领情，还责怪母亲多管闲事。姐姐，你现在乃是黎王妃啊，一言一行代表黎王和皇室颜面。以前你丢人，只是丢凤丞相府的脸罢了。
可是你现在丢人，将会连离王府和皇室的脸一起丢光。姐姐，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不要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就算不离开，也要安分守己，不要到处找茬惹是生非。太子和太子妃说的对，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女人，最好安分守己，不要作妖，否则皇室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自己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啊，何必要在这里招摇过市呢？到底谁是草包，谁丢人现眼，还不一定呢。凤福雪，我记得你从小到大很会算账是吧？被你娘夸赞说你是个小才女，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早就想和你切磋切磋了。我的好妹妹，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呢？我出一道计数的题，只要你能说出答案，就算你赢。我估摸着你肯定不敢应战，因为你才是那个绣花枕头大草包。哼，和你比试也不是不可以。凤扶阳，你确定你敢比吗？待会儿丢了脸，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到底谁会丢脸，不如比了再说。那么我开始出题了。凤扶阳，你说你要出题让太子妃回答，你一个大字都不识，连基本计数都不会的草包，能给出什么了不起的题啊？那这样吧，答题之人也算我一个，我也有回答的权利。太子殿下，我们这一方都能答题，你说是不是啊？哼，一个蠢材能给得出什么了不起的计数题？你出题吧，我们这边回答，谁答对了都算数。我一个人对你们这么多人，还要脸吗？比不起就干脆别比了，免得丢人现眼。就是，不是黎王妃和太子妃比试吗？为何变成了黎王妃和你们一群人比试啊？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本公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凭什么让瑶瑶一个人面对你们这么多人？太子殿下，你们不会是担心答不出丢人现眼吧？哼，也是，答错了或答不出多丢人呢。换作是我也要一群人和一个人比试呢。比个计数题需要如此兴师动众的吗？比不起便不要比了，免得答不出来丢人现眼。我相信用了激将法，渣太子是一定会和我比试的。今天我不让渣太子连裤衩都输掉，我便不是凤扶瑶。凤扶雪，若你们都参加答题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所有参加答题之人必须遵守我定的规矩。不如我们各自拿出5000两银子做赌注，如果你们回答出我提的问题，我的5000两银子便归你们；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我提的问题，你们的5000两银子便归我。我估摸着呢，你们肯定不敢应战的，输银子是小，丢脸是大呀。太子殿下，这个草包将要和我们对赌，赌博可是我的强项啊，我从来没输过。凤扶瑶，5000两银子也太寒碜了吧，你怎么拿得出手啊？不如我们各出1万两银子对赌，若是我们赢了，你那1万两银子归我们；若是我们输了，我们那1万两银子归你。这么多见证人，谁也不许赖账，怎么样？1万两银子，这会不会太多了？对，1万两，否则就不赌了。太子殿下，赶紧准备银子，我出5000两，你出5000两，你先帮我拿5000两垫着，等我赢了我再还你。我们的银子准备好了，你的银子呢？不会还没开始，你便要当缩头乌龟了吧？王爷，我只带了2000两银票，你带银票了吗？借我8000两银票周转周转，待会儿赌赢了马上还给你，赌输了就先记账，晚点再还给你。17，拿1万两银票出来给王妃，这次对赌，赢了算王妃的，输了算本王的。王爷，1万两，万一输了怎么办？沈君慈冷冷看了他一眼，脸色有些不悦，临时七不情不愿的递给凤扶瑶。各位，我这边的赌注也准备好了，不管输赢，谁也不许赖账。瑶瑶，你真要和他们对赌吗？大前年你和李少世家的嫡女对赌，输了500两银子，差点被你爹打断腿。前年你和殿阁大学士家的公子对赌，又输了500两银子，又差点被你爹打断腿。还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对赌，你哪一次赢过？今年你既要对赌1万两银子吗？1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你可要想清楚啊！赌博这种事会让人越陷越深的，而且输赢不是绝对的。你和他们出题可以，但是不要对赌了吧？若是输了，离王将你扫地出门怎么办？瑶瑶，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蓉蓉，你放心，我有把握的。可是你大哥一直让我帮他照顾你，你若被离王扫地出门，我如何给他交代？瑶瑶，你不要再任性了，好不好？喂，凤扶瑶，赶紧出题啊，别磨磨唧唧的，你这个大草包，不会是想当缩头乌龟了吧？哎，等等，鸡蛋，我再出1000两，你们也加1000两如何？我今日就赌小瑶生，虽然我不相信小瑶瑶，但是我相信李王，他支持的事儿肯定没错。这家伙到底是支持我还是拆我台啊？什么叫不相信我啊？哈哈，司空小宝，你说你相信李王，你可真是勇士啊！太子殿下，再拿1000两，其中500两算我的。今日本公子非要让他们输掉底裤不可。我的天哪，22000两银票，这也太豪横了吧！这个无知的蠢货，今天怕是又要丢人了。你越是丢人，我便越是痛快。谁让你过得比我幸福啊？
晚一点再让你身败名裂、臭名昭著，离王定会将你休了。方扶摇，你还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还不快点出题？愿赌服输，待会儿输了的一方谁也不许赖账。各位，我要出题了，回答时限为半炷香的时间，半炷香时间过后，我便给出正确答案。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答题机会，若非对赌方能给出正确答案，则奖励500两银子。欢迎大家参加答题。我念完题之后，请司空公子点燃燃香。这道题名为鸡兔同笼，题目如下：说笼子里有若干只鸡和兔，从上面数有35个头，从下面数有94只脚。请问鸡和兔各有多少只？燃香点燃，开始计算答题时间。原本喧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的可怕，只听见众人沉重的呼吸声。他娘的，这鸡有2只脚，兔子有4只脚，它们的脚数量根本不一样吗？这要怎么回答呀？这不是坑爹吗？这也太难了，我们是不是上当了？这个草包如何想得出这么奇葩的问题呢？哎，殿下，你想出答案了吗？沈君逸摇了摇头，他也想不出来。方扶摇，你这出的什么烂题啊？这么难的题，鬼才能答出来呢！除非你提一篮子鸡和一篮子兔过来，当面数一数，否则谁答得出来啊？你回答不出来，并不代表别人也回答不出来。你爹让你将你家的所有收入算账，你总不能将所有银子都搬到面前数一遍吧？数之所以存在，不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计算吗？我若将数量增加100倍，你岂不得跑到养鸡场、养兔场数数？不知我男神能不能答出来？这题在1000年后只是小孩子的数学题，估计这1000年前怕是无人能答出来吧。王爷，你想出答案了？本王想了个答案，不知对不对。如果鸡与兔都在参加军队训练，一声令下以后都抬起1只脚，那么相差59只脚，再一声令下又抬起1只脚，相差24只脚。这时鸡都坐在地上，兔子仍然是2只脚站着，所以兔子有24的一半，共有12只，那么鸡的数量便是23只。燃香烧完了，燃香烧完了，时间到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黎王一个人回答了问题。哎，小瑶瑶，请问黎王回答的正确吗？小孙，你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答案呀？为何小舅舅我一点听不明白呢？什么鸡和兔子一起参加军队训练？什么一会儿抬脚，一会儿放下脚，一会儿又坐下站起来？鸡和兔子又不是人，你告诉我，他们是怎么一屁股坐地上的？他能回答出这个问题，一看就是胡诌的。凤扶摇，你出的题太难，根本就没人能答出来，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吧。本宫宣布这场对赌失效。太子殿下，你回答不出来并不代表别人回答不出来，难道你的脑子不灵光，便以为别人的脑子和你一样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要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比你聪明的人不知凡几。我宣布，这场对赌我方胜出。黎王回答的答案完全正确，我将从这些对赌的银子中拿出500两奖励给他。哼，凭什么你说他回答正确便是正确的？你以为随便糊弄我们便能轻松得到22000两银子？你不给我们一个心服口服的答案，休想将银子拿走。刚才黎王不是为你们说过答案了吗？12只兔子，23只鸡是正确答案。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解答这道题。假设笼子中全是鸡，那么应该有70只脚，与94只脚相比较，每差2只脚，就说明把1只兔子看成了鸡，所差的脚数中有几个2，就有几只兔子。所以兔子的数量是94减去70之后，再平分2只脚，就是12只兔子，而鸡的数量则是35减去12只兔子，是23只。以上就是答案。太子殿下，愿赌服输，你们输了，这22000两银子是我们的了。5500两银子呀，我的5500两银子，爷，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啊！我的银子呀，我的银子！沈君逸狠狠一甩袖子，拂袖而去。我用树枝拼出了答案，我用树枝拼出了答案呢！我用树枝拼出了鸡的数量和兔子的数量，可惜晚了那么一点，和500两银子失之交臂啊！否则的话，我便能得到那500两银子奖励了。哥哥，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丢脸？大家都看着你呢。哎呀，使不得，这银子我不能要。我虽然答上来了，但已经超过了你要求的时间，你赶紧收回去吧！啊，别让表哥成为别人眼中的守财奴啊！风扶摇哭笑不得，只好收了银票，打算改天交给外祖父。王爷，您借给我的1万两银子，再加上回答问题的奖励以及收入，一共是15000两，您拿着。本王送出去的东西，还从未想过要拿回来过。本王的都是你的，你拿着就是了。记得待会儿请本王吃美食哦。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啦。小瓜，男神将银票都给我了，好激动啊！我今天一下子便多出2万两银票，
财了，发财啦！瞧你那点出息，你要能成为皇后，这大半个国家都是你的。嘿嘿，我现在还没有想过当皇后这么遥远的事情，我现在只想得到王爷的人，然后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3年后，只要大龙国不灭亡，我便能获得自由。到时候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要去周游全世界。想要得到我的人后再离开我，哼，想得美。少女淡定地指挥着宫女太监们准备食材，波光潋滟的美眸散发出自信而璀璨的光芒，让她整个人显得鲜活灵动，熠熠生辉。沈君慈嘴角不觉愉悦弯起，心中充满了无限期待。众人听说昔日大草包今日要准备美食大餐，一个个跟听到天大的笑话似的，纷纷从不同的地方赶来看热闹。他刚才不过侥幸赢了太子殿下而已，还真以为自己是全能天才吗？我想看看，待会儿他连一道汤都做不出来，将如何给大家交代？这草包每年都会整出一件事博人眼球，最终呢，却沦为长安城的笑柄。放心吧，他这种不安分之人，今年也会贻笑大方的。那个贱人，刚才摆了我们一道，害得我们白白损失那么多银子，光是想想，老子便气得肉疼。哼，恨不得跑过去宰了他。这贱人不学无术，连锅铲都没摸过。他要是能做出一大桌美食来，母猪都能上树了。哼，太子殿下，你不如找一个厨艺了得之人，去和他比试一下，杀杀他的威风。本公子相信，你一定能打败那个草包的。既然太子殿下和姬公子信任我，我只好勉强试一试。不过比试归比试，这快到中午了，我顺便为各位做一顿午膳。小女子太子太保嫡女林芊芊，听闻王妃厨艺了得，欲和王妃比试比试，不知黎王妃意下如何，可愿与我比试？风扶摇，你不会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和林芊芊比吧？哼，也是，像你这种大草包，除了吃还会干啥呀？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你还会跳山呢。你摸过铲子吗？切过菜吗？认识那些菜的种类吗？你能做出一大桌菜来？哼，莫不是小母牛做蒸笼吹牛吧？搞不好你会将乌龟认成王八。我说哪里鬼来的傻蛋呢？原来是老鳖下的东西，王八蛋啊！瞧你一开口便屎壳郎说书，满嘴臭屁的模样，简直臭不可闻。比就比，难道本王妃还怕你不成？千万别太多啊，我担心我会输的。那就对赌5000两银子。石溪，拿5000两银票出来。林时期这一次可积极多了，满脸堆笑，屁颠屁颠的跑上前，恭恭敬敬的呈上5000两银票。哼，我和鸡蛋各出2500两，和你们对赌，愿赌服输，谁也不许使诈。本宫宣布，厨艺比赛现在开始。你不会让本王失望的吧？本王肚子饿了。放心吧，王爷，待会儿一定撑死你，顺便让你数银子数到手软。都来坐，都来坐啊！等着林芊芊为我们准备一桌丰盛的美食大餐。嘿，老子今天非要看看某些标榜厨艺大师之人，待会儿是如何丢脸的。哼，输了可别耍赖，这么多人看着呢。谁赖账谁是王八蛋，大家都是见证人。对，我们都是见证人，谁赖账谁是王八蛋。姐姐，你从小到大十指不沾阳春水，连厨房都未进过，铲子也未曾摸过，吃饭都是丫鬟端给你吃的，有时候还要喂给你吃。可惜有些人还在配菜，也不知配到猴年马月才能配完，搞不好等我将所有的菜做完，他的菜还没配好，那可就丢脸丢大了。哼，君子远庖厨，再多人站在灶台边，不会做照样不会做，做菜只能由凤扶摇一人动手，其他闲杂人等别想作弊帮忙。说实在不会，低头认输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本宫大人大量，不会鄙视你的。等大家将菜做完再说风凉话吧，输不起你可以选择退出，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这么急，你急着去投胎吗？哎，看一看瞧一瞧了，咱们这边的第一道菜已经做好了。司空小宝，你那边还没动手呢，待会儿等着喝西北风吧。嘿嘿嘿，哎呀，有些人呐，明明就不会，偏要装大尾巴狼。要知道打脸可是很疼的啊！这次老子终于能赢回一部分银子了。早知道这草包什么都不会，老子就多下点赌注。哼，可惜了，还没到时间呢。你像个癞蛤蟆似的，上蹿下跳个什么呀？待会儿输了银子，别再装晕了啊！你才是癞蛤蟆呢，你们全家都是。哎呦你，不，比明月楼大厨还得厉害。哎呦呦，你看这颜色，你看着，哎呦，哎呀，你看看啊，这比那个谁那个林芊芊做的，哎呦，这两人那没法比呀。林芊芊听着众人的喝彩声，心里慌得不得了，握着铲子的手都在发抖。太
完了，谁胜谁负，想必大家都会公正判断的。众人看了看两边的桌子，一边18道菜一道汤，颜色鲜艳，五颜六色的，浓香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另外一边只有7个菜，每道菜的颜色都不太正常，闻起来还有一股糊味儿。哎呦，这用得着比吗？那肯定黎王妃赢了呀！那黎王妃那厨艺那真了得，快赶上明月楼大厨了。黎王妃做的美食真诱人呐，我也好想吃啊！只要眼睛不瞎呀，便能看出是咱们这边赢。我宣布，此次对赌乃黎王妃胜出，林芊芊败北。傅扶摇，你别太嚣张了，就算你厨艺不错又能怎么样？你等着瞧，下回本公子一定会找回场子的。我的老天爷呀，这道水煮鱼鲜香麻辣，味道鲜美，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呢。小瑶瑶，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的向高人拜师学艺了啊？还有这道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哎呦喂，我差点把舌头给吞下去。王爷和王妃还未吃，你就吃起来，跟饿死鬼投胎似的，能不能不要这么丢脸呢？刚才是谁说，如果瑶儿比赛赢了，便将勺子吞进去？来，吞吧，别耍赖皮啊！谁说的？肯定不是我说的。哎，大家赶紧吃啊！今天咱们算是有口福了。哎，表哥，蓉蓉，菜凉了就不好吃了。你们若是喜欢吃我做的菜，欢迎经常来王府蹭饭。瑶瑶姐，你真的很厉害，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做了这么多好吃的，你今日一下子赚这么多银子，让人好羡慕啊！王爷，红烧肉不合你胃口吗？如果不喜欢红烧肉，再试试别的菜。啊，我爱吃，我爱吃啊！他不懂欣赏，我懂啊！不，你做的红烧肉是这世上最好吃的红烧肉，我非常喜欢，真的。等我找到了娘，便将这个姑娘带到娘的面前。我想要告诉娘，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孩是我的娘子。探春宴下午依然进行各种才艺比试，男人们去赛马骑射，花不落和祝婉容几个少女比试绣花。凤扶摇不懂绣花，便带着春燕和春香到处走走，观赏风景。你是怎么走路的？将王妃衣裙都弄脏了！王妃饶命！王妃饶命啊！奴婢不是故意的。旁边有座赏花店，备有各种衣裙供客人不便时更换。王妃请随奴婢来，奴婢这边带王妃过去更衣。行，你带我过去吧。小宫婢眼中一闪而逝的诡计得逞的阴笑，低头领着凤扶摇走向附近的一座大殿。王妃，左边那间便是更衣处，王妃可进去更衣小憩。奴婢还有事，便先去忙了。匆匆忙忙的转身离去。你俩去门外守着，别让闲杂人等进来。是。凤扶摇心生警惕，站在房门口打量着里面。宿主，太子在更衣室里布置了媚药，想算计你。这更衣室里竟躺着一个中了媚药的男人，你一旦媚药发作，他们便会进来捉奸的。另外，隔壁房间还躲了2个人，等着捉奸大戏呢。一盏茶的功夫后，太子殿下，奴婢刚才进来拿衣裳给一位小姐更换，亲眼看见黎王妃和一个陌生男子在更衣室苟且。我若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这个大草包，就算成了王妃，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到处沾花惹草，不守妇道，真是个贱人。吴坤，去将黎王请过来，就说黎王妃出了大事，让他前来处理。皇兄把臣弟请过来，所谓何事呢？黎王妃人在何处？她出了什么事了？哎，黎王妃不会被你们设计陷害给藏起来了吧？我跟你们说啊，做人可不能太缺德，否则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的。婢女刚才进来拿衣裳，发现黎王妃和一个男子在更衣室苟且。2个丫鬟不是跟着凤扶摇的吗？丫鬟人在何处呢？此事一看，便是恶毒太子怀恨在心所设置的阴谋。凤扶摇那个傻丫头，不是一向很聪明的吗？不会这么轻易的便被人给算计进去了吧？哎，急死个人了！怎么还不进来捉奸啊？等得我花都快谢了。再不进来，就看不见最精彩的地方了。狗太子千方百计设计陷害你家姑奶奶，可惜啊，小丑竟是你自己。真想看看渣太子吃屎的表情啊！我这么机智，我家男神肯定会夸奖我的。皇兄还不随我进去？希望皇兄不要包庇恶人。说着，迈着大长腿，率先向更衣室走去。跟在他身后的吃瓜群众一拥而进，等着观赏一场大戏。垂落的帐纱中，床上的人正在行那苟且之事，战况激烈。瞧一瞧，看一看呢，床上之人在干嘛呢？凤扶摇，你这个花痴大草包，饥不择食，见一个爱一个，竟走在这种地方和男人苟且，真是臭不要脸，不知廉耻！大龙国皇室的脸面都被凤扶摇这个花痴给丢尽了。
本王已经警告过你，休要污蔑本王的王妃，若再有下次，本王绝不轻饶。太子殿下以身作则，教我等大义灭亲，胸怀之宽广，实乃楷模。恭喜太子殿下，您这顶绿帽子比西北大草原还要大呢。明明是萧良娣和姬玉柔在此处和野男人苟且，有人非要乱扣屎盆子，颠倒黑白，真是卑鄙无耻。自己被戴绿帽当乌龟，原来出丑的是你自己呀！沈君逸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脑瓜子嗡嗡的，两眼一黑，差点晕倒。萧良娣和姬山又不是第一次苟且了，这俩货早就勾搭在一起了。狗太子指使奴婢弄脏我的衣裙，原本是想算计我来着，还好我察觉到不对劲，将那2个捉奸的帮凶打晕了，扔在床上。狗太子真够恶毒的，想算计我，还想顺便让我男神身败名裂。皇兄大张旗鼓请臣弟过来捉奸，原来是想要大义灭亲呢。皇兄忍辱负重，实在是我等学习的榜样。姬山在探春宴上私自淫乱，祸乱朝纲，罪不可赦。想必皇兄是不会当缩头乌龟，包庇此等恶人的吧？当然，皇兄若是想要息事宁人，当那个缩头乌龟，臣弟也没有任何的意见。我说太子殿下，这厮睡了你的女人，被你戴了绿帽子，你可不能当缩头乌龟啊！太子殿下加油！太子殿下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快将这厮剁了喂狗吧！不剁呀，你就不是男人了，而是怂包。殿下，他毕竟是你堂舅啊，教训一下得了，别真杀了他呀。不过死了个小妾而已，皇后娘娘知道了又要责骂你了。再说，不是你让他……嗨，为了个小妾何必呢？王爷，男人被自己的女人戴绿帽，是否只会拿自己的女人出气？可是为他戴绿帽的不是另外一个男人吗？为何他只拿自己的女人出气呢？不爱自己的女人，大可以将她休了，放她离开啊！杀了自己的女人算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要真是一个男人，应该杀了那个为他戴绿帽的男人才是啊！难道说这绿帽戴着戴着会习惯，会上瘾？也是，当乌龟也挺不错的，毕竟乌龟长寿嘛。真正的男人是不会拿自己的女人出气的，而是会千方百计的保护她。你如此大逆不道，我要去找你母后，我告你状去！哼！若有下次，本宫定会要了你的狗命！滚！姬山如蒙大赦，捂着血流不止的胳膊，连滚带爬的跑了。殿下，您真厉害，对自己的女人一剑致命，对那个为你戴绿帽的男人只给个教训了事。哎呀，那些跟着你的女人可要小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你一剑宰了，一命呜呼了。福雪妹妹，我说的不是你。我说的真的不是你，你是太子殿下的正妃，他爱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一剑将你给宰了呢？所以我觉得吧，就算你偷了野男人，太子殿下也不会杀你的。凤扶摇，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胡话？我和殿下真心相爱，怎会做对不起太子殿下之事？你休要挑拨离间，见不得我过得比你幸福是吧？萧良娣只是个妾室，而我是太子妃，良娣怎能和太子妃相比？妹妹胆子真肥，也很有信心。那希望你记住今日说过的话。也许是凤扶摇觉察不对，偷偷将姬小姐和萧良娣弄晕送了进来。奴婢错了，不该没看见凤扶摇上床就来向殿下禀告，恳求殿下饶了奴婢一条狗命吧。你个小贱人，我让你黄毛金枪啊！那个凤扶摇根本没在床上，你别向太子殿下禀报，说他在和男人苟且，害得我们带了一群人过来捉奸，却让太子殿下颜面尽失。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玩意儿，怎么蠢成这样？求求殿下，求求殿下饶了奴婢吧，奴婢一定不会将此事透露出去的。求求殿下饶了奴婢，奴婢当牛做马，报答殿下。将这个没用的狗东西给本宫拉出去剁了。是。乌坤将小宫婢拖了出去，交给侍卫处理。救命！不要杀我！救命！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救命！太子殿下要杀我！太子殿下要杀我！玉龙，你和萧良娣不是躲在隔壁房间吗？后来是如何跑到床上去的呀？还有，你和萧良娣是负责捉奸的，为何将自己送上了床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表妹，一个是我闺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礼物送给你们，你们便收着，和我太客气就见外了。等逛完街，我再请你们去明月楼吃大餐。花不落和祝婉容盛情难却，只好勉强收下。三人一边逛街一边吃着小吃。哎呀，那边发生何事了？不会是在玩杂耍吧？我们过去看看。你在此处摆了数日摊子，让你交费，却百般推诿，说没银子。公主好心请你去当她幕僚，你竟然不识抬举，百般推却。
就你这么一个衣不蔽体的穷书生，何必如此执着啊？这面子值几个钱呢？只要你答应公主的请求，公主便免去你的一切费用。你不但能吃香的喝辣的，公主还给你一笔银子，让你给你娘治病。在下虽一介穷书生，但绝对做不出那等出卖肉体和灵魂之事，恕在下不能答应公主要求。至于要交的费用，等在下凑足银子后，定会交给你们。还请大人多多宽限几日，容在下卖完字画再交。你若不答应公主的要求，便滚出长安城。就算你是官家小姐，难道你比皇家还尊贵吗？赶紧走开，别多管闲事，免得影响你爹做官。天子脚下，光天化日，你们竟敢强抢民男！就算大公主是皇室之人，难道皇室便没有王法吗？她乃前来参加春闱的学子，是未来我大龙国的栋梁之才。春闱考试何等重要，你们竟敢百般阻挠前来参考的学子，是何居心？567，王妃有何吩咐？将这2个强抢民男、扰乱春闱考试的狗东西送到天道阁，交给李王，请王爷好好查办。王妃饶命啊！王妃饶命啊！小的只是奉命行事，是听从大公主吩咐才这么做的呀！王妃饶命啊！567，将他们赶紧带走，交给李王。是。567带着2个蔫头蔫脑的壮汉迅速离去。在下潘玉介感谢王妃相救，大恩大德，没齿难忘。不必客气。你叫潘玉介是吧？你是来长安城参加春闱考试的学子吗？为何在街上卖字画，还带着个病人？这病人是你什么人？你怎么得罪大公主啦？启禀王妃，在下是来自长安城参加春闱考试的学子，奈何家境贫寒，其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若是将母亲一人丢在家中，在下实在放心不下。思前想后，只好千里迢迢带着母亲一同前来。哪知母亲到达长安城后突然病倒，为了给她治病，在下花光盘缠，捉襟见肘，只好前来摆摊售卖字画，却不曾想被大公主撞见。她三番五次逼迫在下成为她的幕僚，在下不肯，她便让人前来找在下的麻烦。我倒是有一个建议，能帮你解燃眉之急，你看行不行？黎王率领天道阁负责保护春闱考试学子们的安全，他特意针对贫困学子设立了一个扶持救济的计划。凡是参加今年春闱考试的学子，若生活确实困难，都可以前往黎王府申请救助，每人最多可申请10两银子的救助金。你若需要扶助，今日傍晚可去黎王府找一位名叫云17的侍卫领取。感谢王妃提醒，在下确实困难，今日傍晚一定前去领取。潘公子，你母亲额头滚烫，似乎在发烧，这几日去看过大夫吗？是个什么情况？刚到长安城时曾去看过大夫，说是染了风寒，只是后来无钱买药，其病情越来越重。等在下售卖字画卖出一些银子后，便帮母亲治病。这一届春闱的学子们有福了，竟能得黎王救助。那些寒门学子有黎王帮助，一定能顺利参加春闱。哎，黎王这样的人才是我大龙国的未来和希望。不错不错，真不错呀！嘿嘿，这坨牛粪还不是那么不堪吗？看来我徒弟那朵鲜花眼光也不是那么差，只是不知他心地是否善良，为人是否大度，眼睛瞎不瞎呀？是不是个恶毒的女人？嘿嘿嘿嘿，要不老朽我帮我徒弟试一试？上次老朽碰瓷儿失败，这次办惨应该不会失败了吧？中午时分，明月楼。瑶瑶，这里的花费一定很贵吧？要不我们还是换个地方用膳。今日你买礼物送给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银子，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哎呀，别忘了，我赢了扎太子和鸡蛋那么多银子呢。不要说请你们吃1顿饭了，就算吃10顿饭，我也请得起。你就放心大胆坐下来吃吧。凤扶摇大手一挥，直接点了一头烤全羊，外加几盘精致菜肴以及一些小吃。瑶瑶，差不多行了，别点太多菜，待会儿我们吃不完，岂非浪费？哎呀，怕什么呀？我很能吃的，吃不完咱们就打包带走呗。用下作手段赢太子殿下的银子，还有脸出来炫耀？哼，真是不要脸！我说谁在放屁？如此尖酸刻薄，原来是开水锅里洗澡，遇见了老熟人啊！哎，姬玉柔，你昨日在探春宴上和你叔叔姬山乱伦苟且，被太子当场捉奸，大门被人泼粪辱骂，今日还有脸出来招摇过市啊？你的脸是树皮做的吗？怎的如此不知廉耻啊？要是我，早就一头撞死了。真是下贱龌龊，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凤扶摇，你不要太嚣张了，我收拾不了你，自然有人能收拾你。我劝你屎壳郎搬家，赶紧滚蛋吧，别在这唧唧歪歪的丢人现眼，影响本王妃的食欲。屎壳郎还不赶紧滚，别在那里丢人现眼了，倒人胃口，影响我们吃饭。大公主，你看那个贱人如此嚣张，又在欺负我。他不但欺负我，还将你这个大姑子不放在眼里。你昨日是没去探春宴，不知他骗太子殿下银子之事。他昨日阴险下套，足足骗了太子殿下和鸡蛋舅舅16000两银子。昨日你在场，他哪里能如此嚣张？
昨儿鸡蛋舅舅被他骗了银子，还被他气晕过去了。大公主，你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否则以后他岂不是要爬到你头上作威作福了？你说什么？谁骗了太子殿下和鸡蛋舅舅1万多两银子？谁想爬到本公主头上作威作福？本公主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吧？除了凤扶摇那个贱人，还有谁呀？他们也来了明月楼用膳，肯定是在说大公主你的坏话。大公主，如果是你，定要过去教训教训那个贱人。长姐如母，哪有弟媳对长姐如此不敬的？绕过屏风，冲到屏风另一边。凤扶摇，你个毒妇，好大的狗胆！昨日探春宴竟敢下套骗走太子殿下16000两银子，你不但为人恶毒心肠黑，还是个贪婪无耻的小贱货！赶紧将那16000两银子交出来，否则我定会去告诉父皇母后治你的罪。哎呀，各位尊贵的客人，此处乃用膳之处，有话好好说呀，千万不可吵架生了和气。本公主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多嘴多舌，赶紧滚！你个不守妇道的贱货，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希望你今日被王妃好好教训一顿，光丢脸面才好。大公主，你昨日去了探春宴吗？既然没去，何必乱扣帽子诬陷我？探春宴本来就能进行各种才艺比试，也能下注对赌。大公主以前不是也多次参加吗？不会连这个规矩也不知道吧？我和太子等人比试对赌，乃太子自己提出的。比试公平公正，有诸多人在场作证，且太监也有现场记录。探春宴明文规定，任何比试及对赌，钱财不可反悔要回，否则此后便再无资格参加探春宴，且罚银500两。太子愿赌服输，未曾有任何异议，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还是说太子输了银子，怀恨在心，想要反悔，所以派你前来，打算将输掉的银子要回去？若是如此，此后太子和鸡蛋等人便不能再参加探春宴了。长公主，你是否能帮太子等人做主，可要想清楚了。突然感到腹中一阵绞痛，忍不住放了一连串的响屁。放了屁之后，小腹似乎好像更痛了，里面翻江倒海似的，似乎有无数只爪子正在抓挠她的肠子，痛得她缩成一团。大公主拼命地捂着肚子，觉得再不去茅厕便要憋不住了。哎呀，本公主肚子痛，快扶本公主去茅厕，再不去本公主憋不住了。丫鬟们慌忙地扶着大公主直奔1楼后面的茅房，离茅房还有一段距离。大公主实在是忍不住了，便一顿狂喷，后庭如开了闸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黄白之物顺着她的裤腿裙子疯狂地喷涌而出，喷了一脚一地，浑身散发出熏死人的恶臭。大公主捂着肚子，痛苦地蹲下身，感觉到两眼一阵一阵的发黑，正痛得死去活来，却看见姬玉柔也咬着牙捂着肚子，一步一挪地跑下楼来。后庭放出了一连串熏死人的臭屁，大声地尖叫着，痛苦蹲下身。黄白之物也从后庭喷涌而出，顺着她的裙摆淌了一地。两人蹲在地上，大眼瞪小眼，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哎，大公主，姬小姐，你们也太缺德了，不能因为和殿下冲突，便在明月楼门口当众大小便，打击报复我们。你俩不能干了坏事就一走了之啊！我们得赔偿明月楼的损失。哎，回来呀！快给我回来！真臭，熏死个人了。这两人罪有应得，有人现眼，这下定会臭名昭著，成为大龙国的名人。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飞扬跋扈了。他们会不会赖明月楼？说是在明月楼吃坏了肚子，若是如此，明月楼说不定得赔偿他们一大笔银子。他们刚才压根就没有吃东西，怎么赖得了明月楼啊？我们赶紧离开此处吧，这地方太臭了，再待下去真的要吐了。哎呀，我的钱袋子被偷走了，那可是为我儿子治病的钱呐，这让我这个老婆子可怎么活呀？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大娘，怎么回事啊？你被偷走了多少银子？哎呀，整整500两银票，我打算去药店给我儿子买药的，他得绝症快死了，天天躺在床上，银子没了，我儿子也活不下去了。我儿子活不下去，我也不活了，你们让我去死了！接着哆哆嗦嗦地从腰上解下一根长长的裤带，挂在路边的树枝上，踮着脚做事要将脑袋往绳索里面套，眼睛却看向凤扶摇三人，哭唧唧的。反正我儿子也活不成了，你们就让我去死吧！
花不落急坏了，一个箭步冲上前，奈何跑得太急，一下子将老婆婆给撞进了绳套，脖子卡在了绳套之中。花不落抱着老婆婆使劲的往下拽，直拽的老婆婆那张老脸憋成了猪肝色，白眼往上翻，差点当场挂了，仿佛要和朱婉容大惊失色，急忙上前一左一右的抱住老婆婆，用力的将她往上拖。500两银票啊，就是被他们拿走的。今日不将银票赔给我老婆子，你们休想离开。哎呀，我的银子呀！我可怜的儿子还等着银子救命呢。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银子呀！哎呀，我老婆子可怎么活呀？老婆婆，你之前不是说你的银票是被人偷走了吗？我们刚从明月楼用完膳出来，之前并未见过你，也不认识你，怎么可能偷你银票啊？我们刚才见你寻死，便好心上来救你，你却反咬一口，诬陷是我们偷了你的银子。老婆婆，做人不能太缺德，否则会遭天谴的。你不妨告诉大家实话，你到底有没有500两银票？你到底有没有病重的儿子？你一定是个骗子，想要骗取大家的银子，对不对？老婆婆正想反驳凤扶摇的话，突然感觉到浑身一阵的瘙痒，急忙提起内功，极力抵抗这股瘙痒。奈何越是抵抗，身上就像是有千只虫子爬似的，痒得人撕心裂肺的。至于他能控制人的心智，那是他独有的东西，名为真心话大冒险。他连我都未曾告诉过，我呀还是偷偷观察知道的。哎，你可千万不要去问他，这种毒药不会要人的性命，但是呢，会让人讲出内心中隐藏的秘密。她是我的王妃，我会操心她的所有事情，不许您老人家在这瞎操心了啊！师傅，以后您呢别再去试探她了，否则你若吃了亏，我也没什么办法。好了，我让人帮你准备了午膳，你还是先去用午膳吧。啊，今日这么开心啊，逛街买了什么呀？对了，你让5、6、7送到天道阁之人，我让人严刑拷问过了，他们也老实交代了大公主逼迫春为学子之事。除此之外，他们还交代大公主曾数次以官职为诱饵，逼迫美少年去当她的男宠。这个女人还真是丧心病狂，这是和驸马分居分出精神病了吗？怎能如此龌龊恶毒？她仗着有姬皇后撑腰，便为所欲为，实在可恨。王爷，你将此事禀告给皇上了吗？皇上将如何惩罚她呀？他们此次春闱若能高中，将来便有机会成为朝廷重臣，甚至成为大龙国的栋梁之才。如今王爷身后并无支持你的力量，何不趁春闱之前设立寒门学子救助处，专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子？这些寒门学子太子不放在眼中，嫌弃他们贫穷没有势力支持，但是王爷可以趁机结交这些青年才俊，将他们变成你的支持力量，将来只要他们成为朝廷重臣，变成了王爷你的助力啊！啊，瑶瑶，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可真的是我的贤内助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瑶瑶，你是如何想出这么好的主意的呀？王爷过奖了，我以前喜欢看一些历史书，看得多了便会有所顿悟，具体如何操作，王爷看着办。我今日帮助潘玉介时，让他鼓励其他贫寒学子前来离王府向云17领取10两银子的救助金。我个人的建议是，每个人凭借乡试考中举人的证明发送救助金，每人只能救济1次，救助10两银子便足够了，不必救助太多。毕竟救急不救穷，不能让他们将救济视为理所当然。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去处理寒门学子救助金的事情。呱呱，他刚才又吻我了，他的吻好甜，好霸道，我好喜欢。哎呀，等他寒毒发作之后，我们便能圆房了。我好想和他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宝宝啊！别高兴太早，等他今年寒毒发作完再说吧。3年后他若因寒毒而死，那么说明他体内的寒毒已经病入膏肓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想办法帮他得到解药。当天下午，沈君慈将大公主做的那些龌龊事禀报给了建德帝。皇上，天道阁抓到2个残害参加春闱学子之人，逼问以后，他们交代他们是大公主之人。大公主利用下作的手段，逼迫参加春闱考试的学子潘玉介为面首。经天道阁的逼问，大公主还曾多次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事关重大，儿臣写了详细的奏章，还请父皇过目。建德帝拿起奏章一看，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这个孽障，嫁给驸马后不好好过日子，竟做下这么多伤天害理之事。后来对方还是不从，他便杀了对方的父母来泄愤。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能因为她是公主便能够为所欲为。若是不及时惩治她，势必会影响父皇以及大龙国的声誉，造成恶劣的影响。沈君慈，你可知你在说什么鬼话吗？皇姐一个女人，
做的那些事情和本宫有什么关系？本宫又岂会助纣为虐，帮他的面首安排什么官职？你休要胡言乱语，往本宫头上乱扣屎盆子！离王殿下，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乱说。太子殿下向来克己克礼，温厚恭俭，大公主做下任何事都与太子殿下无关，你休要血口喷人。父皇，天道阁在您的英明指导下，一直在暗中保护春为学子的安危。大公主不仅不顾父皇旨意，竟敢对春为的学子下手，其心可诛。此事若是在春为学子中传扬开来，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春为考试即将开始，还请父皇给春为学子一个公道。救助金并不需多少银子，儿臣用俸禄承担即可。殿下心怀天下，为寒门学子考虑周全，让他们能顺利参加春闱考试，真乃我社稷之福，社稷之福也。下官代表寒门学子向殿下和皇上表示感谢。过奖了，这些都是皇上的功劳，是皇上教育儿臣要心怀天下，对待所有子民都要一视同仁，所以这救助金实际上乃是皇上的旨意呢。好啊，放心大胆去做，朕期待今年春闱能多选拔一些人才为我大龙国效力。这采花贼在长安城出没数日，这几日已经发生2起命案。天道阁不是在全力搜捕采花贼吗？为何现在还没有动静？离王，你是怎么办事的？莫不是将心思都放在别的地方了吧？春闱即将开始，采花贼没抓住，却逮着公主不放，此事若是传出去，何其讽刺，何其讽刺！皇上，春闱在即，离王殿下带领天道阁抓捕凶手，如今已经过去数日，却连凶手的影子都未看见。臣以为天道阁应该交由有能力之人管理。幸而贵为公主，养几个面首怎么了？戳他神君祠的废馆子了吗？本宫真是后悔当初太过仁慈，没有趁他小的时候杀了他，终究养虎为患，成为我们的心头大患。这个狗子阿忠3番5次和本宫作对，如今更是不顾姐弟之情加害贤儿，以后他一定会为了那个位置加害于你。玉儿，本宫刚刚得到令寒毒加重的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本宫建议此事不如让雪儿出面，借雪儿之手帮我们除掉那个野种。沈君祠这个祸害就等着乖乖受死吧。母后，你将毒药交给儿臣，儿臣让雪儿想办法。沈君祠警惕性极高，我们出面势必会引起他的警觉，万一被他发觉，被父皇怪罪就不好了。这个毒药很难弄到，千万不可弄丢了。据说由某种草药炼成，生长在天山极寒之处，味道和青菜没有什么区别，就算用银针也试探不出毒性。它对普通人没什么大碍，却是身中寒毒之人的克星。只要身中寒毒之人吃下这个东西，便会七窍流血而死。那个狗子阿忠做梦也想不到本宫会如此算计他。玉儿，本宫一定要在你登基之前让他死，否则本宫寝食难安。你千万不可对他有妇人之仁。母后放心，儿臣更想让他死。狗杂种昨日和凤扶摇那个贱人在探春宴上合谋算计儿臣，让儿臣和鸡蛋舅舅白白损失16000两银子。这个王八蛋阴险狡诈，凤扶摇那个贱人，本宫也想让他去死。曾经他将本宫视为神明，如今将本宫视为草芥。这个贱人一定是因为本宫没娶她为王妃，从而怀恨在心，对本宫百般报复。等收拾完那个野种，至于那个小贱人，你想怎么收拾便怎么收拾。探春宴上有萧良娣与姬山苟且之事，本宫也听人说了，本宫也将姬山找过来，狠狠骂了他一顿，令他在家闭门思过。萧良娣那等下贱之人，杀了便杀了，死不足惜。母后定会帮你寻几个貌美的侧妃，你不必难过。我说你这脑袋怎么像榆木疙瘩似的，比你师兄还不开窍啊？你师兄至少被我调教之后还能明白情为何物，你倒好，油盐不进。哎呀，行吧，你说什么便是什么，你高兴就好。哎，小鱼儿，你中午要不要在这里蹭顿饭再走啊？不了，我忙得很，东西送到了，你好好收起来。女人太麻烦，我这辈子都不会成亲的。哎，小鱼儿，希望你记住今日说过的话，到时候可别打脸啊，毕竟打脸可是很疼的。哇，好美的首饰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首饰。小姐，王爷对您真好，不像隔壁太子府纳了一个姬妾又纳了一个姬妾。哎，奴婢听说今日太子又纳了一个绝色美人，再这样下去，太子府怕是要装不下这么多美人了。啊，二小姐嫁给太子真是可怜，每天要和那么多美人争宠，她过得肯定没有我们家小姐幸福。
太子那么花心，哪像我们家王爷，对小姐温柔又专一。这离王府除了小姐这位正妃，连侧妃都没有，更不用说姬妾了。我还听说，男人将银钱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王爷为小姐买这么多金银珠宝，又给了小姐这么多银子，心肯定在小姐这里。你俩懂得还真不少。我们呢，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至于别人，与我们无关。这天中午，沈君慈没有回来用午膳，听说采花贼在今日凌晨又害死一个姑娘。沈君慈带着天道阁的将士全城搜查采花贼。小姐，二小姐来了，说是来看你的。二小姐？她来干什么？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她来能有什么好事啊？带我去见她，我倒要看看她又要作什么幺蛾子。凤福雪，你来干什么？离王府庙小，装不下你这尊大佛，好走不送。姐姐，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蜂蜜桂花糕，每次我买了蜂蜜桂花糕，你都会求我分你几块。有一次你生病发烧，想吃蜂蜜桂花糕，我偷偷跑去为你买了一盒送给你。说完，对凤扶摇袅袅婷婷扶了扶身，起身离去。哼，凤扶摇，你就等着变成黑寡妇吧。只要一想到你马上就要变成寡妇，我这心里便痛快的要命。春香，拿银针来，试试食物中有没有毒。打死我也不信，这女人费尽心思，会有这么好的心。春香拿来银针，将每种食物都试了一遍，连鹿茸都没有放过。小姐，银针没有变化，二小姐送来的糕点没有毒。奴婢记得你小时候特别爱吃蜂蜜桂花糕。有一次你落水发高烧，烧糊涂了，哭着喊着要吃蜂蜜桂花糕。二小姐偷偷跑出去，为你买了一大盒蜂蜜桂花糕。奴婢呢，是将这些桂花糕收起来，留着您慢慢吃，还是拿去扔掉？小瓜，你能查出这些食物中放了什么毒吗？这些食物没有毒，但都含有三无草药成分。三无草对普通人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身有寒毒之人会使病情恶化，甚至死亡。不是我要找小官，太子千方百计想加害王爷，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手上呢有一批助兴的药丸，可以让男人快乐加倍。扎太子那方面不是不行嘛，你呢去找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去青楼找一个小官，小官最好能和鸡蛋搭上线，让小官对外宣称他手上有一批效果极好的助兴药出售，不过价格稍贵，一颗药丸2000两银子。一颗药丸要2000两银子，这可真是比金子还贵啊！王妃，价格这么贵，太子会买吗？你放心吧，他一定会买的。他不缺银子，他缺的是快乐体验。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即可。药丸呢，我这边无限量供应，只要你做得好，每卖出一颗药丸，我就奖励你50两银子，中间人则抽成10两银子。至于那个小官，可以让他得到50两银子的抽成。此事先不必告诉王爷，我自己会找机会告诉他的。属下刚好认识一个这样的中间人，而且一定不会将您泄露出去。每天能供应5颗药丸，没有多余的。他空间中所有药品取完之后会自动补齐，同一种药1天之内最多只能取5次。你做了什么了不得的生意？如何赚到这么多银子的？我从来未曾听过你在做这生意啊。昨日凤福雪送了许多点心来套近乎，我查出那点心以及鹿茸中都加了一种名为三乌的草药，这种草药对普通人没有影响，但是会加重寒毒的症状，显然是来害你的。那一定是扎太子或者姬皇后的主意。我这里呢刚好有一批能让男人快乐加倍的药丸，所以我就找了人通过高价卖给扎太子。这种药丸会让人上瘾，断了药之后还会丧失功能。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敢来害你，我也不能闲着。王爷，你说对不？这种药丸断了之后会让人丧失功能，断之前会不会让太子的女人有孩子呀？王爷，这药可是毒药，怎么可能让太子有孩子呢？你放心吧，他那么坏，我一定会让他断子绝孙的。娘子真的是为夫的贤内助，为夫真的感到自己捡到了宝贝了。昨日为夫没有回家，小姨是否将首饰还有银票交给你了呀？海水晒盐的方法复杂吗？产量如何？你不妨说的详细一些。我要说的这种海水晒盐法，方法简单，产量极高，且十分纯净。首先需要在海边准备一大片滩涂之地，用来引入海水。海水经过反复日晒蒸发，便会出现凝结的结晶，这些凝结的晶体便是目前百姓使用的粗盐。粗盐杂质太多，味道发苦，并不受百姓喜爱，因此海水粗盐的销量并不好。若想让粗盐转成细盐，只需用纱布过滤掉粗盐中的泥沙，最后多出一道工序，便能得到细盐。
如何才能进一步的得到细盐呢？王爷，您听好了，接下来便是生产细盐的工序。将之前得到的粗盐放在火上，开火蒸发，便能慢慢析出新的结晶体。而这种新析出的结晶体敲碎之后，便是没有杂质的细盐。王爷，这种方法便是得到细盐之法，可谓一本万利。王爷人中龙凤，志向远大，我不知如何帮你，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王爷不妨让人试一试，看看生产效果，再决定是否投产。谢谢你，瑶儿。我的封地便在南疆苦寒之地，我会尽快找人试产。若是真的可以量产，这将是个利国利民了不得的大事。另外，我需要一间商铺，作为销售点来展示以及销售。没有想到我家娘子如此的能干呢，不但懂得晒盐之法，还懂得制作香水之法，真令为父刮目相看呢。娘子，给我2日的时间，我让人帮你腾出一间商铺交给你。那就多谢王爷啦，我就知道你肯定有现成的旺铺。近日采花贼的事件愈演愈烈，你无事千万不要出门。皇上规定的期限只剩下今明2日，我们就算是把长安城翻个底朝天，都未能找到凶手。若是抓不到凶手，皇上会治你的罪吗？不用担心的，我们会抓紧时间寻找凶手。过山后，凤府要送沈君慈坐上马车去上朝。唉，谁不想当一条躺平的咸鱼呢？可3年之后，你若坐上那个位置，便会后宫佳丽3000。你若后宫佳丽3000，我便去过隐姓埋名的富婆生活。若不赚一点银子傍身，到时候我如何当富婆呀？傻丫头，3年后想离开本王，做梦呢！今生今世，你都休想离开本王。17，待会儿你去找下小鱼，今明2日，让他务必在最繁华的王府大街买一间豪华商铺来。办妥以后，把地契拿给本王。一下子从奴婢变成主子，鼻孔朝天，得意的不得了。春草不是被太子妃打了一顿吗？脸都被太子妃用簪子戳烂了，眼睛还戳瞎一只，变成了丑八怪。他以为被太子殿下宠幸一次，便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真是天真。太子殿下后院的女人有权有势，都不是好惹的，尤其是太子妃啊，就是那个仗着自己是太子妃的人，天天耀武扬威的那个狐妹子丫鬟。前几天还借故骂了我一顿呢。切，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死了也活该。哎，听说姬皇后今日会送10个美人过来，说是希望美人们能早日为殿下生下一儿半女，以后继承皇位。所以只有怀上太子孩子的女人才有资格鼻孔朝天。就算让我去爬太子殿下的床，我也不会去。你们看看那些被太子殿下宠幸的女人，哪个不是伤痕累累？听说了没？昨日殿下又弄死一个，抬出来时鲜血淋漓，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吓死个人了。哎，别再说了，若是传了出去，小心被杖毙。每次吃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感，我真想吃一辈子。瑶儿，你愿意陪我一辈子吗？不离不弃的那种。你若对我一心一意，我便对你不离不弃，心甘情愿为你做一辈子红烧肉，绝不食言。我一定会对你一心一意的，我想吃一辈子你做的红烧肉。宿主，你知道不？太子这几日在疯狂纳妾，短短5天时间便纳了7、8个貌美小妾呢。姬皇后听说她恢复功能，亲自挑选了10来个绝色美人送过去啊。据说这家伙心理变态，弄死了好几个，那些姬妾们都吓得瑟瑟发抖，生怕他点名让自己侍寝呢。你妹妹凤福雪被整得大出血，昏迷了1夜才醒来。你后娘听说这个消息，差点哭死啊！不是吧？快乐无极限这么厉害，能让扎太子那个废物直接变成超人，这也太离谱了。凤福雪用尽手段嫁给他，这下不是更幸福了？这瓜吃的有点咽不下呀。嘿，我刚好也想上街。小姐，王爷交代这几日不要出门，免得遇见危险。要不要过几日再去逛街呢？穿上男装，谁知道我是女人啊？乖，过来帮我更衣，再帮我梳一个男人的发髻。此事不必告诉王爷，免得他唧唧歪歪的。哇塞，我的天哪，瑶姐，你穿男装的样子太俊了，搞得我都忍不住要喜欢上你啦。嘿，小姐，你穿男装的样子确实很帅。待会儿记得叫我们公子，记住了吗？洛洛叫洛公子，我叫姚公子。下午的长安城依然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各家商铺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也并没有因为采花贼的事件，生意就受到了太多的影响。2位公子，想点什么送给小相好呢？本店呢有绣工精良的丝绸肚兜，精致漂亮的手绢，精美绣花的丝巾，束缚头发的抹额，还有各种做工精美的铜镜，以及银钗银手镯等等。任何一样送给小相好，都能轻易的得到对方的芳心。鬼水袋帮本公子来10条，肚兜10条，别的不要了。鬼水袋这么私密的东西，
送给小相好是不是不太好？你这个女人怎的如此叽歪，还不赶紧帮本公子打包好？女管事暗自腹诽着，收了银票，并找回了碎银子。走，瑶瑶，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我馋了，你今日请我吃大餐，好不好？小馋猫，本公子今日让你吃个够，晚上我们去明月楼吃大餐。哎呦我的老天哪！这里藏着一具女尸啊，浑身是血，死得好惨呐！老天爷呀，这女子也太可怜了吧，看着才13、14岁的样子，不会又是采花贼干的吧？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采花贼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不留给我呀？听说昨晚长安城府衙的千金失踪了，才13岁，会不会是他家千金？这和上次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啊！一看便是采花贼所为。哎，赶紧去叫附近巡逻的捕头来，快点！一个巡逻的捕头被人领了过来，迅速用被子将少女的尸体包裹起来。哎，大家都散了，都散了！此事又是采花贼所为，天道阁正在全力追捕采花贼，很快便能将那狗贼抓捕归案。天黑之后，女人们早点回家，尽量不要在外面逗留。不如你先将他抓住再说，系统该给的奖励不会少你的。凤飞暗自决定去抓那个采花贼。和花不落往前走了片刻，便看见路边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楼宇。哎，大爷，里边请，欢迎光临百花楼。咦，瑶瑶，这百花楼是干什么的？看着这么漂亮，里面一定有很多好吃的。洛洛，这百花楼是男人来的青楼，那个我突然不想逛了，要不你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再一起逛。不是吧？难道你刚才被女士下判了？我会武功，能保护你，你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你不是答应今晚请我吃大餐吗？说话要算数，不能食言啊，我的姐。两位公子玉树临风，一看便是贵人，何不进来坐一坐？百花楼不但有最美的美人为您唱歌跳舞唱曲儿，还有天南地北精致可口的美食让您品尝。无论您想要什么样的美人，我们都能满足您的要求。丰腴美艳的，乖巧玲珑的，端庄优雅的，性感迷人的。味道真是不错，香糯可口，入口即化。瑶，你也尝尝。这对咱们花了200两银子才能吃到的东西啊，200两银子啊！祖父1年俸禄才多少银子？你可真是败家娘们儿！片刻之后，一位身材高挑、容貌冷艳的美人走了进来。两位小公子，奴家便是夜来香。今日奴家身子不适，无法为两位公子表演舞蹈。不过奴家可以陪两位公子聊天，时间为半个时辰，超过半个时辰便要按照规矩加收费用。凤扶摇取过一旁的茶杯，倒了一杯茶水，趁机将一撮一泻千里爽放了进去。哼，采花贼是吧？害死那么多无辜少女，待会儿拉死你丫的！叶姐姐名扬天下，我们慕名前来，便是想一睹姐姐风采。今日一见，果然惊为天人，真乃神仙下凡也。姐姐身体不舒服，便不用为我们舞蹈，我们该出的银子一点不会少的。叶姐姐只需陪我们说说话，聊聊天，我们便觉得很是满足了。姐姐的嗓子似乎不太舒服，是着凉了吗？姐姐多喝点水，千万不要累了自己。桶中有一具被子包裹的女尸，看上去可惨了。那采花贼真是好本事，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被天道阁抓住。听说天道阁将长安城搜了个遍，都未找到对方的人影。我们还听说那采花贼来无影去无踪，武功十分了得。叶姐姐一定要当心，万一那采花贼来至青楼，混在客人之中，可就麻烦了。采花贼武功那般高强，怎么可能被抓住？就算他混在客人来百花楼，我们也不怕。叶来香突然觉得腹中一阵绞痛，后面一松，接二连三的放出一连串响屁，一时间整个套房臭气熏天，闻之令人作呕。抱歉啊，奴家身体难受，不能相陪了。哎，叶姐姐，半个时辰才过去一半呢，你还不能走？奴家肚子痛，先去茅厕方便一下再回来。哎呀，叶姐姐，我们出了200两银子呢，就算你肚子痛，也得陪完我们再走啊。做人要讲武德，你不能欺骗我们的。你身体不舒服，大可以不答应和我们见面。你既然答应了见面，便要等时间到了再走，而不是蛮不讲理，随便对客人动手。要不是我们这些客人捧着你，哪会有你的今日啊？叶来香的肚子一阵接着一阵绞痛，每痛一次便会一泻千里，只有泻出来了，才会让他舒服一点。这不是夜来香吗？夜来臭还差不多，拉成这样还出来捞钱，想奸想疯了吧？欺负这俩小朋友不懂事儿，骗人家银子，这也太卑鄙了！臭小子，老子本想饶你一命，奈何你偏要自己送死！说着不管不顾，挥舞着匕首对着凤扶摇劈砍过来。凤扶摇提起内力，挥舞着宝剑迎上前去，刀光剑影你来我往，打的是不可开交。这采花贼无论是轻功内功还是剑法，都远远在自己之上。
他被对方逼得步步后退，一时间险象环生。而花不落呢，被几个小丫鬟缠着，也根本脱不开身。正斗得手软脚软的时候，走廊的入口处突然传来一阵喧嚣，一个高大挺拔、风华绝代的身影从入口处向这边飞跃而来。建德帝对宋卫使了个眼色，宋卫让人将花魁带了出去。外面激烈的打斗声停下来，沈君慈俊逸的身形从外门疾步走了进来。儿臣拜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那采花贼抓住了吗？你们夫妻俩联手抓贼，辛苦你们了。沈君慈随即看向坐在地上面色煞白的凤扶摇，疾步上前给他喂了一颗药丸，又号了号他的脉，才暗暗松了口气。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瞅着他，甚是可怜。沈君慈将他抱起来，轻轻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启禀父皇，采花贼乃是这百花楼的花魁夜来香，此人男扮女装，隐藏在这烟花之地，伺机作案，妄图破坏我大龙国的春闱考试，其心可诛。只是此人已经畏罪自杀了，儿臣已经下令查封百花楼，并且调查可疑人等。儿臣想要看看这百花楼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好，好，好，此事你带领天道阁好好查一查，坚决不能让有心之人破坏我大龙国的春闱考试。陛下的这个小皇子还真是能干呢，大理寺如何也找不到的采花贼，最后让天道阁找到了。我没事，一点事都没有。凤扶摇对他咧嘴笑了笑，闭着眼睛懒懒地靠在椅子上小气。瑶瑶，你怎么了？瑶瑶，你不能死啊，你要挺住啊！大姐，我只是不想被爹责骂，我没有死啊！你没看见我还有气吗？谁死了还能呼吸啊？瑶儿，你没事吧？哎，殿下，你家娘子都晕过去了，会不会有危险呢？啊，要不带她去看看大夫？哎呀，你还磨蹭个什么劲儿啊？啊，皇上，你也来逛青楼了？臣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您是皇上，皇上也会来逛青楼吗？民女花不落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花不落，你是花老将军的什么人？民女是花老将军的嫡孙女儿，父母去年在西疆都阵亡了。原来你就是花不落，起来吧，你打扮成这样，难道也是和黎王妃一起来抓采花贼的？是的，采花贼武艺高强，瑶给他下了泻药呢。我没有装晕，我是真的难受。夜来香踹了我一脚，我胸口闷得发慌，要不是你给我喂了一颗药，估计我真的会晕过去。其实我是担心爹骂我逛青楼，所以才装晕的。哎，洛洛呢？他待会儿怎么回去啊？花不落没事，我叮嘱司空小宝送他回家呢。瑶儿，你今日实在不该以身涉险，你发现夜来香是采花贼，应该及时告诉我，让我来对付他，而不是拿你自己当诱饵去拦着他。这样做真的太危险了。此人武功高强，狡猾多端，若是正常打斗，你绝非是他的对手。瑶儿，以后这样的傻事莫要再犯了。你若是受伤的话，我会心疼，我会难过的。我偷偷给他下了泻药，你看他拉的到处都是，都快拉成软脚虾了，哪里还有力气和我打斗啊？小瓜，我这次帮黎王抓住采花贼，系统会给我什么奖励啊？我想得到帮他治疗寒毒、治疗疤痕的药，我能得到我想要的药吗？还是说只能得到其中一部分？我这次命都差点没了，求求系统满足我的要求吧，下次我一定更加努力。系统会给你什么奖励？我现在也不清楚。若有奖励，奖励会在完成任务后24小时到账。你我已是夫妻，总之你永远都不许离开我。好了，你先躺一会儿吧，我去让人为你做一些药膳粥过来。小瓜，男神说想照顾我一辈子，他对我肯定是真心的，我该怎么办啊？是先睡了他再说，还是等3年之后和他和离，去过富婆的生活？沈君慈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站在窗外，听着少女的心声。咦，瞧你那点出息，一看就是没谈过恋爱的菜鸟。你给我记住，男人为你花钱不一定是爱你，男人不为你花钱是一定不爱你。你好好学吧，这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你要相信男人的话，母猪都能上树了。我劝你清醒一点啊，先完成任务活下去，其他的不要奢望。他为我买礼物，给我银子，只是还没有给我房子而已。我想他一定是爱我的，完成任务和与他谈恋爱，二者并不冲突啊。我的时限只有3年，帮他拯救大龙国，生大龙国灭亡，我和他都会死。哎，我说洛洛，你能不能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呀？我虽然帅得惊天动地泣鬼神，可我是个真正的男人啊！看到我胳膊上的肌肉块没？这么多块都鼓起来了，你有吗？本公子骑马射箭，舞刀样样行，不信我俩比试比试。我敢打赌，比试骑马你肯定骑不过我。就你这种娘们唧唧的玩意儿，比试骑马是吧？比就比，谁还怕你不成？输了的待会儿请赢了的去明月楼吃烤全羊，你敢比吗？比就比，谁怕谁啊？我今儿就让你瞧瞧真正的爷们儿是啥样的。
哎，我们从这里策马到西城门，先到的算赢，后到的算输，如何呀？夜色中，2匹骏马风驰电掣般冲了出去，沿着长安大街飞快地跑向了西城门。从百花楼到西城门，起码至少要半个时辰才能够到达。两人是争先恐后，拍着马屁股，一路跑得飞快，速度几乎不相上下。司空小宝望着少女英姿飒爽的倩影，潇洒利落的动作，优美挺俊的身姿，直看得心醉神迷，怦然心动。洛洛，加油啊！我马上就要超过你了，快加油啊！杨强，西门马上就要到了，你还不快些？司空小宝却偷偷地加了加马肚子，让马儿的速度稍稍慢了下来。花不落先一步到达了西城门，司空小宝稍微慢了那么一丢丢。杨强，我赢了，你今晚请我去明月楼吃烤全羊去。你这个憨货，前面跑得挺快的，后面怎么就慢下来了呢？我们就差2步，就2步啊！这要好，你害得你主人今晚要损失1头烤全羊了。哼，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个憨货！瞧你点出息啊！自己技不如人，竟拿马出气。我们比试前就约好了，谁输了谁明月楼请客。你不会想赖账吧？我司空小宝烟酒鼎，怎么会赖账呢？愿赌服输，绝不赖账。走，哥哥今天请你去明月楼吃烤全羊。明月楼的烤全羊可是出了名的好吃，保证让你宾至如归。这还差不多，一个大老爷们儿别总是娘们唧唧的，输了便是输了，愿赌服输才是大丈夫所为。两人骑着马向东城门所在的明月楼奔去。你说什么？谢来香自尽，百花楼被天道阁查封。谢来香待在百花楼不是一向隐秘吗？他为何不暴露身份？百花楼怎么会被查封呢？是个废物，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本王听说这次春闱有不少太子党去找过草包太子，想让他们的人上榜，以后成为太子党重要支持力量。不如我们去为他们添把火，让这次春闱成为大龙国最难忘的考试。若让司空爵背上一大口黑锅，离王还能独善其身吗？若让太子同时成为众矢之的呢？我们岂不是一箭双雕了？别忘了，钱伊斯拿了我们不少银子，是时候用一用这颗棋子了。你我不过是父皇的棋子，若任务失败，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就知道哥哥最聪明了，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潜伏在大龙国皇城，时不时便考试，大龙国就离灭国不远了。哎，皇兄，你和草包太子不是一向合作的吗？这次你为何连他也要一起算计？边与他合作边算计他，二者并不冲突啊。谁让他是大龙国太子呢？傻丫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真想每日就这样抱着你入睡，一直到天荒地老。如果3年后你我都还活着的话，我便要把江山都捧到你的面前。如果3年之后我们都死了，只要可以跟你在一起，我也觉得是幸福的。凤扶摇次日早晨醒来，沈君慈已经上朝了。他活动了一下四肢，心口已经不再发闷了，也不再那么痛了。他急忙看向空间，发现蒋丽还未到，不由得有些失望。小姐，您睡醒了。王爷临走前吩咐您用完早膳便用药，千万不能忘记。另外，王爷还为您备了一份礼物，说是您用完早膳再拿给您。您今日身体怎样？有没有好一些？王爷为我备了一份礼物，他还从来没有送过礼物给我呢。难道铁树终于要开花了？还是说被我这舔狗的献身精神给感动了？春燕抱着一个匣子走了过来，当着凤扶摇的面将它打开。王爷竟然送了小姐一张纸。这是什么纸啊？还得用匣子装着？哼，王爷说帮我腾一间商铺，没想到今日便将地契送了来。他这办事效率实在令我佩服。不过他不必将地契交给我，我只需要有个地方能做生意就行。小姐，您真的打算做生意吗？您打算做什么生意呢？你以前在凤丞相府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也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上古地位低下，且操劳辛苦，搞不好还会亏本。听闻他们又要进货，又要卖东西，还要和不同之人打交道，没有一刻消停。您现在乃是离王妃，身份尊贵，而商人身份卑贱。若是您去当商贾，会不会被大龙国皇室指责？是啊，小姐，离王府不缺吃喝，如今您掌管王府中馈，王爷对您情深意重，还放了300万两银子在您这儿，您何苦自降身份，要去吃这个苦头呢？做生意这种事情，不会也能学着做的，谁生下来就会所有事的呢？你们要记住，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如今离王府看似风光，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啊？
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地位的人，只有经济实力强大才能有话语权。哇，我爱吃的羊肉汤、火腿嫩笋、樱桃肉、桂花鱼翅。王爷今日为何对我如此关心？难道是因为我昨日帮他抓住采花贼之过？估计是。嘿，不说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凤飞儿吃着某人为他特意定制的美食，心里乐开了花，心中满满都是幸福甜蜜的味道。难道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太甜蜜了。下午凤飞儿激动的连午觉都没睡，查了无数次系统，想看看系统奖励到了没有。然而让他失望的是，系统奖励还未到。小瓜，系统会奖励我的对吧？系统不会将我遗漏的对吧？我想要的药，系统一定会奖励给我的，对不对？宿主，这已经是你第38次问我啦，再问下去系统都要冒烟啦。这不是还没到24小时吗？要有耐心嘛。至于奖励什么，到时候不就知道了。系统小瓜干脆当缩头乌龟，装聋作哑不吭声。系统不到账又不是他的错，他都快被这个丫头给骂傻了好吗？原来他不开心是因为未得到为我治病的药物。我跟你讲，那间商铺可带着一套不错的宅院，是送给你的礼物，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瑶儿，你若是需要我给你安排人手，你便告诉我一声，你想吃什么便告诉来福，让他去准备。谢谢你，商铺很好，我很喜欢。需要人手我也会告诉你的。宿主，奖励到了，它到了啊！为何只有一种药啊？我要的不是2种吗？这也太坑爹了吧！小瓜，你老实交代，你有没有贪污我的奖励？再这样坑我，我可撂挑子不干了。你胡说，我没有，我怎么会贪污你的奖励呢？我是那么贪婪的系统吗？我是天下最正直的系统，骗你是王八蛋。哎呀，放心吧，我这个系统不会坑你的。可能治疗寒毒的药比较难搞，需要完成更加艰巨的任务才能实现。宿主，你千万别着急，下次还有机会，先把这种药给用完再说嘛。逆天去疤膏含有顶级修复维纳米因子，能促进细胞生长，修复一切受损肌肤，让皮肤恢复如初。凤飞儿竟然真的帮他搞到了系统奖励了，这也太逆天了吧！这和传说中的神仙有什么区别？王爷，随我过来，我有一件特别的礼物送给你。王爷，我帮你找到了治疗疤痕的药膏，据说只需1个月左右便能让疤痕恢复如初。你赶紧将面具取下来，让我帮你涂抹药膏好不好？啊，对了，你后背被狗咬过的疤痕，我也帮你一起涂一涂。这个药是我从一个游方道士那里得来的，也不知好不好用。迎着少女期待的目光，沈君慈突然有些害羞和忐忑。若是取下面具，她看见自己丑陋的疤痕，会不会嫌弃她？会不会后悔嫁给他？美丽的眼睛中会不会不再冒出粉色的小星星了？会不会因此嫌弃他，不再爱他了？王爷，快点将面具取下来，让我帮你涂药啊！我保证1个月后，你的左脸和右脸一样完美无瑕。王爷，你就算戴着半面面具，也帅得让人神魂颠倒。若是治好疤痕，取掉面具，还不知会迷死多少女人呢？要不，还是我自己来抹药吧。疤痕坑坑洼洼的，特别的难看，我怕吓着你，害你做噩梦呢。怎么会呢？王爷，你就算有疤痕也是帅的呀，怎么会因为有疤痕就不帅了呢？放心吧，我不会嘲笑你的。在少女耐心的鼓励下，沈君慈终于下定决心，缓缓伸出手摘下左脸的面具。随着面具移开，露出了半张毁容的左脸，左脸肌肉被利器划了一道道扭曲的斑痕，又因为溃烂而变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沈君慈难堪地垂着睫羽，一颗心如同15个吊桶打水般七上八下的。他害怕面对心上人失望而嫌弃的目光，他更害怕好不容易得到的爱情因此失去了。阿慈，那时候你还那么小，一定很痛很难过吧？我要是能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我一定会想尽办法保护你，陪着你，帮你缓解你的痛苦。你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还如此优秀顽强，你真的很让我佩服。你的脸虽然不完美，但却并不影响你的帅气，反而让你充满了男人的独特魅力，我很喜欢。瑶儿，谢谢你，认识你真是太好了，我想要永远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那种。不管这一辈子是1年、2年、3年，还是30年、60年，只要是可以跟你在一起，我便觉得很满足、很幸福、很值得。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喜欢你叫我阿慈，以后你叫我阿慈好不好？瑶儿，阿慈，
我从来没有恋爱过，也不知情为何物。但是你不在家，我会想你，担心你，牵挂你。你陪着我，我会觉得幸福而又甜蜜。我想，那一定是爱情的滋味。我一旦爱上一个人，便会对他全心全意，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他。阿慈，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为你付出真心。你喜欢我，还会喜欢别的女人吗？我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好爱情，你能给我吗？你现在娶了我，以后还会不会娶侧妃、姬妾什么的？瑶儿，你的想法也正是我的想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弱水三千，我只想娶一瓢。其实我不怕你笑话，我其实挺害怕女人的。我所接触的女人，为了争宠夺利，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面目可憎，着实令人厌恶。我原本是不打算成亲的，更不想身边围着一群女人算计来算计去的。奈何父皇为我施压，逼我成亲，逼着我将你娶进门。我原本想着你是花老将军的外孙女儿，而花老将军与我有恩，所以我娶别人还不如娶你，至少把你给放在身边会放心一些。只是没有想到，瑶儿，你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你带给了我无限的惊喜，你真是让我喜出望外，感觉到自己像是捡到了宝贝似的。你要笑死我了！女人是洪水猛兽嘛，将你吓成那个样子。你平时又酷又拽又毒舌，阴险狡诈，冷酷无情，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没想到你竟会对女人如此恐惧。那你怕我吗？我又草包又花痴，还在新婚夜刺杀过你，你不担心我是继皇后派来刺杀你的奸细？瑶儿，你跟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千方百计想要害我，想要取我的性命，而你是千方百计想要救我，对我非常的好。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我这样好过。我从小活得非常艰难，过得非常凄苦，受尽了欺凌还有羞辱。我遭到过无数次的算计，无数次的暗杀，无数次的死里逃生。我的内心充满着恨意还有不甘，我不知我要如何去爱一个人。瑶儿，请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学会去如何爱你。如果我做得不够好的话，你便告诉我，我会尽量去改正我的不足。答应我，永远都别离开我好吗？瑶儿。阿慈，刚好我和你一样，也不知如何去爱一个人，也是一只不懂爱情的菜鸟。我们俩一起学着如何爱对方，好不好？我们可以当两只互相取暖的小乌龟，紧紧抱在一起。为何会是小乌龟，而不是别的东西啊？比如说是小狗啊、小鸭子，还有小猪什么的。因为小乌龟很可爱啊，背着壳能随时保护自己。沈君慈望着少女俏丽的容颜，一颗心狂跳不止。他慢慢俯下身，吻住少女甜美的唇瓣，唇与唇相触，如同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在一起，并爆发出幸福的味道。她的唇像糖果一般甜美迷人，让人欲罢不能，仿佛要顺着自己的真心与喜欢的男人甜蜜相吻，芳心如小鹿一般乱跳。时间仿佛静止了下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男人终于放开怀里的女人。瑶儿，你没事吧？我担心又把你给亲晕了，所以刚才我才不太敢使劲儿，我生怕你晕过去。我没有被你亲晕，却要被你笑晕了。和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很快乐。难道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和你在一起，我也觉得很开心，很幸福，那种感觉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呢。阿慈，你坐下，我来帮你擦药吧。他让春燕打了一盆水来，帮沈君慈洗过脸，接着拿出疤痕药膏，将药膏仔细地涂抹在他的左脸上。阿慈，以后晚上涂完药膏能不戴面具吗？这样能让皮肤自由呼吸，更好吸收药膏。白天你想戴便戴着，等伤疤完全康复之后再取下来也行。我会争取在你寒毒发作前，帮你想办法得到治疗寒毒的解药。以后晚上涂完药，我便不再戴上面具。不过白天我需要继续戴着，这样行事更为方便些。寒毒纠缠了我多年，你若是可以顺利得到寒毒的解药会更好，若是得不到的话，也不必勉强你自己的。我不想让你再受到任何的伤害了，我一点也不想，真的。放心吧，我不会再受伤的。上次采花贼事件只是个意外，我有我的办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阿慈，涂上药膏后感觉怎样？疼不疼啊？涂药的地方逐渐变红了，不会有别的反应吧？涂药以后开始有一些轻微的刺痛，接着就是清凉麻痒的感觉，接下来皮肤似乎会一会儿凉一会儿发烫，这种感觉不但不难受，还十分的舒服呢。阿慈，脸上的药膏涂完了，你脱去上衣，我帮你将后背的疤痕也涂一下药膏。
沈君慈一言脱去上衣，露出精壮结实的上半身，8块腹肌线条分明。凤扶摇惊讶地瞪大了美眸，正大光明地看着她性感的身材。娘子，为夫好看吗？好看，夫君是这世上最好看的男子，没有之一。容貌好看，身材一流，我真的好喜欢。哦，没有之一。难道娘子还看过别人啊？啊，我没有看过别人，我只看过你，真的。骗你是小狗。1000年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不需要骑马，出行都是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千里之遥，几个时辰就能到达，十分便利快捷。满大街都是舔着啤酒肚的油腻大叔，还有光着膀子的。人们吃得多，锻炼的少，满身都是大肥肉，哪里还有什么8块腹肌啊？哪像我家夫君啊，长得好看，身材一流，每天都能让人流口水。满街都是光着膀子的男人，这成何体统？凤扶摇将药膏厚厚地涂抹在他后背的疤痕上，并仔细按摩，促进药效吸收。这一晚，两人相拥而眠，感受到了从未曾感受到的温馨。接着又用了数日去疤痕的药膏，效果十分明显。沈君慈左脸的疤痕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恢复，而他后背被狗咬过的疤痕亦是如此。按照这样的速度，沈君慈那张绝世神颜不到1个月便能恢复如初。阿慈，生意才几日功夫啊，香水便赚了数千两银子。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娘子真是太厉害了，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的厉害，令为夫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店铺的事情让小鱼去操心吧，生产之事也让管事的去操心，你负责收银子就好，可千万别累着自己了，那样为夫真的会心疼，真的。知道啦，我会把银子存起来，以备我们不时之需。阿慈，这2日我忙着香水生意，都没有为你涂药。每次晚上问你，你都说自己涂过药了。你现在将面具取下来，我帮你涂药，好不好？我还以为娘子为了赚钱将夫君给忘了。唉，夫君哪有银子重要吗？哎呀，好啦好啦，夫君不要生气嘛。在我心目中，银子哪有夫君香啊？就算给我1个亿，我也会选夫君而不是银子。好啦，我帮你取下面具，为你涂药，好不好？随着面具移开，露出一张完美无瑕、妖孽无双的绝世神颜。阿慈，你的伤疤全好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你的伤疤竟然完全好了，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啊！太好了，我好喜欢啊！这药膏太神奇了，难怪这2日你不愿意让我帮你涂药膏，原来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瑶儿，谢谢你帮我治好了疤痕，我爱你。说着，微微弯下腰，樱花般的唇瓣轻轻压在他娇嫩的唇瓣之上。他的吻温柔缠绵，柔情似水，如同对待绝世珍宝一般。和最开始强吻他时笨拙的模样相比，显得熟练多了。面对绝世美男的亲吻，凤扶摇幸福的快要飞起来了，感觉到脸颊滚烫，心跳加速，脑海中更是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沈君慈终于放开甜蜜可人的少女，轻轻将她抱了起来，放在床上。瑶儿，我心悦你，我想要永远跟你在一起，你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我认定一个人，我便会对他一心一意，不会再去喜欢别人，我更不会跟那配种的猪一样，朝三暮四，处处留情。你若是不相信我的话，便给我一次机会，观察我一段时间，若是我可以让你满意，你再把心交给我，好吗？配种的猪？你将自己比喻成配种的猪？小坏蛋，那不是担心你胡思乱想吗？这一次的吻愈发甜蜜缠绵，2颗孤独的心如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在一起，再也不想分开。次日便是冲为大考的第1日，凤扶摇却接到大长公主的请帖。大长公主不是个善茬，你若是去参加她的宴会的话，我担心你会受气的。再说她这种盛气凌人的，你跟她来往干嘛？没有这个必要的。苏竹，这次宴会你非去不可。你知道大长公主的母妃是谁吗？大长公主的母妃是谁啊？哎呀，大公主的母妃乃是叶国当今皇帝的亲妹妹。叶国这位皇帝能力突出，野心勃勃，颇有手段，一心想夺回当年被大龙国先帝夺走的城池呢。他觊觎大龙国丰富铁矿资源已久，一直想灭了大龙国，将之占为己有呢。3年后啊，大龙国之所以灭亡，与叶国多年布局有很大关系。你想啊，3年后扎太子刚刚坐上皇位，叶国便攻破了长安城，灭了大龙国。历史记载，叶国为了灭掉大龙国，曾在大龙国布下诸多眼线，推波助澜。
这位大长公主的母妃乃是叶国公主，而这位大公主极有可能便是叶国重要棋子中的一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恰好可以趁此机会了解大公主，若能抓住她造反通敌的罪证，提前将之除掉，那再好不过了。叶国为了灭掉大龙国，曾在大龙国布下诸多眼线。大长公主可能是叶国灭掉大龙国重要棋子中的一颗。如此看来，此次桃花宴我非去不可了。不与大长公主结交，我还真没有机会抓住她通敌卖国的罪证。为了拯救大龙国，我这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奸细斗啊！听闻这位大长公主为人奢侈，极要面子，我得备一份大礼才行。看来他得好好调查调查这大长公主了。阿慈，我还是去参加一下大长公主的宴会吧。毕竟从身份而言，她是你的皇姑母，我是她的侄媳妇。我若不去，也太不给她面子了，会遭到别人非议的。你去的话也可以，不过万事都要当心一些。到时除了安慰5、6、7，我多给你派8个侍卫保护你。桃花源在郊外，虽说风景优美，但是路途有些远，多派几人保护你的话，我更放心一些。这几日乃是春闱考试了，我需要去加强长安城的防卫，你自己多加小心一些。人家只是去参加一个宴会，又不是去赴死，你不用太过紧张。派这么多人跟着我，真的不会被人笑话吗？瑶儿，你受伤刚刚康复，我不想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哪怕是一丁点儿也不行。我每每想起上一次探春宴的事情，我便心有余悸。他们那次明显是想要算计你的，若不是你机灵，怕是早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本王每每想起，那真是气得夜不能寐，恨不得把他们全给杀了。那几个加害你的人，本王是一个也不会放过的。听说前几日姬旦又被人敲断一条腿，还有姬山与人冲突，被人捅了一刀，躺在床上半死不活。太子被你参了一本，被皇上狠狠教训了一顿，罚了半年的俸禄。这些事情不会都是你的手笔吧？谁敢伤害你，本王便去灭了他。没要他们的狗命，本王已经很仁慈了。瑶儿，你是我的逆鳞，谁也不能伤害你。被男神呵护的感觉真的好幸福啊！这一世能和他相识、相知、相爱，就算让我为他死去，也是值得的。这样深情的王爷太让人上头了，我真的好喜欢啊！瑶儿，这一生能够认识你，真是我的福气。和你在一起，我感到每天都会很幸福。我们俩都要好好的，以后我们要幸福生活一辈子。听你的。当凤扶摇带着2个丫鬟、5、6、7等5个侍卫赶来桃花源时，此处早已聚满宗亲贵妇及其之年的皇家贵女、名门闺秀等等。你和凤扶摇虽为姐妹，你却貌若天仙，举止端庄，生生的将那个给比了下去。听说上次在探春宴上，她出尽了风头，骗了太子殿下和姬旦不少的银子，可有此事啊？这凤扶摇行为一向乖张，厉王娶了她呀，皇室真是被她丢尽了颜面。听闻扶摇在上次的探春宴上做了不少的菜肴，这传言可是真的？她是如何骗走太子殿下那么多银子的？就算她嫁给李王殿下，还是狗改不了吃屎。还是太子殿下和太子妃为人大度，大人不计小人过。这要是换成了别人，被骗了这么多银子，怕是不会罢休的。他从小到大连厨房都未曾进过，能做出什么菜肴？不过谣传罢了。他确实骗走太子殿下不少银子，足足有16000两之多。我的天哪，竟然骗走这么多银子！你们为何不报官啊？对呀，去报官呐，将银子要回来，不能便宜他。太子妃肯定是看在她是你姐姐份上，才不与她计较的。她这种人实在是太过分了。唉，做事哪能做得那么绝啊？再说，她是我的姐姐呀。离王妃到！众人眼神复杂，纷纷抬头，便看见一道高挑玲珑的身姿，步步生莲般，踏着阳光，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各种眼刀纷纷聚集在凤扶摇的身上，眼神复杂，心思各异。传说中的凤扶摇不是丑女吗？真容竟长得如此秀美绝伦，让人惊艳。扶摇拜见姑母，姑母安康吉祥，万事顺意。扶摇听闻姑母喜欢熏香之物，特意献上限量版香水1盒。春燕和春香捧着一个精致的檀木匣子，打开匣子，飘出一股醉人的清香。此乃最近长安城火爆的楚楚留香限量版香水，是我特意为姑母定制，一共有5种香味：玫瑰香、桃花香、桂花香、百果香以及百花香。每一种香味都有其独特之处，让人如沐春风。使用后就算过一整天，香味也不会消失。如此，姑母便却之不恭了。侍女上前接过匣子，小心地收了起来。我的天，这竟然是楚楚留香的限量版香水吗？王妃是如何抢到的？难道您认识那家店的老板不成？
王妃，您能帮臣妾也抢一些吗？臣妾派人去抢了好几次都没有抢到，这楚楚留香的香水卖的实在是太好了。嘿嘿，这位夫人也有瓜吃，她呀乃是内阁大学士的夫人。但是她喜欢的人是青梅竹马的表哥，奈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好嫁给不爱的内阁大学士，生的2个孩子也是表哥的。内阁大学士将2个孩子视若珍宝，对她红杏出墙的事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女人不知为内阁大学士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她表哥喜欢她用香料，她自从用过香水后便迷上了香水，她肯定是打算用不同的香水味去勾引她表哥呢。哎呀，是啊，我们也没有抢到。哎，有没有关系强气瓶呢？楚楚留香的香水太好闻了，用过之后啊，再也不想用别的香料了。黎王妃能帮我们抢香水吗？哪怕贵一点也好啊。大家想要香水，我有办法满足你们的需求。楚楚留香的香水乃是我研制出来的，楚楚留香的店铺也是我开的。大家若是喜欢，可在桃花宴结束之后，于今明2日去楚楚留香交定金预定。凡是今明2日预定交费的，按市面价打8折，10天内完成交货。王妃，我现在就想预定10瓶。我也要预定5瓶。我现在要预定，每种香味要1瓶。凤扶摇被众人围在中间，差点被挤倒了。大长公主见自己的风头被凤扶摇抢走了，心中很是不快。今日乃是桃花宴，不是来抢货的。等桃花宴结束了，你们再去楚楚留香预定吧。大家都不用急，明日我会安排一个管事专门在店里接待大家，届时大家只需让下人带着桃花宴的帖子过去，便能按照8折交货给大家。哎呀，黎王妃人美心善，连香水也做得出来，真有本事。自从用了香水之后啊，什么香料都不好用了。凤芙雪冷眼盯着，嫉妒的眼里恨不得喷出火来。我们现在出去转转，欣赏桃花美景吧。每年桃花宴，大家都会吟诗作对，参加各种活动，欣赏桃花江大好的春色。别忘了大家今日来的正事，切莫喧宾夺主了。姐姐，好久不见，姐姐气色越发好看了。前几日听闻姐姐女扮男装去逛百花楼，还找了个小官听曲子，在青楼为小官争风吃醋，与人大打出手，差点连命都丢了。听说后来还是黎王殿下找到青楼，强行把你带回去，因此将你教训了一顿，打得你几日下不来床。姐姐做事还是一如既往不着边际，这等不知廉耻的行为，到底何时才能改一改呢？你现在已经嫁入皇家，一言一行代表的乃是皇室颜面，青楼那等阿杂之地，岂是你能随便去的？以后做事切莫再像以前那般疯疯癫癫，凡事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凤芙雪此言一出，四周一片哗然。大长公主阴沉沉的一笑，嘴角充满了轻视和嘲讽。那些刚才还在拼命抢香水的贵妇，看着凤扶摇的目光，不知不觉地带了一丝异样。我怎么听父亲说，那采花贼男扮女装堵在青楼伺机作案，是黎王妃和黎王殿下里应外合，将采花贼抓捕归案的呢？听闻黎王妃抓贼有功，皇上还奖励她500两银子。此事皇上已经在朝堂之上宣布过，是不会出错的。有些人将此事乱传一气，传来传去，并传得变了味儿了。此事我也是从太子殿下那里听来的，怎会有错？包庇恶人，便是与恶人为伍。徐媛媛，你看情况再说话。难道你自轻自贱，想要和他这种人同流合污吗？太子妃言重了，我父亲也去上朝了呀，怎么会说错？我父亲亲耳听见皇上说的，皇上亲口夸赞黎王和黎王妃，难道太子妃说的话比皇上说的话还要有用？女子固然不能自轻自贱，但随意污蔑别人更是可恶。还是徐小姐明辨是非啊，不像某些小人眼盲心瞎，故意扭曲事实，胡乱编排是非。敢问太子妃，你那日去了百花楼的现场吗？那等阿杂之地，本太子妃怎么可能去？倒是你，听闻你恬不知耻找小官，皇室颜面和凤家族颜面都被你丢光了。如果我是你，怕是不会出来丢人现眼，让人戳脊梁骨。你俩给本宫一个薄面，都别吵了。女子怎么能随随便便去逛青楼呢？3从4德还是要遵守的。黎王妃，你说是不是啊？虽然本宫是很喜欢你的香水，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本宫还是要批评你一句的。大长公主乃明白事理之人，自然绝对不会像某些龌龊小人一样故意歪曲事实的。皇上已在朝堂嘉奖过我和黎王殿下，想必大家不会不知情吧？不但如此，还故意藐视皇上旨意，用心险恶，其心可诛。凤芙雪，看来你是打算故意和皇上作对了。太子妃知道事情真相，却故意搬弄是非，扭曲事实，未免太下作了，着实令人不齿。我没有，此事本宫并不知情。哼，大家既如此好奇那日之事，我便勉为其难，为大家澄清一下那日真相，省得某些人是非不分，故意扭曲真相，往我头上扣屎盆子。那日
乃天道阁抓捕采花贼的最后期限。且长安城大街上又发现一具女尸，死状极惨。我夫君离王查出，百花楼的花魁夜来香便是采花贼。那人十分狡诈，稍有不慎便会让他逃之夭夭。于是我女扮男装，假装与他见面，拖着他，与夫君里应外合，将他抓捕。我为了拖住他，与他奋力打斗，因此身受重伤，躺了几日。皇上得知此事后，认为我巾帼不让须眉，还奖励了我500两银子。采花贼破坏我大龙国春闱考试，任何参与之人，人人得以诛之。有些人不辨是非，不长脑子，眼盲心瞎，用心险恶，刻意歪曲皇上的意思，这种人比采花贼更可恶，才是最可恨的存在。凤福雪，你胆敢以下犯上，用心险恶，其心可诛，你怕不是和那个人人得而诛之的采花贼是一伙的吧？离王妃，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好崇拜你呀！没错，你说的采花贼之事，还是我父亲从皇上那里听来的，是不会有错的。哼，有些人便是看不得别人好，恶意抹黑，心都坏透了。太子妃殿下，我说的不是你，真的不是你。不过太子斩杀萧良帝之时，你是不是也在场？你当时为何不劝劝太子殿下呢？离王妃好样的，我们要向您学习。原来离王妃也会武功，实在是太厉害了。凤扶摇，你休要血口喷人。采花贼之事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怎么可能恶意扭曲皇上的话，和采花贼是一伙的？你休要胡言乱语，给我乱扣屎盆子。凤福雪，希望你和采花贼不是一伙的，否则天道阁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人的。你为了讨好太子，不停往他房间塞美人，美人虽然好，可是不管好后院是会出事的。我记得上次探春宴，萧良帝和姬玉柔与姬山通奸，被我们当场捉奸。太子殿下大义灭亲，怒斩萧良帝，血溅当场。太子被戴了一顶大绿帽，一定感到屈辱而又难过。你可要好好劝劝他，千万不要太过伤心啊！你身为太子妃，应该明辨是非，管理好太子后院，而不是纵容他们秽乱宫廷，为皇室蒙羞。凤福雪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气得直打哆嗦，却百口莫辩。天哪，不是说萧良帝是暴毙而亡的吗？竟然是被太子杀死的。这姬山可是太子殿下的堂舅啊，这也太乱了吧。还有那个姬玉柔，竟然和亲叔叔，真是不知廉耻。听闻太子殿下每天都换美人，原来是太子妃塞进去的，真是笑死个人了。太子后院之事还轮不到你来瞎操心，哼，你管好自己的后院才是正事。都别吵了，去观景台看风景，吟诗作对才是正事。有没有真才实学，待会儿一试便知。哼！众人很快到达观景台，观景台前面的空地上设有各种比试之处，如远一点的赛马场，近一点的吟诗作对之处，射箭投壶之处等等。凤飞注意到2楼大厅的一侧是有单独休息室，休息室镂空雕花的窗户上拉着木帘，从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形。凤飞总觉得里面藏着人，在窥视他们这些女人的一举一动。宿主，有大瓜！关于长公主的大瓜，想不想吃瓜？保证能噎死你！瞧把你激动的，大长公主有什么大瓜呀？赶紧说。大长公主虽已年近40，却极好男宠，还都是一些身强体壮、17、18岁的绝色男宠，尤其喜欢多人游戏。今日她将几个最喜欢的男宠偷偷带了过来，就藏在2楼单独的房间里，说不定正在偷偷看你们呢。不但如此，听说她与不少大臣暗中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大长公主在野史上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吗？哎呀，这大长公主一把年纪了，竟然如此风流。她在野史上有什么绰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啊？别藏藏掖掖的吊人胃口。因其容貌绝艳，野史上被称为绝色妖姬。其实叶国皇族有一个更吓人的族名，血族。这血族啊，还有一个特殊癖好，你一定听说过。绝色妖姬，血族，怎么越来越玄乎了？我对叶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们国家乃弹丸之地，喜欢侵略别的国家，而且特别好斗嗜血，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至于到底有多变态，我还真没了解过。你若知道，赶紧告诉我，别卖关子了。我这吃瓜的心呐，都快爆炸了。叶国皇族也称为血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吸血鬼家族。血族有个变态嗜好，喜欢饮用新鲜血液。他们通过饮用新鲜血液来维持身体中的神秘内功，并且能保持容颜不变。血族的祖先因重视人类生命，选择吸食动物血液而不是人血。然而叶国某些皇室贵族女人却偷偷饮用少女鲜血来保持美丽容貌。正因这个变态嗜好，所以他们子嗣艰难，还常常生出畸形后代呢。你可知道你夫君离王
曾经在叶国做人质之事吗？这疯狂虐待过离王的宇文兄妹，便是一对畸形连体怪胎。他俩身体相连，心意相通，且为人残忍嗜杀。这对兄妹有没有这种变态嗜好，野史上没有记载过。不过听闻这对兄妹容颜绝艳，想必也是淫邪的。原来虐待我夫君之人，便是宇文兄妹那对变态。我夫君在治疗前，后背有几个碗口大的疤痕，看着惨不忍睹。便是那对连体怪胎放狗咬伤了他。若是让我遇到这对变态连体婴，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大长公主的母亲便来自叶国神秘的血族，她母亲容颜美丽，心地善良，非常排斥淫血这个变态嗜好。而且因为大龙国乃教化礼仪之邦，禁止贵族随意虐杀百姓和下人，又加上她母亲也是数十代血族后代，所以她拒绝饮用血液，特别是人血。大长公主只有一半血族血统，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有淫血嗜好，然而结果恰恰相反。野史记载，她为了维持美丽容貌，沉迷于这个变态嗜好不能自拔，不但嗜好淫血，还偷偷蓄养少女女奴，以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呢。另外，她曾经喜欢过你的父亲丰佐丞相。啥？她喜欢过我那个便宜爹？我爹为啥没娶她呀？这女人都快40了，容貌看着跟20岁小姑娘似的。天知道她虐杀过多少无辜少女啊！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调查到底。若是能抓住她虐杀少女的证据，我便能灭了她。当年你爹高中状元，被大长公主一眼看中。不过你爹喜欢的人是你娘，花老将军那个文武双全的女儿。所以当你爹听说大长公主看上自己，便火速和你娘成了亲，绝了他的念想。此事将大长公主气得半死，只好退而求其次，下嫁后来的驸马爷。后来你娘生你时去世后1个月，你爹便娶了姬夫人田房。哎，宿主，我好像搜到另一个大瓜，和你这具身体的亲娘有关系。大瓜和这具身体的亲娘有关？怎么说呀？难道我这具身体的亲娘不是死于难产？恭喜你答对了，这里面应该有阴谋。我搜到的消息是，你娘生原主时确实难产，但并非死于难产。她当时生产时生了3日3夜，非常费劲，但是后来还是顺利将原主生了下来。哪里知道生完孩子当天夜里突然大出血，血崩而亡。所以丰佐丞相对外宣布原主娘死于难产。原主娘为何会突然血崩？似乎和姬夫人有关。姬夫人乃是姬皇后的妹妹，当初在宴会上对你爹一见钟情，只是你爹已经有了你娘，且你娘已经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还怀了你。你娘的死是否和姬夫人或者姬家有关，我暂时还搜不出来。不过你可以偷偷调查一下，也许能找到真相呢。风fjord心中翻江倒海，一时无法平静，决定等桃花宴结束，好好的调查一下姬夫人身边的人。大长公主这次邀请你过来，肯定不怀好意，你要当心些。我知道的，有关于大长公主的任何大瓜，要记得及时告诉我，千万不要藏藏掖掖的，害得你家宿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只要是狐狸，便一定会露出狐狸尾巴的。凤fjord抬眼打量着眼前的烟来山，烟来山的另一边是一大片绿莹莹的草地，成群结队的马匹在草场上悠闲地吃着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马匹呢？难道烟来山的另一边乃是私人养马场？他的目光扫过被木帘遮住的房间，似乎有几道视线正死死盯着他。小瓜，你能查出2楼窗户后面是什么人吗？为何我总觉得窗帘后面有人在窥视我？这上面那个房间好像是2个人，至于身份我现在查不住，你自己多加注意一些，千万别中了大长公主的圈套了。大家想用点心的便去用点心，想要参加吟诗作对的便参加吟诗作对，只要是桃花宴中的比赛项目都可以随意去参加。不想参加比赛的，在回廊上观赏桃花美景也是可以的。这次桃花宴上的所有比试内容都将和往年一样，有诗词比赛、骑马比赛、射箭比赛，以及投壶、弹琴、画画等等。每一项比赛呢，本宫都请了国子监的夫子进行监督和测评。每一项比赛，凡是拔得头筹的都会有丰富的奖励，所有的比赛过程都将被记录下来，并对外公布比试结果。凡是比赛成绩优异者都将在桃花宴记录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参加与否自由选择，桃花宴不做强行的要求。本宫宣布，桃花宴现在开始，大家去参加自己喜欢的活动吧。本宫乏了，先上3楼小憩一会儿，你们自便吧。王妃，我们去那边观看诗词比赛好不好？这次是不是你第一次来桃花宴的？我也是呢。
我跟你说，诗词比赛奖品最是丰厚，参加之人也最多。凡是胜出者，不但会张榜表扬，还会得到朝廷嘉奖呢。这第1名啊，奖励500两银子；第2名奖励300两；第3名奖励100两。除此之外，还有桃花宴定制奖品，奖励十分丰厚。据说今年的奖品乃是吴清之大师有名的桃花图。当然啦，你不想参加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在一边看热闹，不强求的。2楼某个房间，容貌妖艳的男女紧紧靠在一起，站在幕帘之后，他们正通过窗户的缝隙暗暗打量着人群中那道光彩夺目的绝色身影。哥哥，你心跳加速，耳根通红，不会是看上那个贱人了吧？你说他鲜血的味道会不会比别人的更加甜美？我们将他抓住，尝尝他血液的味道，如何？我只要一想到这个贱人霸占了蛮奴的身子，便想用他的血液来沐浴，将他身上的血喝光，看着他生不如死的样子。蛮奴只能属于我一个人，只有我才有资格得到他的身子。只要一想起小时候他被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被我们的狗咬得半死不活，我便亢奋得不能自已。我一定要抓住他，狠狠地虐待他，让他跪在我面前，像卑贱的狗一样向我求饶。等抓到那个女人再说吧，你先别做白日梦了。如今的沈君慈身份尊贵，手握天道阁实权，身后还有不少支持势力，早已今非昔比了。想要抓住他，怕不是那么容易之事。我们得好好谋划谋划。哥哥，你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沈君慈身后并无母族支持，我们想要灭他，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不如先将凤扶摇那个贱人抓住，让我们尝尝他鲜血的味道，再用凤扶摇那个贱人来引沈君慈上钩。听闻他俩夫妻恩爱，日日交颈而卧，感情好得让人嫉妒。我就不信了，说我们抓住凤扶摇，沈君慈会见死不救。到时候我一定要狠狠折磨这个卑贱的蛮奴，将他折磨得越惨，我便越开心。也许我们今日便能得手，抓住这个女人。为兄也想尝尝她的血液，看看她的味道是不是甜的。看把你们给急的，就这么急不可耐想要抓住他，怎样？他是不是长得很不错呀？他的血液一定分外的甜美。本宫将人给你们请来了，后面如何就看你们的了。凤扶摇搜索原主的记忆，对吴清之大师似乎有点印象。据说他画的桃花栩栩如生，被天下文人争相追捧收藏，一幅画价值1000金，而且有市无价，十分珍贵。瑶瑶，瑶瑶，你也来了？嘿，你俩也来桃花宴啦？太好啦！早知道我们便一起过来了。要参加诗词比赛吗？听说奖品非常丰厚。比赛骑马我还行，比赛作诗还不如杀了我呢。我刚参加骑马比赛就没有跑得过我的，妥妥的第1名。我和蓉蓉还去参加了投壶比赛，蓉蓉很会投壶呢，可是我不行。瑶瑶，你上次抓贼受伤，身体好些没有？我还以为你今日不来了呢。以前你就从不参加桃花宴的。哎，这不是大才女吗？我记得去年桃花宴你做的是取得第3名的好成绩，今年还打算参加比赛吗？去年夺得第1名的才女乃是刘太师家的女儿刘淑琴。刘淑琴虽然年仅16岁，不过在诗词造诣上确实不错。我去年已经参加过，今年便不参加了，还是将机会留给其他人。哎，你们不知道吧？听说刘太师乃是太子殿下的恩师，刘太师有心将刘淑琴许配给太子做他的侧妃呢。等太子继位后，他便有机会成为贵妃啥的。刘太师此人善于溜须拍马，左右逢源，算盘珠子打得可溜了。只可惜那刘淑琴长得歪瓜裂枣，听说太子殿下不喜欢。徐媛媛，你个长舌妇，竟敢在后面说我坏话！你是嫉妒我诗文比你好，让你羡慕嫉妒恨吧？有本事你来和我比试比试，在后面当长舌妇算什么本事？宿主，关于刘淑琴的新鲜热瓜来了。她去年确实得了诗文比试第1，不过去年的4位评委有2人被她爹打脸过。刘淑琴的父亲刘太师有一个癖好，喜欢偷偷摸摸养鸡妾，在外面置了几套别院。他夫人生性善妒，是出了名的母夜叉，他在夫人面前非常老实。而刘淑琴此人心肠歹毒，比他母亲还要坏呢。有一次，
刘太师别院的小妾为他生了个儿子，此事被刘淑琴母女俩得知，便趁刘太师不在的时候，偷偷找到别院。刘淑琴假装去抱还没满月的弟弟，却将弟弟狠狠摔在地上摔死了。不但如此，刘淑琴还伙同他母亲，将还在坐月子的小妾活活打死。刘太师回家听闻此事，还大病了一场呢。可是刘太师并不敢声张，担心家丑外扬，影响女儿找婆家。他还想着将刘淑琴嫁给太子，以后凭他一飞冲天呐。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是，却偏要拿自己当根葱，哼，真是笑死个人了。就算飞上枝头当了凤凰，不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这地方你来干什么呢？太子妃殿下，您说是吧？凤飞瑶当然听得出来，这斜拔子脸说的是自己，脚步一错，便出现在刘淑琴面前，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将一撮真心话大冒险塞进她的衣领中，继而抬手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你这个毒妇，你凭什么仗着自己是王妃便仗势欺人？我到底哪里惹到你了？你自己几斤几两？难道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如此嚣张，敢不敢和我比试作诗？你刚才指桑骂槐，辱骂本王妃，以为本王妃听不出来吗？你这等品行恶劣之人算什么才女啊？怕不是沽名钓誉、作弊得来的才女吧？你想和本王妃比试作诗？你以为本王妃会怕与你比试啊？你休要血口喷人！我要和你比试作诗。听闻你在探春宴出数数题很厉害，不知是否名副其实？我只想问你，敢不敢和我比试？姐姐，去年你不是不敢来参加桃花宴吗？爹爹让你来，你却躲在家中不敢出来。难道今年姐姐想开了，也是想要参加诗词比试了？姐姐，你连大字都不识几个，还是不要比试了吧。若是比试输了，不但丢凤丞相府的脸，还会丢黎王府的脸。你并非真才实学，何必自欺欺人，自取其辱呢？妹妹劝你，还是不要参加比试的好。我想怎样，还轮不到你来瞎操心。你不是一向自诩为才女吗？不如我俩比试比试如何？我估计你肯定不敢参加，毕竟你若比试落败了，不但会丢凤丞相府的脸，还会丢太子府的脸。你并无真才实学，何必自欺欺人，自取其辱呢？姐姐劝你，还是不要参加比试的好。众人听说太子妃和黎王妃竟然要比试诗词，纷纷围上来看热闹。天哪，黎王妃也敢比试作诗？这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比的吗？哎，你可别说啊，听说上次在探春宴比试数数，他赢了太子1万多两银子呢，人家挺厉害的。嗨，数数可以糊弄，可作诗凭真才实学，我不信他能作诗。他会不会？待会儿看看不就知道了。太子妃殿下，要不我们2对1和他相比，绝对能胜过他。别忘了，我在去年桃花宴可是夺了第1名，我们2人一起，还怕他一个人不成？对付这种人，不是绰绰有余。姐姐若真想比试诗词，我便陪你比一下。不过有我和舒淇与你比，姐姐若是输了，千万别撒泼打滚，寻死觅活呀！妹妹竟然想2比1，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你这脸皮未免也太厚了一些吧？待会儿输了，妹妹千万别撒泼打滚，寻死觅活的。毕竟妹妹代表的乃是太子殿下的颜面呢。瑶瑶，你真要和他们2人比试吗？不如我也参加，我们2人对他们2人才算公平。说好的3人比赛，王妃却想加人进来，你打算加多少人啊？比不起便不要比，免得别人说王妃说话不作数，贻笑大方。刘淑琴，明明是你们不要脸，想以2对1欺负瑶瑶，你怎么不说自己臭不要脸呢？感情你们不要脸就可以，别人不要脸就不行是吧？21天不出击，你们怕不是个坏蛋吧？花不落，你别太嚣张，这位可是太子妃殿下，连皇上他老人家都来了，不也得讲道理？就算是太子妃，也不能不讲理吧？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臭不要脸？你们想2对1和我比试，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比试规则必须我说了算。请问各位夫子，他们2人想和我比试作诗，不知能否由我来定规则？当然可以，王妃以少对多，便由王妃定规则才算公平。敢问夫子，为何让他定规则？为何不能让我来定规则？便宜都让你占了，你让别人怎么办？做人要有底线，2比1已经让你占足便宜了。王妃想定什么题材，做什么诗，不妨说出来，让在下听听。那便以桃花江对面的桃花作诗吧。至于是5言还是7言，不做限制。实现要求嘛，乃是1炷香的功夫。好，那便按照黎王妃的要求比试，大家切记，做的诗不能是别人写过的，须有自己的风骨和特点，否则判输。童子燃香，请各位开始作诗，请将你们做的诗用纸写下来。一位童子拿出燃香点燃，
凤福雪和刘淑琴握着毛笔，一脸严肃，都露出苦思冥想的表情。反观凤福瑶大辣辣地坐着，俏丽的容颜显得十分淡定，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呀，刚才大意了，我以为吟诗就行呢，没想到还要用笔写出来。这些日子我看了几本书，好不容易认出部分繁体字，若是全部写下来，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些困难的，更何况我根本不会写毛笔字啊！哎，看来今天要打脸了，我得想一首最简单的、繁体字比较少的古诗了。咦，谁让你平时不练毛笔字的？这事我可帮不了你。不过只要诗文好，就算字写的不好，应该也没有关系吧？只是就论诗文来说，你不是分分钟碾压他们这些古人吗？毕竟你脑袋里装了古诗300首呢。哎，快看快看，他连笔都不会拿，还谈何作诗？那是拿笔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拿着棍子呢。我怀疑呀，他是来滥竽充数的，明明不会，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连笔都不会拿，肯定连字都不会写，丢脸丢大发了。凤福雪身为太子妃，便想率先拔个头筹。他就不信在作诗方面，他还比不过一个一无是处的凤福瑶不成。率先提笔在纸上刷刷地写了起来。他写的毛笔字虽然不是那么美，但胜在工整，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桃花开时不见人，桃花林中清风吟。若把人面比桃花，春意如歌似江水。还可以，不过对仗似乎不太工整啊，感觉很一般。刘淑琴稍一思索，也提笔写了起来。她写的毛笔字均秀端正，十分秀丽，看上去赏心悦目。忽闻桃花满山谷，匆匆寻到山林丛。只听燕歌传声远，不见桃花庵中人。对仗工整，意境悠远。好诗，好诗啊！不愧是大才女，出手不凡，令我等佩服。凤福瑶略一思索，也提笔刷刷地写了起来。人什么四月芳菲什么不认识，山寺桃花始盛什么不认识，什么恨什么的不认识，不知什么入中什么不认识呀！老天爷，这写的都什么字啊？一个个歪歪扭扭，跟鬼画符似的。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原来黎王妃真的不识字。姐姐，你看看你写的字，简直惨不忍睹。你连字都不认识，何必来比试作诗，丢人现眼呢？你连我诗文内容都不知，有资格评论我的诗吗？你写的诗我刚才听了，对仗不工整，更没有意境，也就不怎么地嘛。就算字写的再漂亮，内容空无一物，岂不是白搭？就算我写的不行，也比你强。你脸皮厚实，确实比我强多了。行不行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而是这4位夫子和众人说了算。我还说我是长安城大才女呢，你信吗？哟，原来黎王妃是真的不识字啊！你刚才非要和我比试，还要以1对2。我本以为黎王妃肚子里是有点墨水的，没想到你竟然连字都不会写。一个连字都不会写的人，能做出什么好诗？不会就是不会，承认自己不会有那么难吗？夫子，我们都在规定时间做完诗，请问谁胜谁负呢？黎王妃连字都写不利索，这场比试肯定是她输了。还请夫子公布一下比试结果，让某些人狠狠打脸。刘淑琴，你说我输我便输了，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夫子了？请问各位夫子，我们刚才的比试到底是作诗还是写字？我怎么记得是作诗而不是写字呢？有些人是不是选择性失忆呀？自然比的是作诗，写字只是将做的事表达出来，写字写得好还是差，并不影响诗文的评判结果。赵四爷，既然是比试作诗，写字自然也应该在比试之列呀。这一首诗文的好坏，用好看的字和不好看的字写出来，完全是2种感受。再好的诗文用鬼画符写出来，谁能看得明白呀？我写的字确实不怎么样，这一点我是要承认的，因为我小时候贪玩，练字练得少，还因此被爹爹责罚过。但是我知道，判断一首诗的好坏，要看其对仗是否工整，意境是否深远，表达是否贴切，读起来是否朗朗上口，而不是看字写得好不好看。毕竟一首诗被人写出来，会经过不同之人传颂，不同的人写的字不一样，这要如何评判诗文好坏呢？绣花枕头好看吗？可绣花枕头里面装的是糟糠，绣花枕头华而不实，从来未曾千古流芳。哼，强词夺理，强词夺理！童子，去将他们3人的诗作挂在展示板上，我倒是要看看黎王妃能写出什么不得了的诗来。一个写字都写不利索的人，能做出什么好诗啊？
赵夫子，能麻烦找个人帮我把我写的诗誊写一下吗？抱歉啊，有些字我记不住，写出来确实难登大雅之堂。去将王妃的诗作取过来，我亲自帮王妃誊写。什么？赵夫子竟然愿意帮凤扶摇预写诗文？童子很快将凤扶摇的诗取了过来，摆在他的面前。还请王妃将诗文复述一遍，在下帮王妃誊写。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哎呀，好诗好诗啊，真乃千古绝唱也。没想到李王妃深藏不露，竟是一位难得的大才女啊！这么多次桃花宴，在下从来未曾见过哪个女子能做出如此绝妙的诗文。李王妃真乃我大龙国的才女，请受在下一拜。凤扶摇急忙侧身避开。不敢当不敢当，夫子过奖了，我只是随便做做而已，夫子抬举我了。今日只是勉强做出一首诗，不值得夫子夸赞。没想到啊，王妃为人如此谦虚，实在令在下佩服啊！难怪能和李王爷联手抓捕采花大盗，真乃天下女子的楷模也。凭什么说他做的诗比我做的好？说不定他是偷盗别人的诗呢。你们三人写的诗我都看过了，无论是从对仗还是从意境等各个方面来看，李王妃做的诗都远远胜过你们二人做的诗。所以呢，你们三人的比试，我判李王妃胜出。我今日也可以将话摆在这里，李王妃今日做的诗，乃是所有桃花宴中最优秀的诗。李王妃乃是我大龙国才女，实在太棒了！李王妃，你真厉害，不但能抓贼，还能做香水。今日作诗又做出千古绝唱，你是我们所有女子的榜样呢，我太佩服你了。三人拼命鼓掌，其他人也跟着鼓了起来，一时之间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再也没有人认为他是一无是处的绣花枕头了。李王妃，最近大火的楚楚留香，原来是你开的？那香水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这太厉害了吧！我们以后去买香水，能给我们优惠吗？凡是评桃花宴的帖子，去楚楚留香购买香水者，都给8折优惠。从明日起，为期1个月，过期不候。大家明日起都可拿着帖子去购买。太好了，太好了！我明日要去抢购香水。正在此时，刘淑琴突然疯狂挠着手臂，扑通跪在众人面前。哎，刘家小姐，你这是怎么了？就算比试比输了，也犯不着当众跪下呀。就是啊，你这跪得莫名其妙，还哭得死去活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欺负你呢。我爹曾养过一个外室，为我生下一个弟弟。我弟弟还未满月时被我娘得知，我将我弟弟摔死了。我娘生我时身体受损，再也生不出儿子，所以不能让小妾生儿子。无论谁生下儿子，我都会将他摔死。此言一出，四周诡异的安静下来，继而一片哗然。去年我参加桃花宴诗文比试，取得第1名。其实那诗不是我做的，而是林夫子先帮我写好的。林夫子是我表哥，收了我爹贿赂，才特意照顾我的。他还向我爹求娶过我，但我爹看不上他。我爹想让我嫁给太子，成为太子侧妃。表哥送过我许多次礼物，还多次偷偷强吻我。我的天哪，这女人恬不知耻，自己做的破事竟当众讲出来。就她那张斜拔子脸，还想嫁给太子殿下当侧妃，笑死个人了啊！这女人又恶毒又龌龊，丢人丢到家去了。这谁娶了谁倒霉。林夫子居然公然作弊，为他写诗，帮他得了第1名，真是罪不可赦。刘淑琴，你这是一派胡言！本夫子何时收过你爹的贿赂，还强吻过你？你长得如此磕碜，本夫子哪儿瞧得上你？你休要胡言乱语！本夫子没有强吻过你，从来没有过！休要给我乱扣屎盆子！去年桃花宴前2日，你亲手写了诗交给我爹，你说只要我参加桃花宴作诗比赛，便能获得第1名。后来你送了我1只金钗，1只手镯，还送了我1对耳环。你说这些首饰都是在长安城最好的首饰店买的。你不但强吻我，有一次更是趁我爹不在，你偷偷溜入我的闺房，强行和我发生过好几次关系，逼我嫁给你。你叮嘱我不要说出去，你说我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子，你对我一见钟情，非我不娶。刘淑琴，你可真会异想天开！你看看你长得如此丑陋，我从来未曾送过你礼物，更没有与你苟合。你今日与李王妃比试输了，便胡言乱语，疯疯癫癫的，真是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天下怎么会有你这等无耻的女子？他说你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子啊！你们俩还私定终身，无美苟合？老天爷，你俩还真是臭不要脸，天下绝配呢！做人怎能如此不知廉耻啊？太让人恶心了！真是不知廉耻，这种事儿竟然当众说出来。哼，
见过傻的，没见过傻成这样的，不守妇德，有伤风化。以后啊，看谁还敢娶她！大家都亢奋的不得了，议论的热火朝天。刘淑琴说完这些话，浑身瘙痒，鬼一般的消失了。然而当她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话的时候，顿时羞耻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无力瘫倒在地。天哪，她刚才都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完了，她全完了呀！凤福雪本来和刘淑琴站在一起，见状也悄悄地溜到人群后面。和刘淑琴这种人站在一起，真的是让人羞耻。林夫子满脸惊惧，慢慢退到人群后面，撒开腿便往外跑。哪知跑得太快，脚下一个趔趄，一下子扑倒在地，摔了一个狗吃屎。林夫子去年公然在桃花宴上徇私作弊，抓住他送天道阁查办。哼，这种人行为卑鄙，不知廉耻，真乃国子监的耻辱。刘淑琴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心里又气又急又羞愤，暗暗思考着如何才能够洗刷刚才的屈辱。想起每次父亲指责母亲都会装疯卖傻乱砸东西的情形，于是心生一计。神仙，好多神仙呀！你们是不是从天上下凡来的神仙？带我飞，快带我飞上天！我要飞上天！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这女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会是在装疯卖傻吧？王妃，大长公主请王妃前去群芳谷赏花。大长公主请我去群芳谷赏花？群芳谷又在何处啊？禀王妃，群芳谷在桃花源东北角，是一个大大的花圃。多年前，大长公主便让人在此处种植各种花草。群芳谷依山傍水，每年春天百花盛开，景色优美。不过此处并不对外开放，只有皇族之人才能进去。哎，瑶瑶，我们陪你一起去，我们也去赏花。王妃也请带上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听说群芳谷中有很多稀有品种的花，一到春天便满园锦绣，特别漂亮。平日只对皇亲国戚开放，我听说过很多次，想看也看不到。那就一起去吧，我也想见识见识稀有品种的花。大长公主吩咐，只请离王妃一人入园，还请3位留步。又不是去赴宴，只是赏花而已，为何不能同去？我们只是陪着瑶瑶，不会捣乱的。那我先进去帮你们看看，若是好看，下次我一定带你们进去。这一次就算了，你们先在外面赏桃花，我待会儿就出来。群芳谷只有一个入口，入口处有侍卫把守。抱歉，还请你俩留在外面等候。大长公主担心人多会踩坏稀有品种花卉，所以除了主子，其他人不允许随便进入。王妃，谷中空气湿润，地上湿滑，您千万当心，不要摔着了。王妃，您进去注意安全，小心别滑倒了。有什么事情您就喊一嗓子，我们马上冲进来帮你。放心吧，我只是进去赏花，不会有事的。若半个时辰还未出来，你们便去告诉侍卫，让他去找王爷。我想朗朗乾坤的，大长公主还不至于害死我吧。凤扶摇随着婢女从草木茂盛的入口进入群芳谷，谷中树木茂盛，流水淙淙，鸟语花香，百花争奇斗艳，景色宜人。凤扶摇总觉得这里的花草颜色过于娇艳，娇艳的让人晃眼，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花香，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沉浮气息。宿主，这里面有猫腻，中间那座山腹是空的，里面空间极大，山腹中关着不少人，是一群奄奄一息的少女，至少有数十人呐。这群芳谷中阴气好重，应该死过不少人。哎，不对，这花下埋着数百具人类尸骨，你看看周围花草，颜色是不是特别娇艳？中间那座山腹是空的，里面关着不少奄奄一息的少女，花下埋着不少死人的尸体，难道是那些少女的尸体？这一片花草颜色确实特别娇艳，和正常花朵不一样。难道这群芳谷便是大长公主蓄养血奴之处？她定是担心养在公主府会败露，所以将血奴养在此处，以满足她的变态欲望。这个大长公主实在可恨，简直是变态恶魔！我一定要想办法戳穿她的阴谋，救出那些可怜的少女。我能肯定，山腹中确实养着不少血奴，因为他们血气都非常低弱。大长公主请你来，肯定不会好意，你一定要当心。凤扶摇暗暗点头，随着婢女沿着台阶慢慢走向山上的凉亭。这血色美酒味道实在是不错，尤其是14、15岁少女的血，效果最佳。坐在此处欣赏美酒，品尝美酒，真让人心情愉悦呀。本宫已经帮你们将她请过来了，待会儿如何对付她，就看你们自己的了。本宫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帮你们做事。事成之后，别忘了将那20万两银票交给本宫。大长公主将酒杯里的血色美酒一饮而尽，望着慢慢走上来的清纯少女，嘴角露出阴险的冷笑。扶摇见过姑母，姑母一个人在此处赏景，真是好兴致啊！这群芳谷的风景真是不错，让人流连忘返。
我走进来时，差点以为自己进入了仙境呢。赶紧坐。这座凉亭几乎将桃花源的美景尽收眼底，风光是极好的。坐在此处，能看见碧绿澄清的桃花江，能看见美若画卷的桃花源，还能看见宛如锦绣一般的群芳谷，流水瀑布，百花吐艳，令人见之忘俗啊！先帝在的时候，群芳谷便是由本宫一点一点带人建起来的。先帝进来看过之后，对此处是赞不绝口。当今皇上也非常喜欢进来游玩啊。对了，看到后面与燕罗山相连的那处没有？那边还有一处瀑布呢。平时啊，也只有皇室之人才能进入这群芳谷赏玩，普通人那是想进也进不来的。本宫今日请你来，是想让你陪本宫聊聊天，赏赏景。你不会嫌弃本宫这个老婆子吧？哎呀，姑母容貌娇艳，保养极好，看着比我还要年轻几岁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姐姐呢，怎么会是老婆子呀？姑母怕不是对自己的美貌有什么误解吧？姑母的容貌倾国倾城，保养的又好，真心让人羡慕。凤扶摇奉承几句，让大公主心情大悦，起身亲自为凤扶摇倒了一杯香茗，又倒了一杯淡粉色的桃花美酒。扶摇啊，你可真会说话，姑母都快被你夸上天去了。来，这茶叶呀，是我特地让人晒制的桃花茶，这美酒乃是用桃花源里的桃花酿制的桃花酒，你不妨尝一尝，看看味道如何呀？哼，凤扶摇，你就等着本宫毁了你吧！姑母对你一见如故，特别的喜欢你，拿你当女儿一样看待。你小的时候，姑母还抱过你呢，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呀？你小时候啊，长得粉雕玉琢的，可爱极了。只可惜呀，你母亲生你的时候难产去世了。宿主，茶水和美酒中都放了双重分量的迷药，无论你喝哪一种，都会中他的奸计。至于他说的抱过你这件事情，我也查到了。那次你才2岁，大长公主第一次见你，便差点将你活活捂死，还好被跟进来的嬷嬷看见，才将你救下。否则啊，你早就死在大长公主的鹰爪之下了。这女人心如蛇蝎，不是好鸟，你一定要当心。凤扶摇闻言，暗自将这位阴毒的大长公主骂得狗血淋头，却笑眯眯地站起身，亲手为大长公主倒了一杯香茗和美酒，偷偷地将含笑半步癫和真心话大冒险一股脑的全放了进去。姑母人美心善，对我真好，我太喜欢姑母了，天下怎会有像姑母这么好的女人呢？姑母，这是瑶儿为您倒的茶水和美酒，还请姑母慢用。来，瑶儿，快尝尝这桃花美酒，味道相当的不错，微甜中带一点点桃花的清香，入口十分的甘醇。说着，率先端起酒杯，将酒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凤扶摇将计就计，落落大方地端起美酒，矜持地用袖子掩住嘴，将美酒全部倒入空间。大长公主笑眯眯地看着凤扶摇，干净利落地将杯中美酒饮完，不疑有他。这死丫头终于将美酒喝了进去，果然是个没心机的傻子。好酒，真是好酒。这桃花酒确实好喝，甜中带着一丝桃花香气，让人陶醉。不过我的酒量很差，几乎一杯就倒。姑母恕扶摇不能继续喝了，姑母请自便吧。我的头为何晕沉沉的？我不会一杯就倒了吧？不行，我得赶紧下山，否则我要躺在这里了。扶摇，扶摇，你怎么了？离王妃。然而凤扶摇一动不动，对他的呼唤没有半点反应。你们出来将他弄进去吧，他被本宫的迷药给迷晕了。你们想要怎么玩都可以，记得千万别将他给玩死了。轰隆一声，凉亭紧靠的石壁从里面打开一扇石门。凤扶摇，你个贱人，今日终于落到我们手里。上次用屎尿算计本宫，差点让本宫恶心死。本宫要好好想一想，待会儿如何折磨你。凤扶摇啊，凤扶摇，今日之后你便身败名裂，再无出头之日了。本宫终于将那张厌恶的脸给彻底毁掉了，今日真是开心。来人呐，扶本宫下山。奴婢见过大长公主，请问我家王妃在何处？她为何还没有出来？王妃说里面的景色太美，要赏会儿花才能出来。你们在此候着吧，她何时出来，你们就等到何时。春夜和春香面面相觑，两人心里都很不安。
侍卫大哥，能让我进去找找我们家王妃吗？群芳谷中雾气缭绕，地面湿滑，我们担心她一个人在里面会迷路或者摔倒。没有大长公主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你们还是在外面等她出来吧。春燕对春香使了个眼色，让她等在群芳谷门口，自己则是偷偷跑去找侍卫，让侍卫去给王爷报信。时间临近中午，桃园美景，想必大家今日都玩得十分尽兴吧？大家赶紧用午膳吧，用完午膳，下午继续活动。朝廷待会儿会派人过来和我们同乐，说不定皇上也会来的。毕竟往年有几次桃花宴，皇上上午处理完朝事，来了兴致，偶尔也会和我们一起参加桃花宴的。众贵妇贵女听完皇上也来了，都变得亢奋起来。众人拿起筷子，开始享用桃花宴大餐。皇上驾到！建德帝雄赳赳气昂昂的从外面走了进来。皇上万岁万岁万岁！大家都不用客气，你们继续用膳，不必管我们。我们只是借着今日的热闹气氛，前来沾沾光、赏赏花而已。桃花源的桃花开得真是不错，想必群芳谷的花开得更加灿烂。等皇兄参观完这桃花源，皇妹便带您去参观群芳谷。今年这群芳谷的花开得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好看。好，我们先去桃花源看看，就不打搅你们用膳了。沈君慈迅速打量着上位那张桌边坐着的女人们，在人群中搜索那道熟悉的倩影。然而让他失望的是，凤扶摇并不在那张桌上。正在此时，大长公主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状似疯魔，疯狂地撕扯着身上的衣裳，3下5除2，便将自己身上的衣裳扒了个精光。贱女，你发什么疯？来人，赶紧将她带下去，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几个丫鬟婆子慌忙拿着一件衣袍冲上前去抓大长公主，奈何大长公主没穿衣服，滑溜的跟泥鳅似的，用了极大的力气狠狠地推开丫鬟婆子，一边抓挠身上，一边疯狂地跳舞，还喊得声嘶力竭的：滚一边去！别过来，让我跳舞！我要跳舞！你们一定不知道吧？我在群芳谷里面养了好多的血奴，每天服用他们的新鲜血液，保持容颜不老。我是不是很美呀？就连黎王妃也夸我比她年轻呢。我还将那些血奴的血液供给了叶国皇室，赚了不少的银子呢。那些死了的血奴，我便让人拿来种在花草的下面，为花草施肥。凡是用血奴尸体浇灌过的花草，花朵都开得格外的鲜艳。这也是为何群芳谷的花草比皇宫的花草还要漂亮的原因。不但如此，我还在燕来山蓄养马匹，与叶国交易。我和叶国皇子宇文无极是多年的合作好友，只要我提供大龙国情报给他们，他们便给我丰富的报酬。皇兄哥哥，快来呀！快来和妹妹一起快活呀！妹妹又不是第一次和皇兄哥哥欢好，快点过来呀！皇兄不是说过你最喜欢妹妹吗？可是你现在为何不喜欢妹妹了呢？妹妹真的好难过呀！天哪，卢，皇上竟然和妹妹乱伦，好大一个瓜！这要是传出去，得轰动全国了吧？老天爷，这皇室太乱了，我们这些人会不会被杀人灭口啊？不知廉耻的贱人，竟敢残杀百姓，私通敌国，对朕图谋不轨，恶意抹黑皇室。即刻起废除大长公主公主之位，将之贬为贱奴，收回公主府。来人，堵住他的嘴，将这个胡言乱语、不知廉耻的贱人给朕抓起来，乱棍处死。沈君义眼底闪过惊恐之色，将想为大长公主求情的话给咽了下去。沈君慈内心震撼，非常担心凤扶摇不知道是否遭到了大长公主的算计。抬了抬手，几个天道阁的侍卫上前，一把扭住疯狂蹦跶的大长公主。放开本宫！放开本宫！皇兄救我！皇兄救我！太子殿下，救救姑母！快救救姑母啊！李王，快救救我！否则你也再也见不到你的王妃了。本宫将凤扶摇交给了宇文无忌那对变态的兄妹。沈君慈，你就等着为你的王妃收尸吧。凤扶摇在什么地方？你说他在群芳谷，你把他交给了叶国的宇文无极那对兄妹，那么说宇文无极兄妹也在群芳谷？我就不告诉你，本宫死也不告诉你。本宫不喜欢他那张狐妹子脸，早就想毁了他了。他的尸骨很快便能成为这群芳谷最新的花肥。
宇文无极兄妹乃是叶国最高贵的血族，他们一定会喝光他的血，将他变成一具美丽的尸体。父皇，儿臣现在马上去群芳谷，找出一直破坏我大龙国的奸细宇文无极兄妹，顺便找出被大长公主关押的血奴。赶紧去吧。不过宇文无极兄妹不能杀，否则会挑起我国和叶国之间的矛盾。此时，一个侍卫走上前，告诉他凤扶摇在群芳谷的事。沈君慈心急如焚，带着天道阁的侍卫火速赶往群芳谷。一个侍卫从角落捡起一块臭抹布，塞到大长公主的嘴里。几个侍卫扭着他，像拖死狗一般将他拖到外面。众人听见棍子敲打肉体的砰砰声和大长公主痛苦的呜咽声。数十棍下去，呜咽声渐渐的弱了下去，再也不可闻。禀皇上，大长公主已经死了。各位爱卿，随朕去群芳谷找出被关押的血奴。凤扶摇假装昏迷不醒，被宇文无极兄妹架着带往山腹。大哥哥，大姐姐，求求你们放我出去吧！我不要被放血，我要回家找我爹娘，他们看不见我一定会着急的。我在路上被他们拐走的，我要回家。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被关在此处，每天都要被放血，再不放我们出去，我们便会血尽而死。我们还不想死啊！闭嘴，别再鬼叫了，真是吵死了。若是放了你们，我们喝什么？拿什么沐浴？大长公主养着你们，她不但自己要用你们的血，还得为我们提供血液。你们就乖乖在里面等死吧！我们每年都要给大长公主支付一大笔银子，享用你们的鲜血。再吵吵闹闹，本宫杀了你们，让你们成为外面花草的肥料！凤扶摇咬了咬牙，悄悄从空间中掏出一把匕首，并将几种毒药一股脑的偷偷抹在匕首上，借着袖子的掩护，狠狠地刺向吓着他的宇文无极的心脏。几乎就在同时，凤扶摇闪电般的抽出匕首，再次狠狠扎向宇文兰若的心脏。凤扶摇，你个贱人，竟敢扮猪吃老虎，算计本宫，真是找死！凤扶摇，你竟敢装晕算计本王！本王今日要找你死，你一定没想到吧？本王的心脏不在左边，而是在右边，你的匕首伤不了我们分毫。凤扶摇，本宫要抓住你，用你的血液泡酒沐浴，让你血液流尽而死。还有，让沈君慈那个蛮奴跪在本宫面前，求本宫放了你。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哥哥，我想抓住这个贱人，敲碎他身上的骨头，将他身上的血一点一点放光，用他的血泡酒喝，就像我们当初折磨沈君慈那个蛮奴一样。凤扶摇，你永远也想不到，沈君慈那个蛮奴当初在叶国当人质时，我们兄妹俩是如何折磨他的吧？我们将他和恶狗关在一起，让恶狗狠狠地扑咬他，他浑身被野狗撕咬得鲜血淋漓的样子，看起来不知有多美。还有，我们兄妹俩特别喜欢一起折磨大龙国血奴，我们将他们的皮肉一片一片割下来，看着他们血液流尽而死，他们痛得疯狂大叫，浑身颤抖，那种感觉别提有多刺激了。凤扶摇，我也要抓住你，将你身上的皮肉一片一片割下来，用你的血液泡酒沐浴，让你体会到极致的快乐。妹妹，别和他废话了，我们想办法抓住他，人归我，血归你。本王也想尝一尝这女人的滋味，可和那些卑贱的血奴有何不同？你俩人长得丑陋，心灵更是丑陋不堪，真是一对丧心病狂、卑鄙无耻的畜生。今日我便为那些无辜惨死的血奴报仇，让你们永远留在这山腹之中，为他们陪葬。贱人，竟敢骂本宫丑陋！本宫到底哪里丑了？贱人，你可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点三脚猫功夫，你也配和我们斗？我和皇兄被称为叶国双煞，杀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若愿意跪地求饶，说不定本宫一高兴便会饶你一条狗命。凤扶摇废话不多说，哐当一声祭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狠狠劈向连在一起的两道虚影。凤扶摇认为，就算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要能拖到他们毒性发作，便能趁机杀死他们，为曾经受苦受难的夫君以及无辜惨死的少女报仇。凤扶摇，跪地求饶吧！你不是我们对手，只要你跪地求饶，乖乖听话，本宫便饶你不死。
上百招下来，凤扶摇打得手脚酸软，一条胳膊还挂了彩，鲜血直流。凤扶摇，你马上就要死了，何必做无谓挣扎呢？只要你乖乖当我们的血奴，我们是不会要你的命的。你放心，我们保证让你欲仙欲死，快活得不得了。丑八怪，别做梦了，士可杀不可辱，就算是死，本王妃也不会求饶的。再说了，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别高兴得太早了。经过数十招激烈的交锋，他敏锐察觉宇文兰若右手劲道似乎低弱许多。凤扶摇侧身，急忙避开对方的攻击，并腾空而起，快速滑到宇文兰若的右侧。这对兄妹的速度虽然快到变态，但是毕竟是2个人，而且宇文兰若的内功明显比宇文无极要弱上许多。兰若，后退！几乎就在同时，凤扶摇手中的宝剑顺势划向宇文兰若的右臂，狠狠一折，噗嗤一声，宇文兰若的右臂带着一股血液飞向一旁。啊！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将你的咒一片片削下来，喂狗！毒血咒！说着，咬破舌尖，噗的喷出一口鲜血。宇文兰若痛不欲生，宇文无极与他神经相连，也疼痛难忍。两人4只血红的眼，齐齐怨毒的瞪着他。贱人，去死吧！姐姐，小心！姐姐，一定要小心啊！宇文无极和宇文兰若的身形化为一道流光，如影随形一般攻击上来。我靠，这也太离谱了！这到底是什么催命咒啊？我不是已经给这俩变态下了毒吗？为何还不发作呀？难道用的毒太多，适得其反不成？再这样下去，我似乎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不会葬送在这儿，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夫君了吧？又是数十个来回下来，凤扶摇身上挂了彩，手脚酸软，打得越来越吃力。凤扶摇，你个贱人，你害我失去一条手臂，你去死吧！你去死吧！宇文无极眼睛血红，抬起手便狠狠拍向凤扶摇闪避的娇躯。一股强大的内力将凤扶摇震得撞在栅栏上，直撞得他气血翻涌，眼前阵阵发黑。凤扶摇捂着心口，颤颤巍巍地爬起身，连体怪胎举起血色弯月刀，身形快的只剩下一道虚影。凤扶摇将内力提高到了极致，便要迎上去。正在这紧要关头，空气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呼啸之声，两具身体各自喷涌着鲜血，如同破麻布一般，委顿倒地，抽搐不止。凤扶摇惊讶地抬头，便看见火光之下长长的通道尽头，一道风华绝代的身影风驰电掣般踏空而来。瑶儿，你身上好多血，你受伤了。阿慈，这里是大长公主蓄养血奴的地方，大长公主和叶国勾结，是大龙国的奸细，你们赶紧将大长公主抓起来，严加拷问。还有，他们这对连体怪胎，他们曾经欺负过你，我想杀了他们，为你报仇。我先帮你止血，其他的不用担心。大长公主已经交代了蓄养血奴还有叛国的事情，皇上已下令把她给处死。至于他们逃不了。哥哥，我好痛，我要死了，我快死了！哥哥，救命！我的血快流光了，好痛啊！卑贱蛮奴，你竟敢伤害我和哥哥！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快点将我和哥哥放了，否则叶国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丑八怪，不要以为回到大龙国便不再听我的话，我有1000种办法让你生不如死。弑君子，你若不将我们平安送回叶国，叶国定会踏遍大龙国，让德鲁国消失在列国面前，成为亡国之奴。宇文无极，你们做过的那些事情，以为本王不知道吗？在边城与牧民勾结，故意的残害我大龙国将士，害得花将军夫妇惨死，派出采花贼夜来香，千方百计破坏我大龙国的春闱之势，利用血咒控制大长公主，让她为你们蓄养血奴，滥杀无辜。你害死了我大龙国数千无辜少女，只为满足你那变态的私欲，利用百花楼刺探我大龙国的情报，利用拍卖行大肆收购我大龙国的铁矿。宇文无极，你真的将我大龙国当成你叶国为所欲为的后花园了是吗？放了你们，痴人说梦，就算让你死上1万次，那也死不足惜。蛮奴，救我们！求求你，救救我们！你
不能这样对我的。当初你到燕国当人质，我虽然折磨过你，却并未要你的命。你的人是我的，你的命也是我的，你就该一辈子被我虐待。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贱奴，你对我不能这么残忍。别来恶心本王，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你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你以为本王是跟你们一样变态，饮用人血，滥杀无辜是吗？宇文兰若迎着他嫌恶的目光，心中说不出的失望，沾满鲜血的手缓缓地垂下来，再无声息。兰若，你行，你快醒醒！凤飞望着再无动静的宇文兄妹，尚觉得心有余悸。若是沈君子晚来一步，倒在血泊中的人便是他了。阿紫，他们终于死了，你也报仇雪恨了。叶国会不会因为此事而找大龙国的麻烦啊？放心，我会妥善处理的。十七，将叶国奸细都拖出去埋了，打开栅栏，把大长公主关押的血奴都给放出来，本王带他们出去面见皇上。是，王爷。沈君慈带着天道阁的侍卫护送着100多个血奴走出来，这些血奴大部分都是少女，还有几个7、8岁的小女孩，一个个面色苍白，看上去虚弱不堪，让人看了都觉得心生怜悯，生出了无限的同情和愤怒之情。随之被押解出来的还有那些负责看管此处的下人。沈君毅心惊胆战，生怕宇文兄妹供出他与叶国勾结的事情。大长公主真是丧心病狂，怎么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将那些无辜的百姓都成什么样子了？实在令人气愤。大长公主被皇上杖毙，实乃罪有应得。启禀父皇，姚儿无意中发现大长公主的秘密，被她下药给关入了山腹。姚儿醒来以后，便撞见2个想要带走血奴的奸细，于是与他们打了起来，并且想办法拖着他们。要不是儿臣带着天道阁的将士及时赶到，姚儿恐怕是凶多吉少。待儿臣带人赶过去的时候，那俩奸细已经畏罪自杀了。瑶儿，你有没有事啊？身上的伤严重吗？都是皮外伤，不至于致命，不过很疼。宇文无极和宇文兰若兄妹就这么死了，若是叶国追究起来，他将如何给叶国交代？可是既然已经死了，那就只能装作不知道了。好，不愧是我大龙国皇室的媳妇儿，真是好样的，屡次帮助天道阁办案立功，朕乃巾帼不让须眉也。封黎王妃为定国王妃，奖励绫罗绸缎100匹，白银1万两，匾额1块。我大龙国女子应向定国王妃学习，为国为民为大义。臣妾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你和叶儿都是好样的。你们是如何助纣为虐的？还不快老实交代！皇上饶命，王爷饶命！这一切都是大长公主指使小的做的，小的若是不做，大长公便会责罚小的。这些血奴大部分是从街上拐来的，只有少部分是花钱买的。这些年前后，大概拐了数千良家少女，关在山腹之中。这些血奴除了供应大长公主，还会供应叶国皇室某些人的需要。大长公主凭借此事从中赚了不少银子。血奴被放进血液便会被杀死，变成这群仿古的花肥。小的句句属实，但有半句假话，铁打雷劈不得好死。这些人助纣为虐，罪无可赦，统统拖下去斩了。天道阁的将士们很快将这些下人拖了下去。天道阁将士捣毁我大龙国最大血奴窝点，而血奴案的源头乃是叶国皇室。奉左丞相，你写一份措辞严厉的信，递交叶国使臣，向他们提出抗议，让他们给我大龙国惨死的血奴一个交代。另外，由基佑丞相牵头，帮助这些血奴回到家乡，由朝廷为他们提供路费，助他们顺利回家。查封大长公主府，所有公主府之人全部斩杀。是，臣遵旨。一场热热闹闹的桃花宴在轰轰烈烈的血奴案中结束了。刘淑琴自曝恶行，丢人现眼，被家族秘密处死。关于黎王妃协助天道阁捣毁叶国血奴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长安城，百姓们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当事人凤飞瑶呢，带着浑身的伤回到黎王府，着实躺了数日才恢复过来。让凤飞瑶极度失望的是，这次系统竟然直接奖励他10万两白银，并未奖励寒毒解药。小姐，祝小姐来了，说是想要见你一面。来到厅堂，便见到祝婉容呆呆地望着墙壁，神情恍惚。怎么了，蓉蓉？发生什么事了？为何看上去如此憔悴？有什么困难便告诉我，我来帮你想办法。瑶瑶，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来找你商量。我今日一早，太子殿下派太子府的管家送来聘礼，说是想要纳我为侧妃，还说只要我愿意当他侧妃，他便保我爹加官进爵。我爹为官清廉，为人刚正不阿，并不想靠女儿攀附权贵，所以我爹拒绝了太子的要求，让他们拿走聘礼。可是太子府管家威胁我爹，若是我爹拒绝这门亲事，我爹以后便休想在朝廷做官，还说什么太子殿下乃是未来皇帝，我现在是侧妃，以后便是贵妃。瑶瑶，世人盛传他那方面有问题，还是个虐待狂，我看见他便害怕，我并不想当他侧妃。这个无能变态死渣男，要不是有药丸，怕是连3秒都坚持不了，竟敢觊觎我未来嫂嫂，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婉容抬起琴手，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俏脸上染上2抹羞红。蓉蓉，我这不是被渣太子气坏了，口不择言嘛。那狗渣男跟发了情的狗似的，这几日疯狂纳了10几个小妾，纳了这么多小妾，竟然还不满足，还将主意打到你的头上，真是气死我了。瑶瑶，太子殿下没有娶你，你不会还在恨他吧？那人不但花心滥情，还冷血无情，并非良配。那人贪春燕宰杀萧良帝时，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萧良帝纵然有错，可好歹也是曾经和他恩爱过的爱妾，他可以不要他，只需将他休了便是，何必杀他？而且街坊传闻太子不能人道，还有虐待倾向，是个变态狂。瑶瑶，这种人不值得你惦记，还是离王更值得你守护。我告诉你，渣太子那方面确实不行，还是个虐待狂，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回门那日亲耳听凤芙雪说的，我讨厌他都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喜欢他那种货色呀？你放心，我喜欢的人是离王，而不是太子那种垃圾。太子府管家说过2日便会将我抬进太子府。瑶瑶，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去当太子侧妃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更怕他残忍冷血变态的恶习。蓉蓉，你老实告诉我，你对我大哥凤扶苏到底有没有情谊？这件事情关系到我能否帮你想办法。我记得以前大哥每次从边关回来为我带礼物时，也会为你带上一份礼物。我大哥肯定是喜欢你的，那你呢？喜欢我大哥吗？瑶瑶，我喜欢你大哥，他也喜欢我，我们两情相悦，已经偷偷定下终身。你大哥送了这块玉佩给我，当做定情之物。他给我写信说今年回来述职时便会派媒人上门提亲，并尽快迎娶我。可如今太子非要纳我为侧妃，瑶瑶，我和阿苏私定终身之事一定不能让太子知道，否则我担心他会恼羞成怒，使用卑鄙手段加害阿苏。瑶瑶，我死也不会去当太子侧妃，我这一生只爱你大哥一人，我只想将清白之躯留给他。瑶瑶，若是我不在了，你一定要替我转告阿苏，我朱婉柔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魂，此生与他相爱相知，我无怨无悔。蓉蓉，你说的是什么胡话呀？此事又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什么你不在了呀？这些话你自己去告诉我大哥，我是不会帮你转告的。我大哥还等着娶你当我嫂子呢，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其实我倒是有办法解决此事，就是不知你拉不拉得下面子。只要不给太子当侧妃，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这件事情其实很好办，我先去见见你爹娘，此事由我来告诉他们，事后我再去一趟太子府找那个渣渣，免得狗渣渣害你父亲或者我大哥。凤扶摇随着祝婉容来到祝府，妾身见过王妃，王妃吉祥安康。祝姨，以前我是这样唤您的，以后我还是这样唤您。我小的时候，您将我当成半个女儿看待，我可没少在您家蹭饭。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一挨打就爱往您家跑，您又是帮我擦药，又是留我用饭的，这里就是我第2个家呀。你小时候没有娘，我见你总是心疼，如今你嫁为人妇，生活幸福，我也就放心了。真希望蓉儿能像你一样，嫁个如意郎君。唉，不瞒你说，昨日太子派人上门提亲，想纳蓉儿为侧妃，太子殿下之事传得沸沸扬扬，我是真不想将她送入火坑。这几天更是听闻太子殿下纳了10几个小妾，还有被折磨死的。蓉儿从小被我捧在手心呵护，我哪里忍心让她嫁给那样的人？可是太子殿下派人前来威胁蓉儿他爹，蓉儿若是不当他侧妃，便会让他爹连官都做不成。他爹又是个暴脾气，说若是太子逼得狠了，他便辞官回乡算了。可是这件事如何是好？凤扶摇看了看摆在院子角落的几大口箱子，祝家不同意这门亲事，连箱子的红封都未拆。祝姨，还好你们未曾答应太子，否则蓉蓉便错过了一门大好姻缘。这玉佩乃是我大哥让我转交给蓉蓉的结亲之物。
我大哥已成为西江城大将军，过些时日便要回来述职。他让我先将这块玉佩转交给蓉蓉，待他回来述职时，便上门来提亲。我大哥和蓉蓉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我想为大哥和蓉蓉保媒，还请祝姨和祝叔叔同意他们二人的亲事。蓉儿，你是什么意见？凤家大公子当然是极好的，反正女儿就算是死，也不会去当太子侧妃的。王妃，这门亲事我们做爹娘的自然是同意的。明日便让蓉儿他爹拿着这玉佩去太子府，将蓉儿已和凤府大公子早已定亲之事告诉他。不，这件事情由我去太子府找太子，帮蓉蓉拒绝。扎太子后院都有几十个女人了，还这么不要脸，想抢我嫂子，门儿都没有。凤扶摇说干就干，让人将扎太子送的聘礼抬上马车，亲自送到太子府大门口。凤扶摇从空间中祭出宝剑，砰砰砰的几下，将几口箱子砍得稀烂。我乃离王妃，要见太子，立刻马上将他叫出来。他若不出来见我，我便将他不能人道之事到处宣传。侍卫吓傻了，连滚带爬的跑进去。太子府门前围着一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沈君一眼便看见人群中身材火辣、袅袅婷婷的绝色美人儿。少女脚下几口箱子被砍得七零八落，这几口箱子看着似乎有几分眼熟呢。沈君一目光灼灼地盯着凤扶摇，眼神黏黏糊糊的，再也挪不开了。他后院那些美人和面前的少女相比，通通成了庸脂俗粉，包括跟在他身边曾经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凤扶雪。如果能将他纳入自己后院，能享受一把就好了。你可真是个渣男啊，真是不要脸，竟然玩强抢民女的把戏。你这几日纳了10几个美妾还不满足，竟想强行将与人有婚约的女子纳为你的小妾，天下怎会有你这种臭不要脸的狗男人？还真是老太婆喝稀饭，卑鄙无耻，下流恶心人。哼，姐姐，你如泼妇般打上门来，成何体统？太子殿下纳妾不是很正常吗？何须你来指手画脚？你不能因为自己过得不幸福，便嫉妒别人幸福吧？姐姐，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赶紧走吧。凤扶雪，我妒忌你幸福。你自己亲口承认扎太子性无能，还是个虐待狂，结果你跟我说我嫉妒你过得幸福。渣男天天纳妾，如今还想将与人有婚约的女子纳为姬妾。你身为太子妃，不但不劝他，还包庇他，你可真行啊！捏着鼻子红眼睛，自欺欺人，很好玩吗？凤扶摇，你休要血口喷人！本宫行得正坐得端，怎么可能将与人有婚约的女子纳为妾室？你怕不是嫉妒本宫纳妾，所以上门来找茬的吧？你放心，你这种残花败柳的花痴，本宫还看不上眼呢。喂，狗渣男，你明知祝婉容和我大哥凤扶苏有婚约，还让管家上门威胁祝大人，让祝婉容当你侧妃，还说什么祝婉容不做你侧妃，便让祝大人做不成官，让祝婉容嫁不出去。这么缺德的事儿你也做得出来？你真以为大龙国是你一个人的吗？你身为太子，仗势欺人，德不配位，根本就不配做太子。不是吧？他居然要将与人婚配的女子纳为侧妃，这也太缺德了吧！不能因为自己是太子便为所欲为啊！听说太子殿下这几日发了疯似的纳妾，还弄死了好几个。狗东西！本宫派你去祝家为本宫提亲，不是让你先打听打听祝家女儿是否婚配吗？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连打听都不打听一下，便私自跑到祝府威胁祝大人，谁给你的狗胆？到处败坏本宫的名声！来人，将这个狗东西拖下去杖毙！从沈俊身后奔出来2个凶神恶煞的侍卫，将可怜的管家当成替罪羊拖了下去。此事乃本宫管家个人所为，和本宫并无关系。这狗东西仗势欺人，本宫已对其严加惩罚。既然祝家女已与人婚配，本宫自然不能再去提亲。本宫乃是光明磊落之人，断不会因为与祝家结亲便去陷害祝大人。此事到此为止，大家都散了吧。臣弟参见皇兄。皇兄如此兴师动众地对待臣弟的王妃，难道皇兄是对臣弟有什么意见不成？若是臣弟有什么做着不好的地方，皇兄还请责罚臣弟即可，何必要去对付臣弟的王妃呢？瑶儿，你可有受伤呀？要是受了什么委屈，你告诉本王，本王绝不会让人欺负你。凤扶摇自己跑上门来找茬闹事儿，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宫欺负他了？来得真好，赶紧将人领走。本宫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在这里陪这个泼妇闹事。还有，以后管好你的女人，别没事找事，吃饱撑的到处找茬。本王的王妃乖得很，怎么可能随便找茬？她来找你，肯定是你做出了让她愤怒的事情。皇兄，你可是太子殿下，理应以身作则，不可仗势欺人呢。祝婉容乃是我未过门的嫂嫂，你逼她当你侧妃，差点逼得她上吊自杀。
你竟强词夺理，还责怪我找茬闹事，真是臭不要脸！以后你若再去骚扰我嫂嫂，或者陷害她父亲，我一定会去皇上那里告御状，到处宣扬你的丑事。凤扶摇，本宫不就是嫌弃你是个蠢货没娶你吗？你至于公报私仇，趁机对本宫打击报复吗？以后别再对本宫死缠烂打了，本宫对你不感兴趣。皇兄还请慎言，别让别人笑话你才是那个蠢货。哼，太子殿下，蠢货不是你吗？春日宴那日，你连我出的数数题都答不出来，还偏要自不量力和我对赌，输了1万多两银子。蠢货，不应该是你这个绣花枕头吗？还有，我爱的人是我夫君离王殿下，你这种没用的狗渣男，鬼才会对你死缠烂打呢。回去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哼，夫君，我们走，这个鬼地方晦气得很，要不是为了我未过门的嫂嫂，鬼才会来这里呢。两人亲亲热热的牵着手向隔壁离王府走去，待进入太子府，便厉声问凤拂雪：“你不是说有把握让沈君慈寒毒发作吗？这都过去数日了，为何他的寒毒还没有发作？”臣妾确实顺利送了过去，离王寒毒为何未发作，臣妾也不知道啊。春闱考试之后，很快到了3月上旬放榜的日子，一共3000多人参加的春闱考试，实际录取只有200多人。凤扶摇想着用完午膳后去打听春闱放榜之事，看看潘玉介、表兄花满城、弟弟凤福玉以及司空小宝等人是否录取了。宿主有大瓜，关于春闱的大瓜。春闱考试的大瓜？什么大瓜？快说说，快说说！潘玉介、花满城、凤福玉、司空小宝等人上榜没有啊？这次春闱考试恐怕有的闹腾了。考试前，主考官礼部尚书大人司空绝不是病了吗？其实啊，他上吐下泻、拉肚子、拉脱水，便是副考官礼部侍郎钱一森所为。在太子极力推荐下，建德帝将副考官钱一森提拔为主考官啦。那钱一森乃是有名的太子党，此次与几位副考官暗中勾结，收受贿。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取士，能进榜者几乎全是太子之人。据说太子光是此次贿赂便收了几10万两银子，你所说之人没有一个上榜的。什么？礼部尚书司空爵大人考前生病，是钱一森下药所致。钱一森是太子之人，此次收受贿赂，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取士，潘玉介、花满城、凤福玉、司空小宝等人竟无一个被录取。查太子收了几10万两银子的贿赂，这也太离谱了吧！难怪3年之后大龙国会灭亡，这是从根上就烂了呀！这件事情我要如何才能告诉离王，让天道阁好好查一查呢？真是愁死个人了。沈君逸他怎么敢的？正在此时，云十七领着太监小顺子匆匆走了进来。启禀王爷，今日放榜，学子们闹腾了起来，说是寒门学子无一人上榜，录取的全是太子的人。他们在放榜碑前大闹，指责录取不公，闹得人尽皆知。春闱学子们现在聚集在文庙啊，哭庙抗议呢，邀请朝廷给个说法。皇上宣王爷尽快进宫，今天道阁查清此事，给学子们一个交代。沈君慈站起身，便要往外走，凤扶摇连忙将他拉到一边。王爷，司空爵大人考试前病倒，定有蹊跷，说不定是遭人算计所致。听闻钱一森乃太子之人，而这些被录取之人都是太子之人，这其中定涉及到贿赂钱财等事，太子肯定没少受贿。只要好好查一查，肯定能查出其中端倪。这次寒门学子闹事，若王爷能帮他们伸张正义，定能获得民心，说不定还能将太子扳倒。此次是个绝好机会，王爷一定要重视啊！娘子聪明绝顶，让为夫真是佩服之极。此事我定会好好处理。听说学子们都跑去文庙哭庙去了，是吗？哎，这录取不是按照成绩录取吗？谁这么大胆，敢不看成绩随意录取啊？寒窗苦读几十载，名落孙山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人恶意名落孙山。而此次监考的主考官钱一森、刘明达、王子腾等8人战战兢兢地跪在下面，至于太子压根儿就没见他人影。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慈儿，此次春闱放榜，众多学子认为录取不公，不少学子聚集到文庙闹事，要求朝廷给大家一个交代。你觉得此事将如何处理比较好啊？皇上，春闱之事代表的不仅仅是为朝廷选拔人才，更主要的乃是为大龙国百姓提供公平公正的选拔机会。朝廷所做的一切不能寒了学子们的心，儿臣认为此事应该严加查办，查明真相，给学子们一个交代。若是有人敢公然的徇私舞弊、收受贿赂、左右考试，理应严惩不贷。若是确实存在有不公的现象，理应取消此次的考试成绩，重新考试，如此才能安抚学子之心，安抚百姓之心。
皇上、离王殿下，各位大人，臣等公正公平，并未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此次放榜也是根据学子们的成绩公平录取呀，还请皇上明察，请皇上明察呀！春闱考试一经放榜，便代表朝廷的颜面和权威，岂能说推翻就推翻？若是如此，以后朝廷颜面何在？每次春闱大概有3000多人参加考试，只能录取200多人。肯定有人被录取，有人名落孙山。若每次都有人闹事，难道每次都要推翻重考吗？皇上，此事还请您三思而后行。皇上，都怪老臣不好，你将老臣头上这顶乌纱帽给取走，治老臣的罪吧。老臣本来好好的，准备和往年一样，好好监考春闱考试，谁让老臣嘴渴，住在休寝室，喝了桌上的一杯茶水，喝了茶水也就罢了，还让老臣上吐下泻，不省人事，差一点一命呜呼啊！老臣数次监考春闱，还从未发生过学子闹事之事，没想到老臣这次因病未参加监考，便发生学子闹事事件呐！都怪老臣嘴渴。渴一下又不会死，现在蛋疼就喝桌上的茶水干什么？哎呀，生生错过此次监考，为皇上造成困扰，求皇上治老臣的罪吧！老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皇上，司空尚书大人考试前病倒，本就很蹊跷，不排除有人为了一己私心给他下毒的嫌疑。往年春闱考试都是司空尚书大人主考，还从未有人因为录取不公而闹过事情。此次春闱放榜，有那么多学子认为不公，公然抗议，说明此次的考试肯定存在有让他们怀疑的地方。儿臣认为，首先应让天道阁调查司空尚书大人考前病倒一事，其次调查考试录取成绩，把所有人的试卷拿出来，安排大臣一一的核对评定。如果确实存在有不公的现象，理应把这次的考试成绩作废，重新考试，以安抚民心。沈君慈，你可真是居心叵测呀！唯恐天下不乱，春闱考试成绩岂能说作废就作废？这么没脑子的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到底是何居心？怕不是和叶国勾结，想要颠覆我大龙国朝廷吧？父皇，春闱成绩万万不可随意取消，否则我大龙国朝廷高大的形象一旦崩塌，将再无立起来的可能。沈君慈居心叵测，其心可诛，恳请父皇撤去其天道阁阁主一职，并治他的罪，以儆效尤。皇兄这一进来便不问青红皂白，指责臣弟的不是，千方百计想要掩盖这春闱徇私舞弊的事实，未曾考虑过这春闱的不公将会给我大龙国带来如此毁灭性的灾难还有打击。到底谁才是那个居心叵测之人？皇兄心里难道没有数的吗？听闻那些被录取之人全是皇兄见过之人，没有一个是寒门学子。皇兄是担心臣弟查出你公然收受贿赂，左右春闱成绩的事实吗？皇兄若是真的干过此等大逆不道之事，还请皇兄向父皇坦诚交代，否则此事一旦查出了真相，其结果不是皇兄可以承担的。沈君慈，你休要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本宫何时收受考生贿赂，左右春闱考试了？你这个龌龊小人，千方百计为本宫扣屎盆子，你怕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觊觎太子之位了吧？春闱考试事关我大龙国的气运未来，如今众多学子向礼部抗议，怀疑判卷不公，皇兄百般的阻拦调查，这居心何在啊？皇兄，你若是心中坦荡，为何不敢让天道阁彻查真相呢？沈君一脸涨得通红，被沈君慈对得说不出话来。皇上，春闱考试事关我大龙国的未来，对于我大龙国未来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呀！老臣愿意头上这顶乌纱帽做担保，恳请皇上调查此次春闱放榜之事。若调查之后发现春闱录取并未存在不公，则请皇上收走老臣这头上的乌纱帽。若是调查后发现此次春闱确实存在不公，还请皇上取消此次春闱考试，重新开考，并将那些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之人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啊！恳请皇上彻查此次春闱考试严惩徇私舞弊、受贿之人，以儆效尤。春闱考试此事若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大龙国稳定。如今内忧外患，叶国虎视眈眈，大龙国再也受不起半点打击。春闱考试万万不可推翻重来，
让大龙国自己打自己的脸，从而激起民愤呢。臣以为不如补录一部分学子，以安抚学子们的心，还请皇上三思，请皇上三思啊！姬太，你身为右丞相，到底是何居心？知错不改，愚蠢至极，错上加错，更是猪口不出，如同掩耳盗铃。你以为补录便能堵住右右众口，安抚民心吗？你能将这3000学子全部补录吗？若是不能，万一有人有真才实学而未被补录，从而激起民愤，你当如何？而那些没有真材实料的草包被陆续坐上高位，岂不是成了朝廷的笑话？你是脑子被驴踢坏，才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吗？亏你还是右丞相，简直德不配位啊！皇上，老臣恳请皇上彻查此次春闱，给学子一个交代。司空爵，你骂谁居心叵测的？你脑子才被驴踢了，你全家脑子都被驴踢了。皇上，春闱考试万万不可轻易推翻，还请皇上三思啊！儿臣恳请皇上彻查此次的考试，给百姓还有学子们一个交代，以免激起民愤，影响我大龙国之稳定。更何况，若是此次春闱可以查出原因，公平公正的处理，势必会让皇上英明神武之名永留史册，受后世敬仰。沈君慈最后的那句话，让犹豫不决的建德帝彻底动了心。朕决定彻查此次春闱考试，给百姓一个交代，令黎王带领天道阁彻查此次春闱考试，将这些考官拉下去严加拷问，查明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之事，好好查一查此次春闱放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若有人胆敢公然作弊、收受贿赂，朕将严惩不贷，令司空爱卿和凤爱卿2人核对所有考生试卷，揪出存在舞弊嫌疑的考生，将钱一森、刘明达、王子腾等8人收入大牢，严加拷问，务必查出事情真相。是，臣遵旨。遵旨。钱一森、刘明达、王子腾等8位主副考官很快便被收入监牢。沈君慈则带着天道阁对钱一森、刘明达、王子腾等8人严刑拷问。这边众官员调查的热火朝天，凤扶摇那边又吃上了新鲜热瓜。此次春闱，太子收受308人的贿赂，共约30万两银子，平均每人行贿974两银子。当然啦，有一少部分给了几位考官，而此次3000多人参加春闱考试，只有228人被录取，有不少行贿的考生不在被录取名单之列。这些人送了银子却未被录取，便联合那些寒门学子带头闹事。只需让天道研调查这些人，也能坐实太子受贿的事实。小瓜，你知道这些人的名单吗？赶紧告诉我，我让黎王去调查。江佑臣、李明生、赵子峰、宋清明。小瓜一边说，凤扶摇一边记，足足记录了几十人，写了满满一张纸。567，你将这份名单拿去交给王爷，就说是我做梦梦到的。这些人都是给太子行贿未被录取之人，也不知梦的是真是假，请他调查一下看看，便能知道是否属实。是。沈君慈正在天道阁严刑拷问钱一森、刘明达、王子腾等8人，这几个人咬死不承认给司空爵下毒以及受贿之事。沈君慈看了名单，立刻派人前往文庙，将名单上的学子带过来。王爷，我等按照太子的要求送了贿赂给他，钱一森大人打的包票，承诺定会录取我等，哪知道他们收受贿赂之后，并未将我等录取。此次录取之人皆是行贿之人，不少都是我们认识的，还请王爷为我等主持公道。于是沈君慈将钱一森提上来对质拷问，钱一森见有了人证，只好交代自己收受贿赂的事实。王爷饶命，所有的事情都是下官做的，收受贿赂之事也是下官所为，还请皇上治下官的罪，下官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钱一森，你胆子可是真肥呀，几10万两银子的贿赂呢？你一个小小礼部侍郎，哪有胆子收受此等巨额贿赂？你是想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好让太子保下你的幼子？你放心吧，若是你不老实交代所有事情的经过，一个一味的包庇始作俑者之人，你以为皇上还会放过你的幼子吗？本王早已让天道阁的人把你一家老小幼儿都关进了大牢，你若是继续一意孤行，妄图顶罪包庇恶人，你全家老小便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过若是你老实交代的话，说不定本王会替你向皇上求情，放过你的妻子幼儿。钱一森吓得面如土色，却不敢将太子供出来，毕竟太子殿下可是未来的皇帝呀，他得罪不起。将钱一森、刘明达、王子鹏等8人分别关在不同的牢房严加审问，凡是老实交代其罪行之人，本王定会恳请皇上网开一面，
但若是一意孤行的包庇恶人，就休怪本王对他不客气了。至于是株连九族，还是斩杀于菜市口，便不是本王能够控制的了。是，属下遵命。云神七等人将这8人拖了下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问。这8人本来就是为了利益暂时凑在一起的，而且都是太子党，相互之间你防着我，我防着你，生怕在太子殿下面前邀功。在天道阁轮分严刑拷问下，终于有个名叫王子腾的官员扛不住，交代了实情。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下官乃受钱一森和太子指示行事啊。身为考试前，钱一森为了得到主考官资格，偷偷给礼部尚书司空大人用的水杯中下药，导致司空大人上吐下泻，一病不起的。春闱考试时，钱一森责令我等必须按照太子列的名单录取。他说太子殿下承诺，只要按照他列的名单录取，我等日后便能跟随太子殿下飞黄腾达，前途无量。这太子殿下的命令啊！这我等若是不从，只有死路一条了。事实经过就是这样，还请王爷将实情禀告皇上，让饶了在下吧。沈君慈拿着王子腾画押的供词，接连逼问其他人。其他官员见有人招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也跟着招了。随后，沈君慈拿着其他人的供词一起扔给钱一森。钱一森一开始还咬死不承认。钱一森啊，钱一森，其他人都已老实交代太子指使你们的经过，奈何你呀执迷不悟啊，非要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本王不知是该说你聪明，还是该说你愚蠢。就凭这几份供词，皇上便不会轻饶太子。如今太子也是自身难保，你以为太子还可以保护你家人的周全？真是幼稚可笑。王爷，下官罪该万死。太子殿下让下官在司空大人杯中投放泻药，以便推荐下官当上主考官。他还给了臣一份名单，要求臣按照名单放榜。臣也不知太子殿下一共收受多少贿赂，他拿出了8000两银子，给了我们每个人1000两作为酬劳。太子殿下还承诺，以后他若当了皇帝，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肱骨之臣。礼部尚书司空爵大人那边也带着众官员查出了端倪。原来上榜的那些人，大部分的试卷做的是牛头不对马嘴。更搞笑的是，有10来个人的试卷竟然答案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一些人试卷都没做完，竟然也上了榜，是否作弊可谓是一目了然。礼部尚书司空爵和黎王分别将调查的结果呈给建德帝。父皇，儿臣知错了，还请父皇开恩，给儿臣改过自新的机会。儿臣错不该听信钱一森等小人谗言收受贿赂，更不该盲目信任钱一森等人，致使他们钻了空子，私自录取亲信。录取名单之事，臣并不知情啊！你这个畜生啊！朕信任你，让你当上大龙国太子，朕想让你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龙国未来的明君。你身为太子，不但不以身作则，为朕分忧，为国效力，且目光短浅狭隘，控制春闱考试大发横财，真是让朕失望至极。朕怎会生出你这种不争气的东西？皇上，太子年幼无知，受小人挑唆，犯下错误，求皇上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臣一定好好引导他，让他以后不再犯错。求皇上给太子改过自新的机会。皇上，此次春闱之事，若不严惩犯法之人，我大龙国朝廷定会寒了百姓的心。以后史官也必定会在史书上记上一笔，说您在位时纵容太子徇私舞弊，操纵春闱考试。难道我堂堂大龙国要变成世人口中的笑柄吗？因太子德行有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即日起废除太子沈君义太子封号，圈禁于太子府，未经朕允许，不许踏出太子府半步。所有行贿学子取消此次考试成绩，一律废除重考及殿试资格。行贿之人每人打40大板，家产罚没入关，父母妻子流放边疆为奴。钱一森等8人斩立决，家产罚没入关，父母妻子流放边疆为奴。废除此次春闱考试成绩，择日重新开考。任命礼部尚书司空爵为主考官，所有副考官皆由你指定。天德21年，太子沈君义暗中操控春闱考试，建德帝大怒之下，下令废除沈君义太子之位，将其圈禁于太子府。此次春闱考试成绩作废，将于5日后重新考试。姬代右丞相苦苦劝说皇帝收回成命无果，急忙来到凤阳宫面见姬皇后。
娘娘，不好了，不好了！义儿被废除太子之位了。啊！义儿好好的，为何会被废除太子之位？哥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何事？你为何不阻止皇上？这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糊涂了。他废除太子，还有谁能胜任太子之位？姬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将太子操控春闱考试、收受巨额贿赂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我苦口婆心劝说皇上，奈何皇上一意孤行。不如你待皇上消气之后，劝皇上收回成命。如今最适合当太子之人只有义儿，这个关键时刻，切莫让那个野种钻了空子。姬皇后火急火燎地来到建德帝面前。皇上，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你不让他当太子，还有谁能当太子？那个毁了容、有寒毒的野种吗？他还能活几年？皇上，义儿这次确实做的不对，他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一点错都不犯。求你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重新恢复他太子之位吧。可怜义儿还小，才20岁，还是个孩子啊！你以为朕此次废除他，只是因为他操控此次春闱考试？你可知西江城将军李相峰通敌卖国，倒卖铁矿，便是太子所为。要不是朕想办法给他压下来，此事怕是会引起轩然大波。还有去年游牧民族献了1000匹烈马给朕，皆被他尽数拿走，仗着自己太子身份，肆意凌辱殴打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几乎年年如此。这几日购买大量美人为妾，罔顾人命，虐待庶人致死，多次与叶国勾结，残害其皇帝沈君慈，每一次朕都有证据。这一桩桩一件件，试问哪一件能让他配得上太子之位？朕不废除他，难道要等他将大龙国给霍霍完了再说吗？朕早就劝你对他不要太放纵、太宠溺，可是你呢，拿朕的话当耳旁风。他做了任何错事，在你眼中都只是个孩子。他已年满20，如今一事无成，恶习却越来越多。这样的孽障，朕如何将大龙国交到他手中？如今他操控春闱考试，收受巨额贿赂，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学子们多次抗议暴动。若不对他进行严惩，大龙国皇室将如何立足？你想等百姓揭竿而起，推翻我大龙国朝廷吗？皇上，咱们只有这一个儿子，纵使他犯了错，我们也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皇上别忘了，是义儿外公力排众议，您才坐上这个位置的。皇上以前不也是一无是处的皇子吗？姬燕，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吗？朕宠幸你太久，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吗？哼，你以为凭你自己能坐上这个位置？没有我父亲，你什么都不是。等春闱过去，你必须尽快恢复义儿太子之位，否则臣妾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姬燕，你竟敢威胁朕！朕一向对你纵容，无非是看在济国公曾对朕有恩的份上，而今你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朕的尊严，挑战朕的底线，你是不是觉得朕拿你毫无办法？那你有本事就废了臣妾啊！光说大话算什么本事？这种话你都说了20年了，也不嫌累得慌。春闱之后，你必须恢复义儿太子封号，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建德帝狠狠地瞪着离去的背影，眼神阴鸷森毒，直接的七窍生烟，差点原地爆炸。皇上，您千万别置气，气坏身子呀，可就得不偿失了。您再忍忍吧，啊！等离王帮您除去那座大山，您便能掌控朝堂所有权力。到时候您要对付他，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吗？朝堂上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凤扶摇舒舒服服地坐在离王府，吃着新鲜出炉的肉瓜。太子因操控春闱考试，收受巨额贿赂，大肆录取行贿之人，被建德帝废除太子之位，不可出府第一步。钱一三、刘明达、王子腾等8位主副考官被判斩立决，那些行贿的学子将被永远禁止参加大龙国考试。这次春闱考试成绩作废，5日后将重新开展春闱考试。太好了，太好了！渣太子终于被废除，我夫君也终于有机会坐上那个位置啦。不过，渣太子被捐进以后，岂不是没有银子买快乐无极线了？2000两一颗呢，我这损失也太大了。快乐无极限会成瘾的，副作用也大得很。等他将50粒药丸吃完，人基本上也废了。你这是间接帮了你夫君一个大忙呢。哎，小瓜，这次扳倒太子，我会得到系统奖励吗？这次我想得到寒毒解药，不要银子。系统能满足我的要求吗？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寒毒解药，让我夫君彻底摆脱寒毒之苦。求求你了，小瓜，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我呀！
这次春闱事件不知算不算你的功劳？系统会不会对你进行奖励？奖励什么我也不清楚，可能要等几日才能知道结果。小姐，花小姐、司空公子还有凤三公子来了。奶奶个凶的！本公子这么有才华的人，竟然连榜都没上，难怪本公子觉得春闱榜有问题。没想到果然有猫腻，这个废太子他怎么敢给我爹下毒，趁机操控春闱考试啊？害得我爹上吐下泻，差点拉脱了水，可怜他拉了一整夜呀。还有沈君逸那个卑鄙无耻下流之人，被废出仕早晚之事，要不是他，像我这种才高八斗的人，怎么可能不上榜啊？那春闱重考就对了，下次本公子肯定榜上有名。万一重考后你榜上还是没名怎么办？别把牛皮吹破了，只有考过以后才能知道。洛洛，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我司空小宝是谁呀？我可是有名的大才子，若不上榜，本公子将你送我的西江匕首吞下去。到时候你若没上榜，你不吞我送的匕首，我便帮你在脖上抹一把。福玉参见王妃，王妃安康吉祥。姐姐不是跟你说过，你我是姐弟，叫我姐姐就行吗？你我之间何必如此客气？这次春闱舞弊之事，我也听王爷说了，没想到前太子如此卑鄙，竟敢操控春闱考试，收受巨额贿赂，害得你们这些有真才实学之人榜上无名。幸好皇上英明神武，惩罚了恶人，并定下过几日重考。重考之后，你们肯定都能上榜的，我对你们大家有信心。待会儿我让厨子准备大餐，晚上你们都留在这儿用晚膳。太好了，表姐家的饭最好吃了。今日我哥也去看放榜名单了，也是气得不轻。我哥和潘玉介交好，两人一同去了文庙。左父责怪我哥大逆不道，对我哥好一顿责骂，生怕我哥闹事被当成出头鸟责罚呢。外祖父生怕你们出事，责备你哥也正常。今日我跑到放榜处一看，肺都差点气炸了。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许多都是我们认识的人，就是那些不学无术，天天跟着太子屁股后面像哈巴狗似的讨好的人。这大家的眼睛又不是瞎的，这种人怎么可能上榜嘛？我没上榜，福玉没上榜，花不落的哥哥花满城没上榜，就连那个江南太子潘玉介也没上榜，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啊！咱们可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呐，怎么可能不上榜呢？还好离王聪明，和我爹配合，揭穿了废物太子虚伪的面孔，否则的话，咱们这些人岂不是吃大亏了？那些去文庙闹事的学子，现在都消停了吧？听说有几人行贿1000多两银，却没能上榜，闹得最凶。废太子身为太子，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毫无德行底线。他这种人将来做了皇帝，岂不是百姓的灾难？人在做，天在看，坏事做多了，总有塌房的一天。不过他身后有济国公府撑腰，以后能否重新起来，还真不好说。也许这次舞弊事件是对我等的考验，也不一定。还好5日后能重考，否则定会寒了大家的心。春闱后再过1个月便是殿试，想一想都让人激动。傍晚，来福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客人。沈君慈回来时，还带着2位尊贵的客人。福玉参见离王陛下，大公子好，二公子好。哎，凤福苏、凤福景，你们不是在西江守城吗？什么风把你们给吹回来了啊？听说你们当了西江城的大将军，这是回来述职的吧？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赶紧坐下喝酒吃饭吧！啊，大哥、二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用过晚膳了吗？赶紧坐下来用晚膳。小妹，我们是今日回到长安城的，一回来便去见了皇上，接着呢，随离王殿下过来看你。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家呢，还是先过来看看你比较放心。你看上去真不错，殿下将你照顾得很好。一挥手，身后的侍卫捧上来一个木头匣子，还有2个侍卫抬着一口大箱子走了进来，将箱子放在凤扶摇的面前。这是我和福景给你带的礼物，赶紧收起来。那口箱子里什么都有，晚点你自己打开看。小妹，你不知道啊，大哥定下回来述职的日子后，便开始东跑西跑为你买礼物，恨不得将整个西江城都给你搬回来才好。凤扶摇打开木头匣子，露出满满一匣子黄金镶嵌着红宝石的首饰。哇，好美的红宝石首饰啊，这也太贵重了。大哥二哥对我这么好，我好幸福啊。你俩不会将俸禄都拿来为我买了礼物吧？你们以后别乱花钱了，要攒一点银子，以后娶媳妇儿。哎呀，瑶瑶，你是我们的妹妹，娘去得早，我们不宠你，谁宠你啊？原主的2个哥哥原来对他这么好，真的很让人感动。可惜原主不在了，我并非原主，而是来自1000年后的孤魂野鬼。不过我一定会将你们当成我最亲的兄长对待的。谢谢大哥，谢谢二哥，能做你们的妹妹是我的福气。大老远回来为我买这么多东西，真是辛苦你们啦。2位舅哥请放心，你们不在啊，我会宠他的。来，大家都是一家人，赶紧坐下用晚膳吧。来福啊，让厨子多做几道菜，再把本王收藏的桃花醉给拿上来。今日2位舅哥荣归，本王与他们喝上几杯。是。
原来你们就是我的2位将军表哥。花不落见过将军表哥，虽然我们见面少，但我对你们2人一直十分敬仰。听闻你们骁勇善战，勇猛无敌，真是令人佩服。洛洛表妹好。哎，外祖父的身体如何？等2日我们便去看望他老人家。哎，满城表弟是不是今年参加春闱？祖父身体好多了，现在已经不怎么难受了。前段时间瑶瑶表姐为外祖父寻了些药，经过治疗以后症状减轻了不少。哥哥春闱没考好，连榜都没有上，等重考呢。过几日重考，满城表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不用担心。这不是包子吗？你竟敢躲在这里蹭饭！我妹夫同意了吗？哎，包子，这次春闱你上榜了没有？我乃黎王殿下的邻居，过来蹭个饭不是很正常吗？奶奶个熊的！这次春闱考试我连榜都没上，不但我没上榜，花满城、凤福月还有那个江南才子潘玉剑都没上榜。我爹还被贪官算计，差点拉倒了床。你说气不气人呐？要不是黎王殿下将舞弊之人揪出来，还不知道那些学子会闹成啥样呢。过几日重考，我一定能考取前10，你信不信？就你啊，能考春闱前10名，你就吹吧，反正吹牛皮不花钱。一顿晚膳吃得热热闹闹，大家都饮了不少酒。沈君慈陪着凤扶摇同2位大舅哥喝了好几杯酒，凤扶摇也小酌了几杯，感觉到脑袋晕乎乎的。凤扶摇，你还记得你上次回来咱俩斗过酒吗？上次我没睡好，都没喝过你，今天我非把你喝趴下不可。我很厉害的，我可是喝遍长安城无敌手。兄弟，你确定喝得过我？2人一言不合，便你一杯我一杯的斗起酒来。几杯酒下肚，司空小宝喝得趴在桌子下面，一把将滚滚抱在怀里，喊起了爹。爹啊，我没醉，我还能喝呢。我要和洛洛拜堂成亲，等我参加完春闱考试回来，我要娶洛洛过门。你不是很厉害吗？不是喝遍长安城无敌手吗？就这，再这样下去，你爹非得断你的狗腿不可。凤扶苏和凤扶景酒量很好，喝了半坛子酒，一点事儿都没有。2人指着司空小宝，笑得前仰后合。到最后，花不落气鼓鼓的离去，凤扶玉扶着司空小宝回家。凤扶摇脑袋晕得厉害，喝了醒酒汤，还是有些犯晕，差点将2位兄长看成4个。大哥，你这次回来别忘了让媒人去祝家提亲。你若再不去提亲，将婚事定下来，嫂子就要被别人抢走了。接着就把前扎太子给予祝婉容，差点娶她为侧妃。他还跑去前扎太子门口退彩礼之事说了一遍。听闻那废太子后院美人无数，天天纳妾做新郎，杀小妾如杀鸡般，好不心慈手软，为人冷血无情。这次回来，为兄定会找媒人上门提亲，先将婚事定下来，过段时日便娶她进门。小妹不用担心。小妹你放心，大哥天天念叨祝家女，恨不得马上当新郎。我定会好好督促大哥，让他明日就去祝家提亲订婚。你说大哥也是的，明明和祝家女互相看对了眼，互相写信都写了几箩筐了，却偏偏不采取行动。万一大嫂真被人抢走，你哭都没地方哭去了。二哥，大哥的婚事有了着落，那你呢？你看上谁家女儿啦？若是看上了，你也要赶紧上门提亲。我还没喜欢的女子，我等大哥成亲后再说，我不着急的。哎，西江城狼族部落族长的2女儿阿嫣，你不是喜欢人家吗？天天和人家骑马射箭，花前月下，还一起上阵杀过敌。我本打算这次回来将此事禀告父亲，得到父亲肯定后，便带着礼物替你去向狼族族长提亲。那你既然不喜欢人家，为兄那便不瞎折腾了。为兄呢，还是在长安城帮你说一门亲事得了。哎呦，可怜阿嫣还偷偷找过我，求我务必求求父亲，帮你们将亲事给定下来。大哥，阿姨真的来找过你啊？他让你去求父亲，帮我们将婚事定下来。这件事，他为何不直接跟我说呢？当然，为兄怎么会说谎骗你啊？哎呀，他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好意思直接跟你说啊？哼，不但他跟我说过，他父亲也找过我，希望将他许配给你。不过呢，你既然不喜欢人家，我便不向父亲禀告了。哎呀，免得耽误了人家，害得人家嫁不出去。大哥对我最好了，知道我喜欢阿嫣，她性格活泼可爱，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比这长安城的贵女不知强了多少倍。请大哥务必帮我求求父亲，追溯这门亲事。待我们回西江城时，我带着礼物去向阿嫣提亲。我只要阿嫣，我不要别的女子。这还差不多。既然你也同意这门亲事，我这个做大哥的呢，便帮你求求父亲吧。喜欢人家就大声承认，这没什么好害羞的。咱们的亲娘不在了，我这个做大哥的也会多为你们考虑的。
啊，还有小妹，你若是有什么委屈，一定要告诉我们啊！太好啦，大哥二哥的婚事都有了着落，等大哥和二哥大婚，我一定送上大礼祝贺。嗨，我们要你什么礼物？你自己过得好就行。不要，我一定要送你们贺礼的。你们还不知道吧？我在做香水生意，赚了好多银子。等你们大婚之时，每人送你们5万2白银当贺礼，谁也不许拒绝。拒绝就是不喜欢我这个妹妹，我会生气的。哎呀，哪有兄长要妹妹银子的？说出去会被天下人耻笑。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男人，需要银子会自己去挣。小妹，你和王爷已经成亲，夫妻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虽然太子被废，但机甲还未倒下，王爷如今举步维艰。我和辅警此次回来，偷偷为王爷准备了一支凤家军，凤家军分批达到，在城郊集合驻扎，随时都能帮王爷起事。此事呢，我们已和王爷交接好，我们兄弟俩都会暗中支持他。太子为人太过不堪，不配坐上那个位置。你和王爷务必处处小心，千万别被机甲暗中算计了去。好，谢谢大哥，我们会细心的。只是王爷的寒症快要发作了，不知何时才能爆发，着实令人头疼。我是担心他们会等王爷寒症发作才有所动作。大哥二哥既然已经为王爷做了准备，我便放心啦。夜幕降临，天色黑漆漆的，兄妹三人谈论了一番，意犹未尽。凤福苏和凤福景向沈君慈告辞离去。目送两位大舅哥离开后，拉着凤福瑶的手回到卧室休息。他今天似乎喝得有点多，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啊，你饮了好几杯酒，不会喝醉了吧？喝了醒酒汤舒服些了吗？我今天喝了几杯酒，头也有点晕，好想睡觉啊。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两人刚刚走进卧室，沈君慈一把将凤扶摇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没醉，我哪醉了？瑶瑶，你不会离开我的是吧？瑶瑶，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你不要离开我好吗？我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你，你不要离开我好吗？他伸手将他脸上的银色面具给摘下来，露出一张俊美无瑕的绝世神颜。阿慈，我不会离开你，会永远和你在一起，无论你是贫穷富贵，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我喜欢你叫我阿慈，以后你叫我阿慈好不好？瑶瑶，你再多叫我几声阿慈，我喜欢听。阿慈，阿慈，我的阿慈。瑶瑶，你会嫌弃我身中寒毒吗？不嫌弃，我会帮你治好寒毒，让你恢复正常生活的。这次的冲尾舞弊案，凤扶摇觉得自己也是出了一份力的，可是他到底能否得到寒毒解药，心里却没底。瑶瑶，我心悦你，我想要跟你过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我们以后还要生几个宝宝，看着他们长大，我们会一起慢慢的变老。阿慈，我也心悦你，我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沈君慈深情地望着明眸皓齿的少女，眼神缠绵悱恻，微微弯下腰，炙热的唇与少女的唇紧紧贴合在一起。两人都喝得有点多，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这一次的吻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惊人的力量。男人的吻如炽烈的火焰，似乎要将空气点燃，烤得少女有些头晕目眩的。他们紧紧地拥着对方，忘情的亲吻，恨不得吻到天荒地老。阿慈，我们还不能圆房，否则你的寒症会加重的。我们不圆房，我只是过过手瘾。少女被俊俏的男人迷得神魂颠倒，直到和他幸福的融为一体时，才知道上了他的当。杯香红浪，满是春色，床板咯吱咯吱摇了一夜，直到天色蒙蒙亮，他们才拥着彼此沉沉的睡去。完犊子了，昨夜醉酒圆了房，这可咋整啊？阿慈不是不能圆房吗？天哪，老天爷呀，他不会有事吧？他急忙看向身边的男人，男人慵懒地躺在被窝中睡得正香，嘴角还带着艳足的笑意。老天爷呀，这个男人也太好看了吧，看一辈子都不会厌倦啊！我昨晚竟然和他圆了房，哎呀，好开心，好激动，好幸福，好甜蜜。可是他会不会犯病啊？若是犯病了怎么办啊？哎呀，早知醉酒乱性，我昨晚就不喝酒了，后悔死我了。
干嘛呀？一大早的，昨夜运动了一夜，你不累吗？你说我想干嘛，那我就干嘛。瑶儿，你终于是我的女人了，我真的好开心。以后你要永远都跟我在一起，我不许你离开我。昨晚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万一你寒症发作了怎么办啊？哎呀，我真后悔，我们昨晚不应该喝那么多酒的。你跟我圆房以后竟然觉得后悔，难道娘子对夫君的表现不怎么满意吗？不是，昨晚你跟打了鸡血似的，一夜未消停，人家现在身体还不舒服呢，哪里对你不满意了？我是担心你寒症提前发作，这样不知节制，会让你寒症加重的。都怪我不好，若不是我昨晚高兴多喝了几杯，便不会那啥了。阿慈，如果你寒症加重可如何是好？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我都没见过你寒症发作的样子，不知你寒症发作起来会怎样。我们圆了房，我现在不是没事吗？怕什么？放心吧，寒症发作时虽说痛苦，但是并不会有生命危险。娘子，跟你圆房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的幸福美妙，那种感觉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开心，让人终身难忘。我真的觉得我前面10几年都白过了，真的。瑶儿，我怎么爱你都不够，父亲现在饿了，你再喂我一次好吗？我保证只一次，真的。哎呀，你今日不用上朝了吗？万一不知节制，让你寒症提前发作怎么办啊？不行不行，不能再来了，我担心寒症会提前发作。你不要运动过量，你寒症会加重的。然而，在某人热情似火的撩拨下，风扶摇很没出息的投降了。这个男人是喂不饱的狗吗？万一寒症发作了可如何是好啊？他一撩我就投降，也太没出息了。某人听了他的心声，闷声坏笑，运动的更加卖力了。这么长时间，王妃终于和王爷圆房了，太好了！若王妃能为王爷生下一个一儿半女，这地位便稳了。真希望王妃能和王爷一直幸福下去。是啊，王爷对王妃情深意重，他们一定会幸福的。王爷一看便是专情之人，比隔壁的废太子强太多了。还好小姐没有嫁给他，否则啊，岂不是要跟着他受气受苦？渣太子被废，他的女人也不会落得好下场的。你俩去忙吧，我们守在这里就行。吩咐厨子帮王爷和王妃多炖点滋补羹汤，准备好饭菜，这样他们待会儿起来便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另外啊，此事不要到处宣传，要为王爷王妃保密。又不是只有你为王爷王妃操心，我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需要你多嘴。说完，拉着春香的手，骄傲地昂着头走了。让你多管闲事，被人嫌弃了吧？春燕这小丫头处处看你不顺眼，不如你买点礼物送给她，说不定她一高兴便对你态度好了。我送这个小丫头礼物？可拉倒吧，跟个小母夜叉似的，她看见我便张牙舞爪。要送你自己去送，打死我也不会送的。萧颖笑得一脸暧昧，摇了摇头，不再言语。时间很快到了中午，将饭菜端进来，本王陪王妃用完午膳再去上朝。是王爷。来，娘子，我为你用完午膳你再睡吧，待会儿你好好休息，我去上朝了。说好的只来一次，你就像喂不饱的狗似的蹦跶了半天，你万一寒症发作了可如何是好？不要命了吗？你若有什么问题，我岂不是得后悔死？本王要王妃就行了，还要这条狗命干什么呢？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算让我现在去死，那也是值得的。哎呀，乌鸦嘴，好好的说什么死呀活呀的，真不吉利。你若死了，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啊？直到你寒症发作到结束，不准再碰我，否则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把碗给我，我自己能吃。不，你自己不能吃，我喂给你吃要更香一些。自己的娘子自己疼，我喂你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吃完午膳我再陪你睡一会儿，床单晚点再让他们给你换，不急的。哎呀，别说了，羞死了！他们看见床单岂不是什么都明白了？上次拿给皇后的原帕会不会犯欺君之罪啊？若被姬皇后拿来大做文章，可就麻烦了。你放心，他是不会知道的，就算他知道那也没事儿。如今他的心思都放在废太子的身上，暂时没有心思管我。阿慈，我还是去桌边和你一起用午膳吧，太饿了，和你一起吃更香。你待会儿还要去上朝呢，我们一起吃好不好？沈君慈一把将凤瑶抱起来，走到桌边，将她放在椅子上。娘子累坏了吧？来，多吃一点。凤瑶羞得耳根滚烫，拿起筷子一阵狼吞虎咽。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阿慈，废太子有没有爬起来的可能？
最好能在他重新爬起来之前将他打趴下，否则以后你要斗败他，太难了。这个你无需担心了，我自有准备的。宿主有大瓜！昨日傍晚，姬皇后让风拂雪去请求建德帝恢复沈君义太子身份。风拂雪面见建德帝时，哪知建德帝嗑了药瘾多了酒，错把风拂雪当成初恋白月光，强行和他滚床单了。啥？建德帝和凤拂雪滚了床单？这不是八辉吗？贵圈也太乱了吧！那凤拂雪要是生个孩子，到底叫渣太子皇兄还是叫他爹啊？渣太子被亲爹戴了绿帽子，这顶绿帽子赶得上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呀！这个瓜也太炸裂了，好吧，将他雷得外焦内嫩的，噗的一声，一口饭喷了出来，差点被噎着。父皇如此不知廉耻，恐怕那姬代要借此事为废太子出头，谋反叛乱，讨伐父皇。阿慈，你没事吧？下午的时候你好好休息，可千万不要累着了。我现在去皇宫了。沈君慈匆匆扒了几口饭，来到外面，低声吩咐云17，让天道阁的将士们做好护驾的准备。另外，通知凤拂苏将军，联系他，让他的人在郊外候着。是，王爷。沈君慈望着蓝色的天空，他布局这么多年，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了。昨日晚上，凤拂雪听了姬皇后的建议，进宫面见皇上，为废太子求情。在建德帝日常休息的养心殿等了许久，直到天色黑了下来，才看见小顺子扶着建德帝从里间走了出来。臣妾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你来见朕可是有事？雪儿，起来说话吧。恳请皇上再给太子殿下一次机会吧。王爷自从被皇上废去太子封号，便一直在自省，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十分后悔，每日都在自责，痛苦不堪。他觉得自己愧对皇上，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天下百姓。恳请皇上念在他往日兢兢业业的份上，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建德帝居高临下打量着凤拂雪那张娇美动人的俏脸，像极了他年少时求而不得的美丽少女。只可惜少女喜欢的是他的皇兄，最后成为他皇兄的王妃。那个时候皇兄乃是继承皇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他这个无能的皇子只是皇兄的陪衬。最后在姬国公的帮助下，他用卑鄙的手段除掉了皇兄。他想将那个女子收进后宫，以圆自己求而不得的梦想。然而女子却义无反顾，为丈夫殉情自杀。这么多年过去了，建德帝每每想起还会耿耿于怀。跪在面前的女子逐渐与他记忆中的那抹白月光重合。雪儿，你终于肯来见朕了。这么多年朕一直对你念念不忘，你嫁给他是不是后悔了？以后你和朕在一起好不好？朕封你为雪贵妃，待你为朕生下一子半女，朕便封你为皇后。皇上，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臣妾今日过来是想求您饶恕义王，恢复他太子之位的。你若是身体不适，臣妾便让人帮您宣太医可好？建德帝不由分说，一把将凤拂雪抱起来，便往内室走去。柔雪，我的雪儿，这么多年了，你可知我有多想念你？我睡着了梦见的是你，睡醒了看见的是你，看见蓝天白云是你，看见所有和你容貌相似的女子都以为是你。我是真的喜欢你，我从来未曾喜欢过别人，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我不爱姬燕那个女人，我只爱你，我第一次看见你便爱上了你。皇上，你好好看看，我不是你说的柔雪，我是义王殿下的王妃，您赶紧让我离去，此事我不会说出去的。不，你是朕的柔雪，朕是不会认错人的。柔雪，朕一直都很想你，今日终于见到你，朕开心极了。你放心，朕是不会亏待你的，朕定会将你封为贵妃。凤拂雪又气又急，又觉得恶心，张开嘴想要呼救，却被建德帝给堵住了。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凤拂雪不是去为翠王爷求情吗？事情怎会变成这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真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清，根本算不清。宋将军啊，沈总管。哎呦，宋将军，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朝堂必将大乱。我们能隐瞒一时便隐瞒一时，见机行事吧。哎呦，宋卫点点头，推到暗处不再言语。他决定等事情完了之后，便将凤拂雪偷偷的送出宫。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姬皇后的眼线。姬皇后奔上前，一把揪住凤拂雪的头发，使劲一扯，将她从床上扯到地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竟敢勾引皇上，爬上皇上的床！皇上可是你夫君的父亲，你的公公也是你姨父啊！你这个龌龊下贱的小娼妇，你怎么下得去手？怎么下得去手？不要脸的烂货！本宫今日打死你，打死你！娘娘饶命！娘娘饶命！
臣妾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皇上，救命啊！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小娼妇，本宫今日打死你算了，还有脸喊救命？你怎么不一根白绫吊死自己？来人，将这个贱蹄子拖出去，赏他一根白绫！救命！救命！皇上救命啊！老皇帝得到心心念念的白月光，一夜耕耘，累得是筋疲力尽，床边打得不可开交，他却鼾声如雷，睡得比死猪还沉。凤福雪的呼救声终于将他吵醒。救命！皇上救命！皇后要赐死臣妾！皇上救命！娘娘，莫要气坏身子，莫要气坏身子呀！还是等皇上醒来再说吧。啊，娘娘千万不要气坏身子呀！滚一边去！皇上被这个贱人勾引，做下乱伦的丑事，你不但不阻止，还想包庇这个小贱货。本宫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住手！放开他！几个架着凤福雪的婆子吓得打了个哆嗦，只得将凤福雪放下来。凤福雪跌跌撞撞地跑上前，像只受惊的兔子一般躲到建德帝的身后，惊恐地望着姬皇后。此时她若是回去，定会被废太子给弄死的。求求皇上，救臣妾一命！臣妾愿意当牛做马，侍候皇上。姬燕，你竟敢当着朕的面为非作歹，加害朕的女人，狭隘妒忌，毫无容人之心，你真是太令朕失望了。皇上，这个狐狸精不知廉耻，不守妇道，不顾伦理道德败坏，罔顾人伦，背弃义儿，毁乱宫廷，为大龙国皇室蒙羞，乃是天下女人的耻辱。若不将他立即处死，堵住悠悠众口，言官势必对你扣诛笔伐，让你成为百姓口中毫无礼义廉耻的罪人。若不将他立即处死，皇上，你要如何面对自己的儿子？以后还如何在朝堂上立威服众，管理文武百官？皇上，臣妾不过是想帮皇上管理后宫，何错之有？还请皇上以身作则，万万不可辱没大龙国的皇室啊！朕不过是喜欢一个女人，何错之有？这天下哪个帝王不是后宫佳丽3000？就算她曾是义儿的王妃，那又怎样？让她与义儿和离，令义儿另娶不就行了？轮得到你这个杜甫指手画脚、唧唧歪歪的吗？来人！皇上，小孙子在，谨听皇上吩咐。拟旨令沈君义与凤福雪即日和离，封凤福雪为雪贵妃，赐驻落雪宫。若有任何人敢加害雪贵妃，杀无赦。臣妾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雪儿，你放心，朕会保护你的，谁也伤害不了你。臣妾谢皇上隆恩，皇上温柔体贴，臣妾惶恐。能成为皇上的女人，乃是雪儿几世修来的福气。沈建德，你这个老不休的，竟将这个贱人封为贵妃，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想要遗臭万年啊？你怕不是忘了当年是如何坐上皇位的吧？天下怎会有你这等厚颜无耻之人？以后你让义儿如何抬头做人？你根本就不配做这大龙国的皇帝，你不配！姬燕，朕已经忍你很久了，你这种不守妇道的泼妇，要不是因为有姬家之称，你以为朕会忍你？你以为自己有多高尚？别以为你和你兄长做的那些烂事朕不知道。说别人之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个儿是什么个玩意儿？你配合朕讲条件吗？你若不想当皇后，正好，朕也不想让你当了。姬皇后捂着火辣辣的脸，如遭雷击一般呆住了。建德帝当年娶她为后，并非有多爱她，而是因为姬家助她坐上了那个位置，让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姬皇后当时还在闺中时，便和自己的兄长姬代不清不楚，已非完璧之身。她和建德帝大婚那晚，故意将他灌醉，用鸡血染上元帕，蒙混过关。次日，建德帝似乎对此事一无所知，姬皇后还沾沾自喜。但是从那之后，建德帝便广纳妃子，很少到他房中留宿。这么多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守空房，寂寞难耐，和兄长姬代经常以兄妹义士之名在一起鬼混。他以为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原来这个男人什么都知道，不但知道，还因姬家的势力一直隐忍不发，像个缩头乌龟一般躲在皇宫当他的皇帝。难怪这个狗皇帝铁了心要将天道阁交给沈君慈管理，而对太子沈君义向来不冷不热，不怎么上心。沈建德，我看你如何给百官交代。你的事儿我是管不了你了，但是这个女人你不能留在后宫作妖。说完，挺着脊梁骨愤恨而去。废太子府，王爷，快醒醒！皇宫来了圣旨，您赶快起来起旨吧。快帮本王更易，定是父皇要恢复我太子之位。父皇他不让我当太子，还有谁能当太子呢？他只有我这个正常儿子能继承他的皇位，大龙国以后都是我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日起，令义王沈君义与凤福雪和离，沈君义另娶王妃，
此后各自嫁娶，互不干涉，钦此。顺公公，父皇为何让本王和凤福雪和离？凤福雪昨晚去皇宫拜见父皇，到底发生了何事？难道这个贱人对父皇说了什么不成？他到底说了什么？王爷慎言，她现在已是雪贵妃娘娘，以后王爷见到她得唤她一声雪贵妃娘娘，切记啊，切记呀！沈君逸如遭雷击一般，整个人都傻了。凤福苏兄弟看望凤扶摇之后，回到凤丞相府。次日上午，凤扶苏便让媒人前往朱家提了亲。朱家十分高兴，凤扶苏与祝婉容的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定在次年2月15大婚。凤扶苏向凤佐丞相说明了凤福景与狼族族长二女儿两情相悦之事。老爷一向听闻这狼族女子豪放不知礼节，若是娶回家，岂不是惹人耻笑？我倒是觉得惠景儿在长安城娶一个大家贵女更合适。我娘家有个女儿，名叫姬玉堂，今年15岁，是我叔叔的女儿，生得花容月貌，和景儿十分般配。不如将玉堂许配给景儿。你还嫌姬家不够恶心吗？非要将姬家的屎往自己身上抹？以后我劝你还是少回娘家的好，免得被人辱骂指责。苏儿和景儿的婚事不需要你来瞎操心，你给我安分一点。姬夫人被他对得说不出话来，气得回到自己的房间。凤福玉的生母王姨娘小心翼翼地跟进去随身伺候。夫人，喝点茶水吧。茶杯哐当一声砸得粉碎。贱蹄子，你是想活活烫死我吗？别以为你恬不知耻勾引老爷，为他生了儿子，便想爬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我告诉你，就算你儿子做到丞相之职，你还是服侍我的下贱丫鬟。哼，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当上诰命夫人。王姨娘眼中含泪，默默蹲下身，收拾着摔碎的茶杯。娘，我要大哥腰上挂着的宝剑，你去帮我抢回来。夫人，刚才小公子遇见大公子和二公子了，他见大公子腰间挂着的宝剑很是威风，便要求大公子将宝剑送给他。这小公子又哭又闹的满地打滚，可是大公子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那宝剑。于是小公子就咒骂了大公子和二公子，说他们会死在战场上。这大公子气不过，便喝令奴婢将小公子领走了。这大公子也太欺负人了，将宝剑给小公子摸一下又怎么了？又不会少块肉。他们这是压根没把夫人您放在眼里呀！当初他们娘亲难产过世，老爷迎娶您过门的时候，他们兄弟俩才不过5岁，那扶摇那个草包才几个月大小。哎，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不值得您照顾他们这么久啊！姬夫人对王姨娘挥了挥手，将她撵出去，站在日头下守着。你去打探一下，大公子和二公子何时出发？这2个东西，若是娶了亲生了子，这凤家财产哪里还轮得到我的寿儿？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将财产留给我的寿儿。你去找我的表哥，就说明日我想和他见一面。对了，让他去别院等我，这么长时间没见他，我还挺想他的。他的路子广，认识那些刀口嗜血之人。凤扶苏和凤扶景述职之后，不是很快要回西江城吗？那就神不知鬼不觉，让他们死在路上。哼，谁会知道是我做的呢？夫人，听说那些人收费极贵，一次任务至少要10000两银子起步。若此事要败露了，老爷会不会治您的罪呀？哼，人不狠会不稳，我若不帮我的寿儿多筹谋筹谋，以后还有我寿儿的立足之地吗？这些年我暗中攒了不少的私房钱，这点银子我还出得起。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否则你我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凤福玉回到家，便看见王姨娘半张脸红肿不堪，手指还被东西割伤，绑着带血的布条，顿时既心疼又愤怒。姨娘，你的脸和手怎么了？是不是朱某又迁怒你了？他为何迁怒你？我去找他理论。哎，玉儿，姨娘没事，是自己不小心撞到的。过几日春闱重考，你一定要好好复习，争取考得好成绩。其他的不用多想，只要你顺顺利利，姨娘便满足了。姨娘本来就是夫人的丫鬟，她手上还拽着姨娘的卖身契呢。姨娘伺候她是应该的，你千万不要去得罪她。姨娘，待我考取功名做了官，定要为你争个诰命夫人。你若成了诰命夫人，便再也不需要像下人般侍候他们。到时候我带你出去买房另过，再也不用看他们眼色。玉儿，你好好努力，姨娘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庶子向来没有地位，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出人头地。等你考取功名，做了大官，娶妻生子，娘便安心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凤福雪贤良淑德，
封为雪贵妃，赐祝落雪宫钦此。恭喜凤所丞相，贺喜凤所丞相，您家二女儿成了贵妃娘娘。凤所丞相双手接过圣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整个人都蒙圈了。他不是太子的老丈人，为何一眨眼便成了皇帝的老丈人了？刚才皇上已经下旨令翼王与王妃和离了。不是吧？皇上竟然夺走了儿子的妻子，这他娘的都什么事儿啊？皇上怕不是老糊涂了吧？爹，福雪不是翼王王妃吗？为何会成了雪贵妃？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何事？这事要是传出去，那凤家人以后还如何做人？人家肯定会说我凤家女儿不知廉耻的。是啊，福雪从翼王妃变成雪贵妃，七皇后是的姨母，皇上是的姨夫，这不是乱伦吗？这福雪还要不要脸了？也太不知廉耻了。这皇上也是糊涂，怎么能将儿媳封为贵妃呢？这事若是传出去，岂不是沦为天下人的笑柄？雪儿竟然成了皇上的贵妃，这可是比翼王妃强多了呀！太子已经被废，雪儿跟着他只有吃苦的份儿。老爷，雪儿成了贵妃是凤家的大喜事儿啊！我就知道我生的这个女儿是个有出息的。凤福苏和凤福景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他。哎呀，你给我闭嘴！这件事情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值得你到处炫耀？看看你教的好女儿，抛弃翼王成为皇上的贵妃，秽乱宫廷，不守妇道，不知廉耻，我以后还如何面对世人呢？这大逆不道的孽障，这是要叫我活活的气死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雪儿成为贵妃娘娘怎么了？若是雪儿回家，你我还得对她行跪拜礼呢。太子已经被废，还是有虐待倾向的变态，雪儿跟着他根本就不幸福。雪儿离开他，不正是逃出狼窝了吗？再说了，皇上愿意封雪儿为贵妃，那也是他的本事。别的女儿有雪儿这个本事吗？我凭什么不能到处炫耀？我就要到处炫耀！凤福苏和凤福景面面相觑，两人拱了拱手，一起走了出去。你有没有用你的猪脑子想过？雪儿本是翼王王妃，姬皇后乃是她姨母，如今呢，她与姨母共侍一府，你不觉得丢人吗？姬皇后身后有姬国公府撑腰，向来是肆无忌惮，她一向善妒狭隘，不知暗中弄死过多少后宫的妃子。她那种人怎么会允许雪儿做出这等祸乱宫廷之事？这不是为皇室蒙羞，挑起皇上和翼王之间的父子矛盾吗？姬皇后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对付雪儿，千方百计地除掉她。而且翼王平白被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也定会将所有怨气发泄在雪儿身上，想尽办法杀了她。雪儿在皇宫可谓是危机四伏，最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蠢货，还在这恬不知耻，沾沾自喜。这么多年，你的脑子都长到狗肚子上去了吧？老爷，雪儿的处境如此危险，这可如何是好？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看着她白白送死吧？唉，我能怎么办呢？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几日后，凤福苏和凤福景兄弟辞别皇帝，打算返回西江城。临行前来向凤福瑶辞行，兄妹三人短暂相聚之后依依惜别。大哥、二哥，祝你们一路平安顺利。今日一别，是否等明年大哥大婚时才能再次相聚？大哥，你放心去戍守边关，我会帮你好好陪伴大嫂的。还有，祝二哥说亲顺利，早日将二嫂娶进门。到了西江城，记得给我来封信，免得我挂念你们。凤福瑶目送着两人带着数十名侍卫离去，心里怅然若失。哪知半日后，凤福瑶突然接到系统小瓜的消息：宿主，姬夫人买通杀手，打算半路截杀凤福苏和凤福景两兄弟。截杀之处在长安城通往西江城的路上，一个叫黑风林的地方。你和离王现在赶过去，天黑之前应该还来得及。567，你赶紧去通知王爷，就说有人买通杀手，要在黑风林截杀我的两位兄长，请他多带点人，赶往黑风林救援我的大哥二哥。我现在赶去西城门，和他在西城门会合。是。小姐，什么人要截杀大公子和二公子？万一大公子和二公子出事怎么办？帮我将那套男装取过来，我马上赶往西城门与王爷会合。你俩没有武功，不需要陪我前往。瑶儿，到底发生了何事？两位兄长不是早上才刚出发的吗？阿慈，你来了，我们赶紧出发吧。我担心晚了会来不及。我也是意外得到消息，说有人要在黑风林截杀我兄长。好，黑风林离长安城约2个时辰的路程，我们现在出发。凤将军，我劝你们不要负隅顽抗了，赶紧从这悬崖上跳下去吧。我们这么多人，你们是打不过我们的。有人花了大价钱买你们的命，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扑哧一声闷响，黑衣蒙面人头领的后背被雪亮的宝剑一剑穿心。天道阁，离王爷。
身子软趴趴的一歪，便轰然倒地，抽搐了几下便没了动静。不好了，不好了！天道阁阁主来了！黑衣蒙面人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大哥，二哥，我和王爷来救你们了。瑶儿，你怎么来了？不要过来，这儿危险！天道阁的将士们纷纷奔上前，将黑衣蒙面人围起来绞杀。凤福苏和凤福景带领的将士们士气大涨，联合天道阁将士们将黑衣蒙面人杀得哭爹喊娘。小半个时辰后，黑衣蒙面人被绞杀得干干净净。是谁派你们来的？还不赶紧交代！若有半句假话，小爷便将你阉了当太监。大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派我们来的，与我们接洽之人乃是一个姓马的中年男人，想必是雇主担心身份败露，所以才找了中间人操办此事。小的只知道这些了，还请大人饶命啊！大哥二哥，不用问了，我得到消息，说是姬夫人买通杀手，想要你们二人性命。你们现在随我回家，我要和这个毒妇当面对质，取他狗命。还请天道阁帮我大哥二哥解释一下他们回家的原因。这件事我来向皇上解释，你们无需担心的。姬夫人想要我们的命，她为何要我们的命？我估计是为了凤家财产，她想将所有财产都留给她那个傻瓜儿子，所以将你们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个毒妇心如蛇蝎，我是不会放过她的。凤扶摇再回到凤丞相府的途中，越想越是愤怒。小瓜，仔细搜一搜关于姬夫人的大瓜，看看这个毒妇还做过哪些伤天害理之事。我今日不锤死她，我就不是凤扶摇。天哪，卢！不查不知道，姬夫人竟然有这么多瓜。她年轻的时候有个相好是她表哥，名叫马有才。马有才容貌英俊，风流倜傥。她还未嫁给你爹时，便和他好上了。姬家嫌弃马家门不当户不对，想通过姬夫人联姻嫁个高门大户。在姬皇后帮助下，姬夫人后来嫁给你爹。姬夫人和马有才藕断丝连，两人在外面还有套别院，经常私会呢。这马有才没啥本事，是个吃软饭的孬种，一把年纪了还是个混日子的小官。姬夫人生的儿子姬福寿，便是她和奸夫的儿子，不是你爹的种。她身边有个周嬷嬷，是跟她陪嫁过来的奶娘。这些事周嬷嬷应该知道的一清二楚，一问便知。马有才便是那个买通杀手，对凤福苏和凤福景下手的中间人。今日他们刚刚幽会过，商量刺杀你兄长之事。马有才今晚便宿在别院。难怪凤福寿是个傻子，原来不是我爹的孩子，而是近亲产物。没想到这毒妇如此风流下贱，竟为我爹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子。我爹将别人的儿子当成宝贝疙瘩似的，你说可笑不可笑？这个马有才胆子可真肥，连我兄长也敢下手，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今日我便勉为其难，帮我爹捉奸，让这对狗男女受到应有的惩罚。大哥二哥，买通杀手刺杀你们之人，乃是一个叫马有才的人，而这个马有才乃是姬夫人的老相好，或者说是奸夫。姬夫人并不像表面那么温柔良善，她嫁给爹之前便和她表哥马有才私通了，两人还在长安城买了一座别院，时不时过去幽会。我们的那个傻子弟弟凤福寿，便是他和奸夫的孩子。我们不如先去他和奸夫偷情的别院，抓住奸夫，让他交代实情，然后再带着奸夫回府，向爹爹禀告此事。不拿出实质证据，那毒妇是不会承认的。两人一合计，觉得此事可行，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姬夫人和马有才住的别院。凤表等人冲进别院，将马有才从床上揪下来，没想到此人不但住在别院，还搂着一个美貌的小妾睡得正香甜。狗东西，竟敢买通杀手，刺杀朝廷命官，还不老实交代是谁指使你干的？否则我们上报朝廷，你乃株连九族的死罪！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此事不是小人指使的，而是姬夫人指使的。他想杀了两位大人，帮他儿子夺取财产，所以找到小人这里，让小人帮他联系杀手。小的只是个跑腿的，罪魁祸首是姬夫人啊！马有才，姬夫人的儿子凤福寿，不就是你儿子吗？姬夫人身边有个叫周嬷嬷的，已经交代了你们通奸的事实。姬夫人婚前便与你苟合，婚后置办了这座别院，经常与你在此处鬼混。后来她怀了你的孩子，假装对凤左丞相说怀的是他的孩子，那个孩子便是凤福寿。马有才，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想如何抵赖？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什么都说。姬夫人嫁给凤左丞相前，确实早已与小的相识，我们是表兄妹关系，从小便认识，很早便在一起了。可他爹嫌弃小的家境贫寒，配不上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是姬夫人去主动勾引小的的，说对小的一往情深，愿意和小的做一对露水鸳鸯。他在此处偷偷置办了一套宅子，供我们经常幽会之用。不但如此，他还经常拿银子给小的，说是对小的补偿。事实经过便是如此，还请大人饶了小的狗命。这是你和戚夫人通奸及合谋买凶杀人的口供，你在上面签字画押。马有才捧着口供仔细看了看，抖着手在上面签字画了押。去将老爷和夫人叫起来，就说大公子和二公子回来了。
事务一溜烟跑去将凤锁丞相和姬夫人请了起来。姬夫人听说大公子和二公子回来了，暗自窃喜，还以为是他们的尸体被人给抬了回来。随着凤锁丞相喜滋滋的到了厅堂，便看见凤扶苏和凤扶景好端端的站在他们面前。马有才，姬夫人心里咯噔一声，顿觉大事不好，吓得腿都软了。臣不知王爷驾到，有失远迎。无事，瑶儿请本王陪他回来一趟，本王便随他回来了。毕竟本王如今也算是半个丞相府的人了，是吧？苏儿、景儿，你们今日不是出发前往西江城吗？为何中途又跑了回来？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啊？王爷，请看这份供词，我和弟弟回来便是为了此事。我们在半路遭到蒙面刺客伏击刺杀，幸亏王爷赶去救了我们，否则不知后果如何。此事乃姬夫人和马有才合谋所为，其目的便是为了凤家家产。你胡说！我怎么可能和别人合谋刺杀你们？你和景儿都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虎毒不食子，我怎么可能害你们？一定是有人见不得我们好，恶意污蔑我的。老爷，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姬夫人可知，这马有才是从哪里找到的？是在你们京城幽会的别院找到的。他说你们今日下午才刚刚见过面，今日下午你们一起合谋，由你出面买凶刺杀我兄长。他已经交代了如何与你婚前苟且，婚后通奸，为我爹戴绿帽之事。不但如此，你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凤福寿。可怜我爹将他当成宝贝疙瘩一样看待，你说可笑不可笑？你这个不守妇道、丢人现眼的贱人！凤丞相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你这奸夫交代得如此清楚，你还想如何狡辩？说着将马有才的供词摔到姬夫人的脸上。姬夫人捡起供词一看，脸都吓白了。老爷，不是的，这供词不是真的，是他污蔑妾身的。买凶刺杀苏儿和景儿之事，妾身并不知情，都是马有才干的。寿儿是您儿子，不是马有才的儿子，您一定要相信妾身呐！这么多年，妾身养大您和前妻的3个孩子，从来未曾亏欠过他们。妾身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老爷，你不能因为小人的一面之词，便责怪妾身呐！刺杀2位公子之事，明明是你让我帮你买凶杀人的。你让周嬷嬷给了我10万两银票，让我务必找人杀死他们。还说凤丞相府的财产都是寿儿的，不能便宜他们。你这个王八蛋，一定是恨我嫁给凤丞相，没有嫁给你，所以怀恨在心，故意设计害我。你做人怎能如此恶毒？我们好歹是表兄妹的关系，你怎能随意污蔑我？此人买凶刺杀朝廷命官，罪不可赦。来人，将他送往天道阁严加审问。若实有此事，请天道阁秉公处理，将其绳之以法。辛苦王爷跑一趟，感谢王爷救下犬子。时候不早了，王爷和王妃回去休息吧，剩下的都是家事，便不劳烦王爷和王妃了。沈君慈和凤扶摇对视了一眼，两人起身告辞离去。送一杯鸩酒上来，赐姬夫人喝下。姬夫人抱病身亡，明日便去给姬国公府报丧。姬夫人吓得肝胆俱裂，哆嗦着一屁股坐在地上抖个不停。鸩酒送上来，凤佐丞相亲自捏着他的嘴，强行给他灌了下去。姬夫人挣扎片刻，便七窍流血而死。姬夫人死后过了几日，凤福寿偷偷溜出了凤丞相府，再未回来。据说凤佐丞相府出动了许多人，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那孩子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据说很有可能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凤福苏和凤福景兄弟重新出发前往西江城，只是他们在半途便偷偷停了下来，等待沈君慈那边的消息。这日上午，沈君慈上朝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阵阵的发冷，心口闷得发慌。他心里咯噔一声，预感到寒症似乎要提前发作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傍晚，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李王府。阿慈，你脸色好差呀，是寒症提前发作了吗？我让厨子备了晚膳，你赶紧先用晚膳，等用完晚膳泡个热水澡，晚上早点休息。可能是寒疾提前发作了，不过没事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因为我们同房造成的？我说不来吧，你昨晚非要来，还不知节制，这么难受。这下满意了，你若寒症提前发作，我不得内疚死。早知你发作起来如此难受，便不圆房了。赶紧用膳，用完膳帮我沐浴。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就算我是死了，我也是满足的死去，因为我还有爱着你的我。呸！乌鸦嘴，什么死啊活呀的，不许胡说八道。沈君慈勉强用了一点饭，凤扶摇便陪着他回到卧室。哪知刚刚走进卧室，沈君慈便汗如雨下，脸色白得吓人。他捂着沉闷的心口，感觉到喉咙一阵腥甜，猛地咳嗽了几声，突然咳出了一大口鲜血。怎么如此厉害啊？
小乖，赶紧帮王爷看看他有没有事啊！瑶儿，对不起啊，让你担忧了。这次寒症提前发作，你让17将我师父叫来，只要可以熬过去，那便没事。不过，若是这次熬不过去，你就拿着我的财产好好的生活，好吗？什么熬不过去？你不会有事的，否则你死了，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呀？沈君慈突然捂着心口，开始大口大口的呕血。宿主，离王寒毒发作，而且特别凶猛，完了，若是他嘎了，你我都完蛋了。17，赶紧去将王爷的师傅请过来，王爷吐了好多血，看上去非常难受。小乖，这次吹围作弊案，我到底能否得到系统奖励啊？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得到寒毒解药。阿紫他一直在吐血，看上去非常严重。哎呀，这次能否得到奖励，我真的不确定啊。这按道理来说，你帮离王澄清传武弊案，废掉太子是可以得到奖励的。今日是第5日，如果第7日还未得到奖励，便不会有奖励了。这到底是什么狗屁系统啊！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原来说好的24小时给奖励，后来又到了48小时，现在呢？你告诉我7日才知道有没有奖励，7日之后黄花菜都凉了，我还要奖励干什么呀？系统小瓜装聋作哑，不敢吱声，他也没有办法呀。沈君慈虚弱的躺在床上，俊美的容颜比白纸还要白。王爷，你师父马上就来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以前发作也这么严重吗？会不会是我们圆房之故啊？早知你发病会如此凶险，我们就不圆房了。我真是后悔，悔得我肠子都青了。说你有个3长2短，我是绝对不会原谅我自己的。哎呦，傻丫头，不是圆房的原因，你千万不要自责了，不用担心的，我是不会有事的，好吗？不是还没到寒毒发作的时间吗？为何会突然发作？我的天，为何吐了这么多血啊？我可怜的徒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你服用过师傅给你的药丸没有啊？蠢丫头，你是不是不顾我徒弟死活，强行和他圆房了？乖徒儿，为师不是告诉过你不要与他圆房吗？这女人一看就是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啊！徒儿，你的脸完全好了，你的脸是如何好的？为师为何不知道？你就是我夫君的师傅，那个叫什么缺德的吧？我夫君的脸是我治好的，怎么了？为何要让你知道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便责备我是红颜祸水，是不是太武断了？他总觉得此人的五官有几分熟悉，似乎是在哪里见过。此时此刻，他全部的心思都在沈君慈身上，无暇深究到底是在哪儿见过这个师傅。哼，臭丫头，你靠边站！我要为我徒儿施针治疗。你就骂我缺德，你若强行和他圆房，才是缺了大德。师傅，你错怪瑶儿了，是我要强行圆房的。师傅，此事不能怪他。师傅，我现在心口堵得难受，师傅赶紧为我施针治疗吧。这王爷的寒症为何如此严重？他会不会被寒症给冻死啊？蠢东西呀！我3番5次叮嘱你们不要圆房，你们倒好，背着我偷偷圆房。哎呀，真是气死我了！蠢丫头，过来帮这蠢东西脱去衣裳，我要为他施针。凤飞心里无比愧疚和自责，急忙上前帮沈君慈脱去身上的衣裳。他的肌肤上竟然附了一层薄霜，散发出丝丝的寒气。凤飞大吃一惊，连忙摸了摸他胸肌上的薄霜，他的肌肤寒冷如冰，那层薄霜沾上凤飞的手指便融化了。师父，阿慈身上为何会结寒霜？她不会有事吧？蠢丫头，别在那里碍手碍脚的，闪一边去，让我为她扎针。这次为何如此严重？还不是因为圆房让他损耗了精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哎呀，年轻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呀！10几根银光闪闪的银针尽数扎进他胸膛的药穴。齐皇后太恶毒了，竟给他下这么阴损的毒药。这些年他到底受了多少苦，是怎么过来的呀？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我恨不得将齐皇后碎尸万段，放解心头之恨。这个女人能稳坐皇后之位，自然有非常手段。宿主，我刚才为离王扫描过，寒毒已经侵入她5脏6腑，否则不会出现白霜。此时她正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宿主，离王不会挂了吧？他要是挂了，你我都玩完了。沈君慈虽然停止了吐血，然而身上的薄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此时他双眼紧闭，牙关咬紧，已经是陷入昏迷的状态。乌鸦嘴，别乱说话。史料记载，他不是3年后才死吗？所以他只是症状加重，是一定不会有事的，对吧？也许明天我便能得到解药，帮他解除寒毒之苦。
我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可千万不要让我变成寡妇啊！沈君慈在半昏迷中听到凤扶摇的心声，他嘴唇哆嗦着，想要告诉这个傻丫头，他也是第一次爱上一个人，是一定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寡妇的。可是他能听见凤扶摇的心声，却无法睁眼，更无法张嘴说话，只能咬紧牙关，等待着那股钻心的疼痛慢慢过去。乖兔儿，你身上为何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寒霜？以往寒毒发作只是内脏绞痛、打寒战和吐血。哎呀，乖兔儿啊，你可千万别丢下师傅不管，你还要为师傅养老送终啊！你可别撂挑子呀！赫连缺失针后，沈君子便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虽然不再吐血，但是身上的寒霜不但没消失，还有逐渐增厚的趋势。凤扶摇和赫连缺守在床前，都心急如焚，一夜未睡。云十七、萧影、春燕、春香默默守在房门外，也一夜未睡。师傅，王爷身上的薄霜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将他泡在温泉中保命？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会被活活冻死。你以为我没想过将他泡在热水中啊？他体内寒毒早已侵入五脏六腑，就算你将他烤熟，也去不了他五脏六腑的寒气。泡在热水中能解决什么问题？只会让他寒气出不来，更加痛苦。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净出些馊主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经验丰富，那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帮他去除寒毒？难道我们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体征慢慢消失吗？说不想办法帮他治疗，我担心他拖不了几日了。春丫头，你好好照顾他，千万不可犯傻给他热敷。我去寻一味草药，看看能否帮他困住病情。哎呀，我的乖徒儿啊，你可千万不能让师傅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赫连缺抹着眼泪，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凤扶摇一屁股坐在床前，呆呆地看着昏迷不醒之人。早知道同房后果如此严重，他便和这个家伙分床睡了。凤扶摇深深地叹了口气，再次看向空间，然而系统奖励还是未到。17，你进宫一趟，向皇上告个假，就说离王寒症发作，需请假几日。云17领命离去，向建德帝禀报沈君慈寒症发作之事。建德帝很快派了太医过来查看离王的病情。白霜，离王以前寒症发作也从未如此严重过呀，这一次竟然出现白霜附体之症，王爷这一次恐怕凶多吉少啊。什么？老大人，他的情况真的如此严重吗？老太医仔细号脉，发现离王脉象极其微弱，机不可查。王妃，王爷已是病入膏肓，恕老臣无能为力。如今王妃只能耐心等待，也许王妃再等一等，等王爷熬过去也未可知。王爷都这样了，还能等？等着进棺材吗？太医，有没有什么药能控制他的病情啊？对不起，恕老臣没用。这种病症最好的结果便是活死人。老臣告辞，还请王妃节哀顺变。老太医回去后，将沈君慈病重的消息禀报了建德帝。此次离王病重比以往更甚，以前只是呕血，而此次浑身覆满白霜。皇上，此乃活死人征兆，恕老臣无能为力呀。此儿以前寒毒发作，不是只是呕血吗？为何这次竟会浑身覆盖白霜？此儿真的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吗？苍爱卿，难道连你也没有办法吗？臣观天象，天狼星虽然暗淡，却隐隐有一线生机。离王殿下到底能否活下来，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也许能，也许不能，都未可知。也许皇上再等一等便知道了。凤扶摇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过了一会儿，便又看一次空间，看看系统奖励到了没有。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他连奖励的影子都没看见。阿慈，不知奖励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也不知能否得到帮你去除寒毒的解药。看到你这么痛苦，我心里特别自责，我不该和你圆房的。我也特别痛恨姬皇后那个毒妇。还有3年，大龙国便会灭亡，也只有你才能拯救大龙国。我本以为我攻略你，让你爱上我，我便能活下去。可是我从来未曾想过，若是你出了事，我也会活不下去的。虽然人固有一死，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幸福的活着。以前我从来不知爱情是什么，直到遇到了你。你不在，我会天天想你，你痛苦，我的心里也痛得要命。你对我好，我恨不得加倍对你好。我想和你白头偕老，过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如果你不在了，
我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阿慈，我求求你，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只要你醒过来，我便和你一起去寻找你的亲生母亲。只要你醒过来，我便将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然而床上的人却一动不动，俊美无瑕的脸上附着一层薄霜，如同睡着了一般安详。凤扶摇一直等到深夜，都未等来系统的奖励，却等到了一个惊天大瓜。今日姬皇后故意找雪贵妃的茬，让人将雪贵妃的手都给敲断了。雪贵妃向建德帝添油加醋，哭诉了一番。建德帝大怒，当众宣布废除姬皇后的皇后封号，将其贬为庶人，并打入冷宫。雪贵妃还不解恨，令人砍去姬皇后四肢，将她变成了人质。此时姬家刚刚知道，明日估计会大闹皇宫呢。如今宫中闹成一锅粥，好一个乱子了得！明日恐怕又要死几个言官啦。哼，恶人自有恶人磨。如今姬皇后被废，还被削成人质，乃是罪有应得。阿慈寒疾发作，病情严重，我担心姬代和废太子会造反，逼建德帝让位。若是如此，我们便被动了，得想个法子先将废太子杀了。就算杀不了他，也得让他脱层皮。嘿嘿，那不是很简单吗？废太子的快乐丸刚好吃完了，你这边不要再供应他药丸，他便会去掉半条命。这快乐无极限真是好东西，杀人于无形啊！废太子的药丸吃完了，这太好了。若是能因此而挂掉，就更好了。历史记载，大龙国这几年混乱不堪，岌岌可危，所以3年后才会灭亡。我是担心阿慈再不醒来，大龙国怕是连今年都挺不过去了。我连着2日没睡，脑袋痛得要命。沈觉意的媳妇被爹抢走了，他是个什么反应啊？总不会是逆来顺受当缩头乌龟，让凤扶雪为他生个弟弟吧？沈君意接到令他与凤扶雪和离的圣旨，并没有太多反应，而是继续和后院机械们享受玩乐，半点未受影响。你今日若不为他提供快乐丸，他今晚定会痛不欲生。嘿嘿，这个人渣活着也是个废物，最好今天死了算了。小瓜，系统奖励为何现在还未到达？这次春闱舞弊案，我虽然未帮离王抓捕案犯、审理案犯，可我好歹也为他透露了一些关键的东西。难道我得眼睁睁看着阿慈就这么睡过去吗？我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看着他就此死去，我的心就像被人撕裂般难受。沈君慈迷迷糊糊中听到凤扶摇的心声，他的心也像撕裂般疼痛。宿主，你别急呀，也许再等等，奖励便到了。系统最长的奖励时间乃是7日，今日乃是第6日。也许你再等上24小时，奖励便到了。我能等，可阿慈不能等。如今他命悬一线，我只能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的消失，我的心都要碎了。沈君慈听着凤扶摇的心声，心痛不已。在认识这个傻丫头之前，他从未感受过爱，也不知情为何物。自从认识她之后，他的生活开始变得阳光灿烂起来。他对她越来越牵挂，恨不得将最好的都捧到她面前。可是他感觉到眼皮似有千斤重，想要说话根本张不开嘴，想要醒来却根本醒不过来。这一晚，凤扶摇实在熬不住，合衣躺在沈君慈的身边，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很不踏实，做了一夜的噩梦。他梦见自己躺在冰窖中，四周天寒地冻。他梦见沈君慈变成了不能动弹的冰雕。他梦见大龙国被叶国攻破，悲催的亡了国。他梦见2个大哥被姬粉那个毒妇给陷害谋杀。他梦见自己和系统小瓜即将被主系统残忍抹杀。小姐，王爷的师傅回来了，说是让你赶紧去见他。凤扶摇一个鲤鱼打挺，坐起身来，急忙看向身边之人。凤扶摇洗了一把脸，急急忙忙地来到外间。蠢丫头，都火烧屁股了，你还睡得着啊？真是没心没肺！这火鹤草我找来了，我去喂给我徒儿服用。师傅，不需要煮一煮或者洗一洗再用吗？这草根还带着泥巴呢，就这么喂给王爷吃啊？他岂不是得吃一大口泥土？要不我拿去洗一洗再用？你懂个屁！这火鹤草必须原汁原味才能保持最佳效果。哎呀，别废话了，赶紧给我去救人吧，再晚就来不及了。乖徒儿啊，我也是为你找了火鹤草来，希望这次能帮你根治你体内的寒毒。说着，小心将火鹤草沾着泥巴的根部掐断，抬头看着呆愣的凤扶摇，一脸嫌弃。蠢丫头，还愣着干什么？等米下锅吗？帮我将他的嘴掰开，我要给他喂药。凤扶摇只好爬上床，蹲在沈君慈的身边，轻轻地捏开他的嘴，方便赫连虚喂药，心里嘀咕着：喂药不该是喂汤药或者丹丸吗？
难道师傅要将这把草像喂牛似的强行塞进我夫君嘴里？万一我夫君没有病死，而是被这草活活噎死了咋整啊？那我岂不是真的要当寡妇了？我的傻媳妇儿生怕我死了，好让人感动呢。我是真的不想死，我想要活下来，我想和我的傻媳妇儿相亲相爱一辈子。赫连缺迎着凤扶摇惊愕的目光，捏着火鹤草对准沈君慈张开的嘴，接着提起内力，将火红色的草药化成一滴滴血红的草汁，从赫连缺手心中滴落下来，一滴滴流进沈君慈的嘴里。瞧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心让人瞧不起。我徒儿怎么会喜欢你这种蠢丫头？这世上并非所有的草药都需熬成汤药，就比如这火鹤草，乃是寒毒克星，原汁原味，药效最大。蠢丫头，多学学吧，这世上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凤扶摇越看这老头，越觉得似曾相识，特别是对方说话的语气，还带着那种蔑视的小眼神，看着怎么就这么熟悉呢？凤扶摇猛然想起那日傍晚倒在地上碰瓷的糟老头子，还有那次上吊寻死被他戳穿诡计想要讹银子的老太婆。啊，我勒个去，这俩人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嘛！那蔑视的小眼神和面前这个糟老头子一模一样。这糟老头子易容术确实了得，可是他呢，易容顾头不顾腚，脖子上那颗黑色的大痦子简直一模一样。这是当我眼瞎，拿我当傻子糊弄呢？感情这糟老头子认为我配不上王爷，所以变着花样来试探我。哼！而且这事儿阿慈八成也知道。最可恨的是，这家伙明明知道却不阻止，好气啊！哎呀，完犊子了！这傻丫头也太聪明了吧，连师傅易容试探她都看出来了。还有这个老顽童竟然还试探了第二次，真是他怎么不上天呢？真是不是闲得蛋疼啊他？气死我了真是气得我五脏六腑越来越疼了。师傅，您是谁呀？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吃过的盐比我吃的饭还要多。您是见过世面的人，确实比我懂得多了。蠢丫头，学着点吧，无知不可耻，不学习才可耻。是啊，我是应该多向师傅您好好学习，比如扮成糟老头子到处碰瓷敲诈银子，再比如扮成老太婆上吊自杀臭不要脸骗银子。你的易容术是真不错，演技也相当炸裂，差点将我糊弄过去。师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歪门邪道骗人的手段真令人不齿。我那是讹诈吗？我只不过是担心我徒儿娶了你这么个蠢丫头拖累的。不过我试探你后发现你还没蠢到家，配我这个优秀的徒儿勉强凑合。我倒是觉得你这种无聊又狂妄之人，当我夫君的师傅实在是太过勉强。他脸上的疤痕，听说你为他治了许多年，可结果疤痕还是疤痕，根本没有什么变化。而我呢，为他治疗半个月就恢复如初。我夫君身中寒毒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将他治好。由此可见，你不但狂妄自大、无聊透顶，医术也不怎么样，否则我夫君也不会拖了这么多年还未好。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蠢货，可我觉得你连我这个蠢货都不如。赫连缺被凤扶摇对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这么多年，他想尽一切办法为爱徒治疗脸上的疤痕，奈何那疤痕太深，而且受伤时伤了肌肉，按照他的医术根本无法帮他恢复原状。爱徒体内的寒毒折磨他10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发作，令他生不如死。但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也只能勉强控制，根本无法根除。师傅，你知道空棺材出殡后面一句是什么吗？空棺材出殡下一句是什么？空棺材出殡墓中无人呐。这句话送给师傅不是正合适吗？你这个蠢丫头竟敢调侃我！我一心为你夫君着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怎能如此目无尊长？你是我夫君的师傅，又不是我师傅，我为何要尊敬你？还有，你乔装打扮对我各种试探，动不动就叫我蠢丫头，你都不尊重我，我为何要尊敬你呢？你这个蠢丫头！师傅，您还为不为我夫君治病了？这火鹤草还没有花掉多少，您就气了100次了，也太不经气了。做人要大度，不要动不动便瞧不起人，再气下去，这药汁都能为我夫君洗脸了。我承认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但人无完人，我肯定也有闪闪发光的地方，对吧？就像师傅您一样，虽然有点老顽童不着调，但是您武功高强，医术高明，对我夫君爱护有加，光是这一点便值得我永远尊敬您老人家。您知道这次探春宴我用厨艺打败太子那群人，还赢了1万多两银子吗？
等我夫君病好了，我便为您做一顿美味大餐，犒劳犒劳您老人家。以后呢，我还会和夫君一起好好孝顺您，为您养老送终，让您过一个幸福晚年。如果有合适的女人，我还会帮您娶个师娘陪伴您，免得您天天无聊盯着您徒弟的媳妇儿找茬生事啊。谁要你多管闲事，帮我娶师娘陪伴了？女人多麻烦，整天唧唧歪歪的，哪有一个人过得舒服自在？宿主，赫连缺是有名的万药堂堂主，也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神医缺一手。她呀，曾有位青梅竹马的小师妹，乃江湖上第一美人，名叫林思音。有一次，林思音身中奇毒，虽救回一条性命，却因此毁了容。赫连缺对林思音一往情深，不计较她容貌丑陋，执意要与她成亲。林思音容貌被毁，心灰意冷，死也不愿嫁给赫连缺。就在他们成亲那日，林思音突然不知所踪。这些年来，赫连缺为娶妻生子，一直在寻找林思音呢。哇，没想到这个不着调的老顽童竟是个情深意重的人。小瓜，你能帮他找到林思音在何处吗？帮他找到他媳妇儿，让他媳妇儿好好管教管教他，省得这糟老头子闲得无聊，整日盯着我找茬。暂时还没有关于林思音的消息，等有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另外，如果林思音早已不在人世，我便找不到她的消息了。没事，有的话你告诉我一声就行。另外，我夫君的亲娘还没有她的消息吗？你夫君亲娘的消息我暂时也没能找到，也许是离得太远，或者早已不在人世，所以我搜索不到。等我搜索到了，一定会告诉你的。凤扶摇现在看着赫连缺这个糟老头子，顿觉顺眼了很多。赫连缺正在努力地控制手心的药草，用力挤压着药草上的汁液，火鹤草在他手中一点点地化成尾状，继而化成药汁，尽数流进沈君慈的嘴里。沈君慈一边吃着热乎乎的瓜，一边痛得死去活来，火辣辣的液体流进他的喉咙，进入他的胃部，五脏六腑如抽搐般的症状竟然奇迹般的缓解下来。半个时辰后，赫连缺终于将所有火鹤草化为药汁，尽数吐进沈君慈的嘴里。脉象终于平稳许多，不过为何这层薄霜还是没有消失？奇怪，真是太奇怪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次寒症怎的如此奇怪？春丫头，你好好看着他，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我就不信我救不活我的徒儿。不是吧，这火鹤草也没有作用，那可怎么办啊？小瓜，为何奖励还未到账啊？这次到底有没有奖励啊？不会没有奖励吧？若是如此，我夫君的病怎么办啊？那火鹤草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他身体上的薄霜一点都没有消失，难道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昏迷不醒，却什么都做不了？宿主，你再等等吧，还没到期日呢。哎，又有大瓜，皇宫里的大瓜。皇宫又有什么大瓜呀？再这样乱下去，我担心王爷未醒，大龙国便要亡国了。姬国公知道姬皇后被削成了人质，差点气到吐血，于是暗中让人给皇上下毒，想毒死他，好让沈君义继承皇位。哪知皇上疑心重，令人将毒药给废皇后灌了下去。哎，废皇后身中剧毒，一命呜呼，姬下流血嘎了。姬国公还不死心，便让姬代撺掇太子造反。只是废太子如今断了快弄完，差点去了半条命，会不会造反？这个还真难说。啊，姬代要让废太子造反，什么时候啊？哎呦，阿慈再不醒过来，大龙国就要被那对父子作没了。沈君慈半睡半醒，听着凤扶摇的心声，一颗心如同烈火烹油一般，急得不得了。他也想尽快醒过来，可是他连动都动不了。关于姬皇后毒杀建德帝未遂，被建德帝削为人质之事，在大龙国传得沸沸扬扬。姬国公和姬右丞相姬代气得半死，沈君义听闻母亲被削为人质，气得差点晕死过去。姬代在朝堂上和凤佐丞相狠狠地打了一架，骂他教女无方，亲生女儿勾引自家公公，言官弹劾雪贵妃，弹劾建德帝，弹劾的褶子如雪片般乱飞，好一个乱字了得。朝堂上乱成一锅粥，凤扶摇也是心急如焚。沈君慈浑身负冰，并无苏醒的迹象。凤扶摇一会儿摸一下他的脉搏，一会儿探一下他的呼吸，生怕他就此撒手人寰。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沈君慈虽如同被封印了一般躺着，但是意识却是清醒的，只是如何也醒不过来。通过凤扶摇的心声爆出的那些大瓜，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傍晚时分，系统奖励还未到账，小瓜又来爆热瓜了。宿主，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又有大瓜了！在姬代怂恿下，沈君义请了杀手，刺杀建德帝和凤福雪。凤福雪当场死亡，建德帝身受重伤，奄奄一息呢。
沈君毅连夜带兵围攻皇宫，自立为帝了。皇宫禁军与太子带的兵士相互对峙，皇宫乱了。如果离王再不醒来，恐怕沈君毅真的要坐上皇位了。届时，离王变成了沈君毅眼中钉、肉中刺。啊！沈君毅请了杀手刺杀建德帝和凤福雪，凤福雪当场死亡，建德帝受伤奄奄一息。沈君毅带兵围攻皇宫，自立为帝。哎呦，这天都黑了，7天时间即将过去，大火都要烧眉毛了，系统奖励还未到账，真是急死个人了。如果阿慈再不醒来，我估计我们都得死。沈君毅那个狗渣男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只能尽人事听天命，能活几日是几日。躺在床上的沈君慈，一颗心也高高的悬了起来。云世奇和萧颖守在门外，两人听说皇宫之事，头发都差点急白了。后来就连白小鱼也来了，站在外面差点将头发给薅秃。凤扶摇正急得团团转，脑海中突然响起小瓜激动的声音：苏哲，到了，系统的奖励到账了。寒毒解药口服，一次性服用完。凤扶摇想也没想，便捏着沈君慈的嘴为他灌药，一瓶药很快就灌了下去。药水灌下去之后，沈君慈身上的薄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的消失，他的呼吸也变得平稳起来，苍白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薄霜在消失，薄霜竟然在消失了。他的呼吸变得平稳了，脸色也变好了。陈丫头，你刚才给我徒儿喂了什么药？为了这个寒毒解药。春丫头，老朽10几年未解开的寒毒，你是如何配出解毒配方的？赶紧将配方给我，我要做解药，我要做解药。如果我说是路上捡的，你信不信？你怎么不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拿我当傻子吗？这样的谎话也说得出口？春丫头，我求你了，赶紧给我吧，我做些解药，卖了钱我们平分。如果本王说这药是王妃变戏法变出来的，你相不相信？瑶儿，辛苦你了，谢谢你哦。阿慈，你终于醒了，这几日你昏迷不醒，可吓死我们了。师父为你操碎了心，找了不少药草，你能醒过来真是太好了。师父，辛苦你老人家了，我体内的寒毒似乎已经消失了。赫连缺一个箭步奔上前，一把拉起沈君慈的手腕，帮他号脉。脉象平稳，寒毒竟已完全消失。这个蠢丫头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云石奇和萧颖冲了进来，看见眼前的情形，激动得热泪盈眶。17，召集所有天道阁的将士，随着本王去皇宫护驾。另外，通知2位凤将军尽快的回京，他们现在应该在城郊等待。这大龙国的天是时候该变一变了。瑶儿，乖乖在家里等着我，等我把皇宫的事情处理完，我就会回来。如今沈君毅自立为帝，与禁卫军对峙，你此次过去一定要万分小心。等你回来，我还有话对你说。沈君慈目光深沉地望着他，点了点头。此次他并未佩戴面具，而是以真面目示人。沈君毅率领另外一队人马与保护建德帝的禁卫军对峙，这批人马乃是他及击败右丞相暗中训练的军队。两方人马已经打了好几仗，沈君毅就像个脱水的黄瓜似的，一脸病态。沈君慈，你不是寒毒发作快死了吗？你这个狗杂种，竟然给老子装病！还有，你脸上的疤竟然没事了，整日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真是个虚伪的狗玩意儿！朕已是新一任皇帝，见到朕还不赶紧下跪磕头？沈君慈，见到皇上还不下跪吗？啊，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我告诉你，那个老东西早已奄奄一息，眼看是活不成了。识相的，赶紧对新帝俯首称臣。要是晚一点啊，你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了。哎，离王来了，皇上有救了！离王来了，皇上有救了！皇上，离王来了，他来救您了。你只要再等一会儿，离王便能杀了废太子和姬带那些逆贼。建德帝面色苍白如纸，已是进气少，出气多了。沈君毅，你的太子之位早已被父皇废除，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谋权篡位，夺位弑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真是猪狗不如！今日本王便帮父皇将你这个逆贼绳之以法。天道阁的将士们，大家一起上！只要杀了离王，朕每人奖励1万两黄金，大家一起上，将天道阁给朕灭了！沈君毅身后的侍卫们如潮水一般涌上前，狠狠扑向离王。保护皇上，大家一起上，杀了他们！天道阁的将士们和废太子的军队缠斗在一起，乒乒乓乓的刀光剑影，厮杀声不绝于耳。沈君慈一跃而起，手中的宝剑便凌空狠狠一斩，
剑光化为一道闪电，流星般斩向废太子胸口。他何时有如此高深的武功？这狗杂种平时藏拙扮弱，太他妈阴险了！情急之下，一把抓住身边抖成一团的鸡蛋，挡在自己面前。鸡蛋嘴里鲜血喷涌，身子如同麻袋一般委顿倒地，疯狂抽搐几下，便再没了动静。沈君逸吓得肝胆俱裂，手脚并用，连滚带爬的向前逃去。沈君此一伸手插在鸡蛋胸口的宝剑便重新回到他的手中，他对沈君逸随手一挥，砰的一声闷响，沈君逸被强大的剑气扑倒在地。鸡蛋见大势已去，慌慌张张的退到人群后便想逃走。贺连缺随手扬起宝剑，凌空刺向他的后背。鸡蛋脚步一滞，难以置信的看向穿心而过的剑尖，无力的扑倒在地，圆瞪着双眼，死不瞑目。叛军见沈君逸已死，大势已去，丢盔卸甲，抱着脑袋蹲下身。父皇，对不起，儿臣因病耽误，来得晚了。叛军已被控制了，皇兄也已自戮伏法，姬代及诸多叛乱将领皆被天道阁的将士们杀死。父皇不用担心，皇宫现在安全了。慈儿，你韩吉没事了就好。君逸不是朕的孩子，而是姬代的孩子。朕当年送你去叶国当人质，乃是为了保护你。朕以前太忽视你，害你中毒毁容，受了太多苦啊！朕若不将你送走，你将会被姬家害死。慈儿，你恨朕吗？父皇，儿臣不恨你，您千万别多想。朕也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很是放心。以后你要好的治理大龙国，千万不可暴政。你的亲生母亲不是姬燕，而是一个叫婉娘的武姬。她若还活着，应该在连州。老皇帝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再无声息。沈君慈离去后，凤扶摇担心的一夜没睡，吃了一夜的肉瓜。王爷带领天道阁将士和废太子叛军打了起来，鸡蛋被王爷一剑捅在心窝，嘎了；扎太子被王爷一剑捅在后背心，也嘎了。姬代被贺连缺杀死，你两位兄长带兵进入皇宫，拥立新帝登基呢。老皇帝受伤太严重，没熬过今晚，驾崩了。沈君逸不是建德帝的种，而是姬代的种。姬家这是想谋权篡位，让姬家种夺取天下呢。王爷即将继承大龙国皇位，封你为皇后的圣旨，估计过几日便到了。宿主，我们终于把离王扶上皇位了，那我们再也不会被抹杀了，太好了。小关啊，你说阿慈当上大龙国皇帝之后，除了娶我，还会娶别人吗？这个时代，男人3妻4妾，皇帝更是后宫佳丽3000。后宫那群女人吃饱了没事干，天天为了一个男人争得你死我活，不是你陷害我，就是我陷害你，想一想都让人头皮发麻。我想要的是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是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我不想和那么多女人分享我爱的男人，我只想过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要不，我让他将我休了，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当富婆去。要我说，你们女人就是麻烦，没有爱情的时候渴望得到爱情，等得到了爱情，还想一世一双人的完美爱情。一个人他不香吗？非得整出那么多事来，自讨苦吃。我的要求就很简单，不被主系统抹杀，我就很满足了。至于爱情，这玩意儿不能吃也不能喝，要它干嘛？再说了，爱情的保鲜期，短的只有3到6个月，长的也只有1到3年。过了爱情保鲜期，哪里还有什么爱情？荷尔蒙作用罢了。你这个冷血玩意儿，知道个屁呀！等你尝到爱情的滋味之后，就知道那种欲罢不能、妙不可言的感觉了。哎，小瓜，你快查一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全都完成了？说阿慈敢娶别的女人，我就去过我自由自在的富婆生活。不对劲儿，很不对劲儿。任务圆满完成，系统会有一个完结提示的，可是系统并没有给提示，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让我翻翻。哎，不会吧？系统显示任务还未最终完成，3年后大龙国未灭亡，才能证明任务最终完成。完犊子了，我们还要等3年啊！等到那个时候，你们的娃能打酱油啦！什么？小瓜，我记得你刚布置任务的时候说过，我的主任务是攻略离王，让他爱上我，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实现3年。我现在已经将离王攻略下来，大龙国也换了新皇帝，非得等3年之后看看大龙国有没有灭亡，才算任务成功。这不是吃瓜系统，这简直就是坑爹系统啊！就是啊，我们明明已经提前完成任务，为什么不给提示？主系统真是一个王八系统。宿主，看来你和离王还不能合力，必须等3年后再看大龙国的发展结果呢。只有3年后大龙国还未灭亡，系统才能完成。你就安心的等着做大龙国的皇后吧，协助新皇一起治理大龙国吧。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没有。难道我真要亲眼看着深爱的男人左一个右一个将女人娶进门吗？我太难了。哎，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阿慈的娘还活着吗？这段时间忙着求解药，差点将这事给忘了。我答应过阿慈要帮她找到娘的。小瓜，你神通广大，帮我看看他娘是否还在人世。他娘还活着，不过好像疯了。当初离王3岁时被人抢走，他娘便疯了，具体好像在一个叫梨花村的村子里。沈君慈一连3日都未曾回府，在皇宫忙着继位之事。第2日便派人前去离王府，将凤扶摇接入宫中。建德帝驾崩第3日，离王继位，成为大龙国新一任皇帝，改年号仁和。姬国公府因谋逆之罪被判处满门抄斩，全家100多口人尽数斩于长安城菜市口。新帝宣布大赦天下，并册封凤扶摇为大龙国的皇后，同时对文武百官宣称遵先帝遗旨，后宫实行一夫一妻制，不再接纳其他女人。凤扶摇将是大龙国后宫唯一的女人。此言一出，朝堂顿时沸腾了。皇上，祖宗规矩不可废，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是啊，皇上，只有广纳后宫，才能为皇族开枝散叶呀。皇上身份尊贵，后宫怎么能只有一个女人呢？这与理不合。如今皇后还未有所出，皇上只有她一个女人，确实不太合适。难道你们想反对先帝的遗言不成？难道你们想要逼迫朕成为不孝之人？不孝的帽子太大，群臣们都沉默了。凤扶摇懒洋洋地躺在贵妃椅上。宿主有大瓜，皇上宣布后宫实行一夫一妻制，从此以后你将是这大龙国后宫唯一的女人。虽然群臣反对，但皇上说此乃先皇遗愿，所以文武百官都不敢吱声，无人敢反对，否则会被扣上大不孝的帽子。高，真是高！皇上为了你，竟然废除了后宫选秀制。我的天哪，他真的为了我废除了后宫选秀制？他是怎么知道一夫一妻制的？我记得只有我们2个人说过呀。还什么先皇遗愿，那只是堵住悠悠众口的托词罢了。先皇那么花心之人，怎么可能提出如此专情的建议呀？真不愧是我心爱的夫君，太让我感动了。未来3年，我一定好好帮他发展大龙国，争取让系统任务圆满完成。否则，我怎么对得起他对我的一片真心呢？虽然他真的爱你，但是你系统空间的秘密，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告诉他。就算夫妻再相爱，也要拥有自己的秘密。古言说得好，帝王喜怒无常，万一哪一天他不爱你了呢？你提醒我了，是时候告诉他关于我的秘密了。他对我如此真诚，这件事情我不想瞒着他。3年期限还未到，你不要冲动。哎，小瓜，这次阿慈坐上了皇位，我能否得到系统奖励？我想要1吨1000年以后的水稻杂交种子，我还要一批后世最先进的自动步枪，每把枪配套2000发子弹。我既然必须等到3年后，那么这3年我要帮助大龙国繁荣富强。只有让大龙国繁荣富强了，大龙国才不会灭亡，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完成。你说是不是？离王继位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有奖励。除此之外，我们还间接帮助离王消灭了大奸臣姬代和废太子沈君毅呢。我估摸着，如果有奖励，今日傍晚就能到账。凤扶摇大喜过望，心情瞬间变得愉快起来。当天傍晚，沈君慈还未下朝，系统奖励便到账了。空间中果然有1吨杂交稻谷种子，还有一批最先进的枪支弹药。他要给沈君慈一份登基大礼，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皇上驾到！娘子啊，为何蹙着眉呢？是不是想夫君了？夫君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想不想听？什么好消息啊？是不是又处理完一件国家大事啦？夫君英明神武，所有决定都是最英明的决定。大龙国在你的带领下，
一定能走向辉煌的。沈君慈一把将他抱起来，顺势坐在椅子上。瑶儿，我爱你，我真的非常的爱你。今日我正式的宣布，后宫实行一夫一妻制，以后这个后宫只有你一个女人，不会再有任何人来打扰我们。此后你我二人相依为命，白头偕老，一定会幸福一辈子。我们呢，再生下几个可爱的宝宝，陪着我们一起慢慢的变老。你说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夫君，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若对我一心一意，我必与你生死相依。另外，我也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关于我的秘密。娘子还有夫君不知道的秘密，快点告诉夫君吧，夫君已经迫不及待了。如果我告诉夫君，我的灵魂来自千年之后，你会不会信我？我当然相信娘子了，娘子是不会骗我的。就算娘子告诉我你是来自于天宫的神仙，我也会深信不疑的。我的娘子就好比那天上的神仙，而且比神仙还要美丽个1000倍、10000倍。我来到大龙国时，还随身携带着一个系统和空间，这个系统会让我知道许多大龙国的秘密。我和你成亲那日刚来的时候，便知道3年后大龙国会被夜国灭亡，而我来到大龙国，必须完成系统布置的任务，才能继续活下去。第一个任务是攻略你，被你爱上；第二个任务是助你拯救大龙国。只有被你爱上，得到你的真心，且3年后大龙国不会灭亡，我的任务才算圆满完成，否则我会被系统抹杀，永远从这世上消失。娘子，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的人和我的心早已属于你。你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的努力，争取让大龙国繁荣富强。你一定不会被系统抹杀，我们也一定可以白头偕老，真的。夫君，我会和你一起让大龙国繁荣富强。每当我完成系统布置的任务，我便会得到系统奖励，就比如帮我外祖父治疗消渴症的药，帮你治疗疤痕的药，还有寒毒的解药，这些都是我完成系统任务之后系统奖励的东西。这次除掉奸臣姬代，你顺利继位，我又得到系统奖励了。你猜我这次得到了什么奖励？娘子，你该不会是有了身孕吧？若是这样的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有身孕也能奖励，那我还要你干什么呀？我这次得到的奖励是我送给你的登基大礼，待会儿可不要太激动啊。这个时代生产力低下，水稻产量极低，于是我要了一批后世产量极高的杂交水稻种子。这种杂交水稻种子产量是原来的数倍，若能在大龙国推广，便能解决不少百姓吃饭的问题。要想国富民强，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经济，让百姓吃饱饭。等来年春天，你让朝廷将这杂交水稻种子发下去，让百姓们耕种。南方气温温暖，可种植2到3季。千年之后的人们就是这么干的。如此一来，粮食产量便能得到大幅提高。除此之外，我还申请了一批后世才会有的逆天武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绝不能心慈手软。叶国乃大龙国宿敌，对大龙国虎视眈眈，觊觎已久。后世历史记载的大龙国，便是被叶国灭亡的。我之所以申请这批逆天的武器，乃是考虑到军队方面的需要。你可以训练一支特种兵，专门使用这种逆天武器，作为你的杀手锏。娘子，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一定是老天为我派来的仙女，是专门来拯救我，拯救大龙国的。我此生此世可以拥有你，是我3生3世所修来的福气，也是我大龙国的福气。娘子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让大龙国越来越强大的。走，我们去库房，我将杂交稻谷种子和枪支弹药取出来。杂交稻谷种子，你想办法让朝廷发放下去，而那批枪支弹药，我会教你如何使用，让你体验它无敌的威力。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登基大礼，夫君，你要加油哦！两人兴冲冲地来到皇宫库房，凤扶摇通过意念控制，将稻谷种子和枪支弹药从空间中移了出来。稻谷种子用麻袋装着，而枪支弹药则是用木箱子封装着，一共有2000把最先进的自动步枪以及无数子弹。瑶瑶，真是太好了！百姓们有了高产量的稻谷种子，一定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百姓们可以吃饱穿暖，比什么都强。瑶瑶，你真是比神仙还要厉害，你真是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那王爷，这种武器乃是后世10大顶级突击步枪，比你这个时代的任何武器都要厉害，想不想看看它的威力？想，我想极了，我太想看了，娘子，你看我这激动的，我嘴巴都不利索了。话说，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就再也不怕被叶国欺负了。凤扶摇展示了步枪的强大威力，沈君慈觉得这简直是惊为天人。这位新登基的皇帝次日便迫不及待地组建了一支军队，专门进行步枪的射击及训练，同时将杂交水稻的种子交给农务司，让他们向百姓下发稻谷种子，令百姓耕种。在凤扶摇的建议下，大龙国朝廷也开辟了一片皇家农田。大龙国最年轻的皇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挽着裤腿下田种植水稻，耕田播种、插秧、收割、晒谷，所有的事均亲力亲为，体验粒粒皆辛苦的艰辛。
在新皇的带领下，大龙国种植杂交水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大龙国百姓安居乐业，大龙国更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沈君慈登基的第2年，叶国联合周边数国对大龙国发起进攻，大龙国皇帝御驾亲征，率领一支数千人的铁军所向披靡，大败叶国军队，歼灭叶军总元帅及叶国唯一的皇子宇文无恙。大龙国军队趁机长驱而入，一直打到叶国都城，直接将叶国给灭了。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又灭了曾与叶国勾结的几个小国，将其疆域纳入大龙国的版图。从此以后，臭名昭著的西血家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叶国以及几个小国成为大龙国的一个省，名为西川省。沈君慈登基之后，手腕强硬，军事力量强大，很快完成了西部诸国的统一。经济方面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凤扶摇的倡议下，大龙国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科举选拔制度，培养和选拔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沈君慈登基的第3年，大龙国一跃成为诸国中的雄狮，被周边诸国称为大龙帝国。小瓜，皇上上次白跑一趟，害他空欢喜一场，这次你不会再搞错了吧？但愿这次能帮皇上找到娘亲。这么多年，皇上一直做着同一个梦，梦见有个女人抱着他唱儿歌，希望他这次能找到娘亲。这次绝对不会出错的。皇上的娘亲真的在莲花村，就住在莲花村东头那户姓李的人家。不过他好像有个儿子。夫君，我们过去吧。小瓜说，母亲就住在前面那户姓李的人家，他似乎还有个儿子。走到半路，便见到一个妇人坐在路边的一个小小的坟堆前。阿月，你睡着了吗？娘知道你睡着了，娘为你唱催眠曲好不好啊？你最爱听娘唱的催眠曲了，娘现在就唱给你听，好不好？连州花，连州发，连州山水甲天下。阿月笑，阿月跑，阿月长大笑哈哈。沈君慈听着妇人的歌，脚步踉跄了一下，脑袋嗡的一声，他感到鼻子酸涩，喉咙哽咽，一瞬间竟是泪流满面。妇人唱的童谣和他梦中听过的童谣一模一样，在梦中那个女人也叫他阿月的。夫君，她真的是母亲，你能肯定？是的，我可以肯定，她就是我的母亲。她唱的歌谣与我梦中的歌谣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她的容貌跟我曾经梦到的十分的相似。娘，我便是您的月儿，您还记得我吗？您的月儿长大了，她已经长大了。你们不要杀我的月儿，不要杀我的月儿！我的月儿她睡着了，她再也不会醒过来了。她一个人过得太孤单了，我要永远陪着她，我要永远陪着她。我会每天来陪她说话，为她唱她爱听的歌谣。要唱歌谣啊！对，连州花，连州发，连州山水甲天下。两位贵人可是来莲花村有事？在下沈贵，她是在下的母亲，有些神志不清，若是叨扰到贵人，还请不要介怀。贵儿，他们是来抢你弟弟的，他们都是外人，你赶紧让他们走，把他们赶走。这位小兄弟，请问她可是你的亲生母亲？我6岁时因家中父母双亡，在连州乞讨时遇到了我娘，当时她浑身脏兮兮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乞丐。我见她被人殴打，十分可怜，便对那些人说她是我娘。10年以来，我和她相依为命，后来到此居住，平时她守在茅屋里，我出去打猎赚些银钱过活。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娘，在小的时候，我与娘亲因故分离，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但是一直没能找到她。我还记得她唱的歌谣，还有她的容貌，她口中所说的阿月便是我。这些年非常感谢你收留与照顾她，大恩大德必当涌泉相报。我不要任何回报，你们若想带她走，记得一定要善待她。我已经没有亲人了，这些年一直拿她当亲娘看待。她对人温柔善良，能唱歌跳舞，还会吟诗，还教我学了不少字。娘虽然有些神志不清，但对人并无攻击性。我看你们非富即贵，希望你们带她回去之后不要嫌弃她。你与她情同母子，不如陪她一起去长安城吧。你我虽然并非是亲兄弟，但是却能像兄弟那样相处。少年看着缩在角落的妇人，终究还是不放心让她一个人离开。
想了想，便答应了沈君慈的邀请。由此，在凤扶摇的帮助下，沈君慈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沈君慈将母亲尊为孝慈德太后，让人精心照顾她，让御医为她调理身体。经过几个月的悉心治疗，太后逐渐恢复神智，并与沈君慈相认。至于那个曾经收留太后的沈贵，则被沈君慈封为侯爷。不过这位侯爷并不愿意被人说成是攀附权贵之人，后来坚持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不俗的成绩。沈君慈主持的殿试因为诸多事宜，在他登基后的第3年才举行。这一次殿试选拔出了一大批人才，潘玉介才学斐然，考取了状元；花满城学问不俗，考取了榜眼；凤福玉少年有为，考取了探花。而一向咋咋呼呼已经和花不落成亲的司空小宝，则是考取了武状元。后来凤福玉官拜江南巡抚之职，为其母亲求了一个诰命夫人。大龙国越来越强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凤扶摇挺着大肚子，由婢女扶着，在御花园慢慢散步。恭喜宿主，贺喜宿主，你的系统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小瓜已绑定其他宿主，将去协助其完成下一个任务目标。宿主再见，祝你和皇上白头偕老，越来越幸福。小瓜，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吗？太好啦！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会离开我夫君啦？那我以后还能吃上你抱的热瓜吗？小瓜，小瓜。然而小瓜仿佛销声匿迹一般，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回应。凤扶摇急忙查看与他绑定的系统空间，空间还在，里面的东西也还在，只是他再也联系不上系统小瓜了。任务圆满完成之后，小瓜永远的离开了凤扶摇。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天天都能吃到小瓜抱的热乎乎的大瓜，也不能再和小瓜谈天说地聊聊小心事。生活仿佛放慢了脚步，一下子变得无聊起来。不但如此，以后他可能再也不能得到系统的奖励了。凤扶摇整个人怅然若失，心里空荡荡的，看上去既难过又萎靡。这样的凤扶摇将沈君慈给吓坏了，他很快便察觉到凤扶摇的不对劲，因为他再也听不到凤扶摇和小瓜热聊的声音，也吃不到新鲜出炉的热瓜了。瑶瑶，怎么了？你为何哭了？发生什么事了吗？阿慈，3年期满，我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可是系统小瓜走了，他永远离开我了，以后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再也吃不到新鲜的热瓜了，可能也再得不到系统奖励了。阿慈，我真的很舍不得他走，我很难过。瑶瑶，你还有我在呢，还有着我们未出生的宝宝在。小瓜有他的事情要做，他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但是我与宝宝会永远陪着你的，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等我们的宝宝出生，你便再也不会感到无聊了。宝宝每天会要你陪，要你跑，每天逗你开心。好了，不要难过了好吗？你难过的话，夫君会好心疼的。如果你还是觉得无聊，那我就为你去请一个戏班子回来，为你唱戏，怎么样？如果你不喜欢看戏的话，我可以再请个说书先生回来专门为你说书。如果这俩你都不喜欢，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些别的，比如我每日下朝回来，会给你讲一讲大龙国发生的事情。只要你不嫌弃你夫君烦你，我便可以每天都讲给你听的。你堂堂一国之君，要屈尊当我的说书先生，这样岂不是大材小用了？不好不好，这也太委屈你了，我可舍不得让你委屈。只要娘子你喜欢，我当那说书先生又怎样？我只当娘子一人的说书先生，我只说书给你一个人听。只要娘子高兴，永远都不离开我，我愿意给娘子当说书先生。胖成了一个球的滚滚抡着小短腿跑上前，伸着舌头上蹿下跳的。滚滚，滚一边去，别来打扰朕的娘子，朕的娘子心情不好，小心把你给炖成了狗肉端上桌去。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将滚滚炖成狗肉端上桌呀？你可别瞎说，滚滚多可爱呀，都陪伴我们3年了，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怎么舍得将它炖成狗肉端上桌呢？傻丫头，你还知道滚滚陪伴你3年？你的夫君我也陪伴了你3年，以后还会陪你一辈子。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永远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不离不弃。还有我们未出生的宝宝也会陪伴着我们一辈子。你看看你有多么幸福，有着爱你的夫君，还有着爱你的宝宝，还有一条天天都黏着你的狗狗。我们都比小瓜要强多了。娘子，夫君一大早去上早朝，早就饿了，宝宝也肯定饿了吧？我们去陪母后用膳怎么样？母后身体恢复得不错，天天叮嘱我要好好用膳呢。儿子儿媳，你们来了。月儿从小就爱吃红烧肉，娘为你做了一大盘。上朝辛苦了吧？赶紧坐下来吃。瑶儿怀孕辛苦，要是喜欢娘做的红烧肉，待会儿多吃点啊。母后，儿臣不是跟您说过，以后别下厨做菜了吗？要吃什么菜，您只需要交代下去，他们会做好的。我们是将您接回来享福的，可不是让您来操劳的。您这样操劳，儿臣和皇上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啊？
只是做一道菜而已，本宫并不觉得累。本宫能找到儿子，回到他的身边，这就是3世修来的福气了。赶紧坐下来用午膳，一家人能在一起便是福气。小瓜离开1年多之后，皇宫美丽御花园中，阿恒、阿花坐好喽，小马要开始出发喽！驾！我们出发喽！要去江南连州啦！连州花，连州发，连州山水甲天下。阿恒笑，阿花跑，宝宝们长大笑哈哈。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娘哄他的情形，眼角不知不觉地湿润了。他3岁时便没了娘，从小被后母歧视陷害，过着担惊受怕的悲惨日子。那些灰暗的日子如同噩梦一般，经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让他痛不欲生。正当他在地狱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他的小仙女如同他生命中的一道光，将他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给了他爱，给了他光明，让他从此拥有了辉煌的人生。他要将他的孩子们捧在手心疼爱，将他小时候未曾得到过的父爱母爱通通弥补给他的孩子们。皇上雄才大略，英明神武，小皇子和小公主也如此可爱，让人的心都要化了。皇上啊，才是这世上最幸福最有福气的人，比起那些后宫佳丽3000，幸福太多了。小皇子一看便是我大龙国未来的明君，小公主长大了定会像皇后娘娘一样美丽善良，心怀天下。我们这些奴婢跟着皇上真是沾了大光啊！臣真的好开心，如今做梦都会笑醒。皇上过得幸福，臣觉得比自己过得幸福还要幸福。皇上和皇后娘娘一定会永远幸福下去的，就算是让臣现在去死，臣也瞑目了。哎，都给朕滚远点儿，别打扰朕哄孩子，将旁边围得给像堵墙一样的，让朕都呼吸困难。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哭得跟个娘们似的，烦不烦呀？以后谁再动不动掉眼泪，小心朕让你们滚到边疆去放羊。皇后去午睡了，朕呢得等她睡醒过来。是皇上，奴才这就滚。当凤飞瑶午睡睡醒之后，从御花园外面走过来时，看见的便是沈君慈悉心哄着2个小奶娃娃，其乐融融的场景。凤飞瑶深情地望着眼前的情形，一颗心满是幸福甜蜜的感觉。深爱她的夫君，可爱的让人心都要化掉的孩子，安居乐业的百姓，越来越富强的大龙国，这样幸福甜蜜的日子，就算是让他过10000年也不嫌多。自从小瓜离去之后，沈君慈慢慢的便听不见凤飞瑶的心声了。自从听不见他的心声后，他便开始变得恐慌起来。他担心心爱的女人哪天突然离他而去，消失不见了。于是每天下朝的第一件事便是急匆匆地赶回后宫，陪伴他和孩子们。瑶瑶，对不起啊，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能原谅我吗？有事瞒着我？难道你受不住美人诱惑，打算娶个妃子回来？没关系，只要你喜欢，你娶回来就是了。我将后位让给他也是可以的。我刚好在这皇宫待得烦了，想到处走走看看。反正我的香水生意做得好，有的是银子，不缺吃喝。当然，2个孩子我也是要带走的。你我都受过后娘之苦，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被后娘欺负。另外，小瓜走之前曾向我透露过师娘的下落，我答应过师傅要帮他找到师娘，我正好去找找。瑶瑶，你打算将后位让给其他的女人？为了你，我连后宫选秀制都废除了。难道你对我还不满意吗？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呢？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是觉得我对你不够好吗？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我的内心像被撕开了一样的难受。你怎么舍得离开我，一个人跑出去？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哪都不许去，你更不能带走我们俩的孩子。瑶瑶，你只能留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一步。你都要抛弃我娶别的女人了，却不肯放我走，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瑶瑶，你误会我了，我没有打算娶别的女人，我这一生只会娶你一个女人，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想告诉你的秘密是，其实是，你还记得4年之前我们的大婚之夜吗？那个时候你刚刚来到我的身边，我突然能够听到你的心声。你竟然能听见我的心声？那我的所有秘密岂不是都被你听去了？我的天哪，那我在你面前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啊？难怪原主新婚夜刺杀你，你不但没有治我的罪，还慢慢将管家权交给我。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他。从你的心声中我了解到了，大龙国在3年以后便要灭亡，我会在沈君毅登基的那年意外的死亡，在死后我还会被人从棺材中挖出来，挫骨扬灰。我还了解到你是带着任务过来帮我，你若拯救不了大龙国，你便会灰飞烟灭。
我每天都想要偷听你的心声，了解更多关于大龙国的事情，并且乐此不疲。我听到了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得到的每一次奖励，我既非常感动，我又非常的震惊。你就像是老天派来拯救我的仙女，让我一步一步的爱上了你。你不但拯救了我，也拯救了大龙国，助我灭了狼心狗肺的夜国，还帮助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还让我体验到了我从来都未曾体验过的爱情。瑶瑶，我可爱的瑶瑶，你一定是老天派来的仙女。臭男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原来你什么都知道，却一直在装傻欺骗我。我现在很生气，还哄不好的那种，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虚伪呢？瑶瑶，其实我一直想向你坦白来着，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现在我不是老老实实告诉你了吗？我不想向你隐瞒任何事情，因为我很爱你。其实自从去年小瓜离去以后，我便再也听不到你的心声了。你现在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还爱着我？会不会离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我生怕你哪天突然就离我而去，回到你的天上去了。若是你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一定会生不如死。瑶瑶，你答应我，要永远陪着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吗？傻瓜，原来你每天一下朝便急急忙忙赶回来，是为了看我还在不在。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已经完成系统任务，再也不会离开这里了吗？阿慈，这里是我的家，有我深爱的男人，有我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们的，我要一辈子陪着你们，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看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沈君慈高高悬起的心这才缓缓地放了下来，炙热的唇紧紧压在那张让他神魂颠倒的美丽唇瓣上。娘子，你真是太美了，为夫怎么看都看不够。以前我身处地狱的时候，我从来都未曾想过有一日我会这么的幸福。你累不累？不累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吧，为夫还没吃饱呢。一高兴就想运动，不高兴也想运动，你为何做什么事都离不开运动呢？你的脑袋里是不是只有运动二字啊？我不想要了，快累死了。娘子说不要，那一定是为夫还不够努力。现在为夫便饶过你，我们晚上再来。哎呀，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现在还是中午呢。娘子生气的样子也这么好看呢，为夫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娘子，我们现在谈正经事好吗？你刚才说小瓜离去以前曾和你说过师娘在哪儿，每次看见师父黯然神伤的样子，我便想着帮他娶个娘子回来陪他。可是师父不是嫌人家太年轻，就是嫌人家太老，不是嫌弃人家太胖，就是嫌弃人家太瘦，总之没有一个是满意的。哎，你说我们何不帮师父把师娘给找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怎么样？我估计他只对林思音情有独钟，别人都入不了他的眼。小瓜离去前确实曾经和我提过一次，他让我去找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说师娘可能在那里。这1年多来，我忙着生孩子养孩子，一直没有时间出去找。不过我问过不少人，打听那个叫云深处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知道云深处到底在何处。你不如让天道阁查一查，看看云深处到底在何处。师娘的脸不是因为中毒而毁了容吗？你用过的祛疤膏还有半管，足够帮她恢复容貌。我们想办法找到师娘，并帮她治好脸上的疤痕，再带她去见师傅，给师傅一个大大的惊喜。如果那个时候师傅还嫌师娘高了矮了胖了瘦了，那便让那个糟老头子打一辈子光棍算了。好啊，为夫都听娘子的。如果师傅到时还是嫌猫嫌狗的，便让他打一辈子光棍，不值得同情。某座豪华楼宇中，赫连却适时打了2个大大的喷嚏。奇怪，不会有人在骂我吧？此时他正握着笔在画一幅画像，画像上容貌温婉秀丽的少女玉然纸上，是他心心念念无数次的样子。思音，你到底躲在何处呢？你是知道的，我从未嫌弃过你，不管你容貌变成什么样，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师妹。这么多年了，你难道还不愿见我吗？我一直都在等你，等你来见我。我们是拜过堂成过亲的夫妻呀，不知进棺材前能否再见你一面。
当天下午，沈君慈便让天道阁的将士秘密寻找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然而1个月过去了，没人知道云深处到底在何处。师傅贺连缺会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呢？师傅，我昨日做梦见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宝藏，堆满了金山银山，你说奇不奇怪？师傅，你见多识广，知不知道一个叫云深处的地方啊？我好想去看看啊，看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金山银山，万一有呢，那我岂不是要发财啦？师傅，你说是吧？云深处，那地方鬼不生蛋，哪有金山银山？你是不是想银子想疯了？皇上，你是不是虐待我乖突袭了？你看看，几日不见他都饿瘦了。我就这一个突袭，你可不能仗着自己是皇帝别虐待他呀！师傅，我疼他还来不及，我怎么舍得虐待他呀？明明是他自己嫌弃自己胖，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非要减肥的。师傅，赶紧帮帮徒儿，劝劝他不要减肥吧。他是什么样子，徒儿都喜欢的。你这珠圆玉润的样子不是挺好的吗？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胖一点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以后切莫傻了吧唧去减肥了，万一把身体减垮可就麻烦了。我徒弟他不敢嫌弃你的，他要是敢嫌弃你，我替你教训他。知道啦，师傅，我以后不会再减肥了。您刚才说您知道云深处在何处，那里真的没有金山银山吗？难道我做的梦都是假的？唉，我的金山啊，我的银山啊，我真想过去看看。瑶瑶，你既梦见那个地方有金山银山，那个地方就肯定是有宝藏的，师父怎会告诉你？哎呦，我也想过去看看呢，万一真的有宝藏的话，大龙国便发财了。云深处乃是青城山万药堂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地处北山山脚下一个犄角旮旯里，十分的隐秘。那地方只有10来户人家，几乎与世隔绝，能有什么宝藏？哎呀，做梦都是假的，岂能当真？你们可真是异想天开！我和你们的师娘当年便是在那里认识的，还在那里采过药，我们还……他连忙捂住嘴，将未说完的话给咽了回去。我以前多次前往云深处，并未发现什么宝藏，不过山上的草药倒是很丰富，但那里山清水秀，是个隐居的好去处。等师傅老了走不动了，便去云深处隐居。两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陪着贺连缺用完午膳后才告辞离开。这样，我亲自去一趟云深处，将师娘接回来。师父去过那么多次都未见到师娘，我想他一定是不想让她见到他。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女人，我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情。我想师娘一定还深爱着师父，只因被人下毒毁了容，不想让深爱之人看见她丑陋狼狈的一面，否则她也犯不着这样躲着他。要去必须我们一起去，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前往呢？青城山在大龙国的西北方，离长安城大概有800多里，乘坐马车来回大概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若是骑马的话，速度则会快上许多，来回大概只需要10来日就够了。你我乘坐快马，带上天道阁的将士前往。只是你我都走的话，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他们还不到1岁呢，我实在是不放心让他们自己待在皇宫里。你非要坚持和我一起去，也不是不可以。届时我将洛洛请过来，帮我们照看2个宝宝。他和司空小宝的孩子已经满2岁了，他有经验。国事则交给潘玉介左丞相和花满城左丞相监国处理，我们微服私访过去，只带上管理天道阁的司空小宝和部分将士即可了。娘子安排得很好，几乎是面面俱到呢。待会儿我就召集左右丞相还有天道阁将军，把事情给交代下去。明日我们便出发，快马加鞭前往青城山。只是这一路上旅途劳顿的，要辛苦娘子了。只是数日时间，他们便到达了青城山山脚下。经过仔细询问，当地人并不知道有个云深处的庄子。他们绕着青城山后山山脚下仔细询问采药人，才在一处隐蔽的山谷中找到了贺连缺所说的云深处。孩子们，想吃糕点糖果吗？只要你们能帮我找一个人，这些吃的便都是你们的啦。仙仙姐姐，你找哪个？一个长得很丑的女人，她的脸毁了容，看着很可怕。我听说她经常来这云深处，请问你们见过她吗？时间姐姐，我知道她在哪儿。她住在这个大山里面的尼姑庵，有时候她会出来，站在小溪边上发呆，我们都很怕她，叫她鬼脸娘子。爹娘叮嘱我们，千万不要靠近她，她会吃小孩的。凤飞心里有了数，将糕点全部分给孩子们。孩子们高高兴兴地领了糕点，自告奋勇地为她带路。神仙姐姐，鬼脸娘子就在里面，你自己进去找吧，我们害怕被她吃了。孩子们叽叽喳喳一哄而散，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凤飞瑶打量着破败不堪的尼姑庵，推开几乎倒塌的柴门走了进去。
这位夫人，请问你找谁？我来找一个人，一个被人苦苦寻找20多年的女人。听说女人是他的小师妹，他们青梅竹马，两情相悦。而这云深处，正是他和小师妹第一次相识之处。小师妹因中毒毁容，不愿以丑容对他，于新婚夜不辞而别。他像疯了似的找他，一找便找了20多年，从早晨到黄昏，从青丝到白发，从大龙国到周边诸多国家，他从来未曾放弃过寻找他的希望，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这些年来，他从未找过别的女人，更未纳任何姬妾。他希望能在进棺材之前，再见心爱的女人一面。人生短短几十年，你又何必如此执着呢？你走吧，我不会再去见他的，让他忘了我吧。我容貌如此丑陋，不想让他时时面对我狼狈的模样。林师娘，你的师兄便是我夫君的师傅贺连缺，我有治疗疤痕的良药，只需1个月便能帮你治好脸上的疤痕。你可先随我回到长安城，住在别院，先不和他见面，等你治好脸上的疤痕，再决定见不见他。你真能帮我治好脸上的疤痕？若是如此，我愿意跟你回去。其实这些年我也想他想的发疯，只是我……凤扶摇郑重地点了点头。1个半月后，正是贺连缺40岁的生辰。哎呀，为师过个生辰而已，何必整得如此隆重？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要成亲呢。师傅，这是为您准备的长寿面，您先吃长寿面，待会儿我们再为您过大寿，待会儿我们还要向您敬酒呢，您先吃点长寿面垫一垫。贺连缺迎着众人微笑的目光，拿起筷子挑了一筷子面塞到嘴里，刚刚吃上一口，猛然瞪大眼睛，如同遭雷击一般呆住了。他狐疑地看着碗里的面，抖着手又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多么熟悉的味道，多么熟悉的味道呀！他已经整整20多年没尝过这个面的味道了。鬼徒邪，这面是谁做的？能否将人叫出来，让师傅见一见？这面的味道太特别了，师傅很喜欢，特别喜欢。小鱼，你去将做面之人请出来吧，师傅想见人家，那就让师傅见一见。小鱼儿进去片刻，领出一个身姿纤瘦的女人。你做的面想起了我一位故人做的味道，谢谢你能抬起头来吗？女人缓缓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庞。四爷，我的四爷呢？你终于肯来见我了。你的傻缺找了你23年零5个月有12天呢，你的傻缺好可怜，他真的好可怜的。傻缺，不要哭了，让孩子们看见了笑话。以后你的思音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